清月师妹，你也不想你姐被送去烈火宗当顶炉吧？只要师妹陪我一次，我就让我师父帮忙操作一下，你姐的名字自然不会出现在那名单上。合欢宗后山禁地山洞外面，一名中年男人正打量着面前的女人，女人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今日他和柳清月被安排看守后山禁地，这里孤男寡女，实乃天赐良机，这里不会出现第三个人。药莲师兄，你怎么能这样？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还以为你和别的男人不一样呢。柳清月望着面前的步药莲，眼神中露出几分的失望之色。他原本以为药莲师兄是一个正直的人，没想到竟用他姐姐来威胁他。步药莲冷笑，也不装了，你自己考虑吧，反正我可没强迫你。步药莲双手背在身后，故作正经地道，你想一下，你姐要是被送去烈火宗，下场有多惨吧？也不知道能活1个月还是2个月。柳清月一听这话，柳眉微蹙，思索片刻，柳清月银牙一咬，就一次，对，就一次。步药莲舔了舔嘴唇，心里狂喜，有了第一次，自然会有第二次。毕竟他们合欢宗每个月都要送一批修为不高的女弟子过去，到时候他可以继续威胁对方。步药莲望着对方，心中狂喜，他的手却是被柳清月抓住，羞涩道：师兄，这里不行，万一被其他弟子看见了怎么办？而且大白天的，要不还是晚上吧。师妹，我已经等不及了，我等这天已经足足等了3年，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只能靠想象。师妹，你放心，这里是禁地，连个鬼都不会有，你怕什么？要不咱们往山洞里面走一点点，反正山洞很深，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咱们稍微进去一点点，没事的。步药莲一边说着，拉着对方就往里面拽，对方那娇羞的模样当真是迷人啊。师兄，不要，你能不能放过我啊？望着那幽深的山洞，柳清月眼神中满是委屈，却是被对方拉着一步步往里面走。放开他！光天化日之下，我宗门的弟子岂能干出欺男霸女之事？没想到就在此时，一个看上去头发乱糟糟，衣服破烂，满脸胡须，如同野人模样的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啊！两人都被吓得身子一抖，里面怎么会有人？后山禁地也不知道多少年了，从他们进入宗门开始，就一直有人轮班看守，任何人不得进入其中，包括他们的宗主。至于里面具体什么情况，无人知晓，也无人过问。见到本老祖出关，还不速速下跪。楚凡怒目圆睁，霸气十足，一身正气。他也想不到自己会重生到一个活了上千年的老怪物身上。楚凡原本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因为一次意外，竟是重生了。从原主的记忆得知，对方也叫楚凡，乃是九阳神宗的开山老祖，收了一男一女2名关门弟子。他通过1000多年的修炼，更是将宗门发展成为了天下第一宗。修为距离飞升已经不远，准备闭关冲击瓶颈，并且告诉宗门弟子派人守在山洞外，他不出关，任何人不得打扰。在冲击修为的时候，竟是因为心性不稳，一口老血喷出，原地作化了。楚凡既来之则安之，众生成了如此可怕的存在，还怕个鸟？没想到刚走出山洞，就碰到有男弟子准备欺负女弟子，这让原主那一颗侠义之心瞬间爆发，于是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你是我们宗门的老祖？我怎么没听说过禁地里面有老祖？做贼心虚的步药连被吓了一跳，但很快便是一脸疑惑地问道：你敢质疑本老祖？可笑！楚凡冷冷一笑道：看样子你们2人是宗门新招收的弟子吧？我是你们开山老祖，你们没听说过，倒是也不奇怪。说到这里，楚凡拳头一握，对着那不要脸一指：本老祖最恨仗势欺人之辈，去死吧！不过下一秒他就无语了，什么情况？自己对着前方一指，怎么没有灵气射出来？要知道以前的他，那号称当世第一强者也不为过，一指头对方能被戳死。可是现在气氛逐渐尴尬，他立即用精神力一查看，顿时差点没晕过去。修为没了，修炼了数千年都快飞升的修为居然没了，什么情况？我明白了，此人死了之后，体内的灵力一点点流失，在灵力流失的时候也在滋养身体，这才导致身体并没腐烂。楚凡很快想明白了，对方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因为不修炼，就算死了，灵力的流逝速度是很慢的。楚凡心中有点无语，这以后还如何装逼，还如何纵享丝滑？看了看对方那懵逼的样子，楚凡故作镇定地摆了摆手道：罢了罢了，念你初犯，这次老夫便饶你性命。步药莲吓出一身冷汗，此人刚才那言语那模样好生霸气，一看就是杀人无数之辈吧。要知道真正的强者身上那股杀气是岁月都洗不掉的。多谢老祖不杀之恩。
不要莲吓得声音哆嗦，不敢去看面前的老头。你去把叶凡和柳诗诗二人叫来，让他们速速过来见我，就跟他们说他们的师傅出关了。楚凡挥了挥手，衣袖上面的衣服本来就破破烂烂，竟是因为这么一挥，直接掉了半个衣袖。有着对方前世记忆，要重回巅峰似乎也不难，自己的2个徒弟肯定也是站在世界之巅的存在，给自己一些修炼资源，那岂不是小事一桩？想到这里，楚凡的心里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好的，前辈。不要连慌忙准备离开，但很快又是眉头一皱，转身尴尬地道：“前辈，这2人我没听说过啊。”你没听说过？楚凡皱了皱眉，什么情况？他这2个徒弟居然还有人没听说过他们的大名？你们现在的宗主换人了，叫什么名字？楚凡想了想之后忍不住道：“看样子本老祖闭关太久了，他们指不定都飞升了。老祖，我们现在的宗主叫叶彦基。”不要连拱手道，他很想查探对方的修为，但又不敢，对方自称是他们宗门的老祖，修为恐怕深不可测，要是被对方发现了，那就是找死。那你去叫他过来，带几个长老迎接本老祖出关。楚凡挥了挥手道，另外带套像样的衣物，我闭关太久，衣服都破了。是，我这就禀报。不要连也搞不懂，一个强者的衣服为何随便就破了，狐疑的看了楚凡一眼，乖乖去复命去了。多谢老祖相助。柳清月满眼感激，你过来，让我好生看看。楚凡招了招手，对方走了过来，有些害怕的样子。我们宗门的女弟子居然如此好看，这身材真是绝了。望着对方那我见犹怜的样子，楚凡的心里一阵激动。你放心，以后本老祖保护你。柳清月发现这老头居然盯着自己看，脸颊羞红了一片，这老祖这么好色的吗？叮，恭喜宿主，检测宿主有一颗爱美之心，又是9阳神体，适合修炼合欢功法。合欢系统绑定中，系统绑定成功。楚凡傻眼了，奶奶的，也不问他同意不同意，这系统就直接绑定了。合欢系统怎么听上去有点变态的感觉？恭喜宿主获得新手大礼包，是否打开新手大礼包？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竟是甜美的女声，还怪好听。当然打开了，丫的，有了系统，那以后岂不是修炼起来更快？合欢系统听上去好像有点刺激啊。楚凡心里一喜，选择了打开大礼包，修为没了，还好系统来了。新手大礼包开启，恭喜宿主获得大力丸30颗，恭喜宿主获得7部合欢散1瓶，1瓶顶过去2瓶，能用10次。恭喜宿主获得黑色丝袜1双，穿上可以增加魅惑值，迷惑敌人，还能提升战斗力。备注：针对女性，宿主穿了没用。恭喜宿主获得合欢神功1本，地品高级功法。恭喜宿主获得飞行符10张，1张能飞行1个小时。恭喜宿主获得顶级储物戒指1枚，已经出现在了你的左手上，你获得的东西全部放入其中。恭喜宿主检测到宿主没任何修为，无法使用储物戒指，因此强行帮宿主注入灵气，突破到1品气者修为。恭喜宿主已经突破到1品气者。恭喜宿主获得隐藏体内灵气波动的秘术，已经修炼完毕。系统的声音不停地响起，让楚凡瞬间懵逼了，这都是些什么啊？丝袜、大力丸、7部合欢散，楚凡怎么感觉这系统比自己还骚呢？就没了。楚凡一听声音停止了，一阵无语，直接先把灵力波动给隐藏了再说，怕被人看出来1品气者，到时候小命不保。不过这功法倒是牛逼，功法这个大陆分为天地玄黄，天品高级最高，黄品低级最低，传说中是有地品功法的，但即便是以前的楚凡都没见过。以前的楚凡天赋惊人，修炼1000多年就快飞升了，那修炼的也不过是天品低级功法罢了。这次系统给的居然是地品高级的功法，当然系统还是比较人性化的，知道楚凡现在没修为，连储物戒指都没法使用，居然给他强行提升了修为。只是这1品气者是什么鬼？是不是太吝啬了一些？以后系统会根据情况发布任务，宿主完成任务可以获得系统奖励。宿主的终极目标是将宗门打造成为最强合欢宗。系统的声音最后响起，随后便是没了。多谢老祖。老祖，不知道你什么修为啊？柳清月抬头轻轻地问道。楚凡心里咯噔了一下，现在这外面是什么情况他也不清楚，而他的徒弟要是知道他的修为只有1品气者，也不知道会不会翻脸不认人。虽然他觉得可能性不大，但人心隔肚皮，所以他必须留一手才行。他顿时板着脸道：你这丫头岂能随便问本老祖修为？柳清月知道自己唐突了，猛然跪在地上：老祖饶命！老祖，现在我合欢宗没落，受其他宗门随意欺辱，肆意践踏，宗主也无计可施，
每日愁容满面。现在老祖出山，弟子自然想知道，老祖修为是不是很高，能不能重振我和欢宗雄风？合欢宗，楚凡再次懵逼了。我去，自己建立的不是九阳神宗吗？怎么变成合欢宗了？这要是合欢宗宗主知道他是九阳神宗的老祖，跑来合欢宗装逼，不知道会不会把他切碎了喂狗。不过系统给的终极目标是打造最强合欢宗，这里有现成的，只需要将宗门变强了就行了，岂不是不用自己去建立宗门了？这倒是省事儿不少。可是看看对面的山峰，山头还是平的，虽然长了不少的树木，但他记得那是当年他跟敌人战斗的时候，自己一剑下去，剑气消掉的山头。这里至少位置肯定是以前的九阳神宗，只是为何如此大一个宗门会变成了一个衰落的合欢宗了？丁，触发系统任务，夺走柳清月的初吻，将获得系统奖励一拳秒杀手套，可秒杀一切修为，完成任务获得5只手套。没想到系统的声音竟是在脑海中突兀的响起，楚凡心里咯噔了一下，那叫一个激动，一拳秒杀，而且可以秒杀一切修为，一切修为啊！我的天，这手套也太牛逼了吧！而且有5只手套，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何是5只不是5双，他被这奖励震惊到了。是否接受任务？一旦任务失败，宿主丁丁缩短2厘米。10、9，居然开始倒计时了。接受。发现没有多余的时间思考，楚凡一咬牙便是接受了任务。虽然短2厘米，也还有18，可是这个任务他可不想失败。他现在修为只有刚踏入修真门槛的一品气者，这岂不是宗门最低修为的弟子都可以捏死他的节奏？想要活命，这个任务必须接受。老祖，你能原谅我吗？主要是我也不想我姐这个月被送去烈火宗当那些难修士的顶部。跪在地上的柳清月缓缓抬头，那叫一个我见犹怜的模样，看得楚凡一阵心疼。这合欢宗的女弟子也太香了吧！而且系统刚才说了是夺得对方的初吻，岂不是说这个小丫头还是个嘿嘿？念在你也是姐妹情深的份上，本老祖免你死罪。但本老祖的威严不容践踏，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楚凡一本正经地道：“你站起来，来我面前，谢谢老祖不杀之恩。”柳清月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来到了楚凡面前，也不知道这个看上去有点野人风格的老祖想要做甚，想要如何惩罚自己。闭上你的眼睛，本老祖马上惩罚你。楚凡看上去依旧是那么的一本正经，不像是要干什么坏事的样子。哦，好的，老祖。这个世界强者为尊，合欢宗就是因为落后了，被附近的烈火宗欺负，每个月都要给对方送一些女修士过去当顶炉。宗主叶燕姬也不想受这等屈辱，但如果不答应的话，对方就会攻打他们宗门，到时候合欢宗恐怕就要被血洗了。在强者的面前，弱者就是蝼蚁，一旦反抗，随时可能被击杀。当老祖说要惩罚他，柳清月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也不敢怀疑什么。楚凡望着对方那性感的红唇，忍不住咽了咽口水，直接一把抱住了对方，对着对方的红唇便是亲吻了上去。柳清月瞬间傻眼，眼睛睁开，感觉脑瓜子嗡嗡的。这就是老祖说的惩罚。该死，老祖不会也想跟我做那种事情吧？完蛋了，怎么感觉赶走了一只小色狼，来了一头老色狼啊？老祖不会办了我吧？怎么办？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柳清月眼泪滴落了下来，自己居然被一个糟老头子强吻了，这糟老头子坏得很。我去，这感觉太爽了吧！柳清月的嘴唇软糯香甜，太舒服了，那小舌头竟是也那么调皮，居然还躲。而且对方的身上还有淡淡的处子香味，让楚凡竟是心中一团热火，亲上去之后就舍不得松开了老祖、宗主和大长老他们到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是那不要连带着叶燕姬来了，另外还有3个中年美妇，一个个看上去身材婀娜，是合欢宗的长老。不要连一来就看见一个老头子在亲吻他觊觎已久的柳清月，心里那叫一个恨。这个老头子刚才还大义凛然的样子，没想到跟他也是一路货色。恭喜宿主这么快就无耻地完成任务，获得奖励一拳秒杀手套5只。系统的声音响起，带着几分的鄙视。楚凡无语，什么叫做无耻地完成任务？分明的机智好不好？楚凡意犹未尽地松开了面前的柳清月，一看对方眼角有泪，心里一阵无语。他也是初吻啊，就亲一下，也没干其他的事情，至于哭了吗？看见不远处的4个强者以及不要廉正望着自己，楚凡双手背在身后，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他对着柳清月道：“本老祖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你刚才问了不该问的问题，老祖我没杀你，只是亲你一下作为惩罚，至于哭吗？”说到这里，楚凡又是道：“想当年本老祖叱咤风云，天下我最强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宗门圣女，多少魔女都恨不得嫁给我呢。只是
本老祖当年潜心修炼，不入红尘，一个都没看上罢了。听见这话，叶燕姬和3位女长老都傻眼了。这老头是认真的吗？别人看不上他吧？这老头先不管是不是他们宗门的老祖，但是这吹牛的本事肯定是有的。老祖，我不是因为嫌弃你是个老头我才哭的，我只是觉得能被老祖亲一下，我太感动了，我这是感动的泪水。柳清月被一个老头子强吻了，心里别提多无语了，但却是害怕对方生气，只能在一旁唯唯诺诺地说道：嘿嘿，原来是感动啊，不必感动，你要是感动的话，下次我再来找你。楚凡也是尴尬地咳了2下，心想这丫头倒是挺能撒谎的，不过他很快便是反应过来，你说我是老头子，我看上去不是中年大叔的模样吗？从原主的记忆来看，对方身形挺拔高大，是一个看上去不怒自威有些帅气的30多岁男人的模样，怎么对方说他是老头？宿主，你现在的模样本来就是老头子，我可以借你一面镜子放在你储物戒指里面了，你自己看看吧。就连系统都忍不住借给了楚凡一面镜子。楚凡发现储物戒指里面的确是有一面镜子，拿出来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头发乱糟糟的，身上脏兮兮的，胡子也很长，而且因为体内的灵气散尽，导致了身体都干瘪了不少，这样子看上去的确是苍老了很多，跟一个50、60岁的老头子似的。楚凡尴尬地将镜子收了起来，冲着柳清月一笑，美女别怕，我这是闭关太久，没进食没喝水造成的，待我过几天打扮打扮，你指不定会迷上我的俊朗。柳清月破涕为笑，这老头似乎还有点幽默。宗主，我们宗门一直都是只有女子才能当宗主，即便是长老也只能从女子之中选，怎么会有老头子当老祖的？这个时候大长老看了楚凡一会儿，终于是忍不住说出了心中疑惑。叶燕姬也是皱着眉头，一脸疑惑。他刚才趁着对方和柳清月说话，偷偷查探了一下这老头的修为，他居然完全看不透，似乎没有任何的灵气波动，难道已经达到了超凡入圣，一切归于平凡的地步？是啊。不要连听见大长老的话之后，顿时醒悟过来。宗主，此人恐怕并非我们宗门老祖，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老色胚，冒充我和欢宗老祖，还轻薄清月师妹。说完之后，不要连声色俱厉地指着楚凡，此人当诛。柳清月彻底懵了，难道这个强吻他的老头真的不是宗门老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刚才被人占了便宜，还得不到任何的好处。要知道对方刚才还承诺有他在就不会让他姐姐被送去那烈火宗当顶炉呢。也正是因为如此，柳清月觉得被亲一下也是值得的，至少比被那布药连破了自己宝贵的身子好吧。啪！然而下一秒，叶燕姬反手一耳光抽在了布药莲的脸上。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布药莲咬了咬牙，低着头，捂着脸，不敢再说一个字。叶燕姬这才又是对着柳清月道：清月，之前你们一直守在山洞外面是吧？没离开过吧？这前辈是从里面走出来的是吧？柳清月点了点头道：是的宗主，我们一直守在外面，这位前辈的确是从山洞禁地之中出来的。叶燕姬缓缓点头，这个山洞已经被前面17任宗主派人都轮流看守，日夜不断，守到了现在，我乃合欢宗第18任宗主。据我所知，这几百年之内也从未有人从里面出来过，可见前辈在里面待了多久，活了多久。说到这里，叶燕姬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因此前辈肯定是活了数千年的存在，修为高深莫测，已经超凡入圣。你这个不要脸，岂敢质疑前辈身份？过了数千年了，我闭关了那么久。楚凡也是傻眼了，难怪这个宗主都没见过他，数千年发生了多少事情啊？看样子那冰床冰冻效果延缓了体内灵力的散逸速度，这才导致对方的身体竟是数千年都没腐化。前辈，你的意思你都不知道自己在里面闭关了多久？叶燕姬和3位长老，你看看我看看你，全部懵逼了。楚凡点了点头，本老祖最新修炼，一眨眼便是上千年过去了，正常。叶燕姬等人汗颜，有谁闭关便是上千年的？上千年，这是一眨眼的事情吗？老祖，你名号是？叶燕姬试探着问了一句，既然对方自称是自己宗门的老祖，现在宗门势弱，要是此老祖肯出手相助的话，指不定合欢宗有崛起的机会。本来正焦头烂额的他，打算试试。楚凡一本正经地道：你们不认识我，可认识我的2位徒儿，他们皆是大名鼎鼎的存在，一位叫叶凡，一位叫柳诗诗。叶凡，柳诗诗。叶燕姬皱了皱眉，很快想到了什么。柳诗诗怎么感觉有点熟悉，似乎哪里听过似的。想了一会儿之后，叶燕姬顿时眼睛一亮，对着楚凡道：老祖，请你随我们去一趟主殿，主殿后面有一个密室，里面记录了我们合欢宗每一任宗主的名字和一些事迹。楚凡眼睛一亮，
如今他也不知何去何从。这合欢宗的宗主和女弟子一个个都好生漂亮，而且系统给他的终极目标是打造最强合欢宗，所以楚凡必须留下来。他点了点头，又是看了看不要脸。此人之前利用他师父的职权，威逼利诱这位柳清月弟子，跟他做苟且之事，我宗门岂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明白。大长老一挥手，一道灵气飞了出去，不等不要脸反应过来，瞬间将其轰爆了去。他师父是？楚凡又是问道。他师父是我们宗门的一个执事，负责登记送往烈火宗女弟子的名额的。不要脸借此机会跟对方经常用此事儿逼迫一些女弟子，说只要听话就可以多给对方1个月的机会。一旁的柳清月不由说道：大长老，这只是……楚凡冷冷一笑：你去给我杀了吧，这样祸害不能留。遵命。对方拱了拱手飞走了。宗主，这个山洞还要看守吗？柳清月站在那里看了看那不要脸的尸体，心里一阵庆幸，多亏老祖出关，不然的话今天自己怕是真劫难保了。叶彦基则是望向了楚凡，征求他的意思。楚凡微微一笑道：这些年让弟子看守就是为我护法，如今本老祖出关，这里无需看守，里面除了一张冰床之外再无他物。叶彦基这才对着柳清月道：不用看守了，你先下去吧。柳清月行礼之后便是飞走了。老祖，这是你让我们给你找的衣服，要不你先换一下。叶彦基望着狼狈的老头，手掌一翻，拿出了一套男子的衣服，大小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嘿嘿，那稍等片刻。楚凡拿着衣物往里面走去。换好了衣服之后，楚凡走了出来，看上去比之前精神了不少。老祖，那我们在前面带路。叶彦基和2长老以及3长老直接飞了起来。楚凡一阵无语，他一品气者的修为现在可无法飞行。他刚才不出手杀了那不要脸，其实不是不屑出手，而是根本打不过。他也是怕对方看出端倪，以后和他的师父对自己出手，留着肯定是隐患，这才让大长老出手杀了这师徒2人。对了，飞行服。很快楚凡想到了系统给的飞行服，心神一动，便是将手放在衣袖之中，手心多了一张飞行服，将其直接捏碎。顿时一道金光钻入楚凡的身体，直接心神一动飞了起来。这一张飞行服只能飞行1个小时，不过足够了。此时的叶彦基已经带着人飞远了一些，发现楚凡没跟上来，皱了皱眉，停下来一起等着楚凡。看见楚凡飞了起来，叶彦基对着2位长老道：老祖果然是老祖，我察觉不到任何灵气波动，就这么飞起来了，当真是好手段。2长老也是心里震撼，有些激动道：宗主，看样子咱们宗门有救了，老祖恐怕已经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我们才看不透其修为。3长老也是感慨无比地道：老祖闭关了数千年，指不定是为了修炼什么厉害的招式，此等心性不是常人能比。叶彦基想了想之后，然后道：记住，不管他是不是我们宗门的老祖，他既然说是，那以后就是咱们必须对他恭敬，知道吗？说到这里，叶彦基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他能活数千年，说明寿元恐怕上万年，那修为我都不敢想了。见到楚凡飞过来了，3人立即闭嘴，在前面带路。老祖，你这速度怎么感觉有点慢？飞了一会儿之后，3长老发现楚凡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尴尬的笑道。楚凡感慨道：咱们又不赶时间，飞慢点无妨。说完之后，楚凡又是故意四处打望。闭关太久，这数千年过去，物是人非，但还是有一些熟悉的风景，我想好好看看，回忆回忆。楚凡心里也是有些无语，这飞行服的速度似乎就只有堪比3品灵宗修为的速度，而且用1张可就少1张啊。对于叶彦基几人来说，只需要飞行2分钟的距离，楚凡硬是飞了6、7分钟，这才到了那宫殿。等到了宫殿门口的时候，大长老已经在这里等待着了。大长老是很爽，微微一笑，上前道：老祖，那不要连的师傅叫叶秋，已经斩杀。此人果然不是好东西，从他的储物戒指之中竟是找到了不少女弟子的贴身衣物，当真是可恶，上面还备注了名字。楚凡汗颜，连自己这个变态都觉得有点变态了，这个叶秋还真是够变态的啊。大长老，你叫什么名字？刚才有劳了。楚凡只是点了点头，看不出所想。大长老笑了笑道：我叫石很爽，能为老祖效力是很爽的荣幸。很爽。楚凡表情略微怪异，这名字倒是挺好记的。石很爽顿时有些不好意思，没想到老祖居然如此轻易地称呼自己，这老头似乎也挺好色啊。很快，叶彦基等人带着楚凡来到了一间密室之中，石壁上面则是有着一个个女子的画像，旁边还写了字。老祖，这里按道理只有现任宗主找到了下一任继承人之后，他才能进来，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和介绍的，也就是说我本来是不该进来的，但今天事情特殊。叶彦基一边说着，指着一幅画像道：
这便是我师尊凌雪，他是第17任宗主，不过他是战死的。楚凡点了点头，一步步往前走，上面画着的都是女子的图案，用剑气在石壁上面画出来的，写着第16任宗主的名字，第15任宗主的名字。一直走到了最里面的一个位置，望着那熟悉的身影，楚凡老泪纵横。合欢宗第1任宗主竟是我徒儿柳诗诗。楚凡握了握拳头，感慨道：诗诗，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堂堂的九阳神宗，天下第1宗去哪里了？你为何要建立了合欢宗？我想起来了，我师尊跟我提起过，我们的开山祖师就是叫柳诗诗，难怪你之前说的时候我感觉有点熟悉，师尊也只提起过一次，我刚才没想起来。叶彦基说完之后跪了下去，老祖，你是我们宗门第1任开山老祖的师傅，那也等于是我们的开山老祖，求你救救我们合欢宗吧，求老祖救救合欢宗。另外3位长老也是直直的跪了下去。诸位放心，这宗门是我徒儿建立的，那也等于是我建立的差不多了。楚凡微微一笑，对着几人道：我自然不可能看着我徒儿辛苦建立的宗门衰败下去，我楚凡以后一定会带领大家让合欢宗走向辉煌。听见楚凡这话，几人的心里也是多了几分的底气。几位都起来吧。楚凡笑了笑，然后一本正经的说道：我已经闭关了太久了，现在合欢宗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你们能给我讲解一下现在的形势，方便老夫掌控全局。叶彦基等人心里一喜，有着这位强大的老祖作为后盾，似乎一下子有了底气。叶彦基笑了笑，这才将现在的情况告诉了楚凡。这里位置是在南郡下面的大燕国，大燕国之中有着不少的宗门势力。在很多年前，因为合欢宗还是很强大的一个宗门，宗门大部分为女弟子，特别是开山祖师，也就是楚凡的女徒弟柳诗诗，更是天赋异禀，创造出来了一套邪恶的功法。原本正常的合欢宗的话，是可以靠着男女之间的双修功法，便是能够更好的修炼提升修为，修炼速度比正常人修炼快不少。而合欢宗的弟子也会有着自己喜欢的固定的双修伴侣，每次出入都是一男一女结伴行，当然也有一个男子和几个女子一起成为修仙道侣的，一般这种男子那都是十分优秀之人。可是柳诗诗创造出来了一种邪恶的功法，能够强行在双修之时掠夺男方的修为，将男方完全当成鼎炉，直接将对方吸干，严重者还会害人性命。合欢宗的有些女弟子在得到了这套功法之后，更是放浪成性，害了其他宗门不少男弟子的性命。那时候的合欢宗迎来了一段时间的强盛时期。后来柳诗诗飞升了，其他宗门联合讨伐合欢宗，说合欢宗是魔宗，便发生了大战。合欢宗逐渐衰落，到了第17任宗主凌雪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的合欢宗那种邪恶功法的传承早就断了，而合欢宗早就改邪归正，不再有人使用强行掠夺他人修为来提升修为了。但还是有些宗门视合欢宗为魔宗，即便是合欢宗的人解释是正经宗门，也没人相信。前些年又有宗门攻打合欢宗，最后导致宗主凌雪战死，不过也将对方的宗主打成了重伤，最后撤离。而这个时候，大燕国一个二流宗门寒林宗则是向他们合欢宗抛出了橄榄枝，让他们合欢宗归于他们宗门门下，每年需要交纳一些修炼资源上去，就可以受到他们的庇护。刚成为宗主的叶彦基没有别的选择，便是答应了下来。这大燕国的势力不少，其中有着3个庞然大物，成为3大宗门，这3个宗门无人敢招惹。而3大宗门之下，便是有着8大势力是比较突出的，经过这些年宗门之间的相互争斗，俨然已经成为了二流宗门，其中便是有着这个寒林宗。在对方的庇护下，的确是好了不少，没有那么多宗门敢直接找上门来了。但除了那个该死的烈火宗，烈火宗也是背靠寒林宗，属于寒林宗旗下的势力，就因为比合欢宗强大不少，经常欺负合欢宗。寒林宗最近忙着跟另外一个二流宗门苍月宗较劲，经常发生一些摩擦，竟是也不管这事儿。说完之后，叶彦基拳头一握道：这烈火宗这几个月越发的过分了，每个月让我们交出100名女弟子给他们，他们的男弟子太多，没几个女弟子，说是让这些女弟子去当炉鼎犒劳他们，而我们的女弟子去了之后，很多都是被折磨死了，还说把我们的女弟子用了之后会还回来，却是一个都没还回来过。这烈火宗的人这么不要脸吗？简直是找死。楚凡听了之后也是握了握拳头，心里一阵愤怒。要知道前世他就遇见过几个借钱不还的王八蛋，没想到这穿越过来了，居然遇见了借人不还这样的事情，让他顿时感同身受，时很爽，也是十分的愤怒。是啊，他们太过分了，而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烈火宗的对手，只能每个月从修为低的记名弟子里面挑选50个名额过去，就是怕对方血洗我们合欢宗反正，我们是不会同意每个月送100个过去的。等等，刚才你们说对方让你们送女弟子过去犒劳他们的男弟子，为何要犒劳？楚凡皱了皱眉，心中有些疑惑，因为
他们烈火宗比较强大一些，我们合欢宗现在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宗门，比他们差了不少。烈火宗有好几个一品灵王修为的强者，加上他们宗门人比较多一些，最近寒灵宗和苍月宗发生一些战斗，需要人手支援，烈火宗有几个长老带着人过去支援去了。叶彦基苦笑了一下道，我们几个长老都是9品灵尊，我们宗门较弱，人也比较少，帮不上多大的忙，因此石很爽也是无奈地道，寒灵宗也是瞧不起我们宗门的人，看我们灵王修为都没人，也没去帮忙，所以就算知道现在烈火宗的人在欺负我们，也视而不见。楚凡苦笑了一下道，每年的修炼资源他们还是收了，这寒灵宗的人收钱不办事儿，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叶彦基则是道，哎，老祖，这个世界很乱，我们合欢宗早就是正经门派了，确实还有不少宗门的弟子，以我们宗门是魔宗来欺负我们的弟子，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弱者的命变如同草芥一般。楚凡微微皱眉，他以前身为大陆第一强者，如何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个人吃人的世界？只是当年在他九阳神宗的带领下，不少宗门的都挺老实的，整个大陆虽然也乱，可是没这么乱。现在似乎比以前更乱，看样子我得尽快想办法提升修为才能自保啊。那一拳秒杀手套虽然很牛逼，能秒杀一切修为的强者，但5只手套也就说明只能使用5次。楚凡的心里开始盘算着该如何是好了。他现在也不敢跟叶彦基等人坦白自己只是一品气者的修为，毕竟面前这几人现在对他毕恭毕敬，那都是认为他是强者，这要是知道他只是一品气者，那指不定以为他没有利用价值，就嘎了他也说不定。所以还是得让自己偷偷变强起来，才方便装逼，才方便欺负这些美女啊。望着面前这些美女，一个个身材极品，楚凡的眼神中也是忍不住有些火热。放心吧，本老祖出关以后，不会再有一个女弟子会送去烈火宗当顶炉了。楚凡看了看几人，一脸严肃地说道，烈火宗我会很快帮你们灭了他的。那就真的太好了。叶彦基等人一听，顿时心里一阵狂喜，这老祖靠谱啊。对了，原主的储物戒指里面不是有不少厉害的功法、厉害的武技和宝贝吗？高级的丹药也有啊。很快，楚凡看了看自己的左手上，不由眼睛一亮，他左手戴着2个储物戒指，一个是系统给的，而一个看上去很是古老的，那则是原主的。这样吧，我这储物戒指里面还有天品的武技，还有厉害的武器和高级的丹药，给你们一些，让你们短时间之内就能提升不少的实力。楚凡微微一笑，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多谢老祖。叶彦基几人心里一阵狂喜，脸上也是多了一丝笑容，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这老祖果然不简单。老祖，你可真是厉害。2长老默然，发现这面前的老头看上去也不是那么老了。3长老白如烟也是微微一笑，眼神中满是期待。然而楚凡看了看那个储物戒指，却是一愣，瞬间傻眼了。这……楚凡皱着眉头，要不是脸上有点脏兮兮的，恐怕就能看出他脸色多难看了。怎么了，老祖？叶彦基问道。楚凡将那个储物戒指摘了下来，递给了对方。你看看就知道了，我明明记得我闭关之前，我这个储物戒指里面宝物众多啊，现在居然是空的。空的？怎么可能？4个美女瞬间傻眼了。原本以为靠着楚凡身上的宝贝，他们都能逆袭了，靠着丹药提升修为，靠着武技还能提升不少的战斗力，到时候合欢宗也能有资格跟烈火宗抗衡了。没想到老祖现在居然告诉他们储物戒指是空的。老祖，你开玩笑的吧？怎么会这样呢？你修为高深，谁还能把你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都给拿走了不成？石很爽看上去身材修长，一袭紫袍，颇有气势。默然也是柳眉微蹙。是啊，老祖修为那么高，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怎么会不见了呢？被人偷走了吗？叶彦基则是道，这么多年以来，宗门都让弟子守在外面，不让人进入，不可能被人偷走吧？楚凡心里咯噔了一下，莫非自己闭关很久之后没出来，自己的2个徒弟进去看过，知道他死了，所以将储物戒指里面的宝贝都给拿走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九阳神宗为何不见了呢？为何自己的女徒弟柳诗诗会创建这么一个合欢宗呢？而且柳诗诗不是一个温柔听话的女孩子吗？怎么会自创那么邪恶的功法，强行掠夺男子修为的功法？肯定是在他嘎了之后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变故，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楚凡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我闭关修炼的时候会关闭自己的60，因为我功法特殊，有一段时间跟死了没区别，完全就是一种假死的状态。看样子中途肯定发生了什么变故，或者有弟子进来之后以为我死了，将我储物戒指里面的宝物给洗劫。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为了给美女们信心，楚凡又是微微一笑道，不过无妨，有本老祖在的话，合欢宗肯定会很快强大起来的，这一点你们就放100个心吧。原来是因为功法特殊啊。
是啊，好特殊的功法，居然会陷入假死状态，难怪储物戒指里面的宝贝丢了都不知道。还好，默然等人也觉得楚凡的解释相当合理，不然的话，谁能从一个强者身上将宝贝给弄走呢？丁，系统任务。系统检测到宿主面前的4个美女都很想突破到一品灵王修为，让宗主夜燕姬给你一个爱的拥抱，时间必须超过10分钟，可奖励10条丝袜。系统任务时间是7天，是否接受任务？系统的声音竟是突兀的响起。楚凡一听，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拥抱宗主就算了，这还要超过10分钟，嗨嗨，这样的话难度一下子变大了不少啊。夜燕姬一看就是高冷美女，给人一种不敢接近的感觉，她的拥抱难度不小啊。最为关键的是，楚凡现在修为又不高，真要惹怒了对方，一巴掌过来那也接不住啊。系统，你这什么任务啊？人家想突破到一品灵王，你不是应该奖励丹药吗？你奖励丝袜干嘛？楚凡阴沉着脸，心里暗自与系统沟通。第一，宿主刚才说了储物戒指里面没丹药，你如果很快拿出丹药给他们，宿主不方便解释。第二，穿上之后可以魅惑敌人，还能提升战斗力，越级杀敌不是问题，一品灵王强者也不是对手。系统无奈地解释道。宿主，新手大礼包奖励的时候不是有说明丝袜的作用吗？楚凡汗颜，丝袜穿上可以提升实力，为了宗门的建设，似乎这没毛病啊。他旋即不再犹豫，立即选择了接受任务。只是拥抱10分钟，又不是做那种事情10分钟，虽然不是很熟，为了宗门变强，夜燕姬应该不会拒绝吧。不过现在不好意思开口，他这形象有点邋遢，还是等稍微打理一下，变帅一些再说吧。嗨嗨，咱们还是先出去吧，我刚出关，有些累了，先休息一下。明天早上，叶宗主你再来找我一下，我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你。楚凡挥了挥手，随口说道。说到这里，楚凡又是坏坏一笑道，而且我有的是让你们变强的招式。等从密室出来之后，叶燕姬想了想之后说道，老祖，要不你就挨着我住的地方住吧，我就住在这边宫殿后面的院子中，他们3位长老也是跟我住一个院子的，我可是男子，咱们住在一起会不会不太合适？我怕被人说闲话。楚凡尴尬地笑了笑，顿时又感觉有些饿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现在修为太低了，还没达到辟谷的程度呢。这修为前期分为器者、灵师、灵宗、灵尊还有灵王境界，现在的夜燕姬几人都是9品灵尊修为的强者，而那烈火宗却是有着几个1品灵王，便是可以欺负合欢宗了。只有达到了灵师修为之后，才能达到辟谷修为，几十天不吃饭都不是问题，当然想吃也不是问题。灵宗修为的话，几个月吃一次饭也饿不死，灵尊的话1、2年不吃饭也饿不死的。可是他现在只有器者修为，还是1品器者，是属于那种一顿不吃饿得慌的情况。要是跟夜燕姬等人住在一起，自己经常吃东西，恐怕容易让人怀疑。楚凡想了想之后，这才道，嗨嗨，这样吧，我对这个宗门还不太了解，我想深入了解一下普通弟子们每天的生活，你们可以在这宫殿后面的院子给我留一个房间，但是我暂时不打算住这里。没问题的，一切听从老祖安排。夜燕姬微微一笑，这老祖的修为看不透，他可不敢得罪，而且现在宗门的危机他根本解决不了，虽然这老祖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但现在对方就是自己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他只能把希望放在楚凡的身上。楚凡尴尬地笑了笑，这才道，就是去基层的弟子多了解了解这个宗门，多跟下面的弟子先接触，比如今天那不要联合他的师傅，要不是不要莲不知道我是老祖，我岂会有机会知道这家伙的坏事儿，岂能有机会揪出这样的毒虫。夜燕姬恍然大悟，觉得这老祖真是高深莫测啊，居然想借助宗门的弟子还不认识他，然后清除宗门的一些毒瘤。他立即笑着点了点头，我明白了，老祖是觉得我们宗门肯定还有很多这种仗势欺人之辈，所以老祖这是想以身入局，对吧？楚凡点了点头道，对对对，我是宗门老祖的事情，你们几个暂时保密，我也会让那柳清月保密的，先让我当一名弟子吧，等过段时间该曝光我身份的时候再曝光我的身份。叶燕姬和3位长老对视了一眼，心想这曝光是什么意思？这个老祖说话有点奇怪，不过他们倒是能猜到老祖的意思。明白了，老祖，那你想住什么地方呢？我让长老带着你过去，要不你当个执事吧，刚好不要莲的师傅死了，这还缺个人呢。叶燕姬想了想之后不由道。楚凡一听心里一喜，这差事儿似乎还不错，没问题。楚凡故作淡定的点了点头道，那我就暂时不跟你们住在一个院子了，免得别人猜疑，等以后再说吧。好的，老祖，房间多的是，你以后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可以透露你的身份了，我们再跟宗门的弟子们说。叶燕姬心里一喜，这老祖果然不简单啊，居然愿意当一个执事，
从最底层去了解现在的合欢宗，这样的老祖没有那么多的威严，倒是挺平易近人的呢。老祖，我先带你去安排住处，然后我会让你给你准备衣服和执事的令牌的。石很爽性格豪放，但也是一个大胸中年美妇，那屁股又大又翘，性感无比，看得楚凡心里都忍不住胡思乱想。墨染则是道：老祖，委屈你了。三长老白如烟也是温柔一笑道：是啊，老祖，委屈你了。哈哈，为了建设好我们宗门，不委屈，一点也不委屈。楚凡哈哈笑了起来。你们放心吧，本老祖在，那什么狗屁烈火宗不用放在眼里。叶燕姬几人听了之后心里有底了，却不知楚凡表面淡定，心里却是没底，但现在这情况必须装下去啊。墨染又是道：对了，老祖，我们其他还有好几个长老，要不要将你的事情跟他们说一下？楚凡笑着道：暂时不用，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曝光我的身份。叶燕姬想了想之后不由问道：老祖，再过些天烈火宗那边又要派人过来领人了，我们这次不叫人出去了吗？楚凡现在身为几人崇拜的老祖，自然不敢认怂，立即道：呵呵，当然不用，我和欢宗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说完之后，楚凡对着石很爽道：走吧，很爽，你带我去安排住处。好的，老祖。石很爽恭敬拱手。楚凡立即道：在外人面前，你们可别叫我老祖，叫我楚凡，或者叫我楚执事就行了，明白了吗？明白了，老祖。几人一同道：我。楚凡差点没晕倒。跟着石很爽走出去之后，楚凡发现还好1个小时的时间还没过去，这飞行符的效果还是在的。他飞了起来，慢慢的飞着。石很爽见到楚凡飞得很慢，也不敢说什么，全当这老祖是想要看看这大好风景，毕竟现在的老祖一定有些睹物思人了吧。老祖，嗨，楚执事，我带你去之前的叶秋住的院子吗？石很爽想了想之后问道。叶秋？楚凡一愣，就是那不要脸的师傅啊。石很爽回道：哦，不用了，那个柳清月住哪里？我就跟他住一个院子就行了，刚好我跟他也可以多打听一下宗门的事情。楚凡随口说道。可是柳清月她只是一个外门弟子，住的院子住了好几个女弟子，我怕打扰你修炼，而且他们住的地方灵气没那么浑厚。石很爽尴尬的笑了笑，心想这老祖不会是看上那丫头了吧？果然这老祖也是个好色之徒啊，之前他们几个去的时候就见到这老祖正在亲吻那柳清月，这要是他和宗主等人去的晚一点的话，指不定还会做出一些什么事情呢。不过柳清月这样的外门弟子能够得到老祖的宠幸的话，那也算是他的福气了，指不定老祖传授他点武技什么的，那可就不一样了。而且老祖那可是能带领宗门走向辉煌的存在，别说牺牲一个女弟子了，就算是100个，那也是值得的。至少老祖出关之后和欢宗就有底气了。想到这里，石很爽的心里一阵坦然，庆幸的是老祖没盯上自己。无妨无妨，我从基层做起，演戏就要演得真一点，不能被弟子们怀疑。楚凡微微一笑道。石很爽一听，心里肃然起敬，老祖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是那边那个院子，这边的一排都是外门弟子住的。石很爽指着山下的一个院子，一边缓缓飞过去，一边对着楚凡道：达到了灵师修为才能成为外门弟子，灵宗修为才能成为内门弟子。说到这里，石很爽顿了顿，方才继续道：想要成为精英弟子，那需要达到1品灵尊修为到5品灵尊修为才行。楚凡汗颜，自己的修为在宗门里面就是一个记名弟子吧，甚至在记名弟子里面恐怕都是最低的吧。记名弟子呢，有什么要求没有呢？楚凡微微一笑，忍不住好奇地问道。石很爽心里一颤，记名弟子其实在很多宗门里面，记名弟子都算不得真正的弟子，他们享受不到什么宗门的修炼资源的，修为低，还只能干一些杂活，除非修为突破到了外门弟子的修为，才能成为外门弟子，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宗门弟子。没想到老祖居然连记名弟子都关心，这样的老祖太平易近人，也太大爱了吧。石很爽此时对楚凡肃然起敬，记名弟子的话，修为达到了6品气者修为之后，才能成为我们的记名弟子。虽然我们和欢宗现在示弱，但还是有不少修为很低的人想着加入我们宗门成为记名弟子的。石很爽笑着说道。楚凡听了之后则是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记名弟子居然也要6品气者。虽然当年的楚凡6品气者在他面前就是一只蝼蚁，连叶燕姬这种宗主他都不会正眼瞧上一眼，可是现在的他却是连记名弟子的资格都达不到，为何啊？楚凡随口问了一句。石很爽道：因为世道不是一般的乱，还有一些流寇、山贼什么的，这普通家庭的人不找个靠山是不行的。
而好一点的宗门，他们招收弟子的要求更高。我们能让6品气者进入宗门成为记名弟子，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两人聊着天，很快来到了院子外面，这才一起走了进去。此时，在柳清月住的房间里面，柳清月正在跟她的姐姐柳思雅聊天。姐，事情就是这样，要不是那老祖突然出关，恐怕我就被那不要脸给欺负了。柳清月说着，心里还忍不住有些后怕。柳思雅则是握了握拳头道：妹妹，都怪我，怪姐姐天赋不好，现在才9品气者修为，还没突破到灵师境界。要是我能突破到1品灵师，成为外门弟子，那不要脸也没机会威胁你我。柳清月笑了笑道：姐姐没事儿，这不是好好的吗？那不要脸都被杀了呢。柳思雅也是道：那个叶秋也被杀了，当真是大快人心。这叶秋前几天还暗示我呢，这个老色鬼师徒2人都不是好鸟。想了想之后，柳思雅忍不住道：不知道这老祖是什么修为，一定比宗主的修为高吧？要是这样的话，岂不是说我们和欢宗可能就不会看那烈火宗的脸色了？柳清月也是眼睛一亮道：对啊，如果老祖硬气一点，他修为高的话，这次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送人过去了？到时候姐姐你就安全了。柳清月很清楚，柳思雅长得温柔端庄，身材很好，在宗门弟子里面跟她一样，姿色至少可以打9分了。如果烈火宗的使者前来要亲自挑选的话，自己姐姐肯定会被盯上，甚至恐怕都不用到那烈火宗，在路上自己姐姐就要被几个前来挑选女弟子的烈火宗使者给羞辱了吧？这样的事情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那些烈火宗的弟子就是一群畜生。放心吧，你姐姐安全了。没想到两人的对话竟是被走到门外的石很爽以及楚凡听见了。石很爽一边说着，便是一边推开门带着楚凡走了进来。这个院子住了4个女弟子，其他3个女弟子则是站在门外一脸疑惑。这石很爽可是宗门大长老，身份地位何其高贵，怎么会带着一个从未见过面的老头子来他们这种地方？石很爽回头看了一眼，那3个女弟子便是识趣的离开，回自己房间去了。石很爽又是一挥手，房门自动关上了。大长老，您怎么来了？有事儿吗？柳清月和柳思雅两人吓了一跳，慌忙站了起来，上前低着头恭敬地问道：楚凡是宗门老祖的事情，你都告诉谁了？石很爽冷着脸问道，看上去是那么的霸气。这女人可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主，别看看着性感，那性格却是高冷又有点火爆。刚才跟楚凡聊天显得没那么冷，还有点毕恭毕敬，那是因为在他眼里楚凡是强者，他连修为都看不穿的强者，面对强者自然是恭敬的，但是在弱者面前那就是2回事。大长老，我没告诉其他人，这个院子里面的弟子问我为何不守后山禁地了，我都没告诉他们，我就告诉了我姐。柳清月抬起头，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一双眸子水灵灵的，显然是被吓到了。楚凡一看，我去，不仅仅柳清月长得好看，她姐姐也是极品美女啊，温柔端庄，身材还这么好，这和欢宗似乎还不错，女弟子们的姿色都不错。刚才进来的时候，那院子里面的3个女弟子虽然比这柳清月和柳思雅差了那么一点点，但也绝对是美女了，你们2个切记，这事儿保密。石很爽听了之后稍微松了一口气，要是传开了，这老祖生气了，那怎么办？好的，大长老。2姐妹松了一口气。石很爽这才又是道：老祖以后就跟你住这个院子，你这个院子应该还有多余的房间吧？柳清月立即道：有，还有2个房间都是空着的呢。说完之后，柳清月又是愣住了。不对吧，老祖，他身份如此高贵，怎么能住我们这院子啊？这可是外门弟子住的地方，这里可比较简陋。柳清月看了看楚凡，发现楚凡这盯着他的大腿看，顿时心里一紧，完蛋了，老祖这是冲着他来的，看样子今天宗主他们坏了老祖的好事儿，老祖最后还是盯上他的身子了啊。只是他有点不明白的是，老祖身份这么高贵，为何要保密？现在合欢宗的弟子士气低落，突然出现这么一个老祖出关的事情，通知下去不是给弟子们打气的好事儿吗？为何保密？还有就是老祖身份这么高贵，跟宗主他们住一起不好吗？自己这个小角色，要是老祖实在是看上了他，那也是一句话的事情，让他去宗主住的宫殿里面去伺候老祖，谁敢说一个不字吗？老祖平易近人，打算来到底层体察你们的疾苦，融入大家，看看有没有其他仗势欺人之辈，想要揪出类似叶秋这样的败类。他暂时是一个执事，代替之前叶秋的职位，以后你们叫老祖楚执事，明白了吗？石很爽看了看2人，说道：你们要是敢私下透露老祖身份，老祖让你们死，你们可别怪我。还有2个房间啊。楚凡一愣，看了看柳思雅，不由道：这样吧，房间空着也是浪费，一会儿我选一个房间，另外一个房间给你姐住。多谢老祖。
柳思雅心里一喜，望向楚凡的眼神中充满感激。她没想到这老祖这么好，让她一个记名弟子住外门弟子住的地方，而且跟着自己妹妹住一个院子的话，那两姐妹以后走动也方便一些。柳清月则是柳眉微蹙，心里暗道完犊子了，这老祖还盯上她姐了。柳清月皱了皱眉，尴尬的笑了笑道：老祖，多谢你的照顾，只是这样不太好吧？其他弟子会不会说闲话？一旁的石很爽则是道：无妨，别的弟子问起的话就说是我安排的。再说你姐距离灵师修为也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样吧，我这里有一株2品低级的灵草，你拿去吧，这2天就可以突破修为，突破了之后就去统计处登记一下，领取外门弟子的衣服和令牌。多谢大长老。望着那原本记名弟子根本不可能领取到的2品低级灵草，柳思雅激动的娇躯微微颤抖了一下。这样的灵草即便是外门弟子要领取，那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需要为宗门做点事情，有了贡献点才能去兑换。柳思雅知道大长老能破例给他灵草，那不过是看在楚凡老祖的面子上。好了，收好吧。石很爽依旧是那么的冷漠，不过他转向楚凡的时候，脸上又是多了一丝微笑，对着楚凡道：老祖，以后有需要用得着我帮忙的地方，记得来找我便是。楚凡点了点头，挥了挥手道：好的，你下去吧，记住，如果有外人在，要么叫我楚凡，要么叫我楚执事。好的，那我就先告辞了。石很爽拱了拱手，旋即打开门之后，一闪便是飞走了。姐，太好了，你有了这株灵草，定然能突破到灵师修为了，以后你就是真正的宗门弟子了。等到石很爽一走，柳清月顿时拉着柳思雅的手，满眼激动。柳思雅则是对着楚凡道：多谢老祖的照顾，要不是老祖的话，大长老岂会给我灵草？楚凡淡然一笑，看了一眼那灵草，也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他刚才都很想让石很爽给点灵草，可是又不敢开口，毕竟要是让石很爽等人知道他那连记名弟子都不如的修为，指不定会觉得被耍了，到时候一指头戳死他都是有可能的。他现在可是高高在上，修为比灵王还要高很多的存在，岂能索要1品灵草？嗨，客气了，主要是我跟你妹妹清月也算是有缘，出关第一个见到的人便是她，看你们也不容易，这点小事儿不用放在心上。楚凡微微咳了2下，然后道：记住，以后我就是楚执事，暂时会接替那叶秋的位置。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道：我的身份，弟子中只有你们2人知道，以后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跟你们了解的话，你们可要老实回答我。好的，老祖。柳思雅点了点头道。柳清月则是拱手道：多谢老祖今天的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恐怕就要落入那不要莲的手里了。哈哈，小事一桩罢了，走吧，我先去看看房间。楚凡哈哈一笑，带着2个美女姐妹走了出去。剩下的2个房间都是挨着的，楚凡选了靠边上的一间。此时的楚凡虽然换了一套衣服，但肚子也饿了，而且头发乱糟糟的，一把胡须，长期没喝水，更是皮肤看上也有些干瘪，看上去当真是如同一个老者。选好了房间之后，楚凡不由对着柳思雅道：思雅姑娘，一会儿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柳思雅点了点头道：楚执事尽管吩咐便是，那帮上楚执事的忙也是我的荣幸。柳思雅本来就想报恩，倒是也没多想。楚凡点了点头，又是对着柳清月道：清月，你也要帮我一个忙，帮我去弄点吃食过来，我太久没吃东西了，有点饿了。对了，还要弄点水过来。柳清月点了点头：好的，就是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那边有一条街，上面有不少小吃，还有酒楼呢。宗门的弟子偶尔就会去那边逛街。楚凡笑了笑道：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别跟人说是给买的就行。柳清月全当老祖是太久没吃东西才饿的，也可能是贪嘴了，立即答应了下来。好了，思雅姑娘，跟我去一趟我房间吧，一会儿还要麻烦你呢。柳思雅笑着点了点头，跟着楚凡进了他的房间。柳清月眉头一皱，这大白天的，老祖居然让自己姐姐去他房间，该不会让他帮忙买东西，只是想支走他吧？难道老祖这是打算对姐姐动手了？怎么办？这叶秋当初威胁姐姐还没得到姐姐，难道刚出狼群又掉虎窝？柳清月望着楚凡亲自把房门关上了，握了握拳头，可是他也不敢冲进去，想了想之后，只能快速往买东西的街道飞去。哎，姐姐就算被这老头子给糟蹋了，那至少也比被送去那烈火宗好，要是送去烈火宗，基本上就死定了。柳清月的心里有些不爽，但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柳思雅看见楚凡进屋之后把房门关上了，心里也是变得有点紧张起来，毕竟他现在柳清月跟他说过，这老头也是个色狼，而且这么多年没碰女人了，现在叫他进屋还把房门关上，难道这还是要帮那方面的忙？嗨，我闭关这么多年都没机会洗澡，我先去洗个澡，一会儿你再帮我，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楚凡看了看一旁的美女，
看见对方那羞涩的样子，心里也是一荡，旋即走到里面的小隔间去洗澡去了。柳思雅坐在床边，心里紧张的不行，她也想找个修炼伴侣，一起过上羞羞的生活。可是她没想找个老头子啊，虽然对方是老祖，这个世界弱者皆是蝼蚁，我和妹妹修为不高，别说在这合欢宗了，即便是去了外面也会被人欺负。这处凡是宗门老祖，我要是跟了他的话，指不定也算是找了一个强大的靠山。很快柳思雅开始思考起来，在进入宗门之前，她就见过有些女子被男人抓去玩弄，最后被杀的场景，更是知道想要在这个乱世活下去是多么的困难。她和柳清月都长得好看，恐怕今天不被楚凡惦记，明天也会被其他人惦记，倒不如心里一狠，一会儿好好从了楚凡老祖算了。再说了，自己现在的身份地位有拒绝的资格吗？自己不听话的话，恐怕自己要遭殃，妹妹也要跟着遭殃。要是一会儿让老祖高兴了，还能劝对方不要打自己妹妹主意。心里想着，柳思雅咬了咬牙，既然都逃不掉了，倒不如从了对方。所以在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之后，柳思雅竟是将外面的衣服脱了，然后躺在了床上，用被单盖住她的娇躯，静静地等待着。他一个老头子，应该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吧，忍忍就过去了。老祖将妹妹支走，还说让我帮他一个忙，还反锁了房门，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他虽然老了一点，但的确是宗门最大的靠山了。柳思雅躺在床上，心里不停地说服自己。柳思雅躺在床上，心里紧张的要死，只希望一会儿楚凡能稍微快一点，这样的话或许心里不会那么煎熬。虽然楚凡身份高贵，但谁会愿意跟一个老头子做那种事情呢？再过了一会儿之后，楚凡终于是从里面走了出来，穿着衣服，伸了一个懒腰。这洗了一个澡之后，他也是感觉舒服了不少，除了现在感觉很饿之外，其他倒是没什么。不过他刚伸了一个懒腰，便是发现柳思雅这女人居然躺在他的床上去了，还盖着被子，外面之前穿的那弟子衣服都脱了，丢在了一旁。你躺我床上干嘛？楚凡一愣，瞬间有些懵逼，心里暗道，这叶燕姬不是说了，合欢宗都已经走上正轨，现在是名门正派了吗？那种通过双修来吸收男人修为的霸道邪恶功法，不是早就没了吗？不是断了传承了吗？难道某些弟子还偷偷修炼这种功法？这个柳思雅莫非是觉得他是老祖，体内的灵气浑厚，所以想跟他双修，趁机吸收他体内的灵气，提升一下修为。想到这里，楚凡心生警惕，这柳思雅好看是好看，身材也好，如此极品美女，他楚凡要是能得到的话，自然是求之不得。可是这万一对方修炼的邪功，他的那点灵力被发现的话，自然就知道他不是什么老祖了，是个冒牌货。如此的话，那太冒险了，被宗门知道了，多半就是一个小命不保。色字头上一把刀，楚凡心里在想，他也不敢啊。更何况如此极品美女反而对他如此主动，这让他更是心里害怕，总觉得对方肯定是心里对他有想法，这太反常了。你不是让我帮忙吗？让我等着你啊。柳思雅羞红着脸，心跳加速，看楚凡那一脸懵逼的样子，难道真的是自己误会他了？望着对方如此模样，楚凡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前世没碰过女人，这原主也没碰过，他的心里还真是恨不得立即扑上去做点什么。但现在他初来乍到，对于这个世界还不是太了解，对于合欢宗也不是太了解，还是保命要紧。他转过身去，故作镇定地道，胡闹，你这不是胡闹吗？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又是义正言辞地道，我楚凡一身正气，岂能容忍你这样的歪风邪气？你当我是那叶秋那样的人吗？柳思雅傻眼了，他的模样不知道多少男人眼馋，这老祖居然能忍得住？难道他真的误会老祖了？老祖真的是正人君子，可是柳清月不是说了，老祖是色狼吗？老祖，难道我误会你了？你不是这个意思？柳思雅试探着问了一句，心想这老祖该不会是故意逗他玩的，想试探一下他的真心吧。想到这里，柳思雅立即又是道，老祖，我是自愿的，我是为了感谢你帮助了我和我妹妹，主动自愿的，你没有任何逼迫我，这次是我自愿的，不是被老祖逼迫的。你怎么能跟叶秋那样的混蛋比呢？你比他好太多了。楚凡有些哭笑不得，慌忙道，别，我想你真的是误会我了，我是这么久了没有梳剪过头发，胡须也没刮过，这才让你帮忙的。你能帮我刮胡子剃一下头发吗？啊，你说的是这个啊？柳思雅顿时尴尬无比，原来自己真的误会对方了。快点把衣服穿上吧，我可是正经人啊。楚凡苦笑着说道，背对着对方。柳思雅这才赶紧起来将衣服穿好，然后道，那你坐下，我来帮你。有劳了，思雅姑娘。楚凡说道。柳清月买好了吃的之后，又是用一个葫芦装了一大葫芦的水，这才往回赶。
刚回到楚凡的房间门口，就听见自己姐姐让楚凡坐下，说要帮他，这让柳清月的心里一阵无语。完蛋了，已经开始了吗？我姐姐已经开始帮他了吗？我要不要闯进去打断他们？我冲进去的话，老祖会不会不高兴？可是柳清月犹豫了一会儿，这才咬了咬牙走到了大门口，道：楚执事，那个，我把东西买来了。柳清月轻轻地敲了敲大门，她终究还是不敢直接闯进去，但是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只能这么试探着问问。哦，你放门口就行了，我们正在忙，一会儿忙完了我自己拿就行了。楚凡立即说道。柳思雅正在用匕首帮他剃胡子，门外的柳清月不由咬了咬红唇，脑海里都是一些羞涩的画面，自己的姐姐现在果然正在被那老头子欺负。是啊，如果不是在做那种事情，为何关上门还不让他进去？好的，那我就先回我房间去了，有什么事儿的话记得叫我。柳清月虽然心里很无语，但也只能回了一句，将东西放在地上，站了起来准备离开。毕竟对方是老祖，自己要是贸然闯进去的话，到时候老祖生气了，指不定就会要了他和姐姐的小命，而且指不定他都要遭殃，被老祖那啥。想到这里，柳清月心里无奈，只能咬了咬牙，转身离开。啊！房间里面，楚凡忍不住发出了一声轻叫：对不起，我是不是太用力了，把你给弄疼了？我第一次给人刮胡子，没经验，实在是抱歉。柳思雅吓了一跳，也不知道是不是匕首不太锋利，让楚凡竟是痛了那么一下。她吓得立即跪在了地上，如同一个犯错的女仆。没事儿，我还忍得住，我堂堂宗门老祖，这点痛算什么？楚凡一本正经地说道。柳思雅站在他面前帮忙刮胡子，楚凡挨着他这么近，闻着对方身上淡淡的香味，楚凡的心里一阵迷糊。这女人当真是诱人啊，要是真的能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那这辈子也算是值了。片刻之后，柳思雅望着面前的男子，忍不住眼睛一亮。老祖，我发现你洗了澡，又是刮了胡须，还弄了一下头发之后，挺有精气神的，不像是老头子了。柳思雅帮楚凡弄好了之后，看了看面前的男人，竟是发现脸上棱角分明，浓眉虎目，似乎比之前看上去年轻了10几岁的样子，根本不像是个老头子，而且还有点帅气，有男人味。我本来就是个大帅哥啊，怎么了？莫非你看上我了？楚凡笑呵呵地说道。这柳思雅肯定是第一次跟男子刮胡子。柳思雅顿时俏脸一红，没想到这老祖说话还挺幽默的。老祖说笑了，我这种弟子哪里配得上老祖你啊？柳思雅不好意思地说道，都不敢去看楚凡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祖的修为太高了的原因，被老祖盯着，竟是让他心中紧张不已。看见对方低着头，拳头微微握着，楚凡知道对方肯定是怕自己才这么说的。看样子这个世界果然当你强大，身份地位高贵的话，这些修为低的女弟子还真是可以占便宜也不错。哈哈，好了，今天就多谢你了，我也饿了，你就先下去吧。你们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也可以来找我。一种很饿的感觉袭来，楚凡立即让柳思雅回去，打开了房门，将对方送到了门口。等到对方走了之后，楚凡立即将地上的吃的和那一葫芦的水拿了进去，关上房门之后，开始大口吃了起来。真好吃，味道不错啊，这是什么肉？应该是灵兽的肉吧，还好等级不高，不然我吃了恐怕身体还吃不消。楚凡大口大口吃了起来，吃了几口之后，又是狠狠地喝了几口水，心里这才舒服了不少。这修为太低了，以后不吃东西还不行，住在这里的话，这几个女弟子也不敢说他什么，顶多说他贪嘴。而且他到时候偷偷去买点吃点，放在储物戒指里面带回来吃，也不会被人发现什么。但如果住在叶彦基等人住的那宫殿里面，指不定对方会心生怀疑。现在楚凡的修为可不高，那一拳秒杀手套数量有限，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自然是不可能使用的。这一摒弃者的修为还是千万不要暴露了才好。等吃完了之后，楚凡又是躺着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等到醒来之后，他的脸色看上去也红润了不少，整个人也比之前更加有精气神了。现在的他看上去不再是一副糟老头子的模样，反而是一个中年帅气大叔的样子，而且眉宇之间充满了一种英气。妹妹，你哭过？柳思雅来到了柳清月的房间，看见柳清月眼里泛红，不由微微诧异地道：姐，我一想到你为了我们两姐妹以后有个靠山，去讨好那个老头子，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第一次，我就觉得姐姐你太委屈自己了。柳清月望着柳思雅，两姐妹父母死得早，从小相依为命，好不容易才走上了修炼之路，来到了这合欢宗。原本以为加入宗门就会不被人欺负了，没想到在这合欢宗也一样，只要自己不够强大，也会有人欺负他们。柳思雅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我才没有献出自己的第一次呢，我倒是觉得这老族挺有趣，人也挺好的，是个正经人。
姐，你就别为了安慰我而骗我了，刚才我在门外都听见了，你们孤男寡女在门外，老祖还叫了一声。柳清月以为柳思雅是为了不让她担心才这么说的，心里更是觉得自己姐姐太委屈了。如果他们两个终究有一个逃不过的话，她宁可那个受委屈的人是自己。你听到什么了？你啊，肯定误会了，人家老祖挺好说话的，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误会他了。一想到之前自己误会了楚凡，还脱了衣服躺床上，柳思雅的嘴角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笑意，让她觉得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你不是把老祖都弄疼了吗？姐，你别骗我了。柳清月一脸心疼地望着柳思雅，在她看来，自己姐姐肯定是故作牵强的笑吧，只是这演技的确是不错，竟是看上去似乎真的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柳思雅听了之后，瞬间更是哭笑不得。你这鬼丫头想什么呢？老祖让我帮她刮胡子，弄一下头发而已，她胡须那么长了，一直没刮，我也是第一次给男人弄这个，不小心弄疼她了而已。啊，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我以为他是色狼，让你帮忙，是帮他那啥呢？柳清月听了之后也是瞬间傻眼了，这老头居然没对姐姐下手。清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进屋之后让我等着他，他先去洗澡，我也误会了，我都把衣服脱了躺床上了，没想到他出来之后居然让我给他刮胡子弄头发。柳思雅说着也是有些想笑，看样子啊，这老祖跟其他男人的却不太一样，不是那种仗势欺人的男人。柳清月也是被逗笑了，旋即有些不可思议地道：不会吧，这老头还能抵挡住我姐姐这样的诱惑？这换成别的男人，那还不得狠狠欺负你啊？我现在倒是觉得老祖是正人君子，而且嘛，他似乎也不老啊，之前是没洗脸，身上脏兮兮，加上胡须很长，头发也是乱糟糟，看上去才显老。我刚才看他那样子，也就是一个大叔，而且还挺俊朗的。柳思雅想到楚凡那模样，嘴角也是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甜蜜的笑容。来到这合欢宗这么久了，那些男弟子都想打他们的主意，有些还趁机想要占便宜什么的，那叶秋更是用全力威胁他好几次了。而楚凡是第一个关心他们，给他们带来温暖的人。望着柳思雅那带着几分甜蜜的笑容，柳清月故意打趣地道：姐，我很久没见到你笑了，还笑得这么开心，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这打理了之后真的变帅了吗？柳思雅不由白了柳清月一眼道：我还能骗你不成？反正大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面，你随时都可以看到他。好了，我相信你了。不过啊，即便是他收拾了一下之后，看上去没那么老，但也没你说的那么帅吧？柳清月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此时，叶彦基也是找到了大长老石很爽，对着石很爽问道：很爽啊，怎么样？老祖的住处安排在了哪里啊？石很爽一听，表情微微有些怪异地道：宗主，我觉得我们老祖还是很喜欢女人。听见这话，叶彦基苦笑了一下：哎，哪有男人不好色的？说完之后，叶彦基又是忍不住道：我现在只想老祖能帮我们解决眼下的麻烦，那就好了。再过几天，恐怕烈火宗就要派人过来了。想了想之后，叶彦基又是好奇地问道：大长老，你为何突然会说老祖好色这事儿呢？石很爽这才道：我不是带他去安排住处吗？他竟是要求和那个柳清月住在一个院子。这柳清月这丫头虽然修为不高，但也是一个美人胚子，她姐姐也是。很快，石很爽便是将楚凡的事情都跟叶彦基说了一下。叶彦基听了之后，心里也是有些嘀咕，他和3位长老不仅仅修为很高，人长得一个个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一般，为何这老祖不跟他们住在一起？老祖以身入局，想要多跟弟子接触，辛苦他了。想了想之后，叶彦基最后说道。石很爽则是点了点头道：老祖他老人家为了更加了解宗门的情况，宁可从一个执事做起，还愿意跟外门弟子住一起，当真是我等应该学习的榜样。但愿他这么做不仅仅只是为了好去欺负那柳清月。说到这里，石很爽顿了顿，方才又是道：毕竟我们今天看见老祖的时候，他就在欺负人家小姑娘。叶彦基苦笑了一下道：哎，现在宗门势弱，只要我们老祖能力挽狂澜，别说一个柳清月了，就算是每天换着让一些女弟子去陪他，那也无妨。至少那些女弟子要是去了烈火宗的话，那恐怕命就没了，太惨了。石很爽听了之后也是点了点头。第二天早上，楚凡刚起床便是听见一阵敲门声。宗主大人。是啊，宗主大人怎么来找那个楚凡执事？院子里面，柳清月等人看见叶彦基来了之后，一个个站在远处，一脸疑惑。很快，楚凡便是打开了房门，将叶彦基迎了进去，然后将房门关上了。清月，这个楚凡以前怎么没见过呢？身为执事，修为应该不低吧？昨天好像你们还聊天了，你跟他很熟吧？你知道为何宗主会来找他吗？
有个女弟子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毕竟宗主大人高高在上，一般也就那些长老才能跟宗主大人多接触，一个执事平时没什么事儿，可是很难见到宗主的。”柳清月微微一笑道：“这个我也不清楚，有些事情啊，咱们还是别问，回屋好好修炼去吧。”说完之后，柳清月便是回屋去了。想到之前楚凡开门的时候，那脸庞远远看上去的确是比昨天年轻帅气了几分。老祖，昨天我们看你还像一个老头呢，没想到你看上去这么精神，还是个中年人模样啊。之前在见到楚凡的一瞬间，叶燕姬都忍不住愣了一下，还以为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此时的楚凡看上去有精神不说，而且举手之间也是有着一种强者的那种感觉。楚凡微微一笑，这距离任务的完成只剩下6天的时间了，他今天必须想办法把任务完成了才行。只是叶燕姬可是宗门宗主，让他给个拥抱，这万一对方不高兴了，自己会不会完犊子啊？而且这找个什么理由才好呢？这的确是让他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想了想之后，楚凡顿时眼睛一亮，对着叶燕姬道：“燕姬啊，合欢宗现在示弱，你身为宗主，责任很大啊。”叶燕姬皱了皱眉，试探着问道：“老祖，你的意思是？”楚凡微微一笑，这才道：“我想问问你，为了宗门的崛起，你是不是什么都愿意做？”叶燕姬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昨天大长老还说这老头有些好色，今天问他这个问题，莫非终究还是盯上他了？这老头这是想占有他。叶燕姬的心里有点生气，这老祖虽然是老祖，但是也不能随便欺负他这个宗主吧。如果实在是有那方面的需要，他可以帮忙安排几个女弟子，但是打他的主意让叶燕姬感觉楚凡有些过分了。可是一想到这老祖修为可能很高，比他高出很多，叶燕姬将心里的怒火压了下来，尴尬的笑了笑道：“为了守卫宗门，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说到这里，叶燕姬又是握了握拳头，不由生气的暗示道：“当然士可杀不可辱，如果谁想羞辱我的话，我会跟他拼命。”楚凡不知道对方在乱想，不由鼓掌道：“好，有你这决心，那就行了。我这里有一件宝贝要赐予你，你要是穿上的话，能提升你的实力，到时候即便是一品灵王修为的高手，也不是你的对手。”啊！叶燕姬心里咯噔了一下，看样子自己是误会老祖的意思了。楚凡尴尬的笑了笑道：“主要是这个需要你的一个拥抱才行，我这宝贝可不能随便送人啊。”这个……叶燕姬皱了皱眉，但一想到宗门的情况，她还是上前几步，给了楚凡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退了开。楚凡愣住了，不到3秒，他立即尴尬的笑了笑道：“燕姬啊，时间太短了，可不行。这样吧，你让我抱一下，时间到了，我自然会松开的。”啊！叶燕姬傻眼了，拥抱还这么多要求，这老祖怎么那么奇怪？楚凡也不管对方同意不同意，上前便是用力的抱住了对方。叶燕姬心里顿时一阵羞涩，该死，这老祖果然是色狼啊，这不是占他便宜吗？不过想到宗门还需要老祖的支持，一脸羞红的他还是忍了下来。他的心里砰砰直跳，第一次感觉到了一股男人的阳刚之气，让他紧张无比。而且这家伙抱上了之后，似乎就没有松开的打算似的。楚凡的心里也是一阵悸动，这叶燕姬的身材真好，身上那种淡淡的处子香味更是让他迷醉。叮，任务完成，恭喜宿主。楚凡心里一喜，任务终于是完成了。看样子这面前这个女人倒是也并不是那么的高冷嘛。楚凡此时手掌一翻，然后拿出来了那一条黑丝，一本正经地道：“这宝贝给你，能提升不少的实力，你拿去吧。”这是什么宝贝？为何上面没什么波动？不是法宝，也不是灵宝。叶燕姬拿起来看了看，皱了皱眉，然后戴在了头上。是这样穿吗？楚凡汗颜，尴尬地解释道：“不是，这是穿在腿上的。此宝贝穿在腿上的要露出来一部分，这样的话能够在战斗的时候让人分心，魅惑敌人的心神，而且还能增加你的战斗力，让你可以越级杀敌。这么厉害？”叶燕姬顿时一惊，但很快又是皱了皱眉道：“可是老祖，你昨天不是说你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都没了吗？怎么现在又能拿出这样逆天的宝贝了呢？”楚凡一脸的尴尬，想了想之后这才道：“这宝物是我自己锻造的，我昨天晚上连夜做出来的，你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反正现在是你的了。这东西有点透明，我不太好意思。”叶燕姬看了看之后，觉得这东西摸起来倒是手感不错，可是真的要穿上吗？楚凡立即脸色一沉，板着脸，双手背在身后道：“哎，你看看你之前还说为了宗门连性命都可以不要，现在让你穿这么一个宝贝，你都不愿意。你要是这样的心态，如何让我宗门壮大？”一看老祖生气了，叶燕姬吓了一跳，慌忙拱手道：“老祖别生气，我知道错了，
放心吧，合适的时候我会穿上去战斗的。叮，恭喜宿主，10双丝袜已经放入储物戒指。系统的声音响起。呼，楚凡松了一口气，任务可算是完成了。有了这10双丝袜的话，那宗门的顶尖强者实力都能提升不少，到时候就不怕什么狗屁烈火宗了。因为夜焰姬太美，额外奖励获得1品低级丹药天灵丹2颗。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的声音却是再次响起：2颗。楚凡心中一动，这样的丹药2颗，要是将其炼化，从1品气者突破到3品气者都不是问题了。虽然3品气者也是个废物，但至少是稍微厉害一点的废物，比1品气者好多了。只是这系统也太扯淡了吧，因为夜焰姬太美了，还能额外奖励，这有点不按套路出牌啊。不过楚凡也懒得搭理为何系统会这样搞，但有奖励那可是好事呢。看了看储物戒指里面的2颗丹药，楚凡的心里美滋滋的。多谢老祖送的宝贝。夜焰姬一脸通红，将东西给收了起来。楚凡微微一笑道：焰姬啊，你身为一宗之主，你看看可不能太害羞了，你这可不行啊，这东西以后你一定要穿上。没办法，楚凡的心里已经很想看对方穿了。楚凡在床边坐了下来，又是道：咱们修炼之人最应该讲究的便是随性而为，这穿这样的宝物，那也是一种女性美的体现，明白了吗？叮，宿主教导有方，奖励女子 JK 短裙11套。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的声音却是响了起来。一听这话，楚凡心里一喜，我擦，是啊，这丝袜不得配短裙吗？穿着那短裙那才诱人呢。楚凡立即手掌一翻，拿出来了一套，递给了夜焰姬道：我刚才给你拿宝贝叫做丝袜，这个是短裙，需要搭配着穿才行。夜焰姬看见这裙子挺短的，皱了皱眉，毕竟这个世界可没这么短的裙子，这东西也不知道楚凡是从哪个地方搞来的，或许是楚凡发明的宝贝，可是这老祖怎么一天到晚发明这样的东西？多谢老祖。夜焰姬微笑着道谢。要不你穿来给我看看，看合身不合身。楚凡终于还是忍不住对着夜焰姬提出了要求，他实在是太想看这个宗主穿上这短裙和丝袜之后的样子了。好的，老祖，我去换一下。夜焰姬想到之前老祖的教诲，怕老祖说他对保护宗门没信心，直接进屋去换去了。过了一会儿，夜焰姬穿好了衣服，看了看这套衣服，夜焰姬发现这样的衣服的款式什么的，她真的是见所未见，不过似乎挺好看的。她不由皱起了眉头道：这样的衣物上面波动都没有什么，真的是宝贝吗？这老祖不会是骗我的吧？可是他可是高高在上的强者，应该不至于骗我吧？思想斗争了好一会儿，夜焰姬这才从里面缓缓走了出来。望着夜焰姬那一脸羞涩的模样，楚凡瞬间眼睛一亮，这古代女子穿着如此性感的衣物，看上去也太诱人了吧。要不是现在打不过对方，他真想上前跟对方深入交流一番。老祖，你在吗？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大长老石很爽推开了门，然后走了进来。楚凡一看吓了一跳，慌忙示意对方将门关上。啊，宗主，你怎么在这里啊？石很爽傻眼了，没想到宗主居然穿这种衣服，虽然感觉好像是挺好看的，可是这也有点太伤风败俗了吧。大长老，你怎么来了？夜焰姬也是吓了一跳，没想到被石很爽看见了，但一想到之前楚凡的教诲，夜焰姬故作淡定地道：这是老祖送给我的套装，说是穿上之后实力大增，我能斩杀1品灵王呢。真的？石很爽有点狐疑，毕竟这确定是什么宝贝？这怎么看都是普通的衣物呢，就是有点暴露而已。不过仔细看了看老祖，似乎今天的老祖比昨天年轻了10几岁的样子，这看上去怎么还有点帅气的感觉呢？很爽，莫非本老祖还能骗你不成？楚凡望着石很爽，这石很爽的身材，穿上这东西恐怕也是极品啊。很爽，这一套你拿去换上，给我看看。楚凡手掌一翻，又是拿出来了一套，递给了石很爽。我真的要穿吗？石很爽一脸无语，感觉这也太那啥了，这确定是人穿的吗？一旁的夜焰姬立即道：大长老，这是老祖的吩咐，你身为宗门长老必须听，明白吗？再说了，这是老祖赐给我们的宝贝，你应该感激才是呢。赶紧的，反正自己都穿了，还被石很爽看见了。秉承着拉一个人下水的原则，夜焰姬说话的时候也是表情冰冷，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好，谢谢老祖。石很爽本来就是性格有点霸道的那种，这一次面对老祖的奖赏，他也是只能认栽，拿着衣物进去了。过了一会儿之后，石很爽这才穿着短裙和黑丝走了出来，看得楚凡更是眼睛一亮，这石很爽的身材也是极品中的极品啊，这女人似乎是吃木瓜长大似的。嗨嗨，不错不错。楚凡看了看之后，
不由对着石很爽夸奖了起来，说道：“简直太好看了，老祖，穿上这玩意儿，真的能增加战斗力吗？”石很爽低着头，一脸羞涩地问道，被老祖这么盯着，心里更是有些紧张，也不知道这老祖给的东西正经不正经，到底是不是宝物，该不会是骗人的吧？毕竟从这上面他们感受不到一点法宝或者灵宝的波动，总不可能是传说中的圣宝吧？只是圣宝不是应该也有某种波动吗？为何这东西没有呢？楚凡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夜宴姬好看，3大长老也全部都是美女，这要是都穿上这东西，那老祖你怎么流鼻血了？夜宴姬很快发现楚凡居然流鼻血了，顿时表情微微有些怪异的对着楚凡提醒道。楚凡摸了摸鼻子，发现真的流鼻血了，心里一阵无语，这老家伙的身体现在还是太差了，所以有点吃不消啊。没事儿，只能说明这衣服和这丝袜套装的威力着实是不小，刚穿上我都抵挡不住，那些年轻的敌人，那些男子更是挡不住啊。楚凡尴尬的笑了笑，心里感觉这次可丢脸丢大了。不过他很快又是道：“你们放心吧，穿着这东西战斗肯定能行的，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道：“对了，我是宗门老祖，这事儿一定要保密，咱们必须低调行事，别人不招惹我们，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主动招惹别人。另外的话，除非你们实在是打不过的情况下，我才上，你们要是能解决的对手，我是不会出手的，明白了吗？”“好的，老祖，你放心，我们明白了。”夜宴姬和石很爽对视了一眼，一起微微躬身拱手行礼道：“嗨嗨，好了，宗门里面还有多少女长老修为高一点的啊？”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问道：“除了你昨天见到的3位长老之外，还有2位长老，他们带着弟子们出去寻灵草去了，还没回来呢，等到他们回来了，我再带他们来见你。”夜宴姬拱手道。楚凡手掌一翻，又是拿出来了4套 JK 短裙和丝袜，递给了夜宴姬道：“行，这4套就是给剩下的4个长老的，这宝贝让他们穿着战斗能增加实力。”还有那么多？石很爽一看，心里一喜，毕竟如果只是自己和宗主穿这玩意儿，那会不好意思，但是要是穿的人多几个的话，那多少还能分散一点注意力，穿的人多了，或许就不会那么惹眼了吧。想到这里，石很爽已经期待着其他4个长老穿上这宝贝的模样了。好了，就这么着吧，你们就先回去了吧，我有事儿会叫你们的。楚凡挥了挥手，这2个美女穿这样子，要是再不走的话，他怕他一会儿会流血而亡了。这身体现在有点虚，还需要好好的吃喝休息几天才行。当然，他顶不住，也可能跟这2位美女太好看有很大的关系。老祖，我们就这么穿着回去吗？我看要不还是先去换一下衣服，一会儿换了衣服再出去。夜宴姬尴尬的笑了笑，始终还是有些矜持。楚凡脸色一沉道：“宴姬啊，我说点什么好呢？咱们是正经宗门，这装扮也是正经的装扮，你以后战斗还要穿这个呢，这是专门诱惑敌人，分散敌人诱惑力的，还能增加你的战斗力，所以啊，你要放开自己的心，知道吗？”“好的，老祖，我懂了。”夜宴姬尴尬的笑了笑，打开门，这才和石很爽一起走了出去。哇塞，这衣服！院子里面几个弟子正在聊天，一看夜宴姬和石很爽穿着短裙从楚凡的房间走出来，柳清月等人傻眼了。石很爽羞红着脸，立即脸色一沉问道：“这衣服怎么了？太好看了，虽然录的有点多，但是这也太好看了吧。”柳思雅生怕自己妹妹说错话，慌忙抢先一步说道：“宗主大人，大长老，你们慢走啊。”楚凡站在门口很是恭敬的行礼。“知道了。”夜宴姬微微挺身，然后一本正经的对着柳清月等人道：“这是宝物，穿上之后能增加实力的，只要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内心别乱想就行了。”“是的，宗主。”几个女弟子望着夜宴姬和石很爽的身材，心想这2人本来就好看，现在这衣服一搭配更加完美了。虽然穿着似乎有种不好意思，但是从内心来讲又是的确很好看的。夜宴姬和石很爽对视了一眼，旋即一闪便是飞走了。不过刚飞了一会儿，夜宴姬便是不由对着石很爽问道：“对了，很爽，你找老祖什么事儿呢？怎么突然来的？”石很爽这才一愣，旋即无语道：“哎呀，我居然给忘了，刚才看你穿这衣服，把正事儿给忘了，我是去给老祖送衣服和令牌的。”说完之后，石很爽又是飞了回去，很快找到了楚凡。“大长老，你怎么又回来了？”望着石很爽这身材，屋子里面的楚凡忍不住咽了咽口水。石很爽羞红着脸，手掌一翻，便是拿出来了几套衣服和一块令牌放在了床上。“这是你的衣服和你的令牌，这是执事的令牌，你带在身上就行了。对了，什么修为能当执事啊？”楚凡想了想之后不由问道。毕竟有了这令牌，至少有些修为低的弟子
就不敢对他出手。用来吓唬吓唬人肯定是没问题的。对了，想要当执事的话，至少也要精英弟子才行。1品到5品灵尊的修为，成为了精英弟子，才能帮宗门做一些事情，当执事什么的。当然，不是修为到了就可以当。有些弟子修为虽然是精英弟子的修为，不过他们也不喜欢挂这样的职务，就没当执事。石很爽笑了笑说道。楚凡点了点头，那就先这样吧。好的，那我先走了。石很爽拱了拱手，然后飞走了。等到石很爽走了之后，楚凡拿着令牌，不由微微一笑道：这么说来，我只要有这令牌，那些什么外门弟子、内门弟子都要对我毕恭毕敬的了。只要我不去招惹精英弟子的话，那就不会被人发现我的修为低，就不会穿帮。楚凡进去把衣服换了，令牌戴上，满意地道：这衣服看上去还不错，款式还行。说完之后，楚凡便是走了出去。没想到刚走出去，便是遇见柳清月和柳思雅两人走了过来。楚执事，早上好。柳清月差点喊错，慌忙改口道。果然他姐姐说的对，楚凡根本不是个老头子，而是一个帅气大叔，眉宇之间透露出英气，看上去还真是有些帅气。可能是想到楚凡的修为比宗主他们都高，因此柳清月看向楚凡的眼神中也是不自觉的多了几分的崇拜之色。楚凡看了看柳思雅，这才道：对了，思雅姑娘，你的修为突破了没有？昨天大长老不是给了你灵草了吗？柳思雅微微一笑，心神一动，手掌上面便是出现了淡淡的灵气。楚执事，你看我突破到了1品灵师了，我现在终于也算是真正的外门弟子了。望着柳思雅那高兴的样子，楚凡微微一笑，这两姐妹可真是好看啊。丁，系统任务，让姐妹花给宿主一个爱的拥抱以及亲吻，可以奖励1品终极丹药2颗，1品高级丹药2颗，极品圣宝血引剑。是否接受任务？系统的声音竟是在此刻响起。楚凡顿时眼睛一亮，我的乖乖，这次的奖励挺丰厚的啊！有了这奖励，他的修为过段时间恐怕突破到灵师修为都不是问题了。想到这里，楚凡的心里激动万分。极品圣宝，宝贝中的宝贝，这样的宝贝即便是一些大一点的宗门都拿不出来吧。反正叶燕姬和石很爽他们的身上肯定是没这样的宝贝的。接受任务，楚凡心里一横，直接选择了接受任务，反正就算失败也没什么损失。选择了接受任务之后，他立即对着两个美女笑嘻嘻地道：你们两人想不想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是当然了。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这话问的，谁还会不想提升自己的实力呢？不过两人很快又是皱了皱眉，怎么感觉这老祖的笑容有点邪恶的感觉呢？莫非不会是有什么坏心思吧？那就好，你们来我房间。看了看四周，发现也没其他人，楚凡神神秘秘地说道。说完之后就向着屋内走去。姐姐，他这是……柳清月有点担心。柳思雅则是道：清月，不管了，只要能变强，就算让他占点便宜也行。我倒是觉得这老祖人挺好的，对我们也好，而且他也不是糟老头子了，我倒是觉得看上去就是个40左右的帅大叔，很有男人味呢。柳思雅说完之后便是走了进去，毕竟昨天他都豁出去了，楚凡也没对他做什么，这一点看来楚凡就跟其他男人不一样。现在楚凡还这么帅气了，这让他的心里更是觉得或许楚凡这个靠山不错，跟着楚凡他们或许能变强。柳清月微微有些发呆，看了看自己姐姐的背影，不由笑了笑，这才跟着走了进去。进屋之后，楚凡立即又是将房门关上了，然后对着两姐妹道：你们想变强是吧？那我就送你们宝贝。什么宝贝啊？老祖，你对我们已经很照顾了，你这要是送我们宝贝的话，我们受之有愧啊。柳清月立即不好意思地说道。老祖送的宝贝应该不简单吧？他的心里有些期待。柳思雅也是道：是啊，老祖，你昨天帮了我们两姐妹，今天还送我们宝贝，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了。楚凡微微一笑道：嘿嘿，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我送你们可以变强至少1个品修为的宝物的话，你们也需要付出点什么。柳思雅一听这话，顿时心里咯噔了一下，看样子这老祖还是喜欢女人的，今天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吧。柳清月皱了皱眉，至少可以提升1个品修为的宝贝，这宝贝他自然想要。有了那东西，说明可以越级杀敌啊，谁不想啊？只是他们还需要付出点什么，这不是摆明了吗？他们除了有着好看的容貌，其他也没什么好付出的了啊。老祖，这个……柳清月吞吞吐吐的犹豫不决，毕竟这家伙是想对他们都下手吗？姐姐还在这里，不太好吧？楚凡却是笑呵呵地道：很简单，你们一人给我1个爱的拥抱，还有就是需要亲我一下，怎么样？柳思雅一听这话，顿时心里一阵羞涩，很是难为情的道：老祖，
这拥抱倒是没问题，只是这亲你的话，弟子实在是有点……好，那我先来吧。姐姐，别难为情了，我们不强大，只能被人欺负。要不是之前老祖帮忙的话，恐怕我就被那不要脸给糟蹋了，就当是我们害老祖的人情了。再说了，老祖还说了，能送我们宝贝，让我们变强吗？难道姐姐你不想变强吗？柳青月心里一横，竟是主动上前几步，心想反正之前都被楚凡亲过了，还有什么放不开的？虽然心里这么想着，可是当他给楚凡拥抱的时候，心里还是砰砰直跳，紧张的不行。楚凡心里一喜，果然当自己强大了，这样的要求似乎也不过分了。心里这么想着，抱了柳青月一会儿之后，楚凡直接抬起对方的下巴，便是亲了对方的红唇一下，那感觉当真是不要太爽。柳青月红着脸后退了几步，低着头都不敢去看楚凡了。紧接着柳思雅看见已经有了柳青月帮忙打样了，她也是心中一横，给了楚凡一个拥抱。楚凡心里一阵狂喜，没想到这事儿居然这么简单就成了，他也是忍不住抬起柳思雅的下巴，对着柳思雅吻了上去。柳思雅顿时心跳加速，对于他来说这可是他的初吻，没想到竟是就这么被这个老头给夺走了。现在的他也只能在心中祈祷这位老祖给的宝贝别让他失望，真的能提升他的实力了。楚凡亲了1-2分钟，这才有些依依不舍地松开了对方。他没想到这亲吻美女的感觉竟是如此的奇妙，而且对方身上那种淡淡的香味实在是太让人沉醉了。老祖，可以了吗？你刚才说可以让我们变强，是什么意思啊？柳青月望着楚凡，一脸的套装。楚凡手掌一翻，拿出来了2套战斗套装，然后道：这短裙和丝袜你们拿去穿吧，穿上之后能提升战斗力的。不会吧，这东西能提升战斗力？柳青月一脸懵逼，她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我的天，不会是开玩笑的吧？这上面感觉不到任何宝贝的波动啊，能提升战斗力？柳思雅也是一脸错愕。楚凡顿时板着脸道：本老祖难道我还能骗你们2个小丫头不成？这东西你们要是不想要的话，我可以送给别人，反正自己的任务是完成了。至于这宝贝，这2姐妹爱要不要，反正不要的话肯定以后也有的是人要。要，我们要。2个美女竟是异口同声地说道，付出了那么多，不要是傻子呢。楚凡这才满意一笑道：这就对了嘛，放心吧，看在2位长得如此出水芙蓉，本老祖自然不会亏待你们的，以后跟着我混，保证你风生水起。楚凡这货开始给2人画大饼了。多谢老祖。2姐妹对视了一眼，心中依旧是免不了一阵羞涩。老祖对她们2姐妹也太好了一些，这样的恩宠那可是其他女弟子都没享受过的啊。柳青月更是眼里感动地望着楚凡道：老祖那天救了我，现在又是送给我这样的宝贝，我修为浅薄，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老祖了。柳思雅也是道：是啊，老祖的大恩大德我们已经铭记于心，以后要是有用得着我们2姐妹的地方尽管吩咐。嗨嗨，你们起来吧，都是我和欢宗的人，我帮你们也是帮宗门，你们不用太客气。楚凡立即将2个美女给扶了起来。再说了，2位刚才的表现我也是很满意的，多谢老祖。老祖，以后我们就是你的人了，你让我们往东我就往东，你让我们往西我就往西。柳青月2人站起来了之后，柳青月一脸认真地说道。楚凡汗颜，什么叫是他的人了？要是真的是他的人，他只会让他们往床上去，往东往西去干什么？不过楚凡还是点了点头道：以后好好修炼吧。这衣服穿着出门感觉不太好吧？柳思雅想到那短裙有点短之后，然后不好意思地道。楚凡则是道：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展现女性美的好东西呢，以后你们穿着人家觉得好看，指不定还羡慕你们呢。好吧。2姐妹对视了一眼，只能微微一笑。系统任务完成，宿主获得1品终极丹药2颗，1品高级丹药2颗，极品圣宝血引荐1把，宝物已放入宿主储物戒指，请查收。系统的声音缓缓在楚凡的脑海中响起，让楚凡的心里一阵狂喜。他现在可是搞到了好几颗丹药了，有了这些丹药就能冲击修为了。对了，老祖，之前那个叶秋老祖说今天要过去选人，现在你代替了他的位置，还要过去选人吗？柳思雅很快想到了什么，不由对着楚凡道：我估计现在那些女弟子都在记名弟子所在的前殿等着你了呢。楚凡这才知道还有这事儿，想了想之后道：走吧，那你们带我过去一趟，为了锻炼你们的胆量，你们把衣服穿上然后出去吧。啊，我们就穿这衣服跟着你一起去啊。2姐妹对视了一眼，还是有些放不开。楚凡淡淡一笑道：刚好可以锻炼一下你们的胆量，咱们穿这衣服看上去虽然不是太正经，
但是只要我们内心正经，我们是正经人，那就行啊。好吧，两姐妹也不敢拒绝老祖的意思，咬着牙进去换衣服去了。不一会儿，这才从里面走了出来。楚凡一看，眼睛一亮，太美了吧！要不是他现在修为太低，而且还要维持一下老祖的形象，不然的话，真想扑上去算了。不过楚凡也不着急，毕竟今天亲都亲了，距离更进一步还会远吗？他相信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只要跟这两位美女朝夕相处，定然会日久生情的。走吧。楚凡带着两个美女走了出去，一边走一边道：对了，你们两个啊，以后记住常伴我左右，我出门的时候要是遇见修为比你们还低的弟子，想要找我的麻烦的话，你们就出手保护我，知道吗？毕竟自己的修为还不如这两姐妹呢。楚凡为了安全起见，打算让这两姐妹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不会吧，你修为那么高，还要我们出手保护你？柳清月一脸懵逼，身后的柳思雅则是道：妹妹，这你就不懂了，老祖这是不屑于对修为低的弟子出手，这才这么说的。他修为那么高，对修为太低的弟子出手，反而有损老祖的形象。原来如此啊！柳清月恍然大悟，想了想之后又是道：不过我们的修为低了一点，在这个宗门我们能对付的弟子恐怕没几个。楚凡笑了笑道：放心吧，只要你们努力，本老祖会很快将你们两个培养起来，成为真正的高手的。一听这话，两姐妹对视了一眼，心里一喜。老祖，咱们干嘛不飞过去啊？这里走过去还是挺远的，还有就是你走错方向了。走出院子大门之后，柳思雅不由上前提醒道。楚凡汗颜，立即道：嗨嗨，走路可以锻炼身体，我对宗门不熟悉，你们今天就带着我逛逛，熟悉一下宗门吧。对了，你们可以叫我楚凡，别叫老祖了，再叫老祖别人听见了那就不好了。好的，楚凡大哥。柳思雅想了想之后，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大哥，毕竟老祖让他们称呼他楚凡，莫非是心里有其他想法？倒不如叫一声大哥，拉近一些距离，以后指不定老祖有什么不要的宝贝，给他们一点，他们就有机会崛起了啊。这称呼不错哦。楚凡一听，心里一喜，是啊，自己也不老啊，叫一声大哥，以后岂不是就有机会了？楚凡跟在身后，望着这两个美女那曼妙的背影，心里忍不住一阵胡思乱想。这个世界的美女可真多啊，宗主和3位长老都是美女，不知道那4长老和5长老长得如何，要是全部都成为他的女人，那就好了。当然还有这前面的2位，这身材和模样也是丝毫不逊色石很爽等人啊。刚顺着山路走了没多远，竟是遇见了3个在一旁聊天的男弟子。3人一看那衣服便是外门弟子，一看柳思雅和柳清月两姐妹，顿时眼睛都挪不开了。两姐妹本来就是不少男弟子天天朝思暮想的对象，现在穿得这么清凉性感，他们的内心更是一阵火热，就差点没流鼻血了。我去，那不是清月师妹和她的姐姐吗？他们怎么穿这样子啊？有个男弟子吞了吞口水之后，这才道：不过这也太性感了吧，他们这是走什么路线了？不知道啊，这样的衣服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好奇怪的样子，不过我喜欢啊。另外一个男弟子也是一脸的激动，这就算不能碰，看看也觉得舒服啊，太好看了，他姐姐也是性感啊，这腿看着太诱人了吧。最后那个胖子更是激动的声音都在微微颤抖，听见没有？他们都在夸你们好看，你们应该高兴，知道吗？楚凡跟在身后，他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似乎这身体体内的灵力的确是没有了，他的修为很低，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强者的身体，而且原本的修为很高，再加上他的重生，所以现在他的精神力却是异常强大，听力等等也都不简单。等等，虽然我的灵力没多少，不过这身体是强者的身体，过段时间灵气滋养之后，一定会慢慢恢复到以前的强横度。楚凡很快想到了什么，有些激动，等到身体恢复一些，那些肌肉和骨头的强度也会逐渐恢复，到时候即便是灵宗修为的人给他一拳，对于他来说指不定都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而且他的一拳仅仅肉身的力量都不是灵宗或者一般的内门弟子能比的。想到这里，楚凡的心里隐隐一喜，是啊，等过些天自己炼化了丹药，突破了修为，到时候他的实力肯定能增加不少。修为不高，但是并不代表他就很弱。清月师妹，这位大叔是？胖子上前一步，微微一笑问道。柳清月笑了笑道：小胖，这是新安排的执事，楚凡执事，负责之前叶秋执事的一些事务。见过楚执事。3人执事外面弟子一听是执事，立即变得恭敬了不少，慌忙对着楚凡拱手行礼。楚凡淡然一笑道：诸位以后可以叫我楚凡大哥，不用叫我大叔，我看上去也没那么老。好的，楚凡大哥。3人立即回道：走吧。楚凡看了看柳清月和柳思雅，然后一起往前方走去。等到走远了之后，那胖子这才道：
这家伙看上去至少有40岁的模样吧，还不让我们叫他大叔。另外那个高个子则是道：麻烦了，这家伙自称大哥，这是想告诉柳思雅他们他还年轻啊，这是盯上这2个美女了吧？剩下那人也是道：这2姐妹的衣服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搞来的，看着好看是好看，就是录的有点多，这个楚执事恐怕已经利用他手下的权力威胁他们做了一些那种事情了吧。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能羡慕。毕竟楚凡那个位置，想要玩那些记名弟子的话，能够决定送去烈火宗弟子的名额，就这一点就注定了会有不少的女弟子会主动送上门去。那些记名弟子谁也不想被送去烈火宗，那样的话就会被折磨死。对了，清月，这叶秋执事之前主要是负责什么的？楚凡想了想之后不由问道。柳清月立即道：那个老色鬼啊，那可不是好东西，他的主要职务便是负责给新来的记名弟子安排住处的。另外的话，记名弟子要送去烈火宗，每个月50个年轻貌美女子，也是他来挑选这50个名额，不然的话不要联合叶秋也不会用这来威胁我和姐姐了。柳思雅也是指了指前面到那里便是前殿，前殿上面有个广场，里面的大厅，大厅后面有个小屋，楚执事你以后也可以住那个地方，中午办公累了也可以在那里歇息一下什么的。柳思雅说到这里有些不好意思地道：以前的叶执事有时候就经常在那里面做点坏事儿，我有几次路过都听见里面传来了女人的叫声，似乎很惨的样子。楚凡听了之后那叫一个哭笑不得，这柳思雅显然未经人事，不知道那是忍不住才发出的声音。不过对于惨不惨的，楚凡可不想过问这事儿，对着柳思雅笑着道：除此之外呢，执事的待遇如何呢？柳思雅道：执事的待遇的话，好像每个月可以去找2长老领取灵草。一听这话，楚凡瞬间无语，自己去找漠然领取灵草，还是等级低的那种灵草，那不是穿帮了吗？而且就算领取精英弟子适合修炼的那种3品灵草，那也会被怀疑啊。聊着聊着，很快便是来到了那外面的广场上。此时前殿的大殿之中聚集了很多的记名弟子，其中一个女弟子则是道：哎，真是倒霉，这次要从我们这1000名弟子之中选50个，虽然不是很多，但是运气不好就要被选上啊。是啊，我快突破到1品灵师了，要是这次没选中的话，我下个月在烈火宗的人过来之前突破到1品灵师，就可以脱离苦海了，就不用担心了。我现在担心这次就被选中，那就真的太倒霉了。另外一个女弟子也是一脸的着急。楚凡刚走到门口，便是听见里面的一些窃窃私语声，于是立即停了下来，让柳思雅和柳清月先别进去，而是躲在一旁准备好好听听再说。柳思雅和柳清月心里有些哭笑不得，这老祖修为那么高，柳清月猜测都是活了上千年的存在了，居然还喜欢听墙角。有个女弟子更是气呼呼的跟另外一个女弟子轻声说道：真的倒霉，我前几天才想通了，私下找叶秋执事，跟他睡了一觉，他都同意不会选中我的名字了，这现在叶执事死了，又要换新的执事了。没事儿，只要新来的执事是个男的，你林师妹的容貌大不了就再去勾搭他一下，我还不相信还不能被你拿下。另外那个弟子则是笑了笑说道。那林师妹则是道：我是担心万一新来的是个女的呢，或者就算是个男人，万一很正直呢。放心吧，哪有猫不吃腥的，只要是男人，你稍微勾勾手肯定没问题的。之前那个女人也是笑着说道。楚凡笑了笑，这才带着人走了进去。诸位弟子早上好啊。楚凡进来之后笑着打招呼道：我是新来的执事，以后接替叶秋执事的位置，还希望诸位能配合老夫的工作。什么？他就是新来的执事啊，虽然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点，不过看上去倒是挺帅的，比之前那个叶执事好看多了。有个女弟子看了看楚凡，不由对着旁边的一个女子道：要是这只是暗示我的话，我或许还能接受，之前那个叶执事长得也太……那姓林的女弟子也是眼睛一亮，新来的执事还挺帅气的，似乎眉宇之间还带着几分的阴气。此时的楚凡心里也是有些哭笑不得，怎么感觉他被一群色狼盯着似的呢？不过这些女人应该都不是看上他了，而是想着如何才能讨好他，让自己的名字不出现在这次的名单之中吧。思雅姐姐，你穿的衣服这也太好看了吗？你这也太美了吧，就是稍微露的有点多。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少女跑了过来，对着柳思雅笑着说道，似乎两人的关系还不错。柳思雅笑了笑道：这是楚执事送给我们的。柳思雅可不敢说是什么宝贝，怕被人惦记，所以就只是说了一下是楚凡送的。不会吧，楚执事居然送你们衣服，莫非你们……那少女一愣，心想柳思雅不是挺矜持的吗？莫非是因为楚执事长得还有点帅，这才想通了，然后抱上了楚执事的大腿的。而且这抱上楚执事大腿的似乎不止柳思雅一个，连柳思雅的妹妹柳清月居然也抱上楚执事的大腿了。
至于为何这处执事有点陌生，那是因为记名弟子平时也接触不到这些上面的人，这没见过倒是也挺正常的。真是想不到，柳思雅居然为了不被带到烈火宗，私下就已经去找楚执事了。恐怕他们都睡过了吧？不然的话，楚执事会送这样的衣服给他吗？有个女弟子轻声对着一旁的一个弟子说道：“要不是楚凡的听力远超众人，恐怕都听不见。”另外那个人则是道：“可是柳清月也穿了这衣服啊，这楚执事还玩得挺花的，这样伤风败俗的衣服不知道去哪里买的，居然让他们穿着走出来，我看着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呢。小声点，要是被楚执事知道，到时候报复你，把你列入那名单之中，你就等着去死吧。”之前那个女弟子这是慌忙提醒道：“楚执事，这是你送给他们的衣服吗？”楚执事的眼光真好，这衣服真好看。那之前被叫做林师妹的女弟子，今天穿的也算是比较性感，领口有点低，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她走了过来，对着楚凡抛了一个媚眼，然后用手摸了摸楚凡的胸口。“哎呦，好雄伟的胸膛哦，楚执事，我叫林小小，我也想穿这样的衣服给你看，能不能给我一套啊？”楚凡汗颜，这女人长得是不错，不过一想到被那个叫叶秋的老头子玩过，楚凡不但觉得没兴趣，反而觉得有点恶心。毕竟有更好的柳思雅和柳清月，还有叶燕姬那样的顶级美女等着他，他此时眼光也高了，这货也挑上了楚凡，笑了笑道：“你长得是不错，可惜啊，你跟清月还有思雅他们比起来的话，差了不是一点点啊，所以我这东西可不是随便什么女人都送的。”“哎呀，讨厌，你不送给我也行，人家就是想穿给你看看嘛。”为了不被选入那名单，即便楚凡的话让这林小小心中不爽，但还是不露声色的继续暗示楚凡：“你先退下。”楚凡让对方直接后退，这才对着大家道：“大家安静一下，我有事情要通知一下大家。我今天来是为了通知大家，第一，我是新来的执事，接替之前那叶执事的工作。第二，这个月我们不会给烈火宗送人过去，这是宗主的决定。我听说一共有5000名记名弟子，每次从其中1000人里面选50个人过去，所以这次肯定很多记名弟子不在这里，你们下去之后记得跟他们说一声。”楚凡淡淡一笑，对着这些女弟子说道：“真的，这个月不用送人过去了。”这些记名弟子一个个激动无比。楚凡笑着道：“不仅仅这个月不用，以后也不用了。”“太好了，真的吗？楚执事，这事儿是真的吗？”有个女弟子激动的眼里含泪，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安心的修炼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被送到烈火宗去被人折磨死了。那林小小听了之后也是身体微微一颤，激动地道：“这是真的吗？没听见长老说呢？通知还没下来，难道楚执事知道了内部消息？”柳清月淡然一笑，对着大家道：“放心吧，楚执事说的肯定是真的，他不会骗大家的。这下子不仅仅你们这次经过初次筛选的人不用担心了，剩下那4000记名弟子也不用担忧了。大家下去之后，记得跟你们住在一起的师姐师妹们都说一下。”“太好了，楚执事，不行，我给你一个拥抱总可以吧？”“我太激动了。”林小小激动无比，立即冲过来给了楚凡一个拥抱。“楚执事，这是我最近听见的最好的消息，我也要给你一个拥抱。”之前那个跟柳思雅关系还不错的少女，看上去有些乖巧，也是跑了过来，给了楚凡一个大大的拥抱。楚凡闻着对方身上淡淡的香味，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感觉真是不错啊！哈哈，想要拥抱我的排队哦！楚凡哈哈笑着说道：“排队，排队，我也要拥抱楚执事。”有个女弟子也是喊着，果然不一会儿还真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楚凡这一下子当真是爽歪歪，这一个个都抱过去，那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不得不说，这和欢宗的记名弟子一个个的质量都不低呢，颜值都颇高，长得一般般的还真是不多，其中有个几个胸大的，更是让楚凡一阵激动。“楚执事，我去找你，准备带你来这里呢，没想到你居然在这里，而且还在跟弟子们增加感情呢。”石很爽这个时候走了进来，看见楚凡正在跟一群女弟子排队拥抱，表情微微有些怪异，这老头似乎比他想象中的还好色啊。楚凡一看，顿时尴尬的笑了笑，慌忙道：“好了好了，大家就别抱了，差不多就行了。”这种被抓了一个现行的感觉让楚凡有点不好意思，慌忙解释道：“大长老，他们只是听我说以后不用被送去烈火宗了，所以一个个激动无比，这一高兴这才给我拥抱的。”楚凡看了看今天的石很爽，显然没穿昨天那短裙丝袜了，估计是觉得不好意思，留着以后战斗的时候才穿吧。既然你通知下去了，那就再好不过了。石很爽笑了笑，看了看一旁穿着性感丝袜和短裙的柳清月以及柳思雅，顿时皱了皱眉。楚执事居然还有这样的宝贝！宝贝，大长老居然说这是宝贝，看样子大长老很喜欢这样的衣服啊。莫非
大长老也想穿，才觉得这是宝贝。那些记名弟子一听，一个个一脸疑惑，这不是衣物吗？怎么到了大长老的嘴里成了宝贝？楚凡淡然一笑道：哈哈，还有一些，这不是看他们两个跟我之间挺有缘分的，这就一人送了一套给他们吗？很好。石很爽点了点头，心想要是这穿的女弟子多几个的话，到时候他再传出来的话也不会那么尴尬了。只是没想到楚凡老祖居然将这样的宝物送给修为这么低的两个女弟子，这东西要送给修为高的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啊！送给这两个女弟子，让石很爽感觉有些浪费了。昨天晚上他和叶燕姬已经穿着那衣服飞到了远一点的树林试了一下，发现果然穿上这宝物之后实力提升了很大一截。今天早上叶燕姬也已经给了2长老和3长老一人一套，4长老和5长老还没回来，等他们回来之后再打算给他们。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对着叶燕姬道：对了，大长老，我看记名弟子挺多的，我怕以后我忙着修炼没那么多时间，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个助理啊？助理是什么东西？叶燕姬皱了皱眉，搞不懂楚凡的意思。楚凡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是啊，这个世界的人怎么能听懂这样的话？他想了想之后，这才解释道：就是给我安排一个副执事，辅助我的日常职务，帮我分担事务。显然楚凡这货这是打算当甩手掌柜了。楚凡表面上是跟石很爽协商的样子，其实这跟吩咐差不多了。老祖的话石很爽哪里敢不听，他点了点头道：也行，那你觉得让谁当这个副执事好一点呢？就是你的助理。楚凡看了看身后的柳思雅，不由道：思雅，要不你来？这待遇的话跟执事一样的待遇，可以获得宗门的贡献点，可以领取执事修炼的灵草或者灵石之类的，你看如何？我真的可以吗？我修为那么低，这个不太好吧？柳思雅心里一喜，成为执事的助理，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副执事这样的职位。他才刚突破到1品灵师，这让他有些受宠若惊。既然楚执事觉得你行，那就你吧，你可要好好干，别辜负了楚执事对你的期待啊。石很爽微微一笑，旋即道：一会儿我去给你换一块令牌，副执事的令牌，在执事令牌上面加一个字就行了，这个倒是不难。多谢楚执事，多谢大长老，我一定努力为宗门服务。柳思雅立即拱手道谢。不少记名弟子听见这话，一个个心里别提多羡慕了。那林小小更是忍不住羡慕道：哼，不就是比我长得好看一点吗？一定是柳清月知道了谁是新来的执事，这才让柳思雅提前去讨好了对方，不然的话这个职务恐怕就是我的了。一想到被人抢夺了先机，林小小的心里有些不爽。好了，大家都散了吧，以后你们记名弟子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去找楚执事或者柳副执事也行。石很爽微微一笑，对着众人说道：这任命他们2位的事情，一会儿我会去在公告处贴公告的。林小小想了想之后，还是忍不住上前对着石很爽问道：大长老，这以后真的不用给烈火宗送女弟子过去了吗？咱们可不是烈火宗的对手啊，难道不怕他们真的打过来吗？石很爽淡然一笑道：放心吧，我们这么决定自然是有自己的底气的，这一点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太好了，那可真是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安心修炼，争取早日成为外门弟子。众人听了之后一个个高兴无比。很快那些记名弟子便是散了去。等到人都走了之后，石很爽这才对着楚凡道：楚执事，你给的衣物昨天晚上我和宗主已经穿上试过了，的确是实力暴增了不少，即便是1品灵王修为的人都未必是我们的对手，更何况我和2长老3长老也都是9品灵尊的修为，咱们都穿上这套装的话，那就等于我们有4个堪比2品灵王修为的强者了，到时候就不怕什么狗屁烈火宗了。身后的柳清月以及柳思雅一听，2姐妹对视了一眼，心里也是忍不住一喜，这衣物他们还没试过，还以为老祖是吹牛逼的，没想到这玩意儿穿上真的能增加实力啊。石很爽想了想之后，又是忍不住道：只是这样的宝物应该不是那么好得到的吧？如果能批量生产，我们宗门的一些精英弟子要是也能有这样的衣服穿上的话，那就更好了，整体上宗门的实力都能提升一个层次啊。嗨嗨，这个东西毕竟是宝贝，自然我也不会。楚凡尴尬的笑了笑，自己是有，不过剩下也不多了，这系统不给他也没办法。没想到就在楚凡的话刚说到一半的时候，系统的提示音镜是突兀的响起，检测到大长老想要批量获得丝袜加短裙套装的需求，触发系统任务，获得与美女大长老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拥抱修炼，将奖励套装1000套。系统的声音竟是缓缓响起，任务完成时间限制10天之内，如果任务失败，宿主的丁丁短2厘米。是否接受任务？也不会什么。石很爽一脸疑惑地望着楚凡，他最讨厌的就是说话说一半的人了。楚凡顿时尴尬地笑了笑道：
没什么，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不错，不过这事儿的难度挺大的，需要你的配合才行。楚凡想了想之后，不好意思地说道。石很爽一听，立即道：要是真的能批量生产的，我肯定愿意配合，不管怎么配合都行。楚凡听见这话，表情微微有些怪异，怎么配合的行？要是干那种事情也行吗？莫非这大长老为了合欢宗真的愿意牺牲自己？想到这里，楚凡的心里不由美滋滋的，嘴角也是多了一丝的坏笑。嗨嗨，也行，那你晚上来找我，我跟你商量一下细节。楚凡想了想之后，竟是轻声说道：好的。石很爽激动无比，这样的套装要是能有个100-200件的话，交给那些护法、舵主或者一些修为高一点的精英弟子，一个个的战斗力至少提升1个品到2个品是没问题的。到时候他们更是有了跟烈火宗对抗的资本，毕竟顶尖的那些战斗力才是一个宗门强大的关键所在。好了，我们先回去了。楚凡在心里先选择了接受任务，反正有着10天的时间，今天晚上试试，实在是不行，再慢慢的想办法搞定石很爽。再说了，只一个拥抱修炼而已，虽然修炼的时候会比较暧昧一点，但愿石很爽不会介意吧。石很爽有些激动，出门之后便是飞了回去了。而楚凡则是带着柳思雅和柳清月两人往前方走去，不由问道：清月，我肚子有些饿了，不过我身上可没什么零食，你请我吃点东西吧，我们去那边那条街逛逛。不等柳清月开口，柳思雅便是道：我请。楚执事，多谢你给我谋取到了副执事这么一个职务，以后能够享受跟执事一样的待遇，我正想感谢你呢。楚凡点了点头道：哈哈，好，走吧，咱们去看看那边有些什么吃的。很快三人便是来到了一条青石街道上，街道不长，但是却是有着不少的店铺，还有不少摆摊的，十分的热闹。柳清月则是对着楚凡介绍道：楚执事，山下有个小镇，有些弟子就是从那边招收的，这些摆摊的有些的弟子的家属，有些则是一些记名弟子。说到这里，柳清月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平时大家要吃个饭，过来买点什么东西的话，都会来这里逛。楚凡点了点头，修为太低了的他，现在肚子的确是饿了。哇塞，真好看啊！是啊，那两个女人真是身材好啊，啧，要是有机会能跟他们双修一下的话，少活3年都值了。那个男人是谁啊？年纪不小吧，估计40多了吧。这两个美女穿这样跟他走在一起，你看他腰间挂着的，那可是执事的令牌，这是执事，虽然没见过，恐怕修为不低呢。修为肯定不低，我都察觉不到他身上的修为，看样子是隐藏了体内的灵气波动了呢。不少弟子见到三人之后，都忍不住纷纷议论了开，特别是一些男弟子看见柳思雅和柳清月的丝袜还有那大腿的时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柳思雅和柳清月被不少人盯着看，都忍不住俏脸微红，有些不好意思。找了一个饭馆走了进去，楚凡倒是也没有宰对方的打算，就随便点了几个吃的，填饱肚子就行了。吃完了之后，楚凡便是回到了房间，然后关上了房门，得到的一颗丹药拿了出来，开始炼化起来。系统奖励的是合欢神功，如果跟女人拥抱的时候配合着功法来的话，吸收灵气的速度会很快，而且功法上面还说，如果女性的第一次拥抱的话，还能获得天地反馈。虽然楚凡也不清楚，但现在他也没这样的机会尝试，因为功法等级很高，仅仅1个多小时，楚凡就将第一颗1品低级的丹药给炼化掉了。不错啊，我这炼化的速度很快不说，境界突破到了3品气者修为了，而且境界竟是很稳固，一点也不虚浮。楚凡心里一喜，不由道：这样一来的话，我岂不是可以继续突破了，继续炼化了？系统的声音却是在这个时候响起，因为合欢神功是地品高级功法，用这个来修炼，境界自然稳固。宿主原本就是强者，等于是将以前的路重新走一次，境界也不可能出现虚浮的现状。楚凡恍然，是啊，原主可是快飞升的强者了，这重新走一趟，不仅仅境界不会虚浮，而且因为以前就感受过某个境界的力量，以至于可以即便是一口气突破很多个境界，境界也不会虚浮。最为关键的是，楚凡也会因为这个而不会有任何的瓶颈。哈哈，那可真是太好了，时间还早，我在天黑之前一口气将得到的丹药全部炼化了，也不是问题，到时候一天突破到灵师境界也不是问题啊。楚凡的心中那叫一个激动，这对于很多弟子来说，没有1-2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到了他这里却是可以直接搞定。想到这里，楚凡的心里充满了希望。就在楚凡都无比激动的时候，系统又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宿主叶燕姬和柳思雅以及柳清月都是万年难得的特殊体质，跟他们拥抱修炼的时候，运转功法可以获得更多的反馈，到时候修为会提升更多哦，你可要好好把握哦。系统顿了顿，又是道，而且特别是第一次使用合欢神功跟他们拥抱修炼的话，得到的反馈是巨大的，
不仅仅宿主你能得到反馈，他们也能同样获得体质以及你这功法带来的反馈，到时候双方修为提升几个品也不是问题的哦。我去，还有这么爽的事情！楚凡眼睛一亮，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跟其他女子的拥抱也会有反馈，不过反馈没特殊体质的女子的反馈大，是这个意思吧？我如果和石很爽第一次拥抱修炼，也有反馈的吧？就是这么个意思。对了，他们的特殊体质也是适合双修的，如果你们做那种事情的话，前面3次也会得到天地反馈的。宿主，你丫的运气真不是一般的好呢。系统回答道。楚凡一听心里激动，看样子拥抱修炼能提升修为，要是自己能拿下这些女人，做点那种事情的话，岂不是也能提升修为？这功法简直妙极了，只要给他一些时间，重回巅峰指日可待。想好了之后，楚凡开始修炼起来。一个下午，楚凡都在炼化丹药，而回到了住处的石很爽则是找到了叶燕姬。宗主，我发现老祖还给了那柳清月以及柳思雅一人一套我们那个衣服，想不到啊，他居然还有。石很爽苦笑了一下，对着叶燕姬说道。叶燕姬听了之后有些哭笑不得地道，这样的宝物他居然还有，这些宝物一看就是比较新的，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想了想之后，叶燕姬又是道，那2个小丫头长得倒是很水灵，看样子老祖这也是看上了他们了吧，不然的话岂会将如此珍贵的宝贝送给他们呢？石很爽点了点头道，而且老祖还让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助理，就是副执事的意思，协助他的工作。他让那柳思雅来当副执事，说享受执事的待遇。我刚才让人给柳思雅准备令牌和衣服呢，给柳思雅送了那宝贝，还让一个一品灵师当副执事，这老祖恐怕是已经将柳思雅给拿下了吧。叶燕姬苦笑了一下道，不过只要他能帮我们解决宗门的问题，让宗门壮大的话，这倒是无妨。叶燕姬想了想之后又是道，只是这样的宝物送给2个修为低的弟子，稍微有点浪费了啊。石很爽笑了笑道，我感觉他肯定还有，我问他能不能批量生产，他说需要我配合，还让我晚上去找他，说要跟我商量细节。商量细节，看样子真的可以搞出来上百套的这种奇怪的衣服来。叶燕姬也是眼睛一亮，顿时对着石很爽道，这样的衣物要是有个200-300、300-400套的话，给一些精英弟子，那对于我们宗门的整体实力提升来说，那可了不得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一定好好配合他。石很爽笑嘻嘻地说着，眼神中也是充满了激动之色。叶燕姬则是道，那你必须好好配合老祖，如果还需要人手的话，就多找一些弟子帮忙，要是真的能批量的产出这样的宝物，那对于我们宗门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等到了天色暗淡下来的时候，楚凡这才从房间里面出来。哈哈，之前得到的丹药居然全部炼化，修为居然达到了2品灵师修为了，这一下子就算是不用飞行服我也可以飞了，只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罢了。楚凡微微一笑，终于可以摆脱了要靠飞行服才能飞行的命运了，而且这体内的力量增加了很多倍，这样的感觉真不是一般的爽。他用精神力看了看自己的容貌，发现今天又是吃了饭，修为提升，加上灵气对于肌肤的滋润之后，这容貌看上去竟是比早上的时候似乎更加年轻了3-4岁的样子。嘿嘿，以后我也不是糟老头子了，我就是帅气中年大叔，就这容貌，怕是有些女弟子都要迷恋了呢。楚凡自恋的笑了笑，想着石很爽一会儿就要来找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跟自己拥抱，因为需要修炼功法，2个人需要拥抱的时间那可不短啊。最为关键的是，这拥抱修炼需要脱了衣服，光着修炼，那效果才是更好的，那画面想想都让人觉得有些羞涩。楚凡想着石很爽那火爆的身材，心里顿时多了几分的期待。楚凡一想到自己要跟石很爽拥抱修炼，心里就满是期待，毕竟石很爽很有料，拥抱的时候肯定也很舒服。石很爽的身材那可是 S 型的啊。不过现在石很爽的修为可比他高了不止一点点，这对方要是不愿意，他也不能强来，到时候对方要是给自己一巴掌，指不定要被抽死。就是一个爱的拥抱修炼，抱的时间久一点而已，又不是双修什么的，他应该不会介意吧。楚凡的心里暗自想着。就在这个时候，门口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楚凡打开房门的时候，石很爽已经站在了门外。此时的石很爽穿着是一条红色的长裙，长裙略显紧身，也是看得让人眼前一亮。石很爽整体给人一种高冷并且有些霸道的气质，而这种略显霸道女王一般的气质让楚凡的心里有些没底。进来吧，很爽长老。楚凡微微一笑，然后让石很爽进了屋。等到对方进屋之后，楚凡这才将房门给关上了。石很爽一看楚凡把房门都关上了，心里顿时一愣，看样子这肯定涉及到了机密，楚凡这是怕被别人发现，这倒是正常的。老祖，
这要如何批量生产啊？或者说，你有图纸之类的东西吗？石很爽望着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道：我会全力配合你的。你要是需要更多的人手，跟我说就行了。楚凡尴尬地笑了笑道，有些不好意思地道：这个倒是没什么，就是需要你一个人配合我。石很爽顿时吓了一跳，需要他一个人配合？怎么配合？莫非这老祖是想要他的身子不成？石很爽心里砰砰直跳，那叫一个紧张。仔细看看，发现老祖比昨天还年轻了几岁似的，还真是挺帅气的。只是这要求似乎有点突然了吧？想了想之后，石很爽不由道：老祖，你要是想女人的话，我可以给你安排，那柳清月什么的都行，你觉得呢？石很爽有些不好意思地道：我只是觉得你这太突然了，我没任何的心理准备。楚凡心里也是一阵苦笑，这个什么狗屁系统出的这个任务的确是过分了一点，人家石很爽可是正经女人。哎，可惜啊，这事儿别的女人还真是帮不了忙。很爽啊，这事儿只能靠你了。我也知道这事儿对于你来说牺牲有点大，但是我楚凡发誓，只要你跟我拥抱修炼一个晚上的话，那就行了。楚凡不由叹了一口气，走到床边坐了下来。你自己考虑吧，我说的都是实话，不然的话那些套装还真的没法搞到手啊。楚凡把能说的话都已经说了，接下来就看对方的决定了。如果石很爽真的不愿意的话，任务失败就失败吧，不就是短2厘米吗？反正还剩下不少，倒是没什么好怕的。他知道此时也是考验石很爽对于宗门的决心，为了宗门会不会牺牲自己的时候了。老祖，你说的是真的吗？只是跟你拥抱修炼一个晚上的话，你就能给我那套装？只是拥抱修炼，不做别的吗？一想到宗门那些女弟子被欺负的时候，再看看楚凡那帅气的模样，最后石很爽不由道：要是有300、500的话，我倒是可以答应你。显然为了宗门，石很爽也是豁出去了。虽然男女有别，但如果只是拥抱又不做其他什么的话，这倒是没什么。不过老祖可不能说出去，免得别人以为他跟老祖有什么，那以后出门就尴尬了。楚凡心里一喜，上前搂住石很爽，然后道：当然了，只要你让我搂着你修炼1000套都不是问题。而且一晚上上来，不仅仅我能提升修为，你也能提升修为，还能提升修为。你不是骗我吧？搂着修炼，好奇怪的修炼方式。石很爽脸上羞红了一片，第一次听说什么功法还需要搂着修炼的。放心，我肯定不会骗你的。楚凡心里一喜，搂住了石很爽那纤细的腰肢，闻着对方身上的香味，心里美滋滋的。只是友情提示一下，这拥抱修炼的话，最好是将衣服脱完，让我从后面抱着你，这样的话才能将效果发挥到最佳。如果不脱衣服的话，也是有效果的，只是这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石很爽的心里砰砰直跳，想了想之后，心里又是一阵羞涩。可是一想到这些年宗门被欺负，一想到那些被送去的女弟子，石很爽的心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他很快点了点头道：老祖，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不做其他的那种事情？楚凡一听这话，心里一喜，立即点了点头道：放心吧，本老祖从不骗人，我的自制力还是很不错的。石很爽想了想之后，最后又是道：我还是不想脱完，我能不能少穿一点，让我穿一点贴身的衣物也行，毕竟我有点怕。楚凡也知道，对于石很爽来说，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这个大长老，楚凡的心里也是多了几分的敬佩，对方这是愿意为了宗门的强大而牺牲自己。既然对方如此相信自己，那他楚凡自然也不会做趁人之危的事情，不能辜负了对方对自己的信任。楚凡虽然也喜欢美女，可是他希望的是对方能心甘情愿地躺在自己的床上，而并不是去强迫对方跟自己做那种事情。他点了点头道：那就辛苦大长老了。大长老放心，我楚凡肯定不是那样的人。那我们去床上吧。楚凡微微一笑说道。呼，石很爽重重地呼出一口气，让楚凡转过身去，这才将外面的裙子给脱掉，只留下那么一点点薄薄的贴身衣物的时候，这才躺在了床上。而楚凡则是从身后搂住了对方，将自己的衣服也是脱得只剩一点点之后，然后从身后搂住了对方，将一只手放在了对方的小腹处。啊！石很爽吓了一跳，身体忍不住微微颤抖了一下。老祖，你的手！石很爽未经人事，心里紧张的要死，生怕楚凡不讲武德，一会儿直接做出那种事情来。楚凡则是轻声安慰道：这是修炼的必要姿势，你放心吧，你只需要放松就行了。说完之后，楚凡便是暗自运转功法，顿时一股暖流在两人的身体之中运转，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内循环，那感觉真不是一般的好。这种暖暖的感觉十分的舒服，
以至于石很爽竟是很快便闭上眼睛睡着了去。这一搂着便是修炼了几个时辰。几个时辰之后，楚凡终于是松开了对方。他怕再搂下去，自己要忍不住做点别的什么事情了。毕竟大长老身份高高在上，能让自己搂着，那就很不错了。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得到了大长老的第一次拥抱修炼，奖励1000套短裙套装，已经放入储物戒指之中。因为宿主第一次使用功法修炼，反馈巨大，双方都能获得很大的修为提升。系统的声音也是在此时缓缓响起。楚凡望着面前的美女，心里感慨连连，很快便是心神一动，打算看看对方的修为再说。虽然自己的灵力流失，修为没了，但是脑海中的那些记忆可是在的。有了这些记忆，那种查探他人修为的秘术，想要施展自然也不难。这一看，楚凡也是一喜，哈哈，反馈果然不少啊，2品灵王了，大长老居然突破到了2品灵王。要知道，到了时很爽现在的修为，想要从9品灵尊突破到灵王境界，就需要不少的灵力了。而现在石很爽修为不仅仅突破到了灵王，还是2品灵王，这样的突破，即便是让叶燕姬他们知道，也一定羡慕不已吧。楚凡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修为，竟是一口气从2品灵师突破到了8品灵师的修为了。太棒了，8品灵师了，这样的话有了更多的自保之力了。楚凡的心里一喜，或许是因为他的修为本来就不高，这才能有这么大程度的突破。要是修为高了，想要突破需要的能量太大了，那想要突破那么多可就不可能了。宿主，现在知道我这功法的厉害了吧？这可是地品功法，可不是什么狗屁地品功法和天品功法能比。系统的声音竟是再次响起。楚凡汗颜，自己以前修炼的天品功法，那已经在大陆上是十分厉害的功法，大家哄抢的宝贝了。然而在系统的嘴里似乎成了破烂玩意儿似的，这让他有种被当面骂了一顿的感觉。不过在感受了一下这功法的厉害之后，他也不得不说，地品功法恐怖如斯。要知道，有些小一点的宗门指不定使用的还是玄品功法呢，那什么寒灵宗都顶多也就是使用的玄品高级功法，未必能有地品功法呢。这楚凡现在使用的竟是超越了天品功法的功法分为天地玄黄4个品，天品高级最高，黄品低级最低。以前的楚凡都没听说还有超过天品功法的地品功法，现在的他算是长见识了。楚凡的心里当真是被这系统给震惊到了，感受着体内暴涨了无数倍的力量，心里一阵舒坦，这便是强者的感觉吧。这个时候石很爽也是睁开了眼睛，看了看一旁的楚凡，老祖，不好意思，我刚才被你搂着，感觉身上暖暖的，居然睡着了。石很爽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看了楚凡一眼，一想到之前2人的姿势，他的心里依旧是紧张又羞涩。楚凡微微一笑道，放心吧，这是我利用我的功法帮你提升修为呢，你赶紧看看自己的修为吧。他立即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修为，顿时惊讶的红唇微张，不可能吧，我居然都已经2品灵王了。说完之后，他激动地对着楚凡道，老祖，我真的是2品灵王了，你这功法也太霸道了吧，能一下子帮我突破这么多。楚凡微微一笑道，你放心吧，你以后定然还能突破更多的修为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你下次还能突破不少呢。我的天啊，这是真的吗？不仅仅突破了，而且境界还很稳。检查了一下修为，石很爽竟是发现修为还挺稳定的，没有一点虚浮的感觉，让他有些意外。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法，搂着修炼，双方都能提升修为，而且还能提升那么多。望着楚凡那帅气无比的脸庞，石很爽的眼神中不由有些恍惚，这一切让他感觉如同做梦一般。他的修仙之路在老祖出关之后似乎就已经走歪了，不过此时的他心里真的感觉很幸福，很甜。老祖，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被烈火宗欺负了，我一定要努力变强，有机会狠狠地教训那个该死的烈火宗。一想到宗门的那些女弟子，石很爽的脸色冰冷，眼神中带着几分的杀意，让一旁的楚凡看见了都感觉到了一丝害怕。不过等他回过神来看向楚凡的时候，眼神又是变得柔和起来。老祖，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提升了修为，让我一下子提升了那么多的修为，都是自己人，不用那么客气。楚凡尴尬地笑了笑，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楚凡一想到自己2世为人都没一个女朋友，现在身边的女人竟是如此的漂亮，心里也是一阵感慨，这要是啥时候成为了自己的修仙道侣，那就好了。石很爽笑了笑，望着面前的男人，发现竟是也越看越顺眼了，心里也是美滋滋。老祖，以后我又来找你，嘿嘿，下次还能提升那么多吗？石很爽已经尝到了甜头，竟是变得主动起来。而且昨天晚上老祖的身体贴在了他的后背上，
他虽然也感觉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但是老祖却信守承诺，并没有对他做出过分的事情，这让他更是觉得楚凡是难得的好男人，是不会乘人之危的那种人。当然，还有一点石很爽不知道的是，这拥抱修炼，每次拥抱修炼之后，其实也是会主动让女方对男方产生好感的，这也是功法的一种奇妙的地方。楚凡则是笑呵呵地道：自然能提升不少，不过啊，这第一次的效果是最好的，第二次、第三次的话，效果会变弱一些，但也很不错了。只要很爽你要来找我，我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石很爽羞涩地点了点头，又是道：对了，今天这事儿让人怪不好意思的，你能保密别说出去吗？毕竟跟一个男人躺在一个床上还搂着睡了一晚上，而且大家还穿得那么少，这样的事情对于石很爽来说，那实在是有些难以启齿。自然没问题，这是我们两个的秘密。楚凡望着对方那娇羞的模样，微微一笑，然后搂着对方道：不过很爽啊，这没人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你还是叫我楚凡吧，别一口一个老祖的叫着，那样太生分了，我就叫你很爽就行了，你觉得如何？老祖，这样真的可以吗？石很爽的心里砰砰直跳，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楚凡搂着修炼了好几个小时的原因，现在被楚凡搂着，他竟是一点也不觉得抗拒，而且他的心里竟是那么的紧张，似乎还期待着什么似的，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难道这便是传说中的心动的感觉？这个时候楚凡的肚子也是发出了咕噜噜的叫声，顿时让楚凡有些尴尬。嘿嘿，那个很爽啊，你身上有没有零食？给我一些，有时候我去买点吃食也方便一点。楚凡尴尬地咳了两下，有些不好意思。石很爽并没有多想，手掌一翻，便是拿出一些零食给了楚凡。这里是100万下品零食，你先拿去用着吧，不过又来找我。说到这里，石很爽又是顿了顿，方才道：楚凡，我这修为突破的事情，你先别告诉宗主他们，我想等我修为再高了一些之后，再给他们一个惊喜。楚凡将零食刚收了起来，听见这话，顿时一愣，明白了什么。放心吧，我怎么可能说出去呢？我们再来搂着修炼一次。楚凡看见时间还早，想了想之后，准备再试试。可以。石很爽立即就答应了下来。时间一点点的过去，而楚凡和石很爽的修为也是在一点点的增加着。楚凡感觉跟做梦似的，这种美人在怀的感觉，当真是太爽了，关键还能提升不少的修为。这样下去的话，他的修为想要恢复就会容易不少了。而且只要修为比叶燕姬等人高一些之后，他也不怕自己的修为情况被发现了。就现在这修为，要是被知道的话，指不定他们会觉得被戏耍，到时候嘎了他也说不定。毕竟他虽然以前修为高深，但现在修为还没恢复过来，这个老祖的身份都是有点假的。现在的他如同在高空走钢丝一般，必须小心翼翼才行，稍微一步行踩踏错的话，便是可能跌入万丈深渊。他现在的修为还不足以再和欢宗稳住脚，只能先尽量隐藏自己的修为和实力，默默地提升自己。等到修为比叶燕姬还高的时候，那他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此时隔壁的房间，柳思雅坐在房间，始终无法修炼，很难静下心来。他的脑海中竟是不停地浮现出老祖那帅气的脸庞。该死，我不会是喜欢上了老祖了吧？这可如何是好？柳思雅一脸的无语，那家伙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糟老头子吗？怎么现在越看越帅？而且让他的心里竟是很难静心下来修炼了。想着楚凡对自己的好，柳思雅的嘴角有时候又是忍不住不自觉地多了一丝笑容。算了，今天就不修炼了。柳思雅无奈地摇了摇头，打算出门走走再说。在楚凡的房间里面，石很爽躺在床上，脸上带着羞红之色，对着楚凡道：老祖，我服了你了，这一次居然能搂我这么久，你也不觉得累？楚凡微微一笑道：你这么好看，搂着你修炼，我自然不会觉得累了。对了，你以后别叫我老祖了，叫我凡哥可以吗？好的，凡哥。石很爽一脸娇羞，想了想之后又是道：没其他人在的时候我就叫你凡哥，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你还是楚执事，我不会暴露老祖你的身份的。楚凡满意地道：真乖，你现在已经是3品灵王巅峰的修为了，看样子比我预计的还要厉害一些，等下次你再来找我的话，那就可以突破到4品灵王修为了呢。他没想到这位在弟子们面前很是桀骜不驯的高傲大长老，在自己面前却是如同一只被驯服的宠物一般，是那么的乖巧听话。而且这一次的拥抱修炼，似乎出于上一次对自己的信任，石很爽竟是将衣服都脱完了，显然也是尝到了甜头，希望这一次的效果能尽量好一点。只是他不知道，这对于楚凡来说却是一件有些难熬的事情。搂着这么一个大美女，胸大屁股翘的美女，还要尽量让自己不要多想，专心运转功法修炼，这考验可真不是一般的大。不过楚凡也看得出来，通过2次的拥抱修炼，石很爽对自己明显更加有好感了，
两人的关系明显进步了一大截。楚凡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一下，拿下对方肯定是早晚的事情。什么？已经突破了那么多吗？已经到了3品灵王巅峰了吗？要知道，灵王境界想要突破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已经算是强者了。石很爽原本想着跟楚凡搂着修炼3次能突破到3品灵王初期或者中期就不错了，没想到楚凡告诉他已经突破到了3品灵王巅峰的修为了。这么看来的话，下次肯定是突破到4品灵王的境界都不是问题啊。他立即开始检查自己的修为，很快便是发现果然是达到了3品灵王巅峰的境界。哇塞，太好了，真的是3品灵王巅峰了。凡哥，你太厉害了，你这手段我都服了。石很爽说完之后不由感慨道，哎，要是当初我和宗主他们都能有这样的修为的话，我们的师傅也不会被杀了。楚凡一听心里微微一惊，似乎以前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的简单啊。楚凡立即对着石很爽问道，说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石很爽陷入了回忆之中，望着楚凡道，就是现在的苍月宗下面的一个宗门，叫做苍狼宗。这个苍狼宗的宗主基于燕姬的姿色，给出一些灵草，让燕姬做他的女人。说到这里，石很爽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可是燕姬不喜欢那个老头子，最后对方带着人上门强抢，我们师父也就是17任宗主凌雪便是跟对方发生了大战。对方的修为比凌雪师尊高一些，当年凌雪宗主就是3品灵王的修为，而对方则是4品灵王的修为，宗主为了我们最后自爆，跟对方同归于尽了。楚凡听了之后心里有些震撼，他不由握了握拳头道，没想到凌雪的死竟是这般，后来呢？石很爽苦笑了一下，方才道，我和墨染还有如烟他们都是凌雪师尊的徒弟，当时燕姬是我们的大师姐，她最先突破到了9品灵尊的修为，所以就由她担任了宗主，我们几个纷纷担任了长老的职务。楚凡不由点了点头，难怪他觉得这叶燕姬和几个长老之间的关系似乎很不错，大家都是一条心，都很想让宗门变得强大。没想到大家以前就是好姐妹，都是一个师傅的徒弟。其实看他们平时之间的相处，就看得出来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了。石很爽说到这里又是皱了皱眉道，可惜的是大师姐一直都没突破到灵王修为，是因为有了瓶颈，卡在了这里，冲击了2次都失败了。我和2长老墨染以及3长老如烟，我们都相继突破到了9品气尊修为了，燕姬大师姐还没突破。石很爽看了看楚凡，不由道，最近不是那烈火宗老是找我们麻烦，让我们每个月给他们送女弟子过去吗？我们正在焦头烂额呢，幸亏老祖你就出关了，你就是我们的希望。楚凡那叫一个哭笑不得，这合欢宗的女弟子颇多，占据了70%以上，男弟子很少，关键是这些女弟子一个个姿色都很不错，这也难怪被一些狼多肉少的宗门盯上，跑来欺负合欢宗。毕竟现在的合欢宗也的确是太弱了，自然就被盯上了。那个苍狼宗呢？他们现在没继续找你们的麻烦了吧？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问道。石很爽点了点头道，苍狼宗那边的宗主损失了之后也是元气大伤，便是没找我们麻烦了。虽然偶尔寻宝的时候双方的弟子也会发生冲突，但是并没有较大的争斗。说到这里，石很爽顿了顿，方才继续道，我们现在好歹又是属于寒灵宗旗下的势力，也算是多少有个靠山。苍狼宗背靠苍月宗，现在苍月宗和寒灵宗这2个大宗门之间发生了冲突，苍狼宗也要抽调几个强者去帮苍月宗的忙，自然更是无法顾及我们。楚凡点了点头道，这事儿不急，咱们早晚也会找他们算账的，先提升实力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楚凡说完之后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修为，发现竟是已经达到了2品灵宗的修为，这修为一下子又是增加了不少，这种力量暴涨的感觉可真不是一般的爽啊。如果按照合欢宗的弟子等级来看的话，现在的他也堪比一些内门弟子的修为了，当然实力的话应该不止如此，毕竟这具身体那可是很不一般的。要不是怕被人怀疑的话，楚凡都想找几个1品或者2品灵尊修为的精英弟子干一架，试试自己现在的实力。仅仅2-3天时间，修为已经恢复了这么多，哈，太爽了！这一下子不用什么飞航服，我的飞行速度也还可以了。楚凡的心里忍不住偷着乐，嘴角也是露出了一丝笑容。对了，说到提升实力，你不是说了我跟你拥抱修炼了之后你就给我那种套装吗？到底有多少啊？人家昨天晚上来找你商量套装的事情，你倒是好，拥抱了人家2次了，我还一件套装都没见到呢。石很爽白了楚凡一眼，看上去那叫一个风情万种，这般小女儿家一般的姿态，要是被其他弟子见到的话，恐怕要惊掉下巴吧。这还是那个平时十分霸气又高冷的大长老吗？楚凡哈哈一笑，然后将石很爽的储物戒指拿了过来，将里面的丝袜和短裙全部转移到了他的储物戒指之中，这才道，一共1000套，都拿去吧，给那些修为高一点的精英弟子，
女弟子们吧。对了，你们几个长老和叶宗主也一人再拿一套吧，这样一人2套，这样的话你们也方便换洗什么的。不，一人2套的话太浪费了，一人1套就行了。平时不也不怎么战斗的时候就不用穿这样的衣服，有些弟子要做任务或者去秘境之中的话，再穿这样的套装就行了。石很爽听了之后眼睛一亮，不由道，这样的话才能将宗门弟子的整体实力做到最大幅度的提升。再说了，如果经常穿这样的衣服，有些女弟子暂时也有些不好意思呢。楚凡听了之后苦笑了一下道，行，反正你们看着办吧，东西我是给你们了，你们安排便是。太棒了，我现在已经是3品灵王巅峰的修为了，等过2天我来找你的话，突破到4品灵王肯定不是问题，到时候就更是不怕那什么烈火宗了。石很爽激动无比，想了想之后又是忍不住对着楚凡问道，凡哥，这你能帮我们宗主也这样提升修为吗？要是我们宗门能多几个灵王修为的强者，再加上你这套装的加成的话，虽然我们比不上2流宗门，但也比之前强大更多了呢。楚凡一听心里一阵暗喜，不过他却是皱了皱眉，故作淡定地道，这个的话我倒是没问题的，主要是我怕宗主不愿意，毕竟他身为宗主，而且我看上去比他大了不少，让他跟我来一次亲密一点的拥抱修炼，恐怕他会不好意思吧。石很爽笑了笑道，放心吧，我相信只要你真能帮他突破这么多的修为的话，我再帮忙在耳边吹吹风，指不定这事儿能成。再说了，只是拥抱修炼而已，又不是要那啥，他应该会同意吧。楚凡心中狂喜，要是这样的话，他的修为岂不是又能提升一大截？而且这石很爽和叶燕姬还有墨染他们几个都是好姐妹，都是以前的师姐师妹，他要是帮忙助攻的话，这希望还是有的。现在楚凡的修为也高了不少，他就不用以前那么小心了。好了，那我先回去了。石很爽看了看楚凡，露出了一丝甜蜜的笑容，很快离开了。而这个时候，在宗门大殿后面住处的院子之中，叶燕姬却是也皱了皱眉道，这大长老昨天晚上去找楚凡商量去了，好像一直都没回来吧？今天这到了中午，怎么还没见到人？说到这里，叶燕姬则是叹了一口气道，哎，也不知道有没有那样的宝物真的可以批量生产吗？就在这个时候，石很爽飞了回来。此时的石很爽脑海中想着楚凡那帅气又硬朗的模样，想着2人做的那些羞涩的事情，心里还跟吃了蜜糖一般的甜蜜。大长老，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怎么样了？叶燕姬看见石很爽回来了，立即上前问道，我看你红光满面，满脸喜色，莫非这事儿能行？石很爽想了想之后，不由对着叶燕姬道，宗主，咱们现在不说这事儿，现在我们完全不用怕那狗屁烈火宗了，即便是烈火宗的宗主来了，我也能一拳轰杀了他。你突破了？叶燕姬一愣，顿时羡慕无比地道，你要是突破到了1品灵王境界，再加上那丝袜短裙套装的话，要斩杀烈火宗宗主的确是容易了不少。哎，真是羡慕你啊，我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突破呢，总感觉有一种桎梏在压着我似的。石很爽微微一笑，1品灵王，你也太小瞧我了吧？不是1品灵王，那是什么修为？叶燕姬一听顿时一愣，难不成你还能一口气突破到2品灵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达到了灵王修为，想要突破可是很难，需要不少的能量的，一口气突破2个品的修为，这事儿绝对不可能。石很爽顿时心神一动，将一股强大的威压释放了开。这种威压一释放，让叶燕姬瞬间就感受到了一股强大压迫感，这样的感觉明显不是1品灵王境界能给他的。3品灵王，还是3品灵王巅峰？叶燕姬的心里震撼到了极点，这样的提升速度跟坐了火箭似的，这也太吓人了。不可能吧，很爽，你是怎么办到的？叶燕姬吞了吞口水，心里早已泛起惊涛骇浪。石很爽就1个晚上没见到，居然突破了这么多。宗主，你想突破这么多修为吗？让我们宗门快速崛起吗？石很爽并没有立即回答叶燕姬的问题，将那种威压收起来了之后，这才微笑着说道，想，我当然想了，一下子突破那么多，只是这也太诡异了吧。叶燕姬立即点了点头，一下子突破这么多的修为，哪个傻子才不想呢？不过他可不傻，很快便是想到了什么，不由试探着问道，这是老祖的手段吧？老祖居然有如此逆天的手段。想了想之后，叶燕姬顿了顿，又是疑惑道，只是为何老祖前2天不帮我提升修为，现在才帮忙提升？难道是因为之前觉得跟我们之间还不熟，现在更熟悉一些了，这才帮我们？石很爽微微一笑道，我觉得老祖手段通天，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他也说了，你要是想提升这么多的修为，也可以去找他，就是对你来说有点为难。说到最后的时候，石很爽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小，表情还微微有些怪异。
为难？我不觉得为难啊，这有为难的？只要能提升那么多修为，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叶彦基立即便是说道。再说了，你不是都做到了吗？你都不觉得为难，我相信我也不会觉得为难，我也能办到。石很爽这才捂着嘴巴偷偷一笑，然后道：真的，包括你的身子。身子？一听这话，叶彦基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硬了。你的意思是你和老祖那个了？石很爽顿时脸上羞红了一片，白了叶彦基一眼道：彦基，你想什么呢？我是那么随便的女人吗？我和老祖是拥抱着修炼了很久而已。拥抱修炼，你听说过没有？拥抱修炼？叶彦基表情有些怪异，这石很爽该不会是骗他的吧？这拥抱也能修炼，而且还能提升这么多的修为，更何况孤男寡女在一起拥抱，这时间久了，老祖能坚持得住？万一到时候老祖坚持不住了，兽性大发，那岂不是自己就羊入虎口了？虽然老祖人似乎还不错，可是这贞洁方面对于这个世界的女人那都是看得很重的。她叶彦基也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岂能这么轻易将自己的身子交给一个刚认识没几天的人呢？彦基，咱们也是好姐妹，我才告诉你的，你可先别说出去了，毕竟我现在还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呢。石很爽羞红着脸，又是道：跟老祖拥抱，这突破的速度太吓人了，特别是第一次能提升不少，第二次、第三次都能提升，只是效果会减弱不少。老祖跟我说的，要是对方是特殊体质的话，拥抱之后提升更多呢。对了，老祖还说了，要是适合双修的特殊体质的话，不仅仅拥抱修炼能提升不少，要是做那种男女之间的事情，前面3次也会得到天地反馈，也能提升呢。不过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那种事情咱们先不说，这拥抱修炼的话，你真的可以考虑考虑。石很爽继续在一旁劝说起来。叶彦基的心里不免也有些心动了，这么快突破这么多修为，他自然想，只是这拥抱的话还是让他有点不好意思。我好好想想再说，我现在还是觉得这事儿有点太突然了。叶彦基想了想之后尴尬地说道：没事儿，又没让你马上去跟他拥抱什么的，你慢慢考虑都可以。石很爽笑了笑，叶彦基的反应其实也在他的预料之中，两人的关系也是最好的。他相信随着叶彦基跟老祖多接触的话，再加上一下子提升这么多修为的诱惑，叶彦基早晚都会妥协的。叶彦基笑了笑，不由道：对了，那套装的事情如何了？能批量生产吗？石很爽淡然一笑，旋即道：宗主，老祖太牛了，他直接给了我1000套呢，嘿嘿，你看看，放在我储物戒指里面了呢。叶彦基听了之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惊呼道：1000套？我的天，居然这么多！他自己弄的？这东西他居然能拿出来这么多？石很爽想了想之后也是柳眉微蹙道：这东西老祖怎么有这么多，我就不清楚了，这种事情咱们还是别问了，反正有了这些东西，咱们和欢宗便是能强大一大截了呢。叶彦基点了点头，不由道：这一下子那什么烈火宗再也不是我们的对手了，哼，要是不时去找我们的麻烦的话，那就是找死。是啊，老祖原本说让每个弟子1人2套呢，这样可以换着穿，我倒是觉得1人1套就行了，1人2套的话也太浪费了一些。石很爽笑了笑说道：这样才能将这套装的威力尽可能的发挥出来。叶彦基也是点了点头道：你说的很对，这东西能有这么多，实在是让我很惊讶，但1人2套的话就太浪费了一些。想了想之后，叶彦基这才道：你和二长老去统计一下吧，将修为高一点的精英弟子的名单都给统计出来，选1000个女弟子出来，然后给他们1人发1套下去。石很爽点了点头道：好，我这就去找二长老去。宗主，让老祖帮忙提升修为的事情，你好好考虑一下吧，你可是我们的宗主，可要加油哦。说完之后，石很爽高兴地离开了。叶彦基望着石很爽的背影，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是啊，他可是一宗之主，现在大长老的修为比他高了那么多，这让他的确是有些脸面无存啊。更何况从9品灵尊突破到3品灵王巅峰，这样的突破让他的心里都羡慕无比了。很爽说老祖答应了会对他好，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只是我还是觉得这家伙看上去有点老啊，难道真的又年轻帅气了？叶彦基想了想之后咬了咬红唇，最后还是向着楚凡住的地方飞了过去。他想要看看楚凡是不是真的像石很爽说的那样变得年轻帅气了。很快叶彦基便是来到了楚凡的房门外，他想了想之后这才轻轻地敲了敲门。楚凡没想到石很爽刚走没多久，叶彦基便是来了，顿时也是愣住了。宗主，你怎么来了？楚凡很快心里一喜，心想莫非宗主看见石很爽突破了这么多的修为，在石很爽的劝解下，这么快就决定要来跟他拥抱修炼，
也准备提升修为了。当真是没想到，这叶燕姬还是比较开放的嘛。当然，也或许是这一下子提升几个品修为的诱惑力也实在是太大了，让叶燕姬根本抵挡不住诱惑。你真的是老祖？叶燕姬望着楚凡，整个人也是愣住了。现在的楚凡跟之前比起来，似乎真的又是年轻帅气了不少，这模样竟是把他看得有点呆了。嗨嗨，叫我执事。楚凡汗颜，心想这女人也太不长记性了吧，她现在不是说了只想苟着吗？宗主，你找我有事儿。楚凡笑了笑，走了进去，然后给叶燕姬倒茶。这茶还不错，来一杯。叶燕姬心神一动，脑瓜子飞速旋转，总不可能说自己是来看看老祖是不是变得年轻帅气了吧？这样说的话，那她叶燕姬岂不是成了一个喜欢帅哥的花痴了？想了想之后，叶燕姬笑着道：没什么，我就是听说你给了1000套的丝袜短裙套装，特意过来感谢你的。感谢我？是吗？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啊？楚凡微微一笑，开口道：啊。叶燕姬一愣，他只是随口找的借口罢了，就是嘴上感谢一下，哪里想过怎么感谢啊？现在楚凡这么一问，瞬间把他给整不会了。叶燕姬索性直接道：那你希望我怎么感谢你呢？楚凡想了想之后，这才道：要不你请我吃饭吧。叶燕姬没想到楚凡提出的要求竟是这么的简单。好啊，那走吧，我请你吃灵兽肉，味道还不错。话说我也好久没去宗门那边街上逛了。叶燕姬微微一笑，站了起来，又是将手里的茶杯放下。这茶的确是不错。楚凡望着叶燕姬那迷人的笑容，忍不住开口道：宗主，你笑起来可真是好看。叶燕姬没想到这帅气大叔会突然来这么一句，顿时让他的心里一阵紧张，还有点不好意思。这家伙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难道他真的看上我了？这家伙搞定了大长老，现在打我的主意了吗？不行，这太突然了。虽然跟他那啥能提升很多修为，可是我可是一宗之主，岂能轻易让他轻薄？可是我身为宗主，现在大长老都3品灵王了，我还没突破到灵王，这面子也挂不住啊。弟子们要是知道了，嘴上不说，那肯定心里也会觉得我是个废物吧。不过他也真的挺帅气的，我要不要试试看？此时叶燕姬的心里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宗主，那走呗，你在想什么？楚凡见到叶燕姬在发呆，忍不住上前提醒道：哦，走吧。叶燕姬这才回过神来，跟着楚凡往前方走去。合欢宗的风景还不错，咱们从这里走过去也不远，就走过去吧。楚凡微微一笑，在前面带路。好。叶燕姬跟在旁边，时不时偷偷地看了看楚凡那帅气的面容，心里有些纠结。再过5天，烈火宗的人就要派人过来了，我这修为要是突破了的话，宗门也多一份保障。要不跟老祖先多接触一下，多了解一下，要是觉得他人真的不错的话，倒是也不是不行，只要他真的对我好，那就可以了。叶燕姬咬了咬红唇，心里暗自想到：我去，那家伙是谁啊？居然跟我们的宗主走在一起。很快两人便是来到了那条街道上，有的弟子一看，顿时惊讶无比。是啊，宗主大人高高在上，怎么会跟那家伙在一起啊？这是来逛街的吗？啥时候宗主大人已经这么平易近人，这么好相处了吗？有些女弟子也是震惊到了，宗主那可是何等恐怖的存在，他们这些修为低的弟子都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而那个看上去40左右的男子居然能这么跟宗主一起逛街散步。楚执事就是那一家了，味道还行，我偶尔也会去吃一下，走吧。叶燕姬指了指前方的一个饭馆，微微一笑说道：我去，宗主大人居然笑了，笑起来原来是那么好看啊。有个男弟子一看，再次震惊到了。是啊，宗主大人可是很少笑的啊，我见过宗主5次，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笑呢。另外一个内门弟子也是忍不住道。很快楚凡便是在众人羡慕的眼神中走进了那个饭馆，并且来到了一个包间之中，点了一些菜之后，叶燕姬这才对着楚凡道：应该够了吧，你还有什么想吃的吗？楚凡笑了笑道：够了，我们就2个人，我都担心吃不完呢，要不要再喝点酒？叶燕姬想了想之后，又是开口询问道，语气中带着几分的尊敬。哈哈，没问题，既然宗主想喝，那咱们喝点。楚凡哈哈一笑说道。孙老板，那再给我们来一坛猴儿酒吧。叶燕姬笑着说道。好的，我这就去安排。孙老板是一个中年美妇，心里此时已经震惊到了，他能够从叶燕姬和楚凡的对话之中看出这位宗主对楚凡竟是带着几分的崇敬，言语之中都带着几分的敬畏。这和欢宗里面还有这样的人物吗？很快孙老板便是退了出去，然后让人去准备酒菜去了。母亲，你在想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一名穿着紫裙的少女走了进来，对着柜台上发呆的中年美妇问道。
这女弟子叫马小蝶，天赋很是不错，是宗门的一名精英弟子，才19岁便是已经达到了3品灵尊的修为，也是当年从宗门山下的小镇上招收进入宗门的。马小蝶的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孙三娘为了能经常见到自己女儿，便是来到这条街上做生意。没想到因为这里的菜味道不错，加上孙三娘很有经商头脑，生意也是一直很不错。孙三娘一看是女儿来了，不由皱了皱眉道：你们宗主来这里吃饭了，就在楼上的天字号包间呢。马小蝶一愣，不由笑了笑道：这不是好事吗？这说明啊，我们宗主很是认可咱们店的味道，不然的话也不会每次一来吃东西就来咱们家的店是吧？说到这里，马小蝶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就是不知道这次是和哪位长老一起来的啊？孙三娘这才对着马小蝶道：我就疑惑啊，这次不是任何一个长老，这次居然是一个男人来的。那男人不知道多少岁，反正容貌来看37、8的样子吧。男人？怎么可能？马小蝶一听也是微微一惊，她可是知道他们宗主可对男人不感兴趣。宗门里面的几个长老也都是女子，也是当初叶燕姬的一群好姐妹。平时叶燕姬主要就是跟他们几个接触罢了，其他男弟子平时可是连叶燕姬的面都见不到的，宗主怎么可能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孙三娘这才又是道：不仅仅是个男人啊，而且我刚才在一旁听他们聊天，好像叶燕姬叫对方处执事什么的，虽然只是一个执事，但是你们宗主对他似乎有些尊敬的样子，从那语气之中我看得出来。处执事，新来的执事楚凡。一听孙三娘的话，马小蝶也是忍不住皱了皱眉，轻声嘀咕道：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叫楚凡。你知道这个人吗？孙三娘问道。这人的确是有点奇怪，以前我从未听说过此人，根据我的了解来看，之前也没这么一个精英弟子，突然就冒出来了，好像凭空而来似的。现在宗门便是公布了这么一个人，让他顶替了之前那叶秋的位置不说，而且明明是一个人可以干的职务，还给他安排了一个美女当副执事。这个副执事还只是一个刚成为外门弟子的记名弟子，修为才1品灵师的修为，这事儿我本来就觉得有点蹊跷。马小蝶皱着眉头，一脸疑惑道：现在你又说这个楚凡跟宗主走得很近，这就更加奇怪了，莫非此人不简单？孙三娘听了之后也是一惊，该不会这人的修为跟你们宗主差不多吧？马小蝶摇了摇头道：应该不可能吧，如果他的修为跟宗主差不多，怎么可能当一个执事呢？就算不给安排一个长老的位置，好歹也要当一个护法吧，护法下面还有舵主呢，怎么可能给安排一个执事的位置？马小蝶顿了顿，方才继续疑惑地道：而且宗门里面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副执事这么一个职务，现在还给那个女的安排了这么一个职务，这明显是对那女弟子特殊照顾。想了想之后，马小蝶眼睛一亮道：这么看来，宗门不是照顾那个女弟子，而是照顾这个楚凡，才给他安排了这么一个人协助他的工作的。我倒是可以下来问问，看看这个楚凡跟那个女弟子之间是不是也有什么关系。孙三娘点了点头，这事儿的确是不对劲，这个楚凡恐怕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孙三娘想了想之后又是道：小蝶啊，你要有机会的话，多跟这个楚凡接触一下，讨好一下对方，指不定对你以后在宗门的路有很大的帮助。一听这话，马小蝶白了孙三娘一眼道：母亲，这修炼之路啊，全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我才不想搞这些有的没的呢。再说了，他一个男人，你让我去讨好一个男人？孙三娘苦笑了一下道：你这傻丫头，这楚凡不简单，指不定跟宗主是旧相识什么的，万一人家以后跟宗主在一起了呢？或者对方是什么高人，随便给你一点好处，那对你都是帮助很大的。你啊，别那么单纯，你去给他当个朋友，成为好朋友也行啊。好吧，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就跟他接触看看吧。马小蝶随口敷衍了几句，她一心只求修炼，提升修为，可没想过要靠去讨好某个人来获得修炼资源，提升自己。更何况对方还是一个男人。来这里吃饭的弟子不少，马小蝶也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给自己弄了2个小菜，坐在那里吃了起来。虽然没打算去刻意讨好楚凡，但楚凡这个人却是令马小蝶的心里产生了好奇，不知道这人到底是什么人物，居然能跟他们的宗主一起吃饭。对了，楚凡，你以前一定很厉害吧？此时菜和酒都已经上来了，叶燕姬也不知道跟楚凡聊点什么好，索性好奇地问道。楚凡笑着道：哈，那时候老夫可厉害了，即便是灵圣修为的强者，在我的面前那都是轻易就可以捏死的存在。想着原主那些记忆，楚凡笑呵呵地说道：的确，灵王、灵皇在他的面前那就是个屁，即便是比灵皇还要强大的灵圣，在他的眼里也就是可以随意斩杀的对象罢了。只是现在的他经过这些天的努力，才突破到了灵宗的修为，想要恢复到巅峰的状态，还不知道需要等到什么时候去了。连灵圣都不是你的对手。叶燕姬却是被楚凡的话给震惊到了，要知道
即便是灵皇修为的强者，那都是他只能仰望的存在了，更别说那神乎其神的灵圣强者了。那样的人物，在叶彦基的心里，那就是只能膜拜的对象。然而，这样的人物在楚凡的嘴里却是可以弹指可灭的存在。这老祖到底是达到了多么可怕的境界了啊！这便是猴儿酒吗？味道真是不错啊！楚凡喝了一口猴儿酒，这东西以前都只是小说里面见到，没想到啊，这穿越后还能享受这样的东西。这猴儿酒闻起来很香，喝进去有点甜甜的感觉，一点也不辣口。老祖喜欢的话，多喝一点。叶彦基笑着点了点头，心里却是又忍不住一阵疑惑：这老祖不是活了很多年的存在吗？猴儿酒这样的东西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宝贝，在这个世界还是比较常见的东西。虽然普通人喝不起，但是对于老祖这样的存在，不至于没喝过吧？可是从刚才楚凡那惊讶的样子，还有那语气来看，似乎还是第一次喝这东西似的。两人又是聊了一会儿。叶彦基喝了一些酒之后，发现看楚凡也是越发的帅气了。我到底要不要跟老祖拥抱，提升修为啊？始终感觉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毕竟我从来都没跟男人拥抱过啊。叶彦基的心里暗自想着，始终有些无法下定决心。不过他很快便是想到了什么，不由对着楚凡道：对了，老祖，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呢。大长老很爽，跟你真的是那傻了2次就突破了这么多的修为的吗？楚凡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这叶彦基等了那么久，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始引入正题了吗？楚凡淡然一笑道：的确是如此，他的修为你也应该看见了，这东西可是做不得假事吧？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对着叶彦基道：其实老夫也不是一个随便的男人，这帮他提升修为，对于我来说也是挺消耗自己的。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有些为难地道：要不是看在很爽对于提升宗门的实力很执着，我也不会这么帮他的。更何况我也答应过了你们，必须让合欢宗强大起来，也算是对得起我的徒儿，也就是你们的开山老祖了。听见这话，叶彦基才发现，原来老祖这么做，对于老祖来说，肯定身体的消耗很大，指不定还会牺牲一些寿元什么的，不然的话，怎么可能那么逆天的让使很爽短时间提升这么多的修为呢？果然，逆天的事情终究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只是这代价就是对于老祖的损耗。老祖其实并不是因为好色，老祖这是为了宗门在献身啊。楚凡也想不到，他这一顿忽悠，竟是在叶彦基的心里树立起了一种无比高大上的形象。老祖，你也能帮我提升修为吗？叶彦基犹豫了片刻之后，忍不住开口道。楚凡一听，心里一阵狂喜。叶彦基这个女人，在别的女弟子面前，那都是高高在上、桀骜不驯的，到很快就要被她搂着躺在床上修炼了。虽然只有拥抱修炼，但是按照功法上所言，拥抱修炼之后，女方会对男方更加依赖，产生亲密感，好感度倍增。这样的话，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别的情愫，爱上对方。虽然心里已经激动的不行，但楚凡却是表面故作淡定地道：这个，你身为宗主，以身入局，壮大宗门，这样的精神的确是让人敬佩。楚凡想了想之后，这才道：这样吧，你明天晚上来找我吧。虽然对我来说身体的损伤可能有点大，但彦基你如此美貌，而且也是为了宗门的崛起，这份心我也是感动到了，我会竭尽全力帮你提升修为的。多谢老祖，只是我早就应该突破到灵王修为了，似乎遇见了瓶颈，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帮我提升修为吗？叶彦基想了想之后，又是有些担忧地问道。放心吧，老夫手段通天，小小瓶颈算个屁。楚凡淡然一笑，信心十足，多谢老祖，来，我敬你一杯。反正这里也没别人。叶彦基喝了几杯酒之后，也是打算豁出去了，心里终于是下定了决心。他身为一个宗门宗主，早就该突破到灵王修为了，不然的话，其他不入流的宗门都敢欺负他们合欢宗。可惜的是，之前的瓶颈让他的心里很是无语，尝试冲击了好几次的一品灵王，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要知道，如果冲击修为再失败几次的话，那恐怕心里都会有阴影了。一旦心里出现阴影的话，这辈子恐怕就很难突破到灵王境界了。这也是他为何来找楚凡的原因，因为楚凡的办法或许能让他突破这个瓶颈，一旦突破到了灵王修为之后，他后面才能有机会继续提升，才能以后慢慢修炼到9品灵王，指不定后续运气好，得到了什么机缘，突破到灵皇修为也不是不可能的。现在在叶彦基面前的楚凡，或许就是叶彦基的一次机缘吧。两人又是喝了好几杯，这才一起走了出去。在1楼大厅，坐在一旁吃着东西的马小蝶，很快便是见到楚凡和叶彦基从楼上下来了。那个便是楚执事吗？看上去似乎比宗主大不少呢。不过这修炼之人也不能只看表面，如果看上去老，修为还不高，只能说明天赋不好，这才没在年轻的时候尽快突破，留住自己的容颜。马小蝶看了看，
心里忍不住猜测道。很快，他便是看见叶彦基走过去给钱去了。这一顿居然是宗主父临时去买单，这个处执事看样子真的不简单啊！楚凡和叶彦基走出饭馆之后，便是再次引起了不少弟子的注意。毕竟这高高在上的宗主突然跟一个男人走在一起，这就是一件有些奇怪的事情。要知道，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画面，弟子们以往可都从来没见过。两人又是随便聊了几句，叶彦基便是飞走了，而楚凡则是一个人回到了住处。实在是太好了，实在是想不到啊！我这一忽悠，在宗主的心里，我肯定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了。而且啊，为了帮他提升修为，我还要付出代价，哈哈！其实对于我的损耗来说，不就是浪费一点力气吗？楚凡躺在床上，脸上带着笑容，心里更是美滋滋的。一想到叶彦基明天晚上就可能被他搂在怀里，楚凡的心里越发的高兴了。叶彦基不仅仅好看，最为关键的是，这还能提升不少的修为呢。系统已经说了，叶彦基可是9阴魅体，到时候的反馈可能比那石很爽还要大不少呢。楚凡之所以没让叶彦基今天晚上就来找他，那是因为石很爽今天晚上就会来找他。因为石很爽现在距离4品灵王只差一步了，肯定想得到第3次的反馈，早点突破到4品灵王的修为。果然，在晚上的时候，石很爽便是再次找了过来。不过，石很爽似乎很怕被人发现似的，来的时候都比较晚了。老祖，我来了。石很爽敲了敲门，轻声说道。楚凡打开房门，一把将石很爽给拉了进来，然后就把门给关上。来了，那好，咱们开始吧。石很爽的心里羞涩无比，但还是点了点头道。好的，咱们还是去床上躺着，让你搂着修炼吧，不然的话，站着搂着太累了。楚凡笑了笑道。哈哈，很爽，你还挺为本老祖考虑的吗？那走呗，咱们去床上。第二天早上，楚凡醒来，这才开始检查一下自己的修为。这第3次的反馈果然是变弱了不少，下次恐怕就更弱了。看了看自己的修为之后，楚凡发现自己已经突破到了4品灵宗的修为。虽然增加了2个品，这已经算是很逆天的了，但是这增加的情况明显一次比一次弱了。咦，我突破到了4品灵王中期了，不错啊，实在是太好了。石很爽感受了一下自己的修为之后，激动无比的说道。楚凡微微一笑，望着对方那身材，心满意足。石很爽对着楚凡笑了笑道。老祖，我就先走了，我昨天已经将发放那短裙套装的弟子名单公布出去了，那些女弟子今天早上会在一个广场上等着我，我会给他们发放套装呢。楚凡笑着挥了挥手道。好，既然你有事儿的话，你就先去忙吧。想必那些女弟子得到了这战斗套装的话，一定也会很惊喜吧，这样的宝贝他们肯定以前都没见到过吧。石很爽笑着道。那是当然了，这东西看上去普通，可是却真的能增加不少的战斗力呢。有了你给的这些战斗套装，整个宗门的整体实力都能提升不少。很快，石很爽便是离开了。楚凡走出大门，伸了一个懒腰，想象着昨天晚上的画面，楚凡的嘴角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笑容。他相信，只要多跟石很爽拥抱修炼几次，这两人之间总会有把持不住的时候，到时候恐怕就不是搂着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的声音却是突然在脑海中响起，顿时让楚凡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检测到合欢宗2名美女在距离宗门500里远的地方，正在被一名男子追杀。系统任务：拯救这2名美女。任务成功将获得奖励武技玫瑰花海。任务时间10分钟之内完成。是否接受任务？系统的声音响起，让楚凡的心里一喜。武技，这东西似乎不错啊，玫瑰花海，听上去还有点浪漫的，不知道威力如何。接受任务。楚凡一看任务还有倒计时，立即选择接受任务。系统，我去找很爽，让他帮忙，帮助那2个美女，也算是我完成了任务吧。楚凡立即对着系统问道。宿主，此次任务需要你自己独立完成，才算任务成功。是否开启自动导航？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我去，还必须我亲自去救吗？罢了，如果打不过，大不了就使用一拳秒杀手套算了。楚凡的心里一阵无语，但还是飞了起来，选择开启了自动导航。宿主速度太慢，建议使用飞行符。飞行符效果可以叠加，按照宿主现在的速度飞过去，恐怕那2位美女已经顶不住了。楚凡刚按照导航的方向飞了一会儿，系统的声音竟是再次在耳边响起。一听这话，楚凡的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你的意思是，这飞行符竟是在我原本的速度上还能增加速度，而且使用1张飞行符和使用2张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系统回道。楚凡的嘴角立即微微抽搐了几下，他现在才知道这飞行符居然还能这样用。他立即手掌一翻，拿出来了1张飞行符，直接将其捏爆，速度果然增加了不少。
他再次又是拿出了一张，又是将其给捏爆，全力飞行的速度竟是又一次增加了不少。靠，还真是啊，这速度可以啊！在2张飞行符的加持下，楚凡发现自己的速度已经翻倍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他又是拿出来了一张飞行符，再次将其捏爆。3张飞行符的加持下，楚凡发现距离那目标地点也是越来越近了，而对方似乎也在一边战斗一边往这个方向逃离。按照这情况，不到1分钟，双方就能碰面了。咻咻咻！楚凡的速度很快，片刻之后，便是看见一个紫裙美女和一个红裙美女正在一边逃走，一边对着后面的老头发动攻击。哈哈，2个合欢宗的妖女，还是投降吧！你们这样子，坚持不到宗门就会灵气耗尽，到时候依旧是会被我抓回去，成为我的顶炉的，何必呢？老头哈哈一笑，他可是2品灵王的修为，这样的修为已经极其的厉害了。2名合欢宗的美女都是9品灵尊的修为，这样的修为跟对方差距还是太大了。即便是他们已经奋力反抗，但现在已经受了伤。最为要命的是，对方似乎也怕不小心将他们给杀了，故意一边飞行一边战斗，想要在灵力上面耗死2人。毕竟2人的灵力可没他浑厚，此时也消耗的差不多了。这要是使用什么厉害的武技，他们挡不住把他们给杀了，那这2具郊区可就太浪费了。因此他这才使用很一般的攻击，消耗2人。2人要是挡住的话，那灵力消耗更大，可是不反击的话，那也要被打成重伤，到时候更是无任何的反击之力。怎么办？4长老，我的灵力快消耗完了。5长老脸色阴沉，望着4长老，这里距离宗门不远了，可是我们根本坚持不到了。该死，这个老家伙故意消耗我们的灵力，就是想活捉我们。红裙女子便是合欢宗4长老，此时嘴角带着血迹，脸色看上去有些惨白。大胆狂徒，敢对我合欢宗女弟子出手，找死不成！就在2人的心里快绝望的时候，一声暴喝之声响起，旋即一道身影快速冲了过来，挡在了他们的前面。你是？4长老一看来了一个人帮忙，顿时一愣。2位美女别怕，我乃合欢宗的执事楚凡，这老家伙敢欺负我们合欢宗的女弟子，我必杀了他。楚凡转身看了2人一眼，顿时愣住了。这2个美女也太好看了吧，特别是红裙美女，那一袭红裙给人一种热烈的感觉，而且这身材简直绝了。另外那个女子此时柳眉微蹙，给人一种一看就忍不住想要联系一般的感觉。执事，哈哈，区区一个执事还想帮忙？老头哈哈大笑起来，不由道：小子，你过来帮忙，不过就多一个送死的罢了。4长老和5长老对视了一眼，2人立即拿出来了一颗1品低级的丹药吞了下去，想要恢复一些灵力。只要是回到了宗门，靠着人多的优势的话，这老头至少就不敢乱来了。5长老，要不我们让他帮忙拖延一下时间，这样我们还有机会逃回宗门去。红裙美女想了想之后，对着一旁的紫裙美女说道。楚凡一听这话，差点没晕过去，这女人还真是不够意思啊，为了活命居然真打算让她当炮灰，这死贫道不如死道友的风格，当真是被她演绎的淋漓尽致呢。5长老却是道，可是她可是来救我们的啊，雪妃，这样的话即便是我们活下来了，以后恐怕也会内心不安吧。哈哈，你们别想了，这么一个执事，修为也就1品或者2品灵尊的修为吧，他这样的修为还能帮你们拖住我？老夫可是2品灵王境界的强者，这小子一招都顶不住吧？老头哈哈大笑了起来，又是对着楚凡道：小子，你身后的2个美女可是你们合欢宗的长老，可不是一般的女弟子，连你们宗门的长老都不是我的对手，你觉得你行吗？哈，是男人就不能说不行，难道你不知道吗？楚凡哈哈一笑，眼神中满是鄙夷之色。他现在虽然只是4品灵宗的修为，但楚凡相信通过这些天灵气对于身体肌肉和骨骼的滋润，自己的身体强横程度定然恢复了不少。虽然是2品灵王的修为，但楚凡还是想试试看自己如果不使用一拳秒杀手套，能不能搞定对方，也当是检查一下自己现在的身体方面的实力了。如果实在是打不过的话，到时候再使用一拳秒杀手套，也不迟滞于使用灵气来跟对方战斗。这个恐怕不行，因为他没想到身后的2个女人居然是4长老和5长老，这一旦使用灵气战斗，那灵气的波动恐怕就无法控制住了，到时候他就会被2人看穿修为。在修为还没叶燕姬他们高的情况下，楚凡觉得自己的修为情况还是尽量不要暴露，这样的话叶燕姬和石很爽等人才会发自内心的对他感到崇拜。哈哈，小子，你倒是挺会装逼的，不过啊，你这可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呢。老头哈哈大笑，拳头一握，对着楚凡道：小子，杀你，老夫都不用灵气就行了，毕竟杀鸡焉用牛刀。说完之后，对方也不再废话，一闪便是对着楚凡冲了过来。哎，我们宗门的这位执事，为了我们竟是要命丧如此了。
四长老林雪飞叹了一口气，五长老穆寒冰则是道：是啊，他还不如不来救我们好一点，来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哈哈，不用灵气，正合我意。楚凡哈哈一笑，他现在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对方对手，对方没有一来就放大招，那对于他来说自然是更有利的。他相信他的身体强横程度肯定不是他现在那4品灵宗修为能比的，但是达到了怎么一个程度，他却是不太了解。所以这老头跟他比拼力量，这是楚凡最想见到。砰！很快两人的拳头便是对轰在了一起，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砰！下一秒，那老头如同一颗炮弹一般倒飞了出去，直接撞击在了远处的一座山壁上面，整个人的身体都镶嵌了进去。老头七窍流血，竟是已经无法动弹，就这么死了。什么？本来还以为多一个受害者的林雪飞以及穆寒冰两人，看见这一幕之后，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彻底傻眼了。2品灵王境界的强者居然被一拳轰杀了，这小子真的是他们合欢宗的人吗？真的只是一个执事吗？这实力可比他们宗主都强大不少了啊！太棒了，看样子我的实力即便是没恢复多少，要对付这种臭鱼烂虾还是能办到的。楚凡的嘴角勾起了一丝笑容，刚才那一拳他也是使用了全部的力量，没想到直接秒杀对方，这说明他的肉身力量现在应该至少堪比4品或者5品灵王境界的力量，这还是最低的估计，指不定更高。不使用灵气，不暴露修为，自己在合欢宗那也是最强之人了。前辈，你是骗人的吧？你真的只是我们宗门的执事？林雪飞飞了过来，难以置信地望着楚凡。楚凡淡然一笑道：两位，既然你们便是4长老和5长老，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表面上是你们宗门的执事，实际上我是你们宗门老祖。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详细的问题你们可以回去问一下你们宗主叶彦基以及大长老他们。对了，我是宗门老祖的事情暂且还是保密一下。好的，老祖。两人对视了一眼，心里有些懵逼，自己宗门什么时候有个老祖了，而且还是一个男人。要知道合欢宗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18任宗主了，每个都是女人吧，一直以来都没有让男人当宗主的先例啊。但刚才楚凡爆发出来的实力来看，一拳就轰杀了一个2品灵王，那真正的修为还不知道有多高，因此这家伙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楚凡已经飞了过去，将对方的储物戒指给摘了下来，然后丢给了两人。这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你们拿去吧，我不感兴趣。两人再次震惊到了，那老头子虽然只是一个散修，但修为已经很高了，在散修之中算是强者了，所以他储物戒指里面的武技功法什么的那肯定都不得了吧。这自称是楚凡执事，也是他们宗门老祖的男人居然看不上，看样子此人真的是老祖吧，指不定身上有多少的宝贝呢。多谢老祖。林雪飞立即拱手，但很快又是想到了什么，不由直接跪了下来。老祖，雪飞错了，刚才雪飞还想让你拖住对方，给我们争取逃走的时间，雪飞知道错了，请老祖责罚。楚凡苦一听责罚二字，顿时心里来了兴趣，他笑了笑道：是啊，我好心来救你们，你们居然想让我帮你拖延时间，你们好逃走，你这行为的确是该责罚，不过你不知道我的实力，自然觉得死一个比死3个好，这选择也不算是多大的错误，我就小小的惩戒一下吧。你先起来，过来。楚凡最后说道。林雪飞顿时紧张无比，站了起来，飞到了楚凡的面前，心里砰砰直跳。这老祖说要惩戒他，也不知道会如何惩戒。啪！没想到楚凡走到了他的身后，竟是对着对方的大屁股便是用力拍了一下，这就是惩罚啊！林雪飞只感觉屁股一痛，顿时俏脸羞红了一片。这女孩子的屁股那是能随便打的吗？这让他瞬间感觉有些羞愤，可是一想到对方一拳轰杀2品灵王强者，刚才还救了他们两人，心里那丝不爽倒是也很快消散了去。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楚凡看了看两人，这才问道。我是4长老林雪飞。我是合欢宗5长老穆寒冰。两个美女立即拱手道。楚凡点了点头，旋即道：你们记住，在宗门里面叫我楚凡，或者叫我楚执事就行了，别叫我老祖，知道吗？知道了，老祖。两人立即恭敬拱手。好了，走吧。楚凡挥了挥手，心里一阵狂喜，在斩杀了那老头的时候，系统任务便是完成了。而楚凡的脑海中则是突然多出来了很多的信息，这关于那玫瑰花海的，这武技居然是天品高级的武技。要知道，即便是当年的楚凡，那修炼的武技不少，但也没这样牛逼的武技啊。这武技还是一个适合群攻的武技，分为小成、中成和大成以及圆满4个等级。
如果将其修炼到了小成的话，那一剑斩出去就可以有着10片带着剑气的玫瑰花瓣飞出去，每一片花瓣威力都十分的恐怖。而如果修炼到了中成的话，一剑斩出去则是有着100片玫瑰花瓣，大成的话则是有着1000片玫瑰花瓣飞出去，而圆满更是恐怖，那可是有着1万片大大的玫瑰花瓣啊！1万片玫瑰花瓣飞出去，如同一个花瓣形成的海洋，因此这武技叫做玫瑰花海，倒是十分的形象的。太棒了，一拳秒杀手套都没使用就斩杀了那老头，不仅仅得到了天品高级武技，更是感受了一下四长老的翘臀，这感觉可真不错。楚凡跟在两人的身后缓缓往前方飞去。对了，那老头是谁？干嘛追杀你们？楚凡飞了一会儿之后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是个散修，有些散修的修为还是很高的，我和五长老在一个危险之地寻宝，回来的路上就碰到了这个老头，这老头看我们长得不错，就说我们是妖女，就想抓我们回去当他的顶炉。刚才真是多亏了老祖你出手，不然的话我和寒冰恐怕就……林雪飞说到这里不由叹了一口气，哎，还是怪我们太弱了，我们宗门现在连一个灵王修为的强者都没有，这也是为何一些小宗门一些散修都敢随意欺负我们的原因。楚凡听了之后不由微微一笑道，放心吧，咱们宗门已经有一个灵王修为的强者了。有了。林雪飞先是一喜，很快又是道，我知道了，老祖，你说的是你吧？慕寒冰也是笑了笑道，老祖修为高深，至少都是5、6品灵王修为了吧？有老祖在的话，咱们和欢宗倒是不怕附近的那个烈火宗了。楚凡淡然一笑道，哈哈，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是大长老石很爽。什么？很爽突破到了灵王修为了？两人一听顿时心里一喜。林雪飞直接高兴道，太好了，咱们宗门终于是有灵王修为的强者了，这一下子咱们面对烈火宗多少也有几分的底气了。慕寒冰也是笑了笑道，是啊，真是太好了，没想到很爽居然突破了，嘿嘿，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很快一行人便是飞回到了宗门两位，告辞了，我就先回去住处去了。楚凡拱了拱手直接飞走了。好的，之前真的是多谢前辈了。林雪飞拱手道谢，目送着楚凡离开。等到楚凡离开之后，林雪飞这才忍不住皱着眉头道，寒冰，我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啊？这楚凡不是老祖吗？他怎么住那边？不是应该住宗主住的那个宫殿吗？慕寒冰也是一脸的疑惑。我也不清楚，他说他是执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一头雾水。但不管怎么说，刚才他可是救了我们的命，具体的事情咱们还是去问问宗主和很爽他们吧。林雪飞点了点头，两人这才飞回到了宫殿后面那处的院子之中。刚来到院子，林雪飞和慕寒冰便是见到了叶燕姬。四长老、吴长老，太好了，你们回来就好了。叶燕姬望着两人不由道，这次你们去秘境里面寻宝，收获如何？林雪飞笑了笑道，收获还不错，不过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个散修，差点我和五长老就没法活着回来了。于是林雪飞又是将之前的事情仔细跟叶燕姬说了一下。叶燕姬一听顿时微微一惊，老祖真是厉害啊，2品灵王修为的强者居然一拳就轰杀了，连灵气都没使用，太强了。对了，宗主，这老祖楚凡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怎么有了这么一个老祖，而且还是一个男人？为何他又说他是宗门的执事？林雪飞想了想之后，一脸疑惑地望着叶燕姬。叶燕姬这才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一告诉了两人。林雪飞听了之后顿时一惊，啧，活了上千年的存在，指不定我们老祖是灵皇修为了吧，甚至有可能更高了吧。慕寒冰想了想之后则是道，之前我们是在几百里之外出的事情，老祖居然都能发现我们出了事情，知道我们遇见了危险，主动赶过来救我们。现在想想，他肯定是用精神力观察到的，可见他的精神力到底强大到了何种地步。是啊，没人报信，他是怎么知道我们遇见危险的？所以他肯定是用精神力扫了一下周围的情况，这才知道我们遇见了危险。林雪飞也是倒吸一口凉气，这也太强了，哈！有了这位老祖在，我们和欢宗想不强大都难，哈！慕寒冰又是笑了笑道，对，而且老祖十分的低调，居然宁可从一个执事做起，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弟子或者谁仗势欺人的，这样聪明并且平易近人的强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而且我觉得老祖还挺帅的呢。林雪飞又是补充道，你们也觉得他好？叶燕姬本来就心里还在有点摇摆不定，现在见到4长老和5长老也都觉得楚凡老祖好，他的心里忍不住一阵暗喜。这么说来，自己的选择那肯定是没错的了。是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他还救了我们2个的命呢。林雪飞想了想之后不由道，就是不知道老祖有没有什么修仙道侣，要是能跟老祖在一起的话，说不定还不错呢。咦，4长老，
你这丫头居然也开始犯花痴了。慕寒冰则是打趣地道：刚才人家英雄救美之后，你干嘛不说小女子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呢？你这么好看，老祖肯定不会拒绝你的吧？讨厌，寒冰，你别瞎说，我才第一次遇见老祖呢，而且他的具体情况我都不清楚，我怎么能说那样的话呢？林雪飞顿时俏脸一红道：万一他是个骗子呢？现在要不是宗主亲口告诉我们，我们哪里知道我们和欢宗真有这么一个老祖啊？哈哈，那你改天去找他也不迟哦。慕寒冰依旧是笑呵呵地说道。他们几个之间以前就形同姐妹一般，大家关系很好，因此也经常开玩笑，就知道瞎说。林雪飞白了慕寒冰一眼，这才对着叶燕姬继续问道：对了，宗主，老祖说很爽突破到了灵王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叶燕姬点了点头道：是真的，而且现在很爽是3品灵王的修为。3品？两人一听顿时一脸惊讶，之前楚凡说时很爽突破到了灵王，他们两人自然就认为是1品灵王，毕竟想要突破到灵王修为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口气能突破1个品就不错了。而现在石很爽从9品灵尊突破到了3品灵王，这岂不是一口气突破了4个品的修为了吗？不可能吧，燕姬美女，你肯定是骗我的。林雪飞苦笑了一下，就是哪有突破这么多的，闻所未闻呢？慕寒冰也是说道。叶燕姬苦笑道：你们两个爱信不信吧，现在很爽已经我发放那丝袜短裙套装去了，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一会儿他回来了之后你们可以去问他。说到这里，叶燕姬顿了顿，方才道：你们两个跟我来。两人一脸疑惑，跟着叶燕姬往他的房间走去。等来到房间之中，叶燕姬一挥手便是关上了房门，然后拿出了2套超短和2条黑丝。这是套装，这是老祖给大家的宝贝，穿上之后越级杀敌都不是问题，专门给你们一人留了一套呢。这东西怎么穿的啊？林雪飞拿着一条丝袜看了看，不由皱了皱眉，这怎么还有这么多破的小洞洞啊？叶燕姬一本正经地道：款式不一样，有些没洞，有些有，不过你不要在意这个，这东西穿上之后我和很爽都是过了，的确是能够让我们的实力大涨，你们穿上这东西即便是遇见了1品灵王，你们也能将其斩杀。说到这里，叶燕姬顿了顿，又是道：对了，老祖还说了，这宝贝穿上之后，因为裙子很短，右路的有点多，因此还能迷惑一些男人，在战斗的时候也是一种优势。好吧，那我们穿来试试。本来林雪飞还觉得这玩意儿穿着会不会有点太暴露了，可是叶燕姬说了这东西穿上的效果之后，她也顿时有些心动了。穿来试试。慕寒冰尴尬地笑了笑，最后将面前的短裙和丝袜都给换上了。这让人怪不好意思的。林雪飞穿好之后看了看，又是道：不过这样风格的裙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倒是挺好看的呢。慕寒冰则是皱着眉头道：好看是好看，就是感觉有点太短了一些。没事儿，我们已经拿出1000套发下去了，很多宗门很多美女精英弟子也会穿这样的裙子，等大家习惯了就好，一开始的确是有点不习惯。叶燕姬笑了笑说道：好吧，既然能提升实力，穿就穿吧，实力才是最为重要的。今天我们就是实力太低了，才差点被那个老头子给抓住了，要是被他抓住废了修为带走，后果不敢想。林雪飞想了想之后不由说道。不过两人很快便是换回了之前的衣服，将这短裙和丝袜收入到了储物戒指之后，这才走了出去。等到3人走出房间之后，却是瞧见石很爽和2长老墨染一起从外面飞了回来。很爽，宗主说你是3品灵王修为了，是不是真的啊？见到石很爽，林雪飞上前立即迫不及待地问道。石很爽心神一动，将灵气覆盖在了手掌之上，脸上却是微微有些羞涩。不是3品灵王，居然是4品灵王修为，还是4品灵王中期的修为了。叶燕姬一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不过惊讶之后，叶燕姬的心里也是很快明白了什么，这石很爽恐怕又是去找老祖拥抱修炼过了吧，难怪楚凡让他可以今天晚上去找他，原来这家伙昨天晚上已经约了石很爽了啊。4品灵王中期，真的是4品灵王中期，我的天啊，我这不是做梦吧？林雪飞揉了揉眼睛，惊讶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很爽，你怎么突破了这么多的修为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一旁的墨染也是被震惊到了，石很爽突破修为这事儿，他也是现在才知道。我的天啊，很爽，你是4品灵王了吗？就在这个时候，白如烟也是从外面回来了，瞧见时很爽的修为之后，惊讶的红唇微张，心里震撼到了极点时，很爽将灵气散去，这才笑了笑道：诸位好姐妹们，你们一个个都看得那么清楚了，还问我是不是真的？这当然是真的了。
不可能啊，你怎么能一下子提升这么多的修为的？墨染的心里依旧是不敢相信，不由道：即便是你得到了很高级的丹药，哪怕是5品低级的丹药，也不可能一口气突破这么多吧。再说了，那样的丹药何其珍贵，我们也只是听说过，从未见过啊。白如烟也是道：是啊，我可是记得很清楚呢，前几天很爽还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修为呢，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突破了这么多的修为啊？慕寒冰想了想之后则是道：而且我感觉到了很爽的修为，那是一点都不虚浮，有些人修为一下子提升2个品的修为，他的境界可能都会有点虚浮，不是很稳定。说到这里，慕寒冰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但是我刚才感受到很爽的境界却是很稳定，不虚浮。林雪飞上前拉着石很爽的手道：大长老，你这是遇见了什么奇遇了吗？告诉我呗，我也好想要你这样的奇遇啊。是啊，很爽肯定是遇见了天大的奇遇，不然的话不可能一下子突破这么多。慕寒冰也是立即说道。墨染却是柳眉微蹙道：不对劲啊，这几天很爽都没离开过宗门，他能遇见什么机缘啊？石很爽张了张嘴，却是有些不好意思开口，最后嘀嘀咕咕地道：哎呀，这个是老祖的功劳，是老祖帮我提升的修为。说到这里，石很爽顿了顿，又是道：只是这个的话具体怎么做，你们改天去问问老祖就知道了，至于他愿不愿意帮你们，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说完之后，石很爽一脸羞红，这些都是他的好姐妹，他倒是也不会吃醋，反正自己该说的也都说了，剩下的看他们自己决定算了。老祖的功劳，老祖这么厉害，短时间之内就能帮他提升这么多的修为，这是什么手段？这也太逆天了吧！白如烟吞了吞口水，心里再次震撼到了。老祖不愧是老祖啊，太强了吧！今天我和寒冰在回来了的路上遇见了一个老色鬼，是一个很强的散修，打我们的注意。很快林雪飞便是将之前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啧，你们想想，那么远的距离，好几百里远，老祖就能发现我们遇见了危险，主动过来救我们，可见老祖是多么恐怖的存在。说到这里，林雪飞顿了顿，继续感慨道：老祖的手段如此通天，他能短时间之内帮很爽提升这么多的修为，倒是也非常合理。是啊，老祖太强了，改天有空我一定要去问问他，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也提升修为。白如烟微微一笑说道。林雪飞则是道：诸位好姐妹，要是我们都像很爽一样都突破到了4品灵王修为的话，那我们宗门还怕那个什么烈火宗吗？烈火宗要是再敢让我们送女弟子过去，我们就狠狠教训他们。墨染笑了笑道：就算我们不突破也不怕了，反正有老祖在，哈哈，老祖的实力指不定比寒灵宗宗主的修为还恐怖呢，还怕这狗屁烈火宗吗？哈哈！几个美女一个个都激动无比，特别是刚从外面回来的慕寒冰和林雪飞，更是被楚凡的惊天手段给震惊到了。好了，大家能不能安静一下？终于，一旁的叶燕姬苦笑了一下，旋即对着大家叮嘱道：老祖现在隐藏身份，大家叫他楚执事就行了。老祖为人低调，不喜欢张扬，咱们可不能暴露了他的身份，以免老祖生气，知道吗？白如烟想了想之后，则是对着叶燕姬道：燕姬，你都停留在9品灵尊修为很久了，是遇见瓶颈了，我看要不你去问问老祖，看看他能不能帮你打破这个瓶颈，让你像很爽一样一下子提升好几个品的修为呢。叶燕姬尴尬的笑了笑道：嗨嗨，这个事情的话我会考虑的，有空我会去问问他的。看见叶燕姬那样子，一旁的石很爽忍不住偷笑，他相信叶燕姬肯定还是会迈出那一步的，不管是为了宗门还是因为老祖的魅力。很快大家便是各自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虽然林雪飞和慕寒冰两人刚回到宗门，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楚凡老祖，但现在两人对楚凡的心里也是充满了崇拜。老祖的手段实在是让他们不得不服，而且老祖今天还救了他们两人的性命，这样的恩情更是让他们的心里无比的感激。等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楚凡已经早早的洗了一个澡，在房间里面等待着了。桌子上他还准备了一些美酒佳肴，一个人慢悠悠的喝着酒，其实是在等待着叶燕姬的到来。他相信叶燕姬既然已经在昨天主动找自己了，而且还问了能不能帮他突破瓶颈之类的话，想必早晚都会前来找他一起探讨人生。就在楚凡刚喝了一小杯之后，叶燕姬果然是来了。楚凡打开房门，望着有些拘谨的叶燕姬，不由笑了笑道：叶宗主，你来了啊，刚好我准备了一些美酒，打包了几个你喜欢吃的菜，过来咱们喝几杯吧。叶燕姬本来还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见到楚凡竟是主动找了话题，她这才泯然一笑道：好啊，那咱们先喝几杯。一听这话，楚凡的心里一阵暗喜，这岂不是意味着真的有戏？等到叶燕姬进门之后，楚凡这才直接将房门给关上了，还反锁上了叶燕姬本来也不好意思，心里有些忐忑不安的
刚好有酒喝，打算喝几杯给自己壮壮胆再说。老祖，我敬你一杯，感谢你今天出手救了4长老和5长老他们，要不是你的话，我们宗门就要损失2员大将了。叶彦基举起了酒杯，直接一口便是喝了一杯。楚凡淡然一笑，又是道：都是我们宗门的人，我自然应该出手相助，举手之劳罢了，不足挂齿。叶彦基再次给自己倒了一杯，跟楚凡碰了一下，旋即道：不，老祖，对于你来说，要斩杀一个2品灵王修为的家伙，或许只是举手之劳罢了，但对于我来说，要是雪飞和寒冰死了，我和很爽他们都会很心痛的。说到这里，叶彦基顿了顿，方才继续道：毕竟我们几个人之前都是师姐师妹，这么多年相处下来，更是成为了好姐妹了，不管是谁死了，我们都会很难过的，所以我敬你是应该的。说完之后，叶彦基再次举起了酒杯，又是直接一饮而尽。楚凡也是将杯子里面的酒给喝了下去，然后竟是点了点头道：可以理解。等到喝了一会儿之后，叶彦基也是有些微醺的状态了，他这才羞涩地对着楚凡道：老祖，你确定能帮我突破瓶颈，提升修为吗？丁，系统检测到叶彦基有提升修为的想法，系统任务帮其提升修为，壮大合欢宗，完成任务可获得系统奖励下品圣宝2件，是否接受任务？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的声音却是突兀的在楚凡的脑海中响起。楚凡一听，心中狂喜，接受任务，接受任务，接受任务。楚凡立即选择了接受任务，重要的事情说3遍，生怕系统没听见似的。楚凡微微一笑，然后对着叶彦基道：彦基宗主，这提升修为的话，需要拥抱着修炼，我只需要搂着你躺在床上，躺2-3个小时的话，便是可以帮你提升修为了。第一次的反馈最大，修为提升最多，第2次、第3次的话，那会稍微少一些。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又是道：当然，这事儿也得一次一次的来，不能一下子来几次，那样的话，对我来说还是挺累人的。叶彦基听见这话，心里更是羞涩了，不就是拥抱着修炼吗？虽然让他感觉羞涩，但是这老祖怎么说的，跟要做那种事情似的呢？叶彦基点了点头，又是喝了一杯酒，然后向着床上走去，将外套脱掉之后，怀着忐忑的心情躺在了楚凡的床上。楚凡也是走了过去，躺在床上，从身后搂住了对方。叶彦基被楚凡搂着，2个人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心里紧张的不行。随着时间的推移，2人的修为也是在逐渐的攀升着，楚凡的心里一阵狂喜。叶彦基这样的女人简直就是极品，在合欢宗的众多女弟子之中，能跟叶彦基比美的话，恐怕也是屈指可数了。能够搂着这样的女人修炼，还能提升修为，楚凡感觉这辈子算是值了。叶彦基的心里则是砰砰直跳，那叫一个紧张。他虽然也是修炼了很多年的存在了，可是从来还没跟一个男人如此亲密接触过，这让他的心里如何能不紧张呢？更何况2个人都只穿了那么薄薄的一层，这让他都能感觉到楚凡的身体的轮廓了，心里更是紧张的要死。最为关键的是，楚凡的手还伸了过来，放在了他的小腹处，这让他更是感觉内心有着一股火焰在燃烧似的，心里都忍不住要胡思乱想了。该死，只是修炼而已，为何我这么心跳加速？心里还会出现其他的想法。叶彦基的心里一阵无语，老祖看上去有点显老，更是活了上千年的老怪物，自己怎么会有想法？难道自己真的是那种女人吗？肯定不是这样子的，一定是靠得太近了，自己才会乱想的吧。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叶彦基很快便是感觉到了一股暖暖的感觉，让他竟是感觉十分的放松。楚凡结束了修炼之后坐了起来，为了缓解尴尬，他不由对着叶彦基问道：对了，彦基，咱们宗门有炼丹师吗？叶彦基笑了笑道：当然了，虽然我们宗门是一个不太入流的宗门，现在更是衰败了，但好歹也是一个宗门，炼丹师还是有的。说到这里，叶彦基泯然一笑道：我们宗门最厉害的炼丹师你也见过啊，你猜猜是谁？楚凡想了想之后不由猜测道：很爽的话，性格大大咧咧的，肯定不是他。想了想之后，楚凡不由眼睛一亮道：我去，该不会是你吧？你这是想让我灯下黑？咱们宗门最厉害的炼丹师就在我面前，所以故意让我猜。叶彦基汗颜，不由笑了笑道：我才不是什么炼丹师呢，咱们宗门还是有几个炼丹师的，不过嘛，炼丹师的等级都不高，而等级最高的炼丹师便是3长老白如烟了。楚凡听了之后缓缓点了点头道：如烟看上去人比较文静，不太爱说话的样子，是个很温柔的女孩子，她这样稳定性格的女孩子倒是的确是适合炼丹。叶彦基不由好奇地道：咦，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事儿？莫非你还会炼丹？楚凡不由哈哈一笑道：哈哈，叶宗主，你可真是聪明伶俐啊，一下子就被你给猜中了，我还真是会炼丹，还是一名炼丹师呢，而且我炼丹的水平还不错，指不定改天还能教教如烟呢。听见这话，叶彦基不由道：是吗？
是你教他，还是他教你哦？他现在可是4品中级炼丹师呢，如烟的炼丹天赋还是相当的不错的。楚凡听了之后也是不由一惊，啧，看不出来啊，这小丫头的确是不错啊，哈哈，那我以后有机会必须指点指点她。叶燕姬一愣，白如烟可是4品中级炼丹师，楚凡竟是说要抽空指点她，这岂不是说明楚凡的炼丹师水平肯定比白如烟还要高了吗？你是什么炼丹师水平啊？难道是5品？不会吧，那么厉害了吗？这想要成为炼丹师可不容易，想要提升炼丹水平也不容易啊。叶燕姬惊讶地道。楚凡则是笑了笑道，哈哈，这个嘛，我先不告诉你，你以后自然会知道的。说到这里，楚凡眉头一挑道，美女，你还是先看看你现在是什么修为吧。对了，我看看我现在是什么修为了，突破到了灵王修为了没有？叶燕姬很快想到了什么，立即坐了起来，开始查探自己的修为，提升修为。毕竟他可是有瓶颈的，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突破瓶颈。片刻之后，叶燕姬的心里震撼到了极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接连查探了3遍的修为，叶燕姬才敢确定这修为竟是真的，而且还是那么的稳定，一点也不虚浮。过了好一会儿，叶燕姬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对着楚凡激动地道，我的天啊，老祖，我已经突破到了3品灵王初期了，我居然跟你才拥抱修炼了第1次就突破到了3品灵王初期了。你不是说第2次和第3次的效果都会很不错吗？那岂不是说我后续的效果可能比很爽还要好，到时候有可能5品或者6品灵王境界？楚凡笑着点了点头，那是当然了，至少6品灵王应该都没问题呢。到时候啊，你修为高了，当这个宗主也是更加的名副其实啊。真的吗？太好了，老祖，你太厉害了。叶燕姬满心欢喜，她没想到她的瓶颈也真的突破了，而且修为还一下子突破了这么多，达到了3品灵王初期的修为。这种一下子强大了10几倍的感觉，让她感觉从未有过的好。此时的她真的有种很想冲出去找人干一架的冲动。楚凡则是淡然一笑，对着叶燕姬道，别叫我老祖了，那样太生分了，就咱们2个人在这里，以后你就叫我凡哥就行了，我就叫你燕姬美女如何？毕竟刚才咱们可是搂了那么久。叶燕姬低着头，一脸羞涩的轻声道，凡哥。哈哈，好，燕姬。楚凡哈哈大笑起来，心里一阵狂喜，这叶燕姬被自己搂着修炼1次之后，似乎对自己的好感程度提升了很多啊，看对方那娇羞的样子，当真是美极了。此时他那系统任务也已经完成，而任务的奖励也是已经放在了他采储物戒指之中了。不过虽然楚凡的手里已经得到了这2件下品圣宝，但是他并没有打算现在就拿出来给叶燕姬以及石很爽他们，因为这可是圣宝，即便是下品的，那都不是法宝和灵宝能够比的。这样的东西一旦拿出去，到时候被其他宗门发现了，那肯定是会引起别人的眼红的。因此楚凡觉得还是等以后叶燕姬等人的修为再高一些，到时候再给他们要好一些。更何况之前刚出关的时候他就说了没什么宝贝给他们，现在又是能拿出这样逆天的东西，这明显有点不太好。等以后自己再拿出来，到时候也不迟。我也看看我的修为突破到了何种程度了。楚凡淡然一笑，也是准备查探一下自己的修为突破情况。楚凡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修为之后，顿时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狂喜之色。他的修为竟是从4品灵宗的修为突破到了9品灵宗的修为，哈哈，不错不错，居然一口气突破了5个品的修为。楚凡的内心一阵狂喜，这达到了灵宗修为，想要突破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然而却是因为叶燕姬是第1次，而且还是特殊体质，因此这一次拥抱修炼下来的效果竟是恐怖如斯。等到第2次、第3次下来，前面3次的效果下来之后，我岂不是都可以突破到灵尊了？楚凡的心里暗自盘算着，如果是那样的话，再过几天跟叶燕姬多拥抱2次，那他的修为可就已经堪比一些精英弟子的修为了。而且如此一来的话，恢复的不仅仅是他的修为，他的身体受到更多的灵力滋养，他身体的强横程度也会更高。还有就是楚凡的脑海中有着这具身体原主的记忆，对方可是一名炼丹师，有了这记忆，他同样以后可以学着炼丹，而且一定会十分的顺利。还有一点就是修为高了之后，有些原主强大的武技也是可以使用了，有着那记忆，自然就能知道该如何施展。想到这里，楚凡的心里美滋滋的，再过一些天，他可就真的不是弱鸡了。只要苟在这合欢宗，暂时不要去招惹一些大宗门，不要去招惹一些真正的强者，跟美女拥抱修炼一下，提升一下合欢宗整体的实力，以后他的日子那叫一个美滋滋。太棒了，我楚凡以后可以随便勾栏听曲了，让一群美女弟子在我面前跳舞，那画面想想都激动啊。楚凡的心里想着，嘴角的笑容都压不住了。想不到
我楚凡这才短短的几天时间，修为竟是突破了这么多，我可真是天才中的天才啊！楚凡的心里激动万分，按照现在的提升速度，那要成为世界上顶尖的强者，肯定也是要不了多久的。没想到这个时候，系统竟是传来了鄙夷无比的声音：“宿主，你就这么一点抱负，修为才提升了这么一点儿，瞧把你给高兴成什么样呢？”楚凡汗颜，这系统就不能鼓励自己一下，夸自己一下吗？这泼冷水的功夫倒是一流的。凡哥，你在笑什么啊？一旁的叶燕姬看见楚凡在偷笑，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楚凡尴尬地笑了笑道：“嗨嗨，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你啥时候又来找我第二次呢？”叶燕姬顿时俏脸羞红了一片，不好意思地对着楚凡道：“啊，你怎么这样啊？这不是昨天晚上才刚来过了吗？不急吧？今天晚上就不来了，我先休息一下，适应一下现在增加的力量。明天吧，明天晚上我再来找你，如何？”显然，可能是在叶燕姬的心里，楚凡的修为太高了，以至于他一直都看不透楚凡的修为，因此在跟楚凡说话的时候，依旧是带着几分的敬畏，连这事儿都带着几分征求楚凡同意的意思。楚凡笑了笑道：“好好，这种事情自然你说了算，只要不是让老夫等太久就行了。放心吧，不会让你久等的，我还想早点突破到更高的修为呢。”叶燕姬泯然一笑，又是道：“对了，后天烈火宗的使者就过来选人了，到时候怎么处理？让他们滚蛋。”没想到楚凡却是冷冷一笑道：“让他们滚蛋怎么行呢？直接杀了便是。”叶燕姬顿时一惊：“啊，直接杀了，这样不合适吧？”说到这里，叶燕姬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虽然这烈火宗跟我们有仇，我也想杀了他们，可毕竟都是依附于寒灵宗旗下的宗门，算是友好势力，杀了他们的人，我怕烈火宗的人会找我们麻烦，到时候真要打起来，恐怕寒灵宗那边会不高兴。”楚凡听了之后却是淡然一笑道：“你啊，还是笨了那么一点点。”听见这话，叶燕姬顿时风情万种地白了楚凡一眼，这家伙居然说他笨。楚凡顿了顿，解释道：“咱们如果不把女弟子交给他们，那烈火宗的使者回去之后，烈火宗知道了一样会不高兴，会找我们的麻烦。所以他们找我们的麻烦，那是早晚的事情，这个是避免不了的。杀了那使者也无妨，反而能让我们宗门的弟子知道了之后感觉解气。第二，既然都是寒灵宗下面的势力，当初那烈火宗欺负我们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插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宗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另外的话，既然寒灵宗和苍月宗最近在闹矛盾，双方有开战，他们也没法腾出手来对付我们，是吧？即便是我们灭了烈火宗，他们也不会灭了我们，本来就损失了一个烈火宗，他们要是再灭了我们，损失了我们和欢宗，这对于寒灵宗来说岂不是损失更大？”楚凡说到这里，信心十足地道：“放心吧，即便是我们灭了烈火宗，寒灵宗也不会管，他们在乎的只是我们对他们有没有用罢了。我们强大了，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好事儿。”听完楚凡的分析，叶燕姬也是眼睛一亮：“是啊，按照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心里清楚了，这烈火宗要是敢招惹我们，我们即便是灭了他们都不怕，更何况他们现在不少精英弟子都被调过去帮寒灵宗那边战斗去了，我和很爽都是灵王强者，比烈火宗宗主还厉害，我看这次烈火宗还敢造次。”楚凡笑了笑道：“是啊，即便是我要隐藏身份不便出手，有你和很爽在，也可以不怕那烈火宗了，更何况二长老、三长老他们，还有我们宗门那些穿上丝袜套装的精英弟子，整体实力都提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听你的，这次咱们不给他们送女弟子过去，对方要是不爽，我们杀了他们便是，也算是出口恶气了。”叶燕姬笑着点了点头，楚凡也是哈哈一笑道：“哈哈，到时候咱们可以好好陪烈火宗玩玩，让他们知道出来混迟早都是还的，他们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定然是要受到惩罚的。”叶燕姬望着楚凡，不由笑了笑道：“凡哥，以前我的心里也很担心，因为之前每次被烈火宗逼着教女弟子出去，导致我们现在招收弟子都不太好招收了，难度增大了。等我们灭了那烈火宗之后，周围的一些散修知道了，肯定也会更愿意选择我们和欢宗了。”楚凡则是笑道：“呵呵，这算什么？咱们的目标可是要将合欢宗变成天下第一大宗门呢，是那种所有宗门看见了都要膜拜的宗门。”叶燕姬听见楚凡这目标，则是不由心里汗颜，苦笑了一下道：“老祖，你这目标怕是有点远大了，我的要求并不高，能让我们宗门成为寒灵宗那样的存在，那就不错了。有着灵皇修为的强者坐镇的话，其他宗门也不敢随便欺负了呢。”楚凡则是笑着道：“那可不行，有我在，你的目标必须提高啊。”叶燕姬甜蜜一笑道：“好好，我以后都听你的，我相信跟你混肯定能行。”两人又是聊了一会儿，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叶燕姬吃了楚凡给他画的一个大饼。又是过了一会儿，叶燕姬这才换好了衣服，然后笑着从楚凡的房间出去了。不过他也是怕被院子里面住的几个女弟子看见，因此出门之前用精神力扫了一下，发现外面没人，这才打开房门，快速飞了出去，飞离了这里。身为堂堂宗门的宗主，竟是有搞得跟做贼一般的一天。叶燕姬已经回到了宗主住的地方。石很爽看见叶燕姬面带笑容，似乎心情很好的样子，他不由上前对着叶燕姬问道：宗主，你是不是去找过老祖了？怎么样，你们有没有那啥，修为提升了没有啊？叶燕姬顿时一脸羞红，不由对着石很爽道：哎呀，这个我不好意思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看你那脸红心跳的样子，肯定是跟老祖修炼了吧？怎么样，你们一晚上几次啊？修为提升了多少啊？石很爽本来就性子直，猜到叶燕姬昨天晚上肯定去找楚凡之后，望向叶燕姬的眼神中也是充满了期待之色。叶燕姬没想到石很爽还会问几次这样的话，更是不好意思了。而且这大长老也真是的，居然问他一晚上几次，这怎么听上去让人感觉有点怪怪的，好像在说那种事情似的呢。他索性释放了一些灵气在手掌上，然后道：你看看呗，我现在已经是3品灵王初期的修为了。3品灵王初期了。一看叶燕姬突破了这么多的修为，石很爽也是微微一惊，旋即狂喜。太好了，哈，燕姬，你的瓶颈果然轻松就突破了，而且还一口气突破了这么多的修为。说到这里，石很爽顿了顿，方才继续道：既然你突破了这么多的修为，昨天晚上肯定跟老祖拥抱修炼了2次吧？石很爽说着摸了摸下巴，这才又是道：这么看来，你昨天晚上都怕是没怎么睡觉吧？叶燕姬差点没晕倒，慌忙将手上的灵气散了去，对着石很爽道：很爽，我和老祖昨天晚上其实也就1次而已，你可别瞎说。说到这里，叶燕姬顿了顿，又是叮嘱道：对了，我找老祖提升了修为的事情可别说出去了，先帮我瞒着一下墨染他们吧。哎呦，没想到我们杀伐果断的合欢宗宗主居然在这种事情上面如此的羞涩，还不好意思呢。石很爽笑了笑道：放心吧，我帮你瞒着就行了。咦，不对啊，你跟老祖才1次，你就3品灵王初期了，你这提升的速度太快了吧？怎么比我快那么多？石很爽皱了皱眉，开始思考起来。莫非因为搂着修炼的时间上面的问题导致的？叶燕姬有些哭笑不得，这才解释道：这个倒也不是，老祖说了，我是特殊体质，极其适合被他搂着修炼，帮忙提升修为的那种，因此我的修为提升会比你多不少。石很爽听了之后一脸羡慕：我的天啊，那你3次下来岂不是能到5品或者6品灵王境界吗？啧啧，那可不得了啊。叶燕姬想着，脸上也是不自觉的多了几分的自傲之色。楚凡说我可能至少都能突破到6品灵王境界呢，这么快突破这么多的修为，那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6品，我的天啊，这达到了灵王境界，想要突破太难了。跟老祖的拥抱修炼，老祖说也就前面3次提升修为最快，自然是冲的修为越高越好。没想到啊，宗主你居然能一口气突破到6品，不对，还是至少6品，指不定是7品灵王呢。石很爽听了之后羡慕到了极点。好了，我可是宗主，修为比你高那么一点点，不是很合理吗？叶燕姬得意的笑了笑道。石很爽很快便是上前笑着道：当然了，你一下子修为提升那么多，我们宗门才能变得更加强大。要是墨染和如烟他们也能提升修为，都突破到灵王境界的话，到时候我们就算不算上老祖，咱们整体上的实力即便不如2流宗门，那也堪比一些3流宗门了。是啊，至少能摆脱现在不入流宗门的头衔了呢。叶燕姬笑了笑，想了想之后又是道：不过啊，这事儿咱们也不方便直说，等以后再看吧。过段时间他们要是跟老祖多接触，发现了老祖的好，指不定就被老祖的魅力所征服了呢。石很爽则是笑道：对啊，我昨天都说是老祖帮我提升的修为，嘿嘿，指不定按照墨染他们的性格，很快就会忍不住去找老祖帮忙提升修为呢。他们还不知道老祖是怎么帮我提升修为的呢。叶燕击白了石很爽一眼道：你这丫头以前不是藏不住话的直肠子吗？怎么现在多了这么多鬼心思了呢？石很爽则是坏坏一笑道：都是跟老祖学的，老祖修为这么高这么强大，去当一个执事，这种扮猪吃虎的感觉应该挺好玩的吧。说到这里，石很爽顿了顿，方才又是坏笑道：反正啊，我坑已经跟墨染他们挖好了，就等着他们去跳了。叶燕姬不由笑了起来：你这丫头怎么那么坏了呢？居然给他们挖坑。石很爽则是道：怕什么，咱们几个都是好姐妹，老祖长得帅，实力雄厚，对我们还那么好，我现在觉得老祖是值得我们爱的男人呢。咱们都是好姐妹，好东西我自然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
石很爽想了想之后，又是对着叶燕姬问道：“对了，燕姬，你觉得这老祖如何？”叶燕姬一脸羞红，抿了抿红唇，这才缓缓开口道：“这个你不是说了吗？虽然看上去有点像大叔，但人很帅，而且身上很有男子汉气概。关键是他对咱们好，愿意为了宗门好，为我们着想。”说到这里，叶燕姬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虽然我和他认识没几天，但是我做出决定之前也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反正比那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好多了吧？那个每隔10年就要来表白的那个家伙。”石很爽笑嘻嘻地说道：“好了，别提那家伙，那家伙长得我实在是看不过去，跟一个矮冬瓜似的，一张大饼脸，头发还有点稀疏，要不是他修为高的话，我都不想跟他客气说话。”一提起那个家伙，叶燕姬也是觉得心烦。叶燕姬想了想之后，又是道：“我是觉得老左好，可是我可没说喜欢老左，你别乱说哦。”哈哈，燕姬，我看你都脸红了，该不会是被老祖搂着修炼了一晚上，喜欢上了老祖了吧？石很爽哈哈笑了起来。其实老祖人不错，让他当你的修仙道侣也未尝不是不可以啊。很爽，你别乱说了，我看他适合你一些呢。叶燕姬羞红着脸道。叶燕姬也是点了点头道：“那个追求者的事情我还没跟老祖说呢，不过老祖似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想暴露身份和修为的，到时候再看吧。现在最关键的是需要先解决烈火宗的事情，再过2天那边的人可就来了。来就来，到时候咱们可不怕他们了呢。”石很爽信心十足地道：“咱们可以硬气了。”叶燕姬握了握拳头，以前宗门太弱了，只能忍辱负重，经常被其他一些宗门欺负什么的，但现在的合欢宗已经跟以往不一样了。此时孙三娘的饭店之中，马小蝶带着孙三娘来到了一个后院之中的房间里面。“母亲，你看这衣服，这也太羞涩了吧。”马小蝶拿出丝袜短裙套装，递到了孙三娘的面前，然后道：“这裙子好短啊，而且另外这个东西叫做丝袜，你看看还破破烂烂的，说是穿腿上的，羞死人了。这衣服的确是有点，你从哪里搞来的衣服啊？这穿着出去恐怕不被色狼盯上都要被盯上了吧？”孙三娘看了看之后也是一脸无语，这样奇奇怪怪的衣服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呢。是宗门发的，说是什么战斗套装，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一般的弟子还领取不到呢。宗主和5大长老都有，那储值是什么有2个女弟子，经常跟他走在一起的女弟子也一人有一套。这一次宗门直接选了998个女弟子，修为高一点的或者天赋好的女弟子才能领取到呢，一人发1套。之前说是发宝贝，我还挺高兴的，我被选中了，没想到是这样的东西。马小蝶不由抱怨了起来，总感觉这样伤风败俗的东西实在是有些穿不出去。傻丫头，既然是宝贝，还是什么战斗套装，你该穿就穿吧。孙三娘听了之后却是道：“既然宗主和5大长老都有这东西，而且一般弟子还得不到这东西，那肯定是好东西吧，就是不知道穿上有啥效果。”马小蝶道：“大长老和2长老说，这东西穿上之后能增加不少战斗力，越级斩杀一个品修为的人完全不是问题，他们倒是吹得挺厉害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还没穿过呢，不好意思穿有点。”马小蝶想了想之后又是道：“母亲，要不这东西我送给你算了，你拿去穿吧。”孙三娘差点没晕倒，直接白了马小蝶一眼道：“你这傻丫头，这可是宗门给的宝贝，你怎么能给我穿呢？要是宗门知道了，恐怕都会不高兴的。”说到这里，孙三娘顿了顿，方才继续道：“既然大长老和2长老他们都说了，这穿着能增加战斗力的话，那肯定是真的，宗门不可能欺骗这么多弟子的，这样的宝贝十分的难得，关键时候能救命。小蝶啊，你该穿就拿去穿上，如果没有了命，其他的什么尊严什么的，那就什么都不是，知道了吗？”马小蝶皱了皱眉道：“我只是觉得能够增加差不多1个品的宝贝，那可都是了不得的宝贝，宗门怎么一下子拿出来这么多？我感觉吧，这肯定是那个淫贼想出来的，设计出来的服装，就是想带领我们宗门不走正道。”孙三娘不由叹了一口气道：“哎，小蝶啊，合欢宗没落，这是一个提升宗门整体实力的机会，宗主既然这么决定了，咱们就要相信这东西的作用，也要相信宗主。”小蝶，小蝶！就在这个时候，马小蝶的一个好朋友找来了。马小蝶立即将丝袜短裙收了起来，然后走了出去，对着对方道：“程灵，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儿？”程灵不由羡慕地道：“小蝶，听说你领取到了那个什么套装，真是羡慕啊，太羡慕了，很多4品灵尊修为的弟子都没领取到呢。”羡慕？马小蝶苦笑了一下，然后道：“那衣服有点不雅，穿着露出来的地方太多了，我都不好意思穿呢。再说了，说什么能提升差不多1个品的战斗力，我感觉太假了，就这么一条裙子穿上能有这样的效果吗？
我总感觉是骗人的。小蝶，怎么可能是骗人的？已经有几个师姐换上那衣服去后山尝试过了，那衣服的确是增加了不少的实力呢。程琳一脸激动地道，有个5品灵尊修为的女弟子，竟是找了一个7品灵尊修为的女弟子去比武场比武了一下，结果居然都坚持了很久，差点赢了呢。程琳说到这里顿了顿，继续道，而且这个5品灵尊修为的女弟子还是刚突破到5品灵尊修为的呢。我的天，这衣服和裙子穿上居然真的这么厉害。马小蝶听了之后倒吸一口凉气，这么说来，我们宗门的整体实力岂不是可以提升一大截了？而且宗主和几个长老他们全部都有呢。程琳不由羡慕地道，可不是吗？而且你们这裙子啊，不少女弟子都觉得款式新颖，穿着好看呢，能增加不少魅力呢。说到这里，程琳笑呵呵地道，有几个女弟子听说穿着这衣服给他们喜欢的师兄看了之后，师兄对他们示爱了呢，说要成为双修道侣呢，就这么在一起了呢。听见这话，马小蝶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对于找双修道侣什么的，她现在可没想过。现在她一心只想变强，既然这裙子穿上之后真的能变强，那自然再好不过了。虽然穿着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感觉有点羞耻，但等过段时间穿的人多了之后，她再穿的话，肯定也就不会成为显眼包了吧。听见了没有？这东西的确是真的，我就说了，宗主他们肯定不会骗人。孙三娘满脸笑容，女儿啊，按照你的修为未必能领取到这宝贝的，估计都是看你天赋好，这才给你的，你可要加油。马小蝶不由点了点头，之前我从这衣物上面感受不到什么波动，还以为不是什么宝贝，只是宗门为了走歪门邪道才开始让女弟子穿这样的衣服的，没想到居然真的是宝贝。程琳则是羡慕地道，哎，我们不知道多少女弟子羡慕你们呢，跟我住在一个院子的女弟子都羡慕你领取到了这宝贝呢，你还以为不是宝贝。说到这里，程琳也是疑惑地道，只是啊，这些宝贝从何而来，的确是有点让人觉得疑惑，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的宝贝，这是某个长老去某个秘境寻宝的时候发现的吗？程琳很快眼睛一亮，猜测道，咦，4长老和5长老刚从外面回来呢，莫不是他们得到的宝贝？马小蝶摇了摇头道，不可能的，在4长老和5长老还没从外面回来的时候，那楚凡只是身边的那2个女弟子都穿过了呢，这后面才开始发出来的，所以啊，自然不是4长老和5长老从外面带回来的。马小蝶说到这里，心里猛然咯噔了一下，莫非这些宝贝是楚凡执事那里拿出来的？再联想到楚凡和宗主一起吃饭的事情，马小蝶更是感觉这个楚执事或许还真是不简单。看样子自己母亲说的对，或许是跟这个楚执事打打照面，讨好对方，指不定会有所收获呢。楚凡此时一个人则是坐在院子里面的一个藤椅上，悠闲地喝着茶，哼着小曲，享受着这里的阳光。突破到了9品灵宗之后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这才短短几天，自己已经这样牛逼了。虽然不如原主以前厉害，但楚凡相信有着系统的帮助，自己要成为人上人，那是早晚的事情。系统，你为何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没检测到夜焰姬的特殊体质呢？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宿主，这特殊体质的检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些体质你还是需要多跟对方接触，我才能更好地检测对方的体质。系统竟是主动回道。哦，好吧。楚凡笑了笑说道。就在这个时候，跟楚凡住一个院子的另外3名女弟子从外面回来了。哎，真是羡慕啊，听说那裙子虽然暴露一点，但真的很好看呢。今天已经有好几个精英弟子穿着在那边的购物街逛街了呢。其中一个微胖的女弟子不由感慨道，我要是有一条这样的裙子，那该多好啊。另外一个则是道，可不是嘛，听说啊，穿着那裙子起码能提升1个品的修为呢。最为关键的是，有那裙子的人说明都是被宗门重视的弟子，这是一种荣耀了呢。还有一个叫夏萍的女弟子则是道，对了，我记得清月和思雅2姐妹都有那裙子，她们也不是什么精英弟子啊，怎么得到的呢？这个就不清楚了，莫非是大长老私下给他们的？微胖的女弟子叫林琪，想了想之后猜测道。楚凡笑了笑，对着3人道，夏萍、林琪还有刘云月美女，你们3位也想得到那丝袜短裙套装？这套装楚凡之前还没拿出来玩，手里还留了4套，打算就是留着，以后遇见看得顺眼的女弟子还能送给对方。现在听见3人在那边议论，楚凡不由微微一笑问道。夏萍则是笑了笑道，当然想了，只是啊，咱们都是几个外门弟子，哪里有机会得到那样的宝贝啊？是啊，除非是运气爆炸了，不然的话哪有这样的机会啊？林奇也是说道。这个还不简单，我给你们，不过啊，一会儿你们3个要换上那衣服给我揉肩捏腿，如何？楚凡坏坏一笑说道。这3个美女虽然不如柳清月和柳思雅她们好看，但也不差，至少也算是中上水平了，身材都不错。
反正那4套衣服留着自己也不可能穿，倒不如送给这3位算了，毕竟是一个屋檐下的，这几天看熟络了，倒是也越发的顺眼了。林奇不由道：是吗？你能拿得出来？而且还拿出来3套？楚执事，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楚凡眉头一挑道：我骗你们干嘛？你们不想要的话，那就算了。刘云云美目一转，立即上前讨好的笑道：楚执事，我相信你，只要你真能拿给我们，我们保证帮你按腿揉肩，如何？楚凡则是笑了笑道：可是刚才你们还怀疑我，现在仅仅这样，那可不行了。那你还想干什么？我可是正经女孩子，楚执事该不会是想跟我双休吧？那林奇顿时脸颊一红道：这个可不行，人家还是第一次呢，你可不能想着用1套衣服就让我陪你。哼！楚凡一听，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这对这3个女弟子下手，那还不如对柳清月和柳思雅呢，那可比这3位好看多了。只是楚凡也不想就这么轻松给了对方，坏笑道：不，你误会了，让我摸一下你们的脸，那就行了，哈哈，如何？啊，这个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倒是可以接受。林奇想了想之后，咬了咬红唇，最后轻声道。刘云云则是白了林奇一眼道：都怪你之前怀疑楚执事能不能拿出来，不然的话都不用这样的。说完之后，刘云云这才又是笑着脸对着楚凡道：楚执事，我也可以，反正摸一下脸而已，又不会少块肉。不得不说，这刘云云倒是挺机灵的，毕竟楚凡要是拿得出来，他们这点付出来看也不亏，反正是赚大了。而楚凡要是拿不出来，他们也不用付出什么，同样不会吃亏。因此他可不管楚凡拿不拿得出来，他都当楚凡能拿出来对待，总之先答应了再说。我也没意见。夏萍也是笑了笑，然后说道：嗨嗨，那3位就去我房间吧，一会儿其他弟子看见了也不太好。楚凡笑了笑，站了起来往里面走去，3人则是跟在楚凡的身后。等进屋了之后，楚凡一挥手直接将房门关上了，这才手掌一翻，拿出来了3套丝袜短裙套装。你们一人1套吧，一会儿去后面我洗澡的小房间里面换好出来给我看看。真的有啊？林奇一看眼睛都直了，帮楚凡揉揉腿什么的，再让对方摸一下脸，也不用跟他双休就能得到如此宝贝，这可真是赚大了。多谢楚执事，楚执事你真是太好了。刘玉韵直接冲过来选了1套自己喜欢的，然后就进里屋去了。这可是可以让他以后越级杀敌的宝贝啊，这要是换成其他男人有这东西，那指不定就要让他们陪睡才行了。然而楚执事却是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很快3个美女便是换好了衣服，从里面走了出来，一个个小脸微红，面带几分羞涩。楚凡一看不由笑呵呵地道：不错，过来吧美女们。3个美女很快便是一拥而上，楚凡那叫一个享受，被人揉肩捏腿还能看看美腿。此时的他才发现这次的穿越实在是太棒了。楚凡直接享受了1个小时，这才让3个美女离开了自己房间。刘玉韵这丫头最懂事儿，在走的时候还不由主动在楚凡的脸颊上亲了一下，献上了一个香吻，这才最后一个离开了楚凡的房间。太棒了，我们也有这样的裙子。不过楚执事说了，让我们别说出去是他送的，这是为何啊？走出房门之后，林奇不由笑着说到，夏萍则是道：林奇，你怎么这么笨啊？这样的宝贝估计楚执事身上也没用了吧？这要是让其他女弟子知道了，那不得找上门来，然后讨好他，希望得到1套。刘云韵也是点了点头道：是啊，那样的话楚执事多忙啊，楚执事还要管理记名弟子那边的一些事情呢，他肯定不想被打扰。就在3人高兴无比的时候，柳清月和柳思雅也是从外面回来了。你们3个也领取到了这样的衣服。柳清月一看顿时微微一惊，小嘴都一下子张大了不少。柳思雅则是道：应该不可能吧，他们3个不是跟我们一样都只是外门弟子吗？听说这次发放的都是一些精英弟子中比较厉害的弟子呢。柳清月反应过来，这才道：看样子是楚执事给他们的吧，楚执事的身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宝贝。刘云韵可不傻，一听这话顿时就明白了。清月，听你这么一说，你们2姐妹之前得到的应该也是楚执事送的吧？柳清月点了点头，心里却是微微有点失落。之前她还以为老祖送这宝贝给她是可能看上她了，大家都是院子的，楚凡也没送给夏萍和林奇等人，但现在看来似乎是自己想多了，这让柳清月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的魅力了。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和姐姐的修为浅薄都入不得老祖的眼吗？可是老祖要是对她没想法，当初为何刚出关就吻了她？要知道那可是她的初吻啊，就这么没了，这让她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的，总感觉楚凡占过她的便宜，却是不对她负责。奇怪，
我难道真的对老祖有意思了？很快，柳清月意识到了什么，不由摇了摇头，自己这2天到底是怎么了？怎么感觉心里老是想着那个老家伙呢？虽然他看上去比以前年轻帅气了不少，可那的确是活了数千年的老家伙啊。夏萍笑了笑道，之前我们3个还羡慕你们有这种衣服呢，现在啊，咱们也有了，嘿嘿，太棒了。走吧，姐妹们，咱们去逛街去，穿着这种裙子去，看看能不能吸引一些师兄师弟的眼睛。林奇则是笑嘻嘻地说道，走，咱们也穿出去嘚瑟一下。刘云云笑了笑，嘴角还有2个浅浅的酒窝。3人很快便是飞走了。唉，等到3人飞走了之后，柳清月却是不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柳思雅不由皱了皱眉道，清月，你叹什么气啊？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了楚执事了吧？柳清月立即眼神闪烁，慌忙道，哪有啊，怎么可能？咱们修为相差那么多，你也说了，老祖肯定喜欢宗主和大长老以及2长老那样的女人，怎么可能看上我呢？柳思雅则是追问道，清月，老祖看不看上你那是他的事情，我现在问的是你是不是喜欢他？柳清月慌忙道，不可能，我跟他认识才几天啊，肯定不可能的，姐姐你别想多了，好了，我回屋修炼去了。说完之后，柳清月立即回房间去了。望着对方那逃也似离开的背影，柳思雅不由苦笑了一下，这丫头看样子是喜欢上了老祖了，只是还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罢了。柳思雅看了看楚凡的房间，不由道，这家伙魅力怎么那么大，连我妹妹清月的心都被他勾走了吗？还是说因为太强了，女人都仰慕强者，想要找个依靠吗？就在柳思雅准备进屋的时候，楚凡却是刚好打开房门，看见柳思雅在外面，楚凡笑了笑，对着柳思雅道，思雅，你过来一下。柳思雅一愣，旋即走了过去，来到了楚凡的房间，这才问道，楚执事有事儿吗？楚凡笑了笑道，也没什么，就是想问问，这2天你都在忙着帮我处理一些事务，不知道忙不忙，真是辛苦你了。柳思雅不由泯然一笑道，楚执事客气了，当初要不是你的话，我和我妹妹恐怕都被人逼迫，哪里还能有今天啊？说到这里，柳思雅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再说了，最近宗门也没招收什么新弟子，所以还是比较清闲的。楚凡看了看对方，顿时眼睛一亮道，咦，你突破到了2品灵师了，不错啊。柳思雅淡然一笑道，我天赋不是很好，我妹妹都突破到了4品灵师了呢，我这能突破还是多亏了楚执事你让我当了一个副执事，前2天领取到了一些修炼资源，这才突破的。柳思雅看了看楚凡，发现楚凡在打量他的身材，忍不住脸上一红，心跳加速了不少。丁，系统检测到柳思雅乃天阴圣体，适合拥抱修炼。友情提示，宿主可以争取帮柳思雅提升修为，壮大合欢宗。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的声音却是突兀的在楚凡脑海中响起。楚凡顿时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柳思雅居然也是适合拥抱修炼的特殊体质，这可真是太好了啊！楚凡的心里一阵暗喜，想了想之后，这才对着柳思雅道，思雅，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柳思雅也不知道为何楚凡会突然问这样的问题，顿时有些惊慌失措地道，很好啊，对我们2姐妹也挺好的，而且修为那么高，老祖你出关之后，宗门明显变强了不少，很多弟子还得到了你给的套装，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怕烈火宗了。楚凡走了过去，直接将门关上，这让柳思雅的心跳越发的加速了，该不会老祖这大白天的想要对他下手了吧？楚凡走到一旁坐了下来，然后对着柳思雅道，那你想不想变强？而且很快突破到灵宗修为都不是问题的那种。这柳思雅的修为现在还太低了，而对方却是特殊体质，一旦使用合欢神功来一次拥抱修炼，那3次下来的反馈是巨大的。楚凡相信到时候柳思雅要突破一个大境界肯定都不是问题啊！这怎么可能？柳思雅一听着实是吓了一跳，不由对着楚凡苦笑了一下道，老祖你就别逗我了，即便是有灵丹妙药，那也不可能短时间就突破那么多的修为啊。楚凡淡然一笑道，你就说你想不想了？柳思雅苦笑了一下道，这个当然想了，做梦都想啊，谁不想修为突破的快一些呢？楚凡听了之后不由哈哈一笑道，我一直想把你和清月培养成我的左膀右臂，实不相瞒，你是特殊体质，而且是适合我那特殊修炼的绝佳体质，配合老夫的一套拥抱修炼功法的话，便是可以很快提升不少修为。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又是道，当然，毕竟你我2人相识不久，至于你同意不同意，我会给你时间考虑的。啊，我居然有这样的体质！柳思雅吞了吞口水，心里倒吸一口凉气，一直以来他居然还不知道。哈哈，你这体质不容易被人看出来的，
即便是一些强者都看不出来，老夫也是好不容易才看穿的。楚凡笑呵呵地解释道。系统暗自鄙视，这货还装上了，明明是他好不容易才判断出来好不好。柳思雅听了之后心里一喜，这可是宗门老祖对她们两姐妹都很好，而且还送给了她们套装，这样的好事儿柳思雅自然愿意。只是楚凡让她考虑考虑，要是现在就答应下来的话，会不会有点太随意了？会不会觉得她不够矜持？想了想之后，柳思雅咬了咬红唇，这才道：老祖，可以给我3-4天的时间考虑考虑吗？等我考虑好了我再来找你，毕竟这事儿有点太突然了。楚凡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道：你下去考虑一下吧。好的，那我就先下去了。柳思雅点了点头，旋即打开门走了出去，很快回自己房间去了。楚凡的心里美滋滋的，这柳思雅居然是特殊体质，这倒是一个意外之喜啊。柳思雅的心里则是紧张的要死，如果楚凡说的是真的，那自己岂不是很快就能突破修为了吗？但是这所谓的拥抱修炼，不知道是不是只是拥抱那么简单，到时候两人这么拥抱在了一起，老祖会不会对他做点别的事情？毕竟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有几个是值得相信的啊？他之所以不敢立即答应楚凡，第一是怕对方觉得自己太不矜持了，第二是在思考楚凡是不是骗他的，万一是骗他的，到时候把他给那啥了，那岂不是就……天啊！能突破到灵宗修为，老祖说的不会是骗人的吧？柳思雅回到房间，激动无比，心里竟是一阵狂喜。老祖那么帅，修为那么高，对他还那么照顾，他的心里早就想过要不要抱住这条大腿了。没想到机会居然来了。老祖说能让2品灵师修为的他很快突破到灵宗修为，这诱惑那可不是一般的大。没想到老祖还有那样的手段，莫非宗主和大长老的修为也突破了？毕竟我看他们好像经常来找老祖，他们在老祖房间的一些声音我还是能听见一些的。柳思雅的心里想着，不由有些激动。我要是真的能很快，别说1-2个月了，就算是1-2年能突破到灵宗修为，那我也愿意啊。这突破那么多的修为，按照我那本来就不高的天赋来说，恐怕需要10-20年呢。这样的捷径我可要抓住。楚凡看了看自己的储物戒指，里面还剩下一套丝袜短裙套装了，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找个美女送出去吧。就在楚凡躺在床上幻想着美好未来的时候，却是响起了一声轻微的敲门声。楚执事，你在家吗？门口的声音有点陌生，这让楚凡心里咯噔了一下，不会是某个记名弟子想要讨好自己准备过来现身的吧？楚凡笑了笑，这有点权力果然不一样啊。在和欢宗这种美女弟子很多的宗门，要是想得到一点女人，只要你修为高一些，有点权力，那肯定很容易。想到这里，楚凡的心里感慨不已，像之前那个叶秋执事，不知道祸害过多少记名女弟子吧。打开房门之后，楚凡一愣，面前的女弟子他可不认识，居然是3品灵尊修为，这修为至少都是精英弟子啊。精英弟子可不在楚凡的管辖范围之内，对方找自己干什么？在看穿了对方的修为之后，楚凡的心里更是愣住了。莫非夏平3人刚才穿着那裙子去逛街，把我送他们丝袜套装的事情就说出去了？这个精英弟子也想要，就来讨好我。想到这里，楚凡的心里一阵无语。刘云云和夏平等人难道是大嘴巴？之前他可是叮嘱过，不要说是他送给他们的，这才过去不到1个时辰吧，居然就把他卖了。你是找我什么事儿吗？楚凡愣了一下，旋即对着对方问道。马小蝶这才笑了笑道：我叫马小蝶，对了，孙三娘开的那家店是我母亲开的，我这给你带了几个菜过来，感谢一下楚执事。哦，就是宗主喜欢去吃饭的那家店是吧？楚凡微微一笑，对着对方道：小蝶姑娘请进，你太客气了，我也没帮助你什么啊，你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呢？马小蝶走到桌子前，然后从储物戒指之中拿出来了几个菜以及一坛子猴儿酒，这才笑着道：我的修为不是很高，但天赋还行，运气好，昨天得到了一套丝袜套装，这宝贝能帮忙提升实力，所以过来感谢一下楚执事。楚凡不由皱了皱眉道：小蝶姑娘客气了吧，那宝贝是宗主大人他们发下去的，你能领取到这宝贝，说明你的确是有这样的资格，你感谢宗门就行了，为何跑来感谢我啊？我这有点受之有愧了。马小蝶却是微微一笑道：楚执事，别人傻，我可不傻哦，我知道楚执事肯定不简单，那些宝贝啊，指不定是楚执事拿出来的。楚凡汗颜，不由笑了笑道：你这丫头怎么胡说呢？我就是一个执事罢了，修为还没你高呢，怎么能拿出这么逆天的宝贝，而且还不止一件。马小蝶笑着道：因为啊，据我所知，在前些天这宝贝还没发出去之前，跟你在一起的2位外门弟子便是有了这东西了，而且他们都是跟你住在一个院子的，按道理他们是没资格有这东西的，肯定不是宗主发给他们的，所以我就知道是你给的了。说到这里，马小蝶顿了顿，方才继续道：
刚才我母亲也看见，另外有3个外门女弟子也穿了这样的衣服在逛街。我一打听，发现她们3个居然都是跟你住同一个院子的。你这院子的所有女弟子都穿上了，这可不是巧合吧？楚凡没想到这丫头居然如此聪明，估计那孙三娘也不简单啊。哈哈，其实这些东西是谁拿出来的并不重要是吧？主要是你们穿上之后能提升实力，那就行了。楚凡哈哈一笑，不由说道：不，知道可能是你的手笔，那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至少我能过来感谢你一下是吧？马小蝶微微一笑说道，笑起来十分的甜蜜。哈哈，小蝶姑娘，不如陪我喝2杯。楚凡笑了笑，对着对方道：这么多菜我一个人吃不完是吧？好啊，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马小蝶也不客气，笑了笑，便是坐了下来，然后2人开始吃了起来。这马小蝶长得很是不错，在宗门的弟子之中姿色也是很少见的，也是不少男弟子的追求者。不过马小蝶最新修炼，却是一直没搭理这些男修士。在马小蝶看来，现在宗门太弱了，这才被不入流的烈火宗欺负，只有宗门变强了，才能不被欺负，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要尽快变强，为宗门出一份力。马小蝶，你在这里干什么？就在2人刚喝了一会儿酒之后，一道愤怒的声音响起，旋即一名男修士走了进来，推开房门，怒视着楚凡和马小蝶。小蝶，呵呵，你果然躲在这里，我说怎么追你这么久你都不同意，没想到啊，你居然在这里跟一个老男人喝酒，这家伙的模样你都可以叫一声叔了吧？马小蝶脸色一沉，站了起来，怒视着对方道：程辉，你发什么疯？我过来跟楚执事聊聊天，随便喝2杯而已，什么叫躲在这里？我们2人光明正大的，需要躲在这里吗？程辉也是瞬间脸色一沉，对着马小蝶道：小蝶，你都不认识这个家伙，居然跟他喝酒聊天，还在他的房间里面喝酒聊天，这怎么行呢？说到这里，程辉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反正我不管，你不能这么对我，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你怎么能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呢？更何况还是这么一个老男人。说到最后的时候，程辉看向楚凡的眼神中带着几分的鄙夷之色。楚凡顿时脸色一沉，站了起来，看了看对方道：老男人怎么了？越来越香，你懂不懂？再说了，咱们修炼之人岂能用外貌来衡量？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你说我是一个老男人，既然小蝶姑娘宁可陪我这么一个老男人喝酒，也不愿意陪你，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老东西，你找死是吧？敢如此对我说话！程辉一听，气得拳头紧握，怒视着楚凡道：你最好离我的小蝶师妹远一点，小蝶师妹是我看上的，你要是敢染指的话，休怪我找机会弄死你。程辉，你闹够了没有？楚凡可是宗门执事，我跟谁喝酒你管得着吗？我又不是你的女朋友，不是你的修炼道侣，我想跟谁喝酒聊聊天，不是我的自由吗？马小蝶也是一阵无语，她没想到程辉这家伙居然威胁楚凡。说完之后，马小蝶又是上前对着楚凡轻声道：楚执事，实在是抱歉，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程辉是6品灵尊的修为，乃是精英弟子里面排名都靠前的天才弟子。显然马小蝶的心里对这个程辉还是有些畏惧的。楚凡虽然身份神秘，但马小蝶也不知道楚凡是什么修为。楚凡毕竟只是一个执事，以前也没怎么听说过此人。而程辉这样的天才，在精英弟子之中，那也是小有名气的存在。程辉听了之后，却是冷笑了一下，对着楚凡道：老家伙，听见了没有？老子可是6品灵尊的修为，我虽然没担任任何的职务，但那也不过是我不想为这些琐事缠身罢了。我要是想当个舵主什么的都不是问题的。你刚才让我离小蝶远一点是吧？楚凡一愣，很快微微一笑，直接一把搂住了马小蝶的腰肢，然后对着程辉道：我偏不，你能奈何得了我吗？啊！马小蝶没想到楚凡会突然这么做，顿时吓了一跳。但与此同时，他的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这楚凡明知道程辉是6品灵尊修为的强者了，怎么还敢搂着他？莫非他的修为比程辉还高不成？可是为何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人？这个楚凡好似就凭空出现的一般，然后就成为了执事。要知道，但凡修为比他马小蝶还高一点的弟子，他马小蝶应该都认识，除非楚凡只是一个1品灵尊什么的，他才没兴趣去记住对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何不怕？混蛋，你没听见我刚才说的话吗？程辉脸色一沉，对着楚凡道：莫非你以为你是一个执事，我不敢杀你是吧？说到这里，程辉顿了顿，继续道：即便是我不敢杀你，我揍你一顿，宗门也不会说什么的。我可是吴长老的亲传弟子，明白了吗？马小蝶并没有将楚凡的手给推开，这程辉经常缠着他，他的心里也早就有些厌恶对方了，更是经常故意躲着对方。没想到对方今天居然如此无理取闹，竟然开始威胁楚凡了。
想了想之后，马小蝶直接道：“陈辉，你猜的没错，我和楚执事关系就是不一般，你以后别来缠着我了，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说到这里，马小蝶想了想，索性也顺势挽着楚凡的手臂道：“楚执事这样有着几根唏嘘的胡渣子的男人，有着成熟男子汉气概的男人，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看看你，跟一个奶油小生似的，我可不喜欢。”其实这些话马小蝶早就想说出来了，只是一直不敢说罢了。今天既然楚凡这家伙都顺势占了他的便宜，而且楚凡似乎不简单，他才下定决心，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楚凡摆脱这个陈辉的纠缠。不利用一下楚凡这家伙，他马小蝶的腰岂不是被这家伙摆搂了？要知道他马小蝶活了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搂过腰，这家伙居然都不问问他，上来就搂上了。什么？你……陈辉气得咬牙，然后指着楚凡道：“混蛋，是你，都是你！要不是你的话，小蝶肯定喜欢我，有本事跟我出去一较高下。”楚凡冷笑了一下，他也是知道马小蝶这丫头的想法，这是想利用她帮忙摆脱这个陈辉。只是如果只是搂一下这丫头，就要让她干这么大的事情，他可不太乐意。他不由对着小蝶道：“小蝶姑娘，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那我帮你赶走这个讨人厌的家伙。你既然喜欢我的话，就亲我的脸一下，算是给我加油打气了，如何？”说到这里，楚凡指了指自己左边的脸颊：“来吧，表示你爱意的时候到了。”马小蝶的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这家伙居然顺着竹竿往上爬，还要占他更大的便宜。但现在的马小蝶也是已经骑虎难下了，自己不表示一下的话，恐怕陈辉也不会相信他之前说的话，那以后想要再找机会摆脱这个家伙就难了。马小蝶尽量让自己笑了笑，然后风情万种地白了楚凡一眼道：“讨厌，他看着呢，我多不好意思的。”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身体还是很诚实地亲了楚凡的脸颊一下。楚凡感受到了这美女的香吻，心里也是一阵暗喜，小样，想利用她，那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呢？小子，滚出来，我今天非把你的腿脚打断了不可。陈辉看见这一幕，气得整个人都快爆了，一闪飞到了外面院子之中，大吼了起来：“什么情况？”柳清月和柳思雅听见了吼声之后，也是从房间里面出来了，好像吃醋了。柳清月走到柳思雅的面前，对着柳思雅问道：“不会吧？吃谁的醋？让谁滚出来？”柳思雅一愣，旋即发现对方盯着的是楚凡的房间。柳思雅的心里一阵无语，这老祖之前还说喜欢他，给他时间考虑一下呢，而现在居然又不知道因为哪个女弟子得罪了这么一个厉害的精英弟子。是陈辉姐，这陈辉可是很有名的精英弟子，6品灵尊修为不简单啊。柳清月也是吓了一跳，不知道楚执事是怎么得罪了此人的。就在这个时候，楚凡从里面走了出来，而一旁的马小蝶还挽着楚凡的胳膊呢。是小蝶姑娘，小蝶姑娘那可是精英弟子里面的翘楚了，关键是这容貌和身段都是宗门弟子之中数一数二的存在啊。一看是马小蝶，柳清月微微一惊，她可是知道这个马小蝶可不是那么容易被追到手的，不知道多少男弟子很想追到马小蝶，结果都是毫无进展的。而现在马小蝶居然挽着楚凡的手走出来，这让柳清月的心中别提多震惊了。这个楚凡老祖到底有多少的本事啊？这魅力也太大了吧，这才出关几天啊，居然就把此等绝色美女追到手了。马小蝶本来只是为了让陈辉死心才这样的，刚才逼不得已亲了楚凡一下，她的脸到现在都还是红着的呢。发现柳清月和柳思雅居然望着她挽着楚凡走出来，她的俏脸更红了，慌忙松开了楚凡，对着楚凡道：“楚执事，这陈辉可是6品灵尊，你确定是他对手吗？”楚凡淡然一笑，对着柳清月道：“放心吧，这种眼高于顶的家伙，是时候让他知道我这个老家伙的厉害了。”说完之后，楚凡一闪便是飞了起来，站在了陈辉的对面。陈辉是吧？今日我就教教你如何做人。混蛋，还轮不到你在我面前放肆。陈辉早就想教训楚凡了，拳头一握，上面灵气涌动，一闪对着楚凡冲了过来。你是执事，宗门之内禁止随意残害同门，切磋一下还是允许的，所以小子，老子今天非要让你躺半个月不可。口气不小。楚凡冷冷一笑，既然如此的话，他可不会客气了。砰！楚凡直接拳头一握，一拳便是跟对方对轰在了一起。这一次楚凡连灵气都懒得使用，毕竟3个美女盯着自己，这等装逼的时刻他可不想错过。什么？连灵气都不用？马小蝶一看这情况，心里顿时一惊。要知道在对方使用灵气的情况下，即便是楚凡比陈辉高1品，那也不敢乱来的。在敌人使用灵气的情况下还不使用灵气跟对方硬碰硬的话，那除非楚凡已经高出了对手2个品，不然不可能有这样的自信。难道他至少都是8品或者9品灵尊修为？
要是9品灵尊的话，岂不是跟长老他们都差不多了？难怪宗主那天还跟他一个执事吃饭，这个楚凡果然不简单啊！马小蝶的心里震惊到了极点，看样子自己跑来教好楚凡，或许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至少这次战斗要是楚凡赢了，他以后就可以摆脱这个陈辉了。老祖出手了，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出手。另外一边的柳清月和柳思雅对视了一眼，心里都不由有些激动。毕竟他们两个身份低微，修为也低微，能看见强者之间战斗的机会那可不多。砰！一声略显沉闷的声音响起，下一秒陈辉直接如同断线风筝一般倒飞了出去，重重的摔在地上，旋即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竟是受伤不轻。怎么可能？陈辉脸色发白，眼神中满是震惊之色。在合欢宗能是他对手的弟子并不多，这人如此厉害，为何他以前没听说过？不过他还是一闪再次飞了起来，然后愤怒地道：没想到你居然要逼迫我使用武技的地步，刚才是我大意了，小瞧了你，这次让你看看我的武技吧。说完之后，陈辉拳头一握，对着前方便是一拳砸了出来，在他的前方竟是出现了一头灵气凝聚而成的猛虎吼。猛虎栩栩如生，如同真实一般，带着一股极其暴力的气息。老家伙，我要宰了你！陈辉的眼神中杀意迸发，原本只是想教训楚凡的他，现在可不管那么多了。他相信他是长老的亲传弟子，即便是杀了这个家伙，宗门也不会杀了他。毕竟宗门要是损失一个6品灵尊修为的天才弟子，那损失可不小。而且他的师父慕寒冰也定然会为他求情的。你还想杀我？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也没必要对你手下留情了。楚凡冷冷一笑，他知道斩杀了一名6品灵尊的天才弟子，恐怕自己的身份不暴露也不行了。可既然对方要杀了他，他可不会留情了。这样的家伙留着反而是隐患。再说了，楚凡之前想隐藏身份，最为关键的还是修为低微，实力太弱鸡了。但现在他的修为恢复了不少不说，实力更是超越了叶燕姬，甚至还让叶燕姬以及石很爽都对他心生爱意。既然如此，他准备摊牌了，不装了，是吗？去死吧，猛虎下山！陈辉冷冷一笑，对着前方一指，那巨大的猛虎对着前方的楚凡便是飞扑了过来。哼！楚凡冷笑了一下，一挥手，顿时在他的面前，一个巨大的灵气手掌就这么凝聚出来了。有着原主记忆的他，现在修为恢复了不少，施展一下以前使用的一些武技，自然还是不在话下的。这是什么武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马小蝶微微一惊，不由嘀咕道：这武技施展的速度极快，这灵气手掌十分的凝实，而且我能感觉到里面有着无比暴力的气息。轰！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下一秒，那巨大的灵气猛虎直接被巨大的灵气手掌一巴掌拍散了去，化为了齑粉。这怎么可能？我的可是玄品终极武技啊！陈辉瞳孔巨睁，不敢相信见到的一切。而那个巨大的手掌此时只是暗淡了些许，带着一股可怕的波动，直奔他而来。咻咻咻！听见打斗声响起，不少周围的弟子都飞了过来，准备看看是什么情况。叶燕姬和石很爽等人也是听见了这边声音巨大，恐怕不简单，立即飞身而起，直奔这边来。砰！陈辉被直接轰中，如同断线风筝一般倒飞了出去，旋即砸在了地上，一口鲜血便是喷了出来，脸色也是瞬间惨白了不少。你到底是谁？为何有如此的实力？陈辉忍着痛站了起来，又是一口鲜血涌了出来。楚凡这一击直接将他轰成了重伤。要你命的男人！楚凡冷冷一笑说道。陈辉不由冷笑了起来，狂妄道：哈哈，可笑，那么多弟子都看着了，我师父他们也赶过来了，你还敢杀我，真是可笑。你以为你是谁啊？就在这个时候，石很爽和叶燕姬还有那慕寒冰等人也都赶过来了。叶燕姬看了看几人，不由皱了皱眉，问道：楚执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陈辉一听，立即在一旁道：宗主，这个混蛋光天化日之下占小蝶师妹的便宜，想要欺负小蝶，我打算教训教训他。没想到叶燕姬脸色一沉，这马小蝶的确是女弟子之中少见的美女，可是楚凡这家伙啥时候盯上对方的？一想到自己还被楚凡拥抱着修炼过，叶燕姬的心里竟是有些吃醋的感觉。虽然心里有点疑惑，但叶燕姬相信楚凡不会那种欺男霸女之辈，直接冷冷地瞪了陈辉一眼道：陈辉，你别乱说，楚执事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他可不是那样的人。石很爽也是立即愤怒地道：陈辉，你没事可别乱说，你要知道污蔑楚执事是什么后果。周围不少弟子一看，顿时都皱了皱眉，这是什么情况？要知道，一个执事，一般的精英弟子也都可以申请当执事，但是
天赋很好的精英弟子往往不屑做这些，他们都忙着修炼，可不想当一个执事，帮宗门管理一些事务，而浪费了宝贵的修炼时间。所以愿意干这种事情的反而是一些资质平平的精英弟子。程辉可是出了名的天才弟子了，为何宗门的宗主和大长老都会帮着楚执事说话？还有一点便是，这个楚执事也太猛了吧，居然击败了程辉。宗主、大长老，这程辉胡说。马小蝶立即站了出来，对着大家道：我只是跟楚执事关系很好，这才请楚执事吃饭喝酒。这程辉追求我有段时间了，我一直不同意。他看见我和楚执事喝酒，这就上前找事儿，还说要杀了楚执事，结果不是楚执事的对手。说到这里，马小蝶顿了顿，方才又是道：楚执事人很好，也很好相处，才不是那种会做出欺男霸女之事之人呢。宗主、师父，你们要相信我啊！程辉脸色一沉，眼神一转，立即道：这小蝶姑娘一定是被楚执事抓住了什么把柄，被威胁了，才不得不帮着他说话的。说到这里，程辉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对了，小蝶肯定是看见连我也不是楚执事的对手，更是害怕楚执事以后报复他，因此才不得不帮着他说话的。程辉说完之后，则是望着慕寒冰，希望慕寒冰能帮他说话。宗主，这程辉在污蔑楚执事，我们都听见是他大喊着让楚执事出来受死的，是他看见小蝶姑娘挽着楚执事的手，程辉吃醋了，这才因爱生恨的。柳思雅想了想之后，不由上前帮着楚凡道：他的心里很清楚，楚凡可是老祖，连叶燕姬和大长老都是楚凡的人，这程辉还想污蔑楚凡，那不是找死是什么？现在他站出来帮忙说说话，反而是让楚凡承他一个人情，这也是好事儿。更何况他的心里也挺喜欢楚凡的，还在犹豫要不要答应老祖那要和他拥抱修炼的邀请呢。对，我也可以为楚执事作证。柳清月也是上前一步，对着叶燕姬等人道。楚凡只是微微一笑，没想到都不用他开口，就有美女出来帮他证明清白了。马小蝶顿时一脸羞红，现在当着几位长老和宗主的面，大家都知道他挽着楚凡的手了，原本只是想让楚凡帮忙摆脱这个程辉，现在这么一搞，他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要说他和楚凡之间没一腿的话，谁会相信啊？我的天，原来马师妹居然喜欢楚执事，这可是一个惊天大瓜啊！果然有个女弟子不由对着一旁的女弟子轻声议论道。另外一个女弟子则是道：是啊，难怪不少男弟子追求小蝶都没能成功，原来马师妹居然已经有心上人了啊，估计都已经是双修道侣了吧，不然的话怎么会挽着她的手从房间里面出来？对，你看小蝶都脸红了，指不定他们都做过那种事情了呢。另外有个女弟子更是说道，这些女弟子的声音很小，一般人恐怕也听不见，但是却是被楚凡给听得清清楚楚。楚凡听见这些话也是有些哭笑不得，这要是再这么传下去的话，如此以讹传讹之下，恐怕一会儿马小蝶都要怀孕了吧。师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在撒谎，他们跟这个楚执事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是一伙的，他们自然帮着他说话，你可不能相信他们的话。程辉的心里顿时有些慌了，慌忙望着他的师父慕寒冰问道。慕寒冰脸色那叫一个阴沉，之前老祖可是救了他和林雪飞的命的，他们还在想着啥时候亲自上门道谢呢，没想到这个程辉居然敢得罪老祖。程辉，你当为师的傻子吗？楚执事的为人，为师清楚，他怎会干出那样的事情？再说了，你说一个人冤枉你我还信，这么多人都可以为楚执事作证，难道都冤枉你不成？慕寒冰脸色一沉，竟是飞了下来，对着楚凡拱手道：楚执事，实在是抱歉，是我管教不严，我这个孽徒才顶撞了你。说到这里，慕寒冰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你看如何处置才好？不少弟子都震惊到了，怎么感觉五长老对这位楚执事说话时候的态度有些毕恭毕敬呢？这家伙真的只是一个执事吗？楚凡却是心里一喜，原本他还以为今天肯定要暴露自己老祖的身份了，但现在看来似乎不用暴露也行，而且都不用他出手就可以杀了这个程辉。他微微一笑，然后拱手道：五长老你客气了，这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也不知道程辉内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所以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又是轻飘飘地看了程辉一眼，旋即一脸淡然地道：既然刚才他想杀了我，我看这样的畜生留着也没用，杀了便是。什么？不少人一听这话顿时一愣，有些弟子更是震惊到了，这家伙开玩笑的吧？五长老会为了这么一个执事杀了一个宗门的天才吗？更何况这个程辉不仅仅是6品灵尊修为的天才，更是五长老的亲传弟子呢。在众人看来，这位楚执事这么做，那无疑是要得罪五长老的，五长老给他点面子，他还长脸了不成？毕竟这样的事情稍微惩戒一下就行了。
楚凡，你做什么白日梦？我就跟你切磋一下而已，吃个醋罢了。你让我师父杀我，你想什么呢？你以为你是谁呢？程辉却是冷冷一笑，心想这楚凡也太蠢了。他师父刚才一定是因为楚凡实力很不错，加上又是执事，为了给他点面子，这才说点好听的，结果这家伙居然还当真了。明白了。然而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慕寒冰直接拱了拱手，反手一道灵气劈链飞了出去，直接轰在了程辉的身上。砰！本来就受了重伤的程辉顿时就被轰飞，等摔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杀了，居然真的杀了。有些弟子已经彻底傻眼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吴长老是一个杀伐果断之人，但这不是他的徒弟吗？而且就因为这么一个执事就将此人杀了，这程辉修为那么高，对于宗门来说那损失可不小啊。更何况今天这事儿说到底就是因为程辉和楚执事都爱上了同一个女人，那程辉争风吃醋才想杀了楚执事的，为何会是这样的结果？来人，将这混蛋的尸体丢到大山中去处理了。慕寒冰将程辉的储物戒指摘下来了之后，让两个弟子将其给拿去处理了。这个时候，有位护法终于是忍不住好奇的上前，对着宗主道：宗主，这位楚凡执事，为何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凭空出现似的呢？说到这里，蓝护法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而且程辉可是6品灵尊修为的高手，居然也不是他的对手。他这个修为，即便是当一个护法也是可以了吧？虽然我都看不透他的修为，但想来应该比程辉的修为还高吧。这个叶燕姬皱了皱眉，这楚凡搞出这么大动静，现在这里至少好几个名弟子都看着呢，还有10几个护法也都在场。楚凡微微一笑，飞了起来，站住了叶燕姬的旁边，旋即道：我以前的确不是我们宗门的人，是我你们宗主的旧相识，听说合欢宗现在被烈火宗欺负，这才前来帮助他，希望能够壮大合欢宗的。众人听了之后不由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这家伙居然是叶宗主的旧相识。看这个样子，刚才楚凡说杀了程辉，叶宗主也没任何的反驳，恐怕两人的关系都不是一般的好了。楚凡顿了顿，又是道：对了，这2天大家收到的宗门发的那些丝袜短裙套装，那也是我带过来帮忙壮大合欢宗的宝贝，以后指不定还有一些其他的宝贝呢，希望我为燕姬出一份力才是。我的天，他居然直接称呼宗主为燕姬，这称呼莫非他是我们宗主的追求者？有的女弟子顿时心里忍不住猜测起来，一定是这样子的，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如此亲昵的称呼对方？有个男弟子也是直接猜测道，而且我估计咱们宗主对对方肯定也有好感，不然的话不会请这位帮忙。对对对，喜欢我们宗主的人可不少，有些宗门的宗主也想跟我们宗主有一腿呢，可惜没机会。这位楚凡从未听说过，估计是某个修为不低的散修吧。有个弟子则是点了点头，想了想之后又是道，只是他修为这么高，至少当个护法或者长老吧，居然当一个执事有点低调了吧。叶燕姬则是微微一笑，没想到老祖为了隐藏身份，居然想出了这么一个理由。他笑了笑，对着其他弟子道：大家都散了吧，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那程辉就是咎由自取罢了。其他人听见这话，一个个这才散了去。那些护法一个个想了想之后，也是觉得似乎还挺合理，这才都没继续追问，都散了去。就凭刚才楚凡称呼宗主燕姬，这些护法以后也知道这货绝对不能招惹了。楚执事，我想单独和你聊聊。叶燕姬最后看了看楚凡，这才往不远处一个亭子飞去。楚凡想了想之后，旋即跟了上去。呼，望着楚凡的背影，马小蝶松了一口气，不由感慨道：看样子他的确是不简单啊，应该是某个厉害的散修吧。说到这里，马小蝶想到之前的事情，又是柳眉微蹙，这一下子麻烦了，大家都知道我和楚执事有一腿了吧。见到其他长老也都飞走了之后，柳思雅来到马小蝶的面前，微微一笑道：小蝶师姐，你以后会明白，你要是能成为楚凡的女人，会是一件多么庆幸的事情的。马小蝶苦笑了一下，这才道：如果我说你们都误会我了，我和楚凡真是没什么，你相信吗？柳清月走了过来，笑着道：我和姐姐刚才可是看着你挽着她的手走出来的，她还搂着你的腰呢，你说没什么，我们才不相信呢。说到这里，柳清月顿了顿，然后道：楚凡这个人很好的，姐姐刚才说的对，你能成为他的女人，你就偷着乐吧。马小蝶皱了皱眉，心里一阵疑惑，怎么这两姐妹似乎都有点羡慕她似的呢？要知道这2位可是跟楚凡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她们自然更加了解楚凡一些。难道这家伙真有那么好，真的值得他托付终身？最为关键的是，今天的事情不少弟子都知道了，都以为他跟楚凡之间恐怕有一腿，这对于他的名声来说
多少肯定还是有些影响的。此时，在一个亭子里面，这里只有叶彦基和楚凡两人了。叶彦基转身看了看楚凡，不由道：“楚凡，经过刚才的事情，大家至少猜测你的修为是7品灵尊了吧？而且，你又说是我的旧相识，如此一来，很多人都会以为你可能是8品甚至9品灵尊修为。”说到这里，叶彦基顿了顿，方才继续道：“既然如此的话，恐怕以后没人敢仗势欺人的得罪你了。那你为何还要隐藏身份？为何不直接告诉大家，你就是我们宗门的老祖呢？”楚凡并没有立即回答叶彦基的问题，反而是对着叶彦基问道：“这么看来，莫非你希望我告诉大家，我是宗门老祖？”叶彦基点了点头道：“我自然希望你能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宗门有这么一个老祖。”叶彦基苦笑了一下，方才继续道：“毕竟之前我们和欢宗士气低落，很多宗门都敢欺负我们的弟子，我想给我们的弟子增加一些信心。”他想了想之后，这才对着叶彦基道：“这次发出去的那些短裙丝袜套装，其实已经给宗门的弟子们增加了不少的信心了。等过烈火宗的使者来了，咱们先拿烈火宗开刀，你好好的展现一下你的修为，让大长老也显露一下修为，弟子们的信心和士气也就上来了。”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而我隐藏一下实力的话，刚好可以看看以后还有哪些宗门敢打我们宗门的主意，我好帮你们宰了他们。”叶彦基听了之后，顿时心里一喜，看样子还是老祖考虑得更加周到啊。毕竟如果有些只比合欢宗强大那么一点点的宗门，要是知道合欢宗还有一个什么老祖，恐怕就不敢对他们出手了。楚凡这么做，显然是想要揪出那些想欺负合欢宗的宗门，如果他们敢来，定然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他哪里知道，楚凡之所以现在还没打算公开老祖的身份，那是因为比合欢宗强大的宗门还有太多了，那寒灵宗恐怕也未必靠得住，而楚凡的修为现在还是低了一些，所以他打算先苟着，默默地提升修为，等修为提升了之后，到时候再装逼也不迟。楚凡又是笑了笑，对着叶彦基道：“彦基美女，你打算啥时候来找我呢？我打算早点给你提升一些修为呢。你这个宗主的修为高了，宗门不是更好吗？”叶彦基顿时俏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道：“不是说好了明天晚上就来找你吗？老祖你就这么迫不及待了不成？”楚凡微微一笑道：“本来没那么想的，但现在这么好看的你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顿时就恨不得你今天晚上就来找我了。”说到这里，楚凡又是故意叹了一口气道：“哎，看样子即便是本老祖一身正气，也无法抵挡燕姬美女你的诱惑啊。”叶彦基顿时脸颊一红，不好意思地道：“讨厌，你瞎说什么呢？不许瞎说，人家才没诱惑你呢。我看你老祖，你心智不够坚定，喜欢美色罢了。”楚凡汗颜，这样的事情知道就行了吗？干嘛当面拆穿啊？这样的话，他这个老祖以后还怎么混啊？此时的叶彦基在楚凡的面前，竟是露出了一丝小女儿家的姿态。显然，通过这些天的相处，这女人明显对楚凡有些意思了。想了想之后，叶彦基这才又是道：“你之前不是说了，你帮忙提升修为，对你来说消耗很大的吗？我这还不是想着让你休息一天，怕到时候累坏了你的身子，或者对你有不好的影响。”楚凡听见这话，心里有些哭笑不得。他之前也是为了忽悠叶彦基，这才说的好像自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似的，让对方的心里感动。没想到这丫头居然还担心他身体出问题，让他多休息一天。楚凡笑了笑，这才道：“其实也不是多大的消耗，主要就是搂着你修炼的话，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考验。”叶彦基听见这话，不由也是乐了：“你都是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样的考验？”叶彦基笑了笑之后，这才知道自己是被忽悠了，不由白了楚凡一眼道：“哼，你这家伙，亏我还担心你，没想到你之前居然是忽悠我的，对你来说根本没什么消耗吧？”楚凡笑了笑道：“嗨嗨，这都被你发现了，彦基，你可真好看，不仅仅好看，还这么聪明。你这样下去的话，我恐怕要坠入爱河了呢。”楚凡说的是心里话，这叶彦基和石很爽以及那漠然等人，一个个都是极品美女。要知道，这修炼世界的女人，一个个驻颜有方，本来就肤白貌美大长腿，这叶彦基等人更是极品中的极品，那身材和模样，楚凡一个穿越而来的人，自然是看了就把持不住。哼，我看你对那马小蝶也是这么说的吧？叶彦基的心里美滋滋的，却是冷哼一声，娇嗔的说道。楚凡顿时苦笑道：“这个我现在必须解释一下了，我是帮他摆脱那个纠缠他的陈辉，才不得不假装他的道侣的。其实我跟他现在真的没什么。”叶彦基笑了笑道：“好了，我相信你。”望着楚凡这迫不及待解释的样子，叶彦基的心里忍不住一阵温暖。对了，彦基，这里反正没人，让我抱一下如何？楚凡望着面前的美人，不由笑嘻嘻地说道。叶彦基立即给了楚凡一个白眼：“滚！大白天的，
这里还是亭子里面，万一被某个弟子看见了，那咱们之间就算是没什么，恐怕都要被人说成有什么了。到时候那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楚凡不由笑了笑道：“那大不了就不洗了呗。”叶燕击白了楚凡一眼道：“好了，别逗了，我晚上再来找你，到时候让你拥抱修炼，还不是让你能抱到天亮吗？”说完之后，叶燕姬又是忍不住一脸的羞红，这什么情况？怎么感觉自己跟楚凡之间的关系越发的亲密了呢？现在两人这样子，更像是情侣之间的打情骂俏了一些。好了，那我晚上来找你吧。叶燕姬咬了咬红唇，最后羞涩的丢下2个字，飞了起来，准备离开。楚凡听见这话，心里一阵狂喜，不由道：“好，那你早点来哦，别让我久等啊。”一听这话，叶燕姬差点没从空中摔下来。这家伙就这么着急等着搂着她吗？这老祖不会真的看上她了吧？楚凡笑了笑，望着叶燕姬那曼妙的背影，不由感慨道：“能让这么一个高冷的大美女被我搂在怀里，我楚凡也是牛了。要是能得到她的话，那以后更是值了。哈哈，3妻4妾，勾栏听曲，这日子也太美妙了。这合欢宗可真是个好地方。”楚凡哈哈一笑，旋即向着自己的住处飞去。等回到住处之后，发现马小蝶已经走了，楚凡不由道：“这丫头居然走了，这酒都还没喝完呢，我一个人喝，那多无趣啊。”想了想之后，楚凡直接走了出去，将柳思雅和柳清月叫到了自己房间。等到进屋之后，楚凡又是觉得别人看见了不太好，这才把房门关上了。看见楚凡关门，两姐妹皆是皱了皱眉，着实是吓了一跳。这家伙该不会是想做点什么奇怪的事情吧？楚凡笑了笑，这才道：“两位美女，我一个人喝酒太无聊了，陪我一起喝酒，吃点东西呗。这小蝶送过来的菜也太多了一点，现在我一个人哪里吃得完啊？”柳思雅这才微微一笑，走了过去坐了下来。“好啊，他们家的菜那可是很不错的，那咱们今天算是有口福了。”程辉的死有不少弟子都看见了，因此事情很快便是在宗门里面传了开，甚至马小蝶和楚凡之间的关系也是越传越离谱。居然有人说马小蝶肯定早就跟楚凡做了那种事情，不然的话怎么会孤男寡女的在房间里面喝酒呢？如果只是普通的关系，喝酒干嘛不去酒楼喝酒？而是在楚凡的房间里面，那晚上的时候，马小蝶也是将今天的事情都仔细告诉了他的母亲孙三娘。孙三娘听了之后不由道：“小蝶啊，这事儿对你的名声影响可不是太好啊，你本来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呢，今天我都听见有人说你怀孕了，真是气死我了。”马小蝶瞬间无语，不由道：“这些人怎么乱说，真的是气死我了，就算误会我和那楚执事有一腿，我也觉得没什么，居然说怀孕了。”说到这里，马小蝶顿了顿，气呼呼的道：“难道他们不知道修炼之人一心追求修炼，不会轻易生孩子吗？”孙三娘一听这话，心里不由一愣，自己女儿居然生气的是别人说她怀孕这事儿，并不会因为别人传言她和楚执事有一腿而生气。如此说来，自己女儿岂不是对这个楚凡印象还是很不错的？小蝶啊，这事儿都传开了，不管是不是真的，对你来说至少这段时间名声都不是太好。孙三娘苦笑了一下，又是道：“你觉得这个楚执事如何？”马小蝶想了想之后，这才道：“这个楚凡虽然年纪比我大一些，但我跟他还算聊得来，人嘛，我感觉他不简单。那程辉可是6品灵尊修为的高手啊，居然被他一招就打成了重伤，看他那风轻云淡的样子，指不定还隐藏了实力。”马小蝶思考了一会儿，又是道：“而且五长老居然肯为了一个执事，将他的亲传弟子程辉给斩杀了，丝毫没有任何留情和包庇的想法，这也太让人意外了。最后楚凡说是我们宗主大人的旧相识，但我觉得似乎关系没这么简单。”孙三娘想了想之后，不由道：“如此看来，这个楚凡应该是某个十分厉害的散修，指不定是气王修为也说不定。刚才你说那些可以增加战斗力的衣服，都是出自他手，此人来了，恐怕以后的合欢宗要崛起了。”马小蝶笑了笑道：“崛起不崛起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听说宗门已经决定了，不会给烈火宗送女弟子过去了，而且不仅仅这次不会送过去，以后再也不会了。”“是吗？这可是好事儿啊。”孙三娘听了之后不由笑了笑道：“这个楚凡虽然看上去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点，但也是一位强者，跟宗主他们关系不一般。”说到这里，孙三娘顿了顿，方才又是道：“小蝶，既然你和他原本只是做戏，但现在整个宗门的人都知道了，与其被人误会，我看倒不如假戏真做，你就当他的修仙道侣罢了。这样的话，你也算是有了一个靠山，而且我看这个楚凡为人也是不错的。”马小蝶一听这话，顿时吓了一跳，俏脸微红道：“母亲，你瞎说什么呢？这寻找修仙道侣那可是大事儿，岂能儿戏？”孙三娘笑着道：“主要是你们宗门男弟子不多，喜欢你的那些年轻人
你也一个都看不上啊。这楚凡虽然可能年纪大一点，但修炼之人可不在乎年纪，有些灵王修为的强者活了上千年了，看上去不也是很年轻吗？说到这里，孙三娘顿了顿，方才又是道：我听说灵皇修为的人还有1万年的寿元呢。马小蝶顿时道：母亲不是这个意思，这年纪倒是没什么，我就是觉得我今天跟楚执事才第一次见面呢，虽然感觉人不错，但感情的事情还是要慎重，我以后多跟他接触接触再说吧。孙三娘点了点头道：你说的也对，感情的事情的确不能儿戏，选择错了修仙道侣的话，可能就毁了你一生呢。马小蝶想了想之后，又是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母亲，你为何觉得楚凡这人不错？比如说哪些方面呢？马小蝶父亲死得早，和母亲相依为命，再加上孙三娘也是做生意的能手，这些年来看人的眼光也是相当的准，因此马小蝶对于自己母亲的话还是比较听的。孙三娘笑了笑道：你今天让他帮忙，他就毫不犹豫地帮你了，而且还直接帮你杀了那程辉，让程辉这个家伙再也不来纠缠你了。这说明啊，他就是一个乐于助人之人，而且还知道斩草除根。孙三娘想了想之后，又是道：长相的话也算是帅气，并且很有男人味，再加上修为高，我觉得吧，这些都证明了他的优秀。马小蝶听了之后，不由开玩笑地道：原来在你的心里那么多的优点啊，要不母亲你跟他在一起算了，让他当我的爹。孙三娘立即白了马小蝶一眼道：你这丫头瞎说什么呢？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妇罢了，我连修为都没有，我哪里配得上这样的人？倒是你可要抓住机会。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就先回去了，不跟你聊了。马小蝶挥了挥手，然后从饭馆离开了。楚凡此时打开了房门，则是静静地等待着叶燕姬的到来。燕姬怎么还没来啊？不是说了让她早点来的吗？不会是放鸽子了吧？楚凡想着叶燕姬那性感的身材，顿时都感觉有些等不及了。又是等了1个多小时，叶燕姬这才飞了过来，然后来到了楚凡的房间里面。一进屋，他似乎生怕被院子里面的其他弟子发现似的，竟是就一挥手，一股无形的精神力冲了出去，将房门给关上了。燕姬，你怎么这么晚了才来啊？见到叶燕姬终于来了，楚凡的心里顿时一喜，不由故作不太高兴的样子。哎，人家可都等到花都谢了呢。叶燕姬听见这话，不由泯然一笑，脸颊微红的她对着楚凡道：老祖，你以为人家不想来吗？是四长老他们去弄了一些酒和菜，让我陪他们喝酒去了，我总不可能跟他们说你还在等着我吧，所以我就只能跟他们喝酒聊天，等到大家都散了，我才偷偷的来啊。楚凡听了之后不由道：哈哈，听你这么一说，怎么搞得跟偷人似的呢？叶燕姬白了楚凡一眼，竟是娇嗔道：讨厌，就知道瞎说。说到这里，叶燕姬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主要是大家都高兴，最近宗门发展的不错，今天我才多喝了一点。时间不早了，咱们早点上床去修炼吧。楚凡微微一笑，拉着叶燕姬的手说道。叶燕姬羞涩地点了点头，这才上床，让楚凡从身后搂着她，然后开始修炼。楚凡利用功法不停地运转，灵气在两人之间流动，双方的修为都在快速地提升着。叶燕姬刚开始被楚凡搂着，感觉有些紧张，心里忍不住胡思乱想，但很快她又是感觉身体热乎乎的，很温暖，很安心，竟是不知不觉地睡觉了去。楚凡感受着对方的娇躯，闻着对方身上那淡淡的香味，心里那叫一个舒服。发现对方已经睡着了之后，楚凡更是让自己的身体贴得更紧了一些，那样的感觉让他的心里更是紧张和激动了。不过楚凡并没有乱来，只是默默地运转功法。楚凡修炼了许久之后，也是直接闭上眼睡觉去了。两个人竟是就这么搂着睡到了天亮，这一幕看上去是那么的温馨和暧昧。第二天早上，楚凡直接就被叶燕姬给吵醒了。啊啊啊！叶燕姬接连发出了3声惊呼之声。楚凡醒来不由道：你叫什么叫？大清早的，小声一点，就不怕别人听见了误会吗？叶燕姬此时已经穿好衣服了，激动地道：5品巅峰了，楚凡，我竟是已经从3品初期突破到了5品灵王巅峰的修为了啊！看样子下一次突破到6品是完全没问题了。宗主，你在这里面吗？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2长老墨染的声音。不会吧，怎么一大早跑来你住的院子找我来了？叶燕姬顿时一脸紧张，慌忙从楚凡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还慌张地用手整理了一下衣服和秀发。他和楚凡可是什么都没干啊，这会不会被误会啊？特别是刚才他啊啊的叫了几声，也不知道2长老墨染有没有听见，这要是听见了的话，那恐怕就解释不清楚了。怎么办？不可能装不在吧？叶燕姬汗颜，此时的他感觉那叫一个尴尬。这一大早被墨染发现他在楚凡的房间里面，
两个人孤男寡女的，肯定会乱想啊。无妨，反正他早晚都会知道的。楚凡却是微微一笑，对着外面道：“二长老，宗主大人就在这里呢，你进来吧。”叶彦基瞬间无语，不由白了楚凡一眼。他一个男人，自然觉得无妨他和楚凡的关系，他暂时也不想说出去。毕竟现在从楚凡也没公布老祖的身份，对于很多弟子来说，楚凡还是一个执事。而且很多弟子都知道，楚凡刚来宗门没几天，如果现在就让一些弟子误会，他堂堂一个宗主，居然跟一个刚来宗门没几天的执事搞在一起了，那传出去，岂不是对他也不是太好？还以为她是一个很随便的女人。嗨嗨，我在里面。叶彦基尴尬地笑了笑，走了过去，将房门打开。楚凡则是帮忙解释道：“二长老，你有事儿吗？刚才我和彦基正在商量如何将宗门壮大的事情呢。”叶彦基也是立即附和道：“对对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墨染不由皱了皱眉，这才对着叶彦基道：“宗主，那烈火宗的使者已经来了。”一听这话，叶彦基不由一愣，旋即道：“不会吧，这么快就来了？不是还有1天时间吗？这些混蛋居然提前就来了，他们对于这事儿倒是挺积极的。”二长老也是愤怒无比地道：“是啊，来了5个人，一个个趾高气扬的，根本不把我们宗门放在眼里。现在大长老和3长老正在接待他们呢。大长老让我过来找你，另外的话，问问老祖要不要过去一趟。”楚凡一听，微微一笑道：“过去，当然要过去一趟了。好不容易有了看好戏的机会，我为何不过去看看呢？走吧。”叶彦基虽然修为已经突破到了5品灵王巅峰的修为了，现在的合欢宗已经不是烈火宗能比拟的了，但是他还是希望有楚凡在他的身边，这样的话，他的心里更是会感觉到一种踏实。很快，3人便是走了出去，飞了起来，直奔宗门的大殿而去。奇怪，为何老祖的修为那么高，怎么感觉速度还没我快呢？我还得放慢速度来配合他。二长老和叶彦基都着急地飞了起来，就往大殿而去。但很快他便是发现，楚凡竟是速度不如他们2个，落后了一些。于是他们不得不飞慢一点来配合楚凡。看样子凡哥是心里不着急啊。是啊，我们现在强大了，怕什么？慢悠悠的过去也行。楚凡这速度更是说明了他心里有底，所以如此的悠闲吧。叶彦基回头看了一眼，心里则是暗自猜测起来。此时的楚凡也是没办法，虽然刚才他也检查过了一下自己的修为已经从9品灵宗的修为突破到了3品灵尊的修为，这一次的突破还是令他相当的满意的。可是这3品灵尊的修为在不使用飞行符的情况下，这速度肯定是比不上墨染他们的速度的。当然他的实力自然不可能是3品灵尊修为的实力，至少他的肉身的强大是可以轻易斩杀灵王修为的强者的，但这也有个缺点，那就是他得跟对方近身战斗的情况下比拼肉身的强大才行。如果对方拉开距离跟他比拼武技，远距离攻击的话，他一个3品灵尊，即便是修炼了高级的功法，有着高级的武技，但也不可能越级太多。他估计要是真的跟对方拉开距离战斗，想要轰杀一个1品灵王还是有希望，但是要斩杀5、6品灵王修为的强者，那他现在恐怕还是办不到的。也就是说，现在的楚凡处于一个肉身强大，境界还算比较低的尴尬境地。过了一会儿，3人便是已经飞到了大堂之中。此时不仅仅石很爽和3长老在这里，4长老和5长老也已经赶过来了。你们5人便是烈火宗派来的使者。叶彦基走过来了之后，立即脸色冰冷地看了看面前这几人。楚凡也是偷偷扫了一下对方的修为，这5人修为都不算低，全部都是6品灵尊的修为了。见过叶宗主。5人看见叶彦基来了之后，立即上前拱手行礼。等到行礼之后，其中一个老头上前装模作样的拱了拱手，这才慢条斯理地道：“叶宗主，你这不是废话吗？老夫上个月才来过，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么快就把老夫给忘记了。”另外一个中年男人则是道：“叶宗主，我们穿着烈火宗的衣服，腰间挂着烈火宗的令牌，你说是不是烈火宗的使者呢？”叶彦基听了之后不由冷笑了一下，要是放在以前的话，他肯定不敢得罪对方，怕对方不高兴。但是现在的情况那可不一样了，他的修为那可不是以前的他能比的。他不由冷笑道：“哼，我堂堂合欢宗的宗主，每天见过那么多人，你们几个不过是气尊修为的垃圾而已，我有必要非要记得你们吗？你们什么身份地位，也配我记住你们的模样？”你……那2人一听这话，气得脸都绿了。这个叶彦基今天是什么情况？态度一下子就变了，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勇气。楚凡看了看这几人，不由冷冷一笑：“叶宗主说的太对了，他们不过是几个6品灵尊罢了，都不把我们合欢宗的宗主放在眼里了。”那老头冷笑道：“小子，你是谁？敢这么跟我们说话？我可不记得你们合欢宗有这么一个长老吧？再说了，你们合欢宗
男子是不能担任长老的，莫非只是一个护法？一个护法敢这么狂妄了吗？楚凡微微一笑道：不好意思，我还真不是护法，我是合欢宗的一名执事。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又是道：我虽然只是一个执事，但是我今天能站在这里，那足以说明了我的分量，是吧？你要不是傻子，应该懂。一听这话，那老头的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一个执事都敢这么狂了吗？区区一个执事还能有什么分量？这合欢宗的执事指不定修为还比他低一些吧。那老头脸色一沉，眼神中满是不屑。这么看来我还高估你了，原来还只是一个执事啊。哈哈，多谢你的高估，这说明我有当长老或者护法的潜力，是吧？楚凡笑嘻嘻地望着对方，一句话气得对方瞬间无语。小子，你听不出来我是在讽刺你吗？莫非你以为我在夸你不成？那老头脸色一沉，怒视着楚凡。好了，不逗你们玩了，实话告诉你吧，从今天开始，以后我们合欢宗不会给你们宗门送女弟子过去了。楚凡耸了耸肩，一脸玩味地望着对方。你们要是现在滚出去帮我们带话的话，我可以饶你不死。小子，你神经病吧？你一个执事有权利跟我说话吗？区区一个执事居然也敢这么说话了，连你们宗主都不敢说出不把女弟子送过去这样的话，你居然敢这么乱说！老头气得脸色发青，然后继续将视线移向了叶燕姬，大声道：叶宗主，你管管你们家的狗吧，别放出来咬人了，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现在就宰了他。那个中年男人也是道：就是小子，饭可是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是要得罪我们烈火宗的。我们今天要是不能带着一些合欢宗的女弟子回去的话，你可想过后果？楚凡冷笑道：哈，这里可是合欢宗，可不是你们的后花园。石很爽也是笑呵呵地道：对，楚执事说得很对，说我楚执是一个执事，你们几个又是算得了什么？敢在这里乱叫！那老头气得脸色发青，对着叶燕姬道：叶宗主，你什么意思？你确定不管你们家的狗，敢在我面前这么乱叫？你可知道惹怒了我们宗门的后果？我看你是找死！楚凡气得脸色发青，这个老家伙一把年纪了，还什么狗不狗的，听得他再也忍不住了。楚凡的速度很快，本来就距离对方很近的他，一闪便是冲了过去，然后一拳砸在了那老头的身上。砰！老头直接被轰飞，躺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断了气，眼神中还带着几分的惊讶之色。楚凡冷冷一笑，嘴角勾起了一丝弧度。敢说我是狗？嫌命太长了是吧？什么？烈火宗的几人彻底傻眼了，什么情况？刚才这小子速度那么快，居然敢出手杀他们的人！小子，你敢杀我们烈火宗的人？其余四人一个个吓得脸色发青，这小子一拳就将那老头轰杀，修为肯定不低，至少跟他们差不多，不然的话就这么一拳连灵气都没使用，按道理老头顶多受个重伤，现在全死了。有个男子更是一脸愤怒，对着叶燕姬道：叶宗主，你难道不应该给个说法吗？叶燕姬走到了楚凡的身边，这才冷冷一笑，对着前方四人道：说法？你们想要什么说法？你们这1-2年来让我们送那么多的女弟子过去，说是借过去犒劳你们宗门的弟子，很快会送回来，结果呢？你们送回来过吗？石很爽也是一脸愤怒道：就是我们死了那么多的记名弟子，很多记名弟子抓过去之后生不如死，都是被你们给折磨的，今天才杀了你们一个人，你们就愤怒了？你们想过我们的愤怒吗？那男子冷冷一笑道：呵呵，愤怒？叶宗主，你看我们几个修为低微就可以欺负是吧？你想过后果没有？石很爽冷冷一笑道：是吗？我倒是很好奇能有什么样的后果。叶燕姬也是耸了耸肩，一副满不在乎高高在上的模样。你们都快死了，说说吧，我们杀了你们能有什么后果？至于说法的话，你们去找阎王爷要说法去吧。你还想杀了我们？几人一听，脸色那叫一个难看。什么情况？上个月来的时候，这些合欢宗的人可不敢这么硬气啊。此时他们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宗门了，不是每个月来了都乖乖交出人来吗？而且还要留他们在这里住一晚呢，这个月怎么不按套路出牌，还那么硬气了呢？当然，莫非你们以为今天你们还能活着出去不成？现在已经杀了一个了，杀一个也是杀，杀2个也是杀，是吧？哈哈！石很爽哈哈一笑，如同猫捉老鼠一般的看着剩下的4人。实不相瞒，你们烈火宗对我们做的那些事情，我们已经忍你们很久了，杀了你们4个，你们烈火宗要是敢找上门来，那也是找死。叶燕姬也是冷笑了起来，痛快！哈，看见他们这害怕的样子，我也是感觉真是痛快啊。
林雪飞哈哈一笑，这种翻身牛马把歌唱的感觉真不是一般的爽。你们可要想好了。4人这次真的被吓到了，因为几个合欢宗的长老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吃错了药，居然都嚷嚷着要杀了他们。有个家伙想了想之后立即道，我可告诉你们，寒灵宗和苍月宗分别派出了一些弟子在莽山那边战斗，一边分别1万人，这一次我们烈火宗的一些天才可是帮忙出了不少力。说到这里他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因此寒灵宗奖励了我们宗门好几颗丹药，宗主现在已经突破到了2品灵王修为，灵王的话还有2位长老也已经突破到了1品灵王。你们要是敢杀了我们，他们找上门来，恐怕你叶宗主的人头都保不住。另外一个也是道，对，你们可要想好了，我们烈火宗比以前更加强大了，今非昔比了，指不定再过1-2年我们还能成为3流宗门，而不是这种不入流的小宗门。之前那人则是威胁道，所以叶宗主，你最好杀了这个小子，然后跪下给我们道歉。另外的话，这次多给我们50个记名美女弟子，刚才的事情我们可以回去帮你们说说好话，把责任推到这个小子身上，宗主可能原谅你们。对，你们想想后果吧，杀了我们，你们宗门指不定都要灭亡，到时候你指不定都要修为被废，成为我们宗主的顶炉呢，而这些长老一个也跑不掉，所以你们想好后果吧，哈哈。说完之后，对方竟是哈哈大笑起来。他相信之前叶燕姬狂妄是不知道现在烈火宗的情况，要是知道了的话，指不定多害怕呢。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叶燕姬却是冷笑了一下道，你们宗门发展的的确是不错啊，靠着给寒灵宗当狗，摇尾乞怜的得到了些许好处，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还欺负我们。说到这里，叶燕姬直接将一股强大的威压释放了出来，对着4人便是碾压了过去。看看我是什么修为，你们再跟我说话吧。砰砰砰，4人被那强大无比的压迫感直接压得双腿一软，压力山大的他们瞬间跪了下去。什么？这威压怎么如此的强？有个家伙额头冷汗直冒，望向叶燕姬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惧之色。5品灵王巅峰，这怎么可能？有个家伙抽了自己一耳光，居然是真的，我不是做梦。叶宗主怎么突破到了5品灵王巅峰？这都快6品了啊，突破了这么多。一旁的石很爽也是震惊到了，他知道叶燕姬去找楚凡了，2人肯定做了那种事情，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5品灵王巅峰的修为了，就是不知道这是第2次还是第3次拥抱修炼的结果。果然这叶燕姬是特殊体质，那拥抱修炼的效果可比他好了不少啊。天啊，宗主的修为都这么高了。墨染也是红唇微张，彻底被震惊到了，连他都不知道叶燕姬的修为竟是已经突破了灵王，而且达到了5品灵王巅峰的修为了。我的天啊，这是真的吗？太好了，我们合欢宗已经堪比3流宗门了吧？5品灵王巅峰距离6品灵王都只有一步之遥了，有些3流宗门的宗主也就这样的修为吧。白如烟同样是惊呼不已，林雪飞则是道，上次很爽说找楚执事帮忙突破的修为，看样子楚执事的本事真的不小啊。说到这里，林雪飞微微一笑，楚执事，改天你也帮帮我呗，我也想一下子突破到灵王，我要求不高，2品灵王就满足了。这个我倒是乐意，不过嘛，到时候咱们还要仔细商量一下对策才是。楚凡哈哈一笑，这样的美女要是真的愿意的话，他自然不会拒绝啊。一旁的石很爽和叶燕姬对视了一眼，2人则是默契的相视一笑。他们可没跟白如烟他们说过，他们的修为可都是通过跟楚凡拥抱修炼得来的，而且拥抱修炼的时候那不是一般的暧昧，双方还需要穿尽量少的衣服，这样的话身体更是贴得近一点，修炼出来的效果更好。石很爽每次跟楚凡修炼的时候都感觉心跳加速，心里忍不住会乱想，而且也怕某个家伙不老实，让他更是心里会想入非非。虽然楚凡是正经人，没做出过分的事情，但那时候的情况的确是太暧昧了，让人想想都觉得脸红。这白如烟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其他什么秘术帮忙提升的修为呢，居然想都没想就高兴地对楚凡提出了请求。见到楚凡居然如此爽快地答应下来，白如烟也是眼睛一亮，无比激动地道，真的吗？你是答应了吗？太好了，楚执事，你可真是个好人，谢谢你，到时候我一定抽空去找你商量对策。林雪飞一听立即上前道，楚执事，我也要。墨染当即也毫不示弱的道，还有我楚凡执事，我也想要，我也要提升修为呢，包在你身上了。这样的好事儿，莫寒冰岂会不想要？立即上前对着楚凡露出了迷人的笑容。楚执事，你好人做到底，还有我哦，我们几个都是好姐妹，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哦。楚凡汗颜，不知道这几位美女知道是如何提升修为之后，
还会不会这么想？他也只能尴尬地笑了笑，对着几人敷衍道：“嗨嗨，只要你们愿意的话，我自然是没问题的。”慕寒冰立即道：“当然愿意了，这样的好事儿，不愿意是傻子吧？”林雪飞也是道：“对，能很快突破到灵王修为，而且还不止一个品的修为，我们岂会不愿意呢？”石很爽和叶燕姬则是在一旁憋笑，这几个美女哪里会想到楚凡帮忙提升修为的方法竟是那样的？完蛋了，5品灵王巅峰，合欢宗宗主突破到了5品灵王巅峰，这岂不是说我们宗主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了？而且你们听见了没有？对方还说可以帮其他人很快提升修为，而且也能突破到灵王修为，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如此逆天的事情？剩下的4个烈火宗的使者已经彻底吓傻了，难怪合欢宗的人一个个那么硬气，他们竟是已经有着5品灵王巅峰的存在。这么一来，岂不是说即便是他们那3个灵王强者来了，那也是无济于事了？叶宗主，我们知道错了，求求你把我们当个屁给放了吧。其中一个老头立即跪在地上求饶，他知道没有任何逃走的可能，唯一活命的机会那便是跪地求饶。是啊，叶宗主，你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刚才都是有眼无珠，我们是王八蛋，求你放过我们吧。剩下的3人也是立即跪在地上，额头冷汗直冒。呵呵，放过你们？你们放过我们那些记名弟子了吗？一想到那些女弟子的死，叶燕姬脸色阴沉无比，旋即不再废话，一挥手，几道灵气锋刃便是飞了出去，将4人给全部斩杀了去。楚凡想了想之后，则是道：“一会儿让一些记名弟子来处理这5个家伙的尸体吧，让他们亲眼看见我们杀了这烈火宗的几个使者，他们才会相信宗门的决心。”之前毕竟我们只是说了不给烈火宗送人过去，但很多记名弟子一个个心里肯定还是有点怀疑，大家的心里还是不太安心，让几个记名弟子来将尸体抬去处理了，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他们肯定也会很快将事情传开的。石很爽听了之后，也是欣赏的看了看楚凡，缓缓开口道。墨染则是走了过去，将几个家伙的储物戒指摘了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修炼资源。等将几人那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了之后，墨染等人顿时忍不住有些羞涩，因为这几个家伙的储物戒指里面，除了那些适合修炼的功法、武技以及一些灵草和几把长剑之外，竟是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绳子或者女人的肚兜什么的，还有一些什么药物之类的，甚至还有蜡烛。楚凡看了看之后，也是忍不住感慨道：这些烈火宗的王八羔子玩的还挺花的啊。不一会儿，林雪飞便是让人去找来了10几个记名弟子，让他们将这些人的尸体抬去处理掉，直接烧掉，不留痕迹。那些记名弟子一看是烈火宗派来的使者之后，一个个的脸上明显有着掩饰不住的喜色。至少这么一来的话，合欢宗和烈火宗之间的矛盾算是彻底的升级了。死了5个6品灵尊修为的弟子，有些人指不定还是担任了护法或者舵主，这样的几个人对于烈火宗来说，那也是不得不肉疼的了。而且按照烈火宗的性格，不找上门来那是不可能的了。当然宗门的弟子甚至护法都不知道现在叶燕姬和石很爽等人的修为，心里恐怕也会有些好奇，为何现在的合欢宗变得如此强硬？难道是因为那些丝袜短裙套装，又或者是因为那位神秘的楚凡执事宗主的旧相识？等到那些记名弟子将尸体抬走了之后，默然不由道：这下子算是彻底的撕破脸了，那烈火宗恐怕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吧。楚凡则是微微一笑道：不着急，他们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找上门来的，他们等着这几个使者将人带回去，这路上不得耽误几天吗？而且他们肯定会等过了好几天才会反应过来。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到时候我们可以陪他们好好玩玩，等到他们发现这些使者没回去之后，定然也不会立即攻打我们，而是先派几个修为高一点的人来问问情况，到时候我们就一口咬定那些使者根本没来，逗他们玩玩再说。一听这话，石很爽顿时眼睛一亮道：咦，可以哦，这个办法好，咱们可以好好逗他们玩玩再说呢。哈哈，不错，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叶燕姬听了之后也是不由笑了起来，这老祖还挺会玩的。白如烟为人则是比较谨慎一些，想了想之后，这才对着楚凡道：老祖，那寒灵宗那边呢？我们要是真的灭了烈火宗，不会有问题吗？楚凡冷冷一笑道：怕什么？不是还有我吗？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那寒灵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因为烈火宗之前比我们强大一些，烈火宗对我们做的事情他们都视若无睹，即便是你们派人跟他们说了一下这事儿，他们也是睁一只闭只眼的，根本没插手。这样的宗门，我们依附于他，可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叶燕姬想了想之后，也是点了点头道：大家放心吧，我们的老祖修为肯定比寒灵宗的宗主还要高，这事儿大家不用担心。楚凡汗颜，
他现在的修为可不高，不过他相信，只要拿下了柳思雅或者白如烟等美女之后，只要跟他们拥抱修炼的话，他的修为还能提升不少。再加上他原本还有很强大的体魄，到时候也没什么好怕的。实在是没办法的时候，他好歹还有5个一拳秒杀的拳套呢，到时候直接斩杀2个强者，那不得将其他人吓得屁滚尿流。虽然楚凡现在修为不高，但是他的底牌还是不少的。更何况那寒灵宗要是不傻的话，未必会对他们宗门出手，毕竟都是自己手下的人，手下的烈火宗没了，合欢宗变得强大了，对他们来说再灭了合欢宗那可是很愚蠢的决定。如果是聪明人的话，反而应该培养一下合欢宗。诸位放心，我对老祖有信心，我相信那寒灵宗也不会在已经损失了一个烈火宗的情况下还对我们出手，那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等于壮士断腕。叶燕姬微微一笑，然后道：毕竟我们强大了，我们反而可以成为他们的有力的助力。好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楚凡笑了笑，很快便是离开了这里。等到楚凡走了之后，林雪飞激动地上前拉着叶燕姬的手道：燕姬，你也太牛了啊，你这一声不响都突破到了5品灵王巅峰了，之前你可是有瓶颈，连突破到1品灵王修为都难的，没想到一口气突破了这么多啊。慕寒冰也是激动地道：是啊，要是我们都能突破到5品灵王巅峰修为的话，那就好了，咱们宗门就堪比一些三流宗门了吧。石很爽立即道：何止是堪比啊，那肯定就是三流宗门了，你可别忘了我们还有那套装呢，要是5品灵王巅峰的修为，加上那短裙丝袜套装的越级杀敌的能力，我们能斩杀6品灵王，实力肯定堪比7品灵王了吧。6个7品灵王，即便是一些弱一点的三流宗门，都未必有我们厉害吧。慕寒冰直接道：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修为深不可测的老祖呢，这才是我们的底牌。对，老祖才是我们的底牌呢，老祖的修为恐怕至少都是灵皇了，甚至可能是灵圣了吧。林雪飞想了想之后不由说道。白如烟竟是道：我估计应该都不止灵圣修为，说不定更高，不然的话他肯定不会有如此通天的手段，能让大长老短短时间突破到了4品灵王中期，也不会让燕姬突破到了5品灵王巅峰。很有道理，这样的话我们有老祖在，我们合欢宗不强大都不行了。几人都心里一阵暗喜。蓦然想了想之后不由道：对了，上次很爽说找老祖帮忙提升修为，对他来说消耗也大，我看燕姬刚找他提升修为过，我还是过几天再去找他吧。我也是，等过段时间再去找老祖吧，咱们也不能太心急，不能不给老祖休息的时间。白如烟也是点了点头，很是认可的说道。楚凡很快便是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想到刚才自己又装了一次逼，楚凡的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的。要是蓦然等人真的都来找我提升修为，那可就真的太爽了。楚凡坏笑了起来，一想到一群极品美女跟自己躺在床上搂着修炼，穿着极少的衣物，那感觉想想都觉得刺激。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敲门声却是响了起来。楚凡皱了皱眉，这个时候了，谁还会跑来敲门？想了想之后，他这才走了过去，打开了房门。看见门外站着的是温柔美丽的柳思雅之后，楚凡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才对着对方道：原来是思雅，里面请。柳思雅点了点头，心里却是砰砰直跳。之前楚凡让他想的问题他已经想好了，那就是干。能够抱上宗门老祖的大腿，那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儿，这可能是他这辈子翻身的唯一机会，他为何不答应呢？再说了，老祖说了只是拥抱修炼而已，万一是真的呢？不用做其他的事情呢？进屋之后，柳思雅顿了顿，这才假装找其他的话题道：对了，楚执事，我听说烈火宗来了5个使者，希望都不低啊，结果都被宗主他们给杀了，这是真的吗？楚凡原本还以为对方是来找他说提升修为那事儿的，没想到是来问这个事情，心里顿时有些失落，但还是微微一笑道：这当然是真的了，你也知道本老祖可是很厉害的，区烈火宗自然不放在眼里。柳思雅想了想之后，这才又是道：老祖你真是厉害啊，对了，那天你说我是特殊体质，跟你来一次拥抱修炼之后，我能突破到灵宗修为，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楚凡愣了一下，心里一喜，原来对方最后还是为了这事儿来的啊。他笑了笑，一把拉住柳思雅的手道：思雅，当然是真的了，我都一把年纪了，还能撒谎不成？柳思雅被楚凡拉着手，顿时一脸羞涩，想了想之后，最后点了点头道：老祖，你其实看上去也一点都不老，而且是我喜欢的类型，人成熟又稳重，我愿意跟你拥抱修炼。说到这里，柳思雅顿了顿，方才又是道：我需要怎么配合你？我需要做点什么？我都听你的。楚凡微微一笑道：你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那就是脱一些衣服，穿一点贴身衣物就行了，躺在床上，让我从后面还是前面搂着你，
大概几个小时之后，你就能提升修为了。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道：衣物穿的少一些的话，那修炼的效果更好。柳思雅有些不好意思，穿很少的衣物，从前面还是从后面搂着修炼，这虽然不用双修，但是感觉也有些暧昧了。她羞红着脸，点了点头道：还是从后面吧，前面我有些不好意思。毕竟如果从前面搂着，柳思雅怕自己望着楚凡那帅气的脸庞，会更加的容易胡思乱想。从后面的话，自己闭上眼睛，把楚凡当作空气就行了。好吧，那咱们开始吧。楚凡微微一笑，很快两人便是躺在了床上。楚凡从身后搂住了柳思雅，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一晃便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修炼完了之后，大家都困了，也就睡着了去。第二天早上，不错啊，这突破到了灵尊修为之后，想要突破难度大了不少，需要的能量大得多了，竟是也让我从3品灵尊修为突破到了8品灵尊的修为。楚凡感受了一下自己的修为情况之后，心里也是一阵激动，这种力量一下子暴涨了几十倍的感觉可不是一般的好。看样子他距离灵王修为也已经只是几天时间的事情了，哈哈，不错不错，等我强大起来了，即便是那寒灵宗什么的宗门，在我的面前那也是小喽啰了，哈哈。楚凡哈哈一笑，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信心十足。啊，我居然睡了这么久。柳思雅醒来之后，望着外面已经天亮了，顿时微微一惊。对了，我突破到了什么修为了？我得赶紧检查一下。柳思雅很快想到了什么，盘腿坐了起来，开始检查一下自己的修为。一旁的楚凡则是微微一笑，他知道接下来将会是柳思雅无比兴奋的时刻。他相信柳思雅在知道他的修为之后，一定会高兴的不知所措，诚惶诚恐。特别是柳思雅这样修为低的女子，在这个乱世更加渴望变强，不然的话根本没有一点自保之力，在外面随时可能被一些强大的男修士欺负。放心吧，思雅，咱们以后也算是好朋友了，毕竟咱们都搂着修炼过了，以后我会对你好的，没人能欺负你和你妹妹。楚凡望着对方，心里暗自下定了决心。下一秒，柳思雅惊呆了。谢谢老祖，老祖，你对我可真好。柳思雅羞涩的点了点头，望着面前帅气的男人，柳思雅咬了咬红唇，真想说可以当对方的修仙道侣，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修为有点低，柳思雅最后还是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她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修为，顿时一惊，8品灵师，我的天啊！老祖，我没看错吧？我居然突破到了8品灵师修为了啊！柳思雅那叫一个激动，她之前不过2品灵师的修为，现在竟是突破到了8品灵师的修为，这修为的突破速度简直跟坐火箭似的，这也太快了吧！怎么样，还满意吗？楚凡微微一笑，心里那叫一个高兴。柳思雅顿时一脸羞红，低着头道：老祖，奴家现在是你的人了，以后也都是你的人，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楚凡听见这话，怎么感觉怪怪的？这就搂着修炼了一下而已，怎么就成了他的人了？这丫头不会是看上他了，想要让他负责到底吧？要是真的对方是这样想的话，那就太爽了。嗨嗨，帮你提升修为，我十分的乐意。不过为了维持自己老祖的形象，楚凡还是一本正经的说道：谢谢老祖。柳思雅不好意思地道。楚凡则是笑道：呵呵，你以后可以叫我凡哥，咱们不用那么见外。好的，凡哥。柳思雅亲切地叫了一声，脸都红到耳根子处了。楚凡又是将手搭在了柳思雅的手上，检查了一下之后，竟是不由道：咦，你之前的修炼天赋不是很好，但是似乎现在修炼天赋好了不少，最为关键的是，我发现你的精神力比以前人强了不少。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也就是说，思雅，我发现你这身体或许适合炼丹，以后能成为炼丹师呢。听见这话，柳思雅倒吸一口凉气，彻底被楚凡的话给震惊到了。炼丹师这可是稀有职业，而且想要成为炼丹师条件十分的苛刻，但是一旦成为了炼丹师，那都是宗门重点培养的人才，身份地位很高。没想到现在老祖居然说他的身体情况竟是适合成为炼丹师。过了好一会儿，柳思雅这才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老祖，你不会是跟我开玩笑的吧？我真的有希望成为炼丹师。楚凡微微一笑道：这事儿我可没必要骗你，放心吧，只要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以后可以来找我，我教你炼丹，让你成为炼丹师，肯定不是问题的。楚凡顿了顿，又是道：你的性格不是一个急躁的人，倒是也适合当一名炼丹师，只要你肯用心，定然能有所成就。太好了，老祖，真的太好了，炼丹师，我当然想成为一个炼丹师。柳思雅激动万分，高兴异常，这样的事情她怎么可能不想？要知道这炼丹师身份可不是一般的高贵，这要是成为了炼丹师，如果成为了2品或者3品炼丹师，那随便去一些宗门，那都是里面的香饽饽。
当然，柳思雅自然不会傻到跑去别的宗门的，毕竟现在合欢宗的老祖对她这么好，对她们两姐妹照顾有加，除非她是傻子才跑去别的宗门。有着老祖罩着，老祖还能帮忙教她炼丹，在合欢宗的发展肯定比去其他大一点的宗门发展更好。更何况老祖可是活了数千年的存在，指不定修为多高呢。现在的合欢宗虽然弱了一点点，但有着老祖在，合欢宗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楚凡笑着道：哈哈，别急，慢慢来就行了，只要你肯学，我自然愿意教你，谁让你是我的人了呢？楚凡想到之前对方说的话，也是这么来了一句，心里美滋滋的。我就是老祖的人。柳思雅的心里美滋滋的，怎么感觉两人这是在表白了呢？从未谈过恋爱的她，此时心里别提多甜蜜了。柳思雅发现，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为何感觉面前的男人看上去越来越帅了，而且身上那种气质也越来越不一般了。其实她不知道的是，楚凡的修为也在不停的提升，短短的时间之内已经突破到了8品灵尊的修为了。这修为上面的提升也会对气质上面有所影响的。更何况以前的楚凡本来就是一个强者，自然会有一颗强者的心，举手投足之间也是不太一样的。那是一种毫不畏惧强者的气概，是一种积累。楚凡笑了笑，然后道：好了，那你就休息几天，先适应一下自己现在新增加的力量，改天再来找我吧。柳思雅轻轻点了点头，这才将衣服穿上了，然后道：好了我先回我房间去了，不然一会儿其他弟子要是出门被他们碰见了不好。一想到昨天晚上楚凡从身后搂着他，两人贴得这么紧，楚凡的一只手还放在了他的小腹之处，他就忍不住心里一阵羞涩。昨天晚上躺在床上，那感觉实在是太暧昧了一点，更何况两人都只穿了一点点的衣服，这才是比较致命的。那个时候他的心里真的有点怕老祖到时候对他做点什么其他的事情，到时候他身份低微，恐怕也不敢反抗，只能从了老祖的意思。楚凡笑着点了点头，又是道：这前面3次的提升效果都是很不错的，你现在都是8品灵师修为了，我估计再来2次拥抱修炼的话，你提升到4、5品灵宗都不是问题呢。那可真是太好了，这可是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啊。柳思雅激动无比，要知道在认识楚凡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9品气者罢了，连灵师修为都不是。现在他竟是有希望过几天之后突破到4品或者5品灵宗修为，这样的修为增幅简直可以用变态来形容。要知道对于以前的他来说，那灵宗修为的人那就是他只能仰望的强者，是他只能仰望的存在，而现在他距离突破到灵宗修为竟是也不远了。柳思雅想了想之后，不由好奇地问道：那第4次、第5次呢？就没效果了吗？显然柳思雅已经尝到甜头了，自然希望尝到更多的甜头。这话问了之后，他又是忍不住俏脸一红，怎么搞得他好像很喜欢这样的事情似的。看见对方那一脸羞涩的样子，楚凡觉得这丫头也越发的可爱了。昨天晚上对于他来说，那简直也是一种考验啊，只能尽量专心去运转功法，生怕自己突然忍不住就毁了对方的清白。楚凡淡然一笑道：放心吧，效果肯定还是有的，只是前面3次是提升幅度更大，后面的话幅度会小很多罢了。你来找我让我搂着修炼的话，那肯定比你自己修炼好很多了。我明白了，那凡哥我就先出去了。柳思雅害羞地看了楚凡一眼，到了现在她都感觉这一切跟做梦似的，自己的修为居然突破了那么多。柳思雅羞打开了房门，趁着外面还没人，快速离开了这里。柳思雅的心里砰砰直跳，这一切如同做梦一般的不真实。没想到的是，她刚回到自己房间，跟做贼似的将房门关上之后，一转身却是瞧见柳清月竟是坐在她的床上，直直地盯着她。柳思雅顿时被吓了一跳，慌忙拍了拍胸口道：清月，你怎么在我房间啊？一句话也不说，吓我一跳呢。柳清月苦笑了一下，旋即道：姐姐，你昨天晚上去找楚凡老祖了吧？1个晚上都没回来。一听这话，柳思雅顿时脸上一红，慌忙道：没有啊，你瞎说什么呢？柳清月看见自己姐姐那脸红和眼神闪躲的样子，不由觉得好笑。那你这一早怎么会从外面回来呢？柳思雅的心里一阵紧张，立即眼珠子一转道：我今天起来的早，刚去外面走了走，散散步，这才回来呢。嗨，这早上的话，外面的空气还真是不错，呼吸起来特别的舒服。柳清月看见姐姐那撒谎的样子，实在是有些绷不住了，直接笑了起来。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老祖，你啊，昨天晚上就是去找他去了，别骗我了。柳思雅立即眼神有些闪躲地道：没有啊，清月，你可别瞎说啊，我怎么可能骗你？我真的是一早起来就去散步了，所以你来了才没见到我的。柳清月笑了笑道：我昨天晚上看见你进的老祖的房间，
你还说我瞎说？一早上才回来，你们两个孤男寡女的，你可别说你们什么都没做。柳思雅笑了笑道：清月，老祖是正经人，他可不是什么色狼，你可别误会了他。说到这里，柳思雅顿了顿，方才道：我承认，我昨天晚上的确是去了他的房间，还跟他搂着睡到了天亮，但是老祖是在用他的方法帮我提升修为，并没有对我做出出格的事情。柳思雅想了想之后，不由道：老祖好像说这叫什么拥抱修炼之法，反正挺奇怪的修炼之法，让人怪不好意思的。拥抱修炼之法，看样子老祖人真的很好，没欺负你，说明他很尊重我们，不会因为自己修为高就欺负我们这些女弟子。柳清月听了之后也是一脸惊讶，心里越来越觉得这老祖可靠了。柳思雅听见这话忍不住笑了，心神一动，便是将体内的灵气释放了出来，覆盖在了手掌之上。清月，你太小看凡哥的厉害了，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修为，他这办法厉害吧？柳清月只是看了一眼，便是被那强大的波动给震惊到了，他忍不住后退了2步，惊讶地张开了嘴巴，旋即又是揉了揉眼睛，再仔细地看了看，这才惊呼道：这是真的吗？我的天啊，你这是8品灵师了？不可能吧？说到这里，柳清月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你之前不是才2品灵师吗？你现在居然就8品灵师了，这岂不是说你就跟搂着修炼了1个晚上，提升了6个品的修为？要是这样的话，谁还愿意辛苦修炼啊？柳思雅笑了笑道：清月，凡哥说了，我这是特殊体质，提升的效果比一般人的效果会好一些，说我的体质就是适合这种奇怪的修炼方式，还说了前面3次的效果都会不错，后面虽然也会有效果，但效果就会变得差一些而已。想了想之后，柳思雅不由道：我这不是还有2次吗？凡哥说了，到时候我突破到4品灵宗应该都不是问题，有可能5品灵宗。我的天啊，我没听错吧？突破到4品灵宗都不是问题，而且有可能是5品灵宗，那你这提升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这对于别人来说，说不定少走了10几20年的弯路吧。柳清月再次震撼到了，想了想之后不由道：如此逆天的技能对于老祖来说会不会损耗比较大什么的？柳思雅皱了皱眉，想了想之后这才道：这个我也不清楚，看他那样子应该不至于吧。柳清月想到自己的修为，再想想现在柳思雅的修为，不由感慨道：哎，我的天赋那么好，那么努力的修炼，现在才终于突破到了4品灵师的修为，从3品灵师突破到了4品灵师，我都用了几个月呢。说到这里，柳清月有些哭笑不得地道：你倒是好，嗖的一下子就突破到了8品灵师修为了，而且你可能过几天还要突破，甚至突破到4品或者5品灵宗的修为，我的天啊，你这也太打击人了吧，还让不让人活啊？柳清月变得垂头丧气起来，以前我还想着你天赋差一点，我来保护你呢，看这个样子，以后需要你来保护我才是了。4品灵宗在我的面前那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啊，那可是内门弟子里面都比较不错的前辈了呢。柳思雅想了想之后又是道：对了，听凡哥的意思，好像普通的女子前面3次也能提升不少的修为，只是提升的效果稍微差一点点而已，但也很不错了。柳思雅说完之后看了看柳清月，不由微微一笑道：要不我帮你问问。柳清月一听这话，瞬间一脸羞红，眼神闪烁，将视线移到了地上，都不敢去看柳思雅的眼睛了。你瞎说什么呢？这样不好，感觉孤男寡女的躺在一个床上，还要搂着我，这怎么好意思啊？要是被人发现了，别人肯定不相信，啥也没做，到时候清誉被毁了。柳思雅来到柳清月身边，拉着她的手道：清月，这有什么不好的？只要我们不说出去，谁会知道啊？再说了，有了实力才能更有保命的手段，咱们修为低，这对于我们的机缘又不用双修，你怕什么呢？最后柳清月羞涩地低着头道：这事儿我听你的，你帮我做主吧。那我暂时不去做任务什么的了，改天试试看，就是不知道老祖愿意不愿意帮我。说完这话，柳清月的心里紧张不已，天啊，他这是怎么了？难道真的心里也是很喜欢老祖的吗？不然的话，自己怎么会鬼使神差的同意了呢？柳思雅笑了笑道：放心吧，你这么好看，老祖肯定愿意帮你提升修为的，我改天找他说说。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帮你做主，我帮你去问问凡哥。柳思雅笑了笑道：清月，那马小蝶都是聪明人，主动来找楚凡喝酒了，你想一下，恐怕那马小蝶师姐都是看上老祖了，除了她之外，大长老和宗主这样何等惊艳的女人也都愿意当她的女人，所以我们要是能成为楚凡的女人，那肯定是稳赚不亏的。此时的柳思雅经过昨天和楚凡搂着修炼之后，对于楚凡的好感度更高了，心里更是觉得老祖是一个好人，即便是老祖到时候把持不住，想对他做点什么，他也愿意了。你叫他凡哥。
柳清月不好意思地说道。柳思雅点了点头道：“他让我别叫他老祖了，叫他凡哥就行了，嘿嘿。”看见柳思雅那甜蜜的无比的笑容，柳清月不由道：“姐，看样子你是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楚凡老祖了，我看得出来你笑得很甜蜜。”柳思雅一脸的羞涩，不由道：“哎呀，讨厌，他真的很好啊，对我们都好呢，只要他愿意，我也愿意当他的女人。”柳思雅想了想之后，又是道：“这样吧，我一会儿就去帮你问问，看看他对你有没有那样的想法，只要他愿意，你可不能拒绝哦。”柳清月一听，顿时吓了一跳，慌忙道：“姐，不着急，要不还是过几天再说吧，你这太突然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虽然我也觉得老主人很好，对我们都不错，只是这也太快了。”柳思雅思考了片刻，这才道：“好吧，反正给你的时间不多，我最多给你5天考虑的时间，明白了。”柳清月一脸的无语，不由抱怨道：“姐，这事儿至于那么心急吗？你就不能多给我几天时间？”柳思雅立即白了柳清月一眼道：“你这丫头，你懂什么？咱们和欢宗很可能过几天就要跟烈火宗打起来了，到时候修为太低了，那可能就是炮灰，2个宗门开战，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你我2人的修为自然是早点提升起来才好，到时候真的打起来的时候也多一些自保之力啊。”柳清月一听这话，立即吓了一跳：“不会吧？烈火宗的人比我们多，发展也很好，最近帮着寒灵宗对苍月宗那边的势力战斗，恐怕表现不错，还能得到一些奖励什么的，指不定灵王修为的强者都不止一个。我们要是真的跟烈火宗打起来的话，恐怕不是对手啊。”说到这里，柳清月皱着眉头道：“姐，你这消息可靠吗？是老祖告诉你的吗？”柳思雅这才道：“不用他告诉我就知道了，昨天烈火宗的使者就来了，提前1天就来要人了，结果被大长老和宗主他们直接给杀了，还让我们一些记名弟子去处理的尸体呢，这事儿很快就会传开，这次算是彻底表明我们的决心了。”柳清月听了之后点了点头道：“看样子是因为老祖在，宗主他们信心十足，这才敢如此的，有老祖在的话，倒是不用担忧什么。”柳思雅不由笑了笑道：“老祖虽然厉害，但他一个人的话，2个宗门打起来也不可能有机会顾及到我们这些小角色吧，所以你的修为最好也能快速提升一些，这样更安全，知道了吗？姐姐我可不想看见你死啊。”柳清月想了想之后点了点头道：“说的也是，这个世界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才行。”柳思雅想了想之后也是点头道：“你的担心也不是不无道理。”此时的楚凡在院子里面坐着喝茶，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舒服了，就这么跟美女做点羞涩的事情，虽然累一点，但是这修为恢复的可不是一般的快，等以后再恢复一些，那他的合欢宗便是可以稳了。对了，系统，你说我的目标是让合欢宗变成第1大宗门，我这任务要是完成了，应该有什么奖励的吧？楚凡不由想到了什么，微微一笑问道。没想到系统竟是道：“宿主，这可是你的终极目标啊，完成了自然有任务奖励，而且那奖励还不是一般的大。”楚凡一听这话，顿时心中一喜，立即忍不住问道：“是吗？嘿嘿，能透露一下有些什么好处吗？”系统竟是在这个时候卖起了关子，不由道：“宿主，等你完成了这个终极目标之后，到时候自然会有奖励，这个的话等以后再说吧。”楚凡一阵无语，不过既然系统不说，他也懒得问了，既然说是很牛逼的奖励，那自然不会差。楚凡经过昨天晚上和柳思雅的一夜搂着修炼之后，修为境势也从3品灵尊突破到了8品灵尊的修为，这样的修为在宗门里面已经算是极其厉害的存在了，而且看对方那样子，似乎对他已经有好感了，以后只要多搂着修炼几次，自己再来一个浪漫的告白，指不定就能跟对方做点坏坏的事情了。想到这里，楚凡的心里美滋滋的，啥时候能搞定几个美女，这辈子就值了。他一边喝着茶，一边微微一笑道：“看这个样子，我的修为很快便是可以追上叶燕姬他们了呢，到时候先不说实力，至少从修为上来看，我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老祖呢。”就在这个时候，柳清月却是从柳思雅的房间里面走了出来。老柳清月一看楚凡望着自己，心里一紧张，差点就喊错了。他反应过来了之后，立即微微一笑道：“楚执事好啊。”楚凡看了看柳清月，不由也是笑了笑道：“清月早啊，清月啊，我听说你的修为不错啊，都突破到了4品灵师了，你这天赋可真是不错。”一听这话，柳清月顿时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天赋好有什么用啊？自己那么努力，结果呢，才一个晚上，修为比自己低了不少的柳思雅直接就超过他的修为了，而且还是狠狠碾压的那种。还行吧，要是以前别人夸他天赋好，柳清月一定会很高兴，现在知道了自己姐姐的情况之后，柳清月听见这话也高兴不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
三长老白如烟却是从外面走了进来。柳清月一看三长老来了，顿时柳眉微蹙。要知道，这些长老平时可是都不显山不露水的存在啊，他们可不会轻易来这种外门弟子住的院子看望外门弟子的。最近，不仅仅大长老和宗主经常来这里，还成为了楚凡的女人，现在连三长老都找上门来了。难道他们都愿意跟楚凡拥抱修炼了不成？听姐姐说，拥抱修炼的时候还不能穿太多衣物的啊。柳清月暗自想着，见到三长老走了过来，不由微微一笑道：“三长老好。”白如烟缓缓点了点头，这才对着刚站起来的楚凡道：“楚执事的日子倒是过得清闲啊，居然有心思一个人在这里晒太阳喝茶。”楚凡微微一笑道：“白长老早上好啊，这太阳晒着真是舒服。最近宗门也没招收什么新弟子，加上有着思雅姑娘的帮忙，我倒是清闲。”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又是道：“不知道三长老前来找我是因为何事啊？”楚凡的心中早就已经猜到了什么，毕竟昨天这三长老和二长老等人一个个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他帮忙提升修为了，现在恐怕就是过来找他帮忙的吧。不知道石很爽和叶燕姬两人有没有将他是如何帮他们提升修为这事儿告诉白如烟等人。白如烟微微一笑，看了一眼一旁的柳清月，柳清月顿时心领神会，转身回自己房间去了。等到柳清月走了之后，白如烟这才对着楚凡道：“楚执事，咱们还是进屋去说吧。”楚凡微微一笑道：“没问题，我也觉得在这里说的话不太合适。”说完之后，两人便是很快进了楚凡的房间。等来到了房间之后，楚凡这才将门关上。白如烟看了看这英俊的老祖，眼神微微有些恍惚，不知道为何，老祖这身上有着一种其他男人没有的气势，似乎站在那里都给人一种高高在上、霸气外放的感觉。白如烟愣了一下之后，这才对着楚凡道：“老祖，昨天你说可以帮我们也提升修为，是不是真的？”楚凡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旋即身体一正，如同一个高人一般地道：“本老祖说话自然一言九鼎，老夫岂会骗你这样的小娃娃？”太好了，老祖，那我也能很快突破到灵王了吗？甚至可能2品、3品灵王？白如烟一听，顿时眼睛一亮，无比的激动。楚凡点了点头道：“3品灵王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说不定不止呢。”丁，系统检测到，白如烟乃特殊体质，阴寒圣体，此体质适合拥抱修炼，一般很难观察出来。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的提示音却是突兀的响起。楚凡心里一愣，顿时一阵暗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跟白如烟来一次拥抱修炼，岂不是更获得更大的反馈？这合欢宗果然是藏龙卧虎啊！这适合拥抱修炼的特殊体质的女人还真是不少啊！不得不说，这种体质可能真的不容易被发现，至少楚凡都没听说过这样的体质，而系统也是好不容易才发现的。系统，你确定？楚凡心中狂喜，这下可真是赚大了啊！系统鄙夷的声音传来：“宿主，本系统没有一点把握，岂会跟你说？要是我说了是特殊体质，结果你后续发现不是，那本系统岂不是很没面子？”楚凡汗颜，这系统还是挺傲娇的啊，而且还挺爱面子的。嘿嘿，那就多谢了，这可是好事儿。楚凡坏笑了起来，心里暗自得意。一旁的白如烟看见楚凡一个人在那里坏笑，不由皱了皱眉，不知道这家伙在想什么。他想了想之后，不由对着楚凡道：“老祖，如此逆天的事情，对于你来说，帮我们提升修为，应该会对你消耗不少吧？”说到这里，白如烟顿了顿，不由继续道：“我今天主要就是来问问，你刚帮燕姬宗主以及大长老提升了修为，肯定需要休息恢复吧？我主要是来问问，倒是不着急提升，我可以过几天再来找你。”楚凡一听这话，心里一阵感慨，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叶燕姬和石很爽的为人都是相当不错的，这白如烟和墨染等人恐怕也是差不多。现在白如烟虽然很想提升修为，但首先还是为楚凡考虑，担心他吃不消什么的。楚凡不由微微一笑，对着白如烟道：“放心吧，我乃九阳神体，本老祖修为高深，这点消耗对我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只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真的？白如烟一听，顿时眼睛一亮，别提多高兴了。丁，系统任务：与白如烟拥抱修炼，任务完成时间10天之内，帮白如烟提升修为。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的声音也是再次响起，机械性地道：“如系统任务完成，将奖励下品圣宝3件，是否接受任务？60、59。”系统弹出个对话框，显然楚凡只有60秒的时间考虑是不是要接受任务，一旦接受任务的话，就可以获得奖励。我去，系统，这奖励不错啊，3件下品圣宝，嘿嘿，不错不错。楚凡想了想之后，反正这次任务也没惩罚，直接选择了接受任务。等到任务接受了之后，楚凡这才对着白如烟道：“
嘿嘿，当然是真的，不过这个的话，我是怕你不太愿意。楚凡说着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毕竟他和白如烟见面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这没多少感情基础。虽然喜欢是喜欢这样的美女，可是多少还是有些紧张。毕竟这白如烟看上去性格比时很爽，还要保守了不少，是一个温柔很文静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你就算是牵她的手一下，恐怕都会脸红。你这要是跟她躺在一张床上，一躺至少好几个小时，对方岂不是更加觉得不好意思？最为关键的是，到时候还需要将衣服脱掉不少，只穿那么一点的贴身衣物。楚凡还需要搂着对方才能修炼，帮忙双方一起提升修为。不得不说，这个修炼模式连楚凡都觉得有些搞笑，这尼玛完全就是在考验他的意志啊！特别是对于他这种两世为处的男人来说，那简直是要命的。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了。白如烟想都没想便是答应了下来，想了想之后又是道：既然宗主和大长老他们都能接受，我自然也能了。想了想之后，白如烟这才道：那咱们开始吧，我需要如何配合你？白如烟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提升修为，心想既然石很爽和叶燕姬都能坚持下来，自己自然也能坚持下来。毕竟在毅力方面，他自认为还是很有毅力的。看见对方那迫不及待的样子，楚凡也是有些哭笑不得。我们这个修炼方法叫做拥抱修炼，需要你将外面的衣服脱掉，穿得越少越好。我从后面或者前面搂着你修炼，咱们两个不用做的别的，你被我搂着就行了，到时候就能提升修为了。当然时间肯定不短，修炼一个大循环下来至少也要3-4个小时，也就是说我需要搂着你3-4个小时，两人躺在同一张床上才行。楚凡笑了笑，上前一把搂住了对方的腰肢。这样的小要求，白长老你能配合的吧？啊！白如烟顿时一脸羞红，那叫一个娇羞，忍不住发出了一声轻呼。什么情况？这帮忙提升修为还需要弄出如此亲密的动作？他叫了一声之后立即推开楚凡，而是整个人都石化在了当场。刚才老祖居然搂了他的腰，要知道女孩子的腰可不是随便搂的，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搂过呢。拥抱修炼，这是什么奇怪的修炼方式啊？而且还要脱衣服，只穿一点点。白如烟一脸羞红，感觉脑瓜子嗡嗡的，一时间反应不过来。毕竟他和楚凡才见过几次面啊，这如此亲密的动作，那怎么好意思呢？再说了，这搂着搂着，万一老祖心怀不轨，做点其他的事情，那怎么办？老祖修为高深，到时候自己不同意也反抗不了啊。白如烟的脑袋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了，没想到这提升修为的办法竟是如此的让他感觉羞涩，恨不得挖个地方钻进去。难怪很爽一直没说是如何提升修为的，只是说对老祖来说需要消耗不少，原来是如此难以启齿的事情。白如烟心里想着，开始皱着眉头。楚凡笑了笑道：白长老，看样子你还没准备好啊，那我给你一段时间考虑吧，10天的时间应该够了吧？毕竟系统也只给了楚凡10天的时间，多了他也不敢给。白如烟有些无奈，苦笑道：老祖，怎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奇葩的修炼方式？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白如烟想了想之后又是道：也就是说之前很爽和燕姬他们两个也是这么跟你修炼才提升修为的吗？楚凡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不然你以为呢？白如烟顿时表情有些怪异，真是想不到他们两个之前那么保守的居然也……想到这里，白如烟看了看楚凡，心里暗道：这老族长得倒是挺帅的，而且看上去就一脸正气的样子，应该不会趁着搂着他的时候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吧？毕竟那修为增加的幅度的确是太诱人了，这样的提升指不定能帮忙节约好几年甚至10几年的修炼时间呢。哪个女人知道了会不心动？就在这个时候，白如烟的心里竟是忍不住冒出来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她看了看楚凡，然后表情怪异地问道：嗨嗨，老祖，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楚凡一看对方那表情也是有些疑惑，不由道：你问吧。白如烟这才试探性问道：我问了之后你可别生气啊。楚凡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你觉得本老祖是那么小气的人吗？白如烟这才放心地问道：那就是想问问你这奇怪的修炼之法，如果对方的男人你从后面搂着对方来一次拥抱修炼的话，是不是也能帮对方提升修为啊？一听这个问题，楚凡差点没晕倒。这可是合欢神功，那自然需要一男一女，一阳一阴才行啊。更何况楚凡是9阳神体，要是女方是适合双修的特殊体质的话，这样的拥抱修炼效果自然更佳。这两个男人搂在一起，楚凡想着那画面，他差点没晕倒。不方便说。看见楚凡半天没回话，白如烟汗颜，以为楚凡有些生气了，立即尴尬地笑了笑道：要是不方便说的话，你就当我没问。楚凡无语，这都问了，
还能当没问吗？他要是不回答，对方指不定还以为真行呢。楚凡苦笑道：你想什么呢？你这丫头居然还有如此奇怪的想法。我也是醉了。醉了？你不是没喝酒吗？白如烟皱着眉头，一脸疑惑，搞不懂老祖为何会醉了。楚凡汗颜：我的意思是，那样自然不行的，我这功法只针对女子，需要双方是一阴一阳才行，这两个男人，嗨嗨，那可不行。白如烟笑了起来：原来如此啊，这天地分阴阳，阴阳调和，这功法应该是按照这个道理来的。一想到之前楚凡那无语表情，白如烟也是觉得有些好笑，他不由笑了笑，然后道：老祖，这样的事情太突然了，你看我先考虑考虑，我会尽快给你答复，如何？楚凡笑了笑道：自然不是问题，不过我给你的时间可不多哦，10天之内答复我吧。好的。虽然白如烟也不知道为何楚凡只给他10天的时间，说完之后，白如烟一脸羞红的走了出去。等到白如烟走了之后，楚凡不由叹了一口气，这个世界的女人果然还是比较羞涩的啊，思想保守了一点点。不过从原主记忆来看的话，这个世界的女人虽然保守是保守了一些，但一旦认定了一个男人，那肯定不会轻易变心，基本上都是那种赶都赶不走的类型。然而令楚凡没想到的是，就在白如烟刚走了没几分钟，叶燕姬竟是来找他了。燕姬，你怎么来了？楚凡心里一喜，等到对方进屋之后，立即将房门关上，旋即从身后搂住了对方。叶燕姬顿时脸上一阵羞涩，对着楚凡道：没什么，我这闲着没事儿，打算带你去山下的镇子上去逛一下，不知道你想不想去？楚凡笑了笑道：想去倒是想去，不过我想先跟你再来一次亲密的拥抱修炼，等修炼结束了之后咱们再去如何？又来啊？叶燕姬一脸羞红，毕竟那样的情况让她感觉羞涩。楚凡笑了笑道：你都5品巅峰了，难道不想突破到6品或者7品灵王吗？叶燕姬白了楚凡一眼道：好吧，那就开始吧，只是这大白天的，你也不怕人闯进来吗？楚凡笑着道：怕什么？你到时候吼一声，谁敢闯进来？你这个家伙。叶燕姬看了楚凡一眼，心里却是又羞涩又甜蜜，似乎这老祖怎么真的是越看越帅了呢？难道自己真的喜欢上了他？楚凡见到叶燕姬答应了下来，心里一喜，搂着叶燕姬那纤细性感的腰肢，然后道：燕姬，你真好，你要是能当我的修仙道侣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叶燕姬咬了咬红唇，最后道：楚凡，这个以后再说吧，现在还不行。楚凡一听这话，心里狂喜，现在还不行，那岂不是说明以后肯定能行？想到这里，楚凡的心里美滋滋的，不由道：那好，咱们先修炼吧。很快两人便是躺在了床上，楚凡也是从身后搂住了叶燕姬。一想到刚才老祖竟是提出想让他当修仙道侣的事情，叶燕姬的心里又是紧张又是羞涩，被楚凡搂着的感觉竟是十分的温馨。他的心里如同小鹿乱撞一般，这样的感觉是以前任何一个男人都未曾带给他过的，只是他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了，这才不敢现在就答应楚凡，所以他打算还是多接触一下楚凡，以后再提这事儿。很快两人的修炼便是结束了，而此时天色都暗淡下来了。楚凡看了一下叶燕姬的修为，这才道：不错啊，燕姬，你都突破到了7品灵王了呢，7品灵王中期，这次的突破也是不少呢。叶燕姬一听也是微微一惊，不会吧，我还以为能突破到6品巅峰就不错了呢，没想到我能突破到7品灵王中期。叶燕姬立即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修为，发现真的是7品灵王中期之后，心里那叫一个激动，真的是7品灵王中期，我的天啊，感觉跟做梦似的，这样的修为再加上你给的丝袜短裙套装，岂不是我已经堪比8品或者9品灵王的强者了吗？如此下来的话，感觉我比一些三流宗门的宗主都厉害了呢。说到这里，叶燕姬又是顿了顿，方才道：可惜的是如烟和雪飞他们的修为还低了一点，要是他们都来找你，让你帮忙提升修为，那就好了，他们要是都能突破，即便是不算上你在内，我们几个加起来，那可真的比一些三流宗门都厉害了呢。楚凡则是开玩笑地道：你让他们也来找我搂着修炼，到时候就不怕他们爱上我了吗？毕竟这动作那么的羞涩。叶燕姬不由笑道：哈哈，你要是有那个本事让他们爱上你的话，那我自然不会介意。说到这里，叶燕姬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他们可都不是随便的女人，这一点我还是了解的，你要是能让他们都爱上你，只能说明你们的魅力大，那可很难说，毕竟我看你都要爱上我了呢。楚凡笑了笑说道，让叶燕姬更是不好意思了。楚凡也是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修为，顿时心里一喜，这一次他的提升同样是不小啊，
竟是从8品灵尊修为突破到了2品灵王的修为了。灵王，我终于是2品灵王的修为了，嘿嘿，这提升可不错啊，一下子感觉实力再次暴涨好几倍呢。楚凡的心里一阵狂喜，现在的他终于也算得上一个比较厉害的存在了。切，我才没爱上你呢。叶燕击白了楚凡一眼，看上去那叫一个风情万种。我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挺自恋的嘛。楚凡笑了笑道，这个可不是自恋，这是自信。走吧，7品灵王修为的美女，咱们去逛逛你说的那个镇子呗。晚上去逛的话，应该也挺不错的吧。楚凡微微一笑道，我们2个先好好培养一下感情，怎么样？叶燕姬顿时俏脸一红，每次被楚凡搂着修炼，她的心里都感觉十分的羞涩。特别是刚才那一次，她的心里竟是老是会去想一些乱七八糟的意思，这让她的心里不由猜测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爱上这个家伙了。现在这家伙不仅仅长得帅气，而且为人也是一身正气，搂着他修炼了3次了，也没有对他做出越轨的事情。这要是其他色狼，恐怕早就开始动手动脚了吧。而楚凡在修炼的时候，只是在身后搂着他，将手放在他腹部的丹田位置，虽然这样的动作也是挺羞涩了，但至少楚凡并没有乱来，反而是每次搞得他心神不宁的，担心楚凡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有时候他都在想，如果楚凡真的乱来，对方是老祖，自己该如何应对？要不要从了他？走吧，逛街去。叶燕姬回过神来，甜蜜一笑，这才和楚凡走出了房间。宗主好。没想到夏萍和柳思雅还有林奇等人都在院子里面坐着聊天呢，看见叶燕姬和楚凡从楚凡的房间出来，几人都吓了一跳。几人立即站起来恭敬地打招呼。叶燕姬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这才对着楚凡道，嗨嗨，楚执事，咱们走吧。好的，宗主大人。楚凡微微一笑，跟着叶燕姬便是往山下飞去。等到2人走了之后，那刘云云立即便是忍不住道，不会吧，我怎么感觉这宗主老是来找楚执事呢？而且这次还是从房间里面走出来的，之前房门还是关着的呢，男女有别，这2人共处一室的话，会不会不太好啊？林奇则是道，云云，那可是宗主的事情，咱们可不能胡乱猜测，知道了吗？柳思雅也是微微一笑道，林奇说的对，这宗主之前就说了，跟楚执事就相识了，肯定是关系很不错的好朋友了，他来找朋友聊聊天也是正常的。虽然柳思雅嘴上这么说，但下午楚凡和叶燕姬在房间里面做了什么，他可是猜测得到的，肯定是在拥抱修炼吧，不然的话宗主不可能经常来找楚凡。至于有没有做点其他的事情，他就不清楚了。叶燕姬和楚凡很快便是来到了镇子外面。小镇晚上还是十分的热闹的，前来逛街的除了镇子上的居民之外，也会有一些宗门弟子偶尔会下山逛逛，毕竟这里距离宗门也不远。燕姬，这镇子上的人应该都认识你吧？楚凡微微一笑，和叶燕姬往前方走去。没想到叶燕姬却是微微一笑道，哥哥，我基本上都是在我住的那宫殿里面，很少下山的，镇子上的人啊反而不认识我。说到这里，叶燕姬顿了顿，方才继续道，甚至啊有些记名弟子或者外门弟子都可能不认识我呢。不会吧，还有外门弟子都不认识你的？楚凡听了之后微微一惊。叶燕姬这才道，宗门弟子3万多人，虽然不算多，但也不少了，有些弟子来了之后修为不错，便是成为了外门弟子。我很少召开宗门大会，偶尔开会也是跟几个长老商量一下一些事情，一些弟子都没见过我的面，这也是很正常的啊。叶燕姬苦笑了一下，又是道，特别是这1年之内我都很少露面，我之前有了瓶颈，一直着急冲击到灵王修为，毕竟我们宗门一个灵王都没有，我的心里很不踏实，只有灵王强者多了，才能让宗门更加有底气。可惜的是1年之内冲击了好几次，还是都失败了，这让我的心里都开始担心，会不会一辈子停留在9品灵尊修为了。说到这里，叶燕姬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幸亏我遇见了你，你现在不仅仅让我突破到了灵王，而且现在更是7品灵王的修为，这让我对未来也是有了很大的信心。楚凡微微一笑，竟是道，放心吧，别说灵王修为了，就算是以后突破到灵皇甚至灵圣修为，我相信都是有机会的。叶燕姬不由捂着嘴巴咯咯一笑道，哥哥，是吗？灵圣修为，那可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修为呢。我啊，要是能突破到灵皇，成为灵皇修为的强者，我就很知足了。楚凡笑着道，你都7品灵王修为了，距离灵皇也不远了吧，要对自己有信心，以后啊，我指不定还要带着你们飞升仙界呢。是吗？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记在心里了呢。叶燕姬笑了笑道。楚凡则是道，对了，燕姬，你之前不是说你以前很少来镇子上逛街的吗？怎么今天愿意来逛逛了呢？叶燕姬不由笑了笑道，这不是打算陪你逛逛吗？而且现在修为也突破了，
烈火宗给我的压力也没了，我的心里也算是终于踏实了，就跟你下山逛逛街呗，就当是放松放松。楚凡听了之后，不由心里微微一暖，这叶彦基明显是想跟他单独约会罢了，现在对方已经主动找他散步，并且培养感情了，这可是好事儿。这边的小吃挺香的啊，咱们尝尝吧。两人走了一会儿之后，楚凡望着旁边的路边摊，不由微微一笑说道：好啊，咱们试试。和楚凡在一起，明显叶彦基的心里现在是很开心的，不仅仅是因为突破到了7品灵王中期而感到开心，此时的他竟是有了一种谈恋爱的那种感觉。楚凡望着叶彦基难得的笑容，也是忍不住道：彦基，你啊就应该多笑笑，以前很少笑吧？你都不知道你笑起来有多好看。叶彦基听见这话，心里更是跟吃了麻糖似的，不由抿了抿红唇道：真的吗？嘿嘿，以前心情不好怎么可能笑得出来，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才能笑得出来啊。很快便是吃了一些小吃，楚凡发现这镇子上的小吃味道还是相当的不错的。我去，龙少爷，那前面那个女人可真是好看啊。很快前方有4个人便是注意到了叶彦基和楚凡2人，其中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望着叶彦基那模样和身材之后，直接眼睛都直了。那龙少爷也是立即看了过来，整个人都呆愣住了，不由道：啧啧，美，真是美啊，不知道是哪家的闺女，我怎么没见过呢？之前那个家伙则是坏笑道：应该是某个散修家里的女子吧，肯定不是我们镇上比较有名的家族千金，那种女人你肯定认识。为了跟楚凡一起逛街，因此叶彦基今天也没穿宗门的衣服，两人都穿着比较随意。那龙少爷听见那男子的话之后，心里顿时一喜，只要不是世家千金，咱们就可以欺负了，嘿嘿，走吧。说完之后，龙景成带着3个手下便是往楚凡这边走了过来。很快4人便是挡在了楚凡2人的前方。龙景成先是对着叶彦基微微一笑，这才道：美女，逛街呢？要不我陪你逛逛，让你朋友滚蛋，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叶彦基一看对方的话语之中若有所指，甚至还肆无忌惮地盯着他的胸口和大腿打量，顿时脸色一沉，冷着脸道：不好意思，我没这个兴趣，好狗不挡道，识趣的话请让开。要不是今天心情还不错，按照以前叶彦基的性格，这样的垃圾他直接就动手杀了。今天这也是楚凡在他身边，加上他心情也还不错，这才不想因为这样的苍蝇而破坏了2人逛街的心情。小丫头，你以为你是谁啊？敢这么跟我们家少爷说话？你可知道我们家少爷那可是龙家少爷，镇上一流世家的少爷，明白了吗？有个老头则是趾高气扬地道。龙景成不但没生气，反而对着叶彦基微微一笑道：哼，美女，我们龙家在这镇上的含金量你恐怕不知道吧？听见这话，楚凡不由一愣，拦下了准备出手的龙景成，微微一笑道：是吗？有什么含金量？你倒是说来听听。龙景成没好气地看了楚凡一眼，对着楚凡道：这位大叔，你没事儿就滚蛋吧，我是要跟这位美女逛街，你就别在这里碍眼了。说到这里，龙景成顿了顿，方才继续道：我父亲可是这合欢宗一名护法私下收的徒弟，这位姑娘，你只需要好好的陪我几天，让本少爷高兴了，你可以当我的女人。当然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也不勉强你，我可以通过我父亲的关系让你加入合欢宗，只要你修为不是很低，让你当个外门弟子不是问题。叶彦基听了之后心里一惊，要知道宗门的人是不能对外私下招收徒弟什么的。龙景成这家伙嘴里的那位护法明显是坏了宗门规矩，对方显然是通过偷偷在镇上收了徒弟，然后让对方给他办事儿，偷偷的捞取一些好处。想到这里，叶彦基的心里不由有些愤怒，但还是将怒火压制了下来，对着对方微微一笑道：是吗？可是我的天赋不是太好，我可知道合欢宗招收女弟子的条件也是相当的严格的，而且我还没达到灵师修为呢，去了也只是一个记名弟子吧，怎么能成为外门弟子呢？龙景成一听这话，心里却是一喜，按道这事儿恐怕有戏，对方似乎很想加入合欢宗的样子。要知道镇上的一些散修，那都是以能加入一个宗门而感到荣幸的，家族子弟加入了宗门才有机会强大起来。如果自己家族的年轻人在宗门有所贡献，修为提升了，他们家多少也算是有些庇护了。在这个无比动荡的乱世，合欢宗虽然是不入流的门派，只要能加入，那也是相当不错的了。龙景成微微一笑道：你怕什么？我可是一流世家的少爷，只要好好陪我，让少爷我舒服了，我从我父亲那里搞点1品的丹药给你，让你突破到1品灵师修为，难度还是不大的。说到这里，龙景成顿了顿，方才又是皱了皱眉道：对了，那位护法虽然权力不小，能想办法让你走后门，避免一些宗门考核之类的事情，不过他也是一位喜欢美女之人，这个的话到时候恐怕也需要你付出一点代价了。叶彦基的嘴角不由微微抽搐了几下，脸色有些难看。
是吗？我想知道是哪位护法？这负责招收宗门弟子的护法倒是有着好几位呢。龙景成却是也十分的警惕，不由笑了笑道：到时候啊，你自然会知晓。我看你啊，还是先陪陪本少爷吧，不然的话，我可没办法让我父亲引荐你去认识这位合欢宗高高在上的护法。哈哈，你胆子不小啊！楚凡哈哈一笑，上前便是抽了对方一耳光。你知道他是谁吗？敢这么跟他说话？你敢打我？龙景成捂着脸，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这小子是谁啊？他可是一流世家少爷，更是因为他们家跟那护法有着一些关系，即便是合欢宗的一些记名弟子见了他，那也得毕恭毕敬的才对。他咬着牙，怒视着楚凡道：先不说这女人是不是你的女人，即便是，你打我那也是不应该。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实力为尊吗？啪！然而下一秒，楚凡又是一巴掌抽了过去，将龙少爷的脸都给打肿了。你居然又打我的左脸！龙景成一脸的愤怒。小子，你在找死你知道吗？说完之后，龙景成直接一挥手道：你们三个废物，还给我愣着干什么？等着看本少爷笑话吗？给我上！楚凡看了看自己的手，这种抽别人耳光的感觉还真不是一般的爽啊。穿越前他可没少看小说，看着那些装逼打脸的剧情，心里那叫一个爽。没想到现在终于是轮到自己了，这种亲身体验的感觉更爽。哈哈，白痴，三个垃圾还能奈何得了我？楚凡哈哈一笑，对方的几个手下还只是8品气者左右的修为，这样的垃圾在楚凡的眼里如同蝼蚁一般。他直接一脚一个就将三人给踢飞了出去，摔在了地上的时候已经断了气。什么？龙少爷吓了一跳，脸色发青，怒视着楚凡道：小子，你有本事在这里等着，让我叫人？楚凡淡然一笑：可以啊，那你去叫吧，不过啊，你去叫人之前让我还是招呼你一顿吧。说完之后，楚凡直接轻轻2拳轰了出去，将对方的肋骨都给打断了几根。你个王八蛋！龙少咬着牙忍着痛，恶狠狠地看了楚凡一眼，便是跑了。叶燕姬微微一笑，对着楚凡道：你是想把那个护法连根拔起是吧？楚凡点了点头道：这样的祸害那可不能留着了，让那龙少爷回去将他父亲等强者叫过来，如此才能知道他所谓的靠山到底是谁。叶燕姬也是点了点头道：真是想不到我和欢宗居然出了这样的蛀虫。楚凡也是道：是啊，这招收弟子的事情可不是儿戏，特别是新弟子的招收，一旦出现这样靠关系放水的事情，要是这样的弟子进入宗门的多了，那可不是好事儿。两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在这里等待着。那不是宗主吗？有2个外门弟子远远的看见了这边的情况之后，其中一个女弟子不由一脸的惊讶：是啊，宗主大人怎么跑来这镇子上逛街了？我可是头一次见到呢。另外那个女弟子也是忍不住吐槽道。说完之后，她看了看地上躺着的几具尸体，不由感慨道：还真是有不长眼的家伙啊，居然连我们宗门的宗主都敢得罪，这可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这个镇子上的人平时哪有机会见到宗主？宗主今天又是穿的普通的裙子，认不出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之前那个女弟子则是说道。不一会儿，龙景成便是带着一个中年男人和5个老者一起过来了。父亲、爷爷、诸位长老，就是那个乌龟王八蛋打的我，还有那个女人，我要让她当我的女人。龙景成见到楚凡2人还在这里，心里一喜，之前他还担心对方会逃跑，没想到居然还在，这可真是太好了。龙家家主看见叶燕姬的模样之后，也是忍不住眼睛一亮，他旋即反手抽了龙景成一耳光。龙景成一脸懵逼，望着自己父亲道：父亲，你打我干嘛？你是不是看错了？我是你儿子啊。龙家家主这才恶狠狠的道：我看一定是你看上了这位姑娘，这才被打的吧？真是活该。楚凡和叶燕姬对视了一眼，不由一愣，什么情况？莫非这龙家家主还是一个懂得分辨是非之人？可是如果是这样的人，他的儿子为何还敢这么嚣张回去找他帮忙？龙景成也是愣住了，他父亲以前遇见这样的事情不是不会打他，甚至会帮着他的吗？为何今天居然如此反常？没想到下一秒，龙家家主却是对着楚凡2人道：小子，虽然我儿子有些仗势欺人了，但是你也应该明白，这个世界拳头为大，没有实力一切都是浮云，那就只能成为他人的垫脚石。说到这里，龙家家主义正言辞地道：既然你打了我儿子，我今天就要让你给他赔命。另外的话，为了惩罚你身边这个女人，我要让她成为的顶炉，天天被我折磨，感受我的怒火。龙景成顿时心中无语到了极点，原来他被打是因为他父亲准备跟他抢女人。楚凡也是傻眼了，刚开始还以为这货是什么好人，原来这是打算将他儿子看上的女人抢过来啊！
哼，还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楚凡呵呵一笑，一脸鄙夷地道：“果然，你儿子不是好东西，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找死！小子，你知道我的修为吗？”老家家主脸色一沉，立即将他的气势给释放了开，竟是一名7品灵宗修为的高手。哈哈，看见了没有？我父亲可是7品灵宗，我爷爷更是8品灵宗修为，你敢得罪我们，那就是找死！龙景成一脸得意，我承认你或许有些实力，能击败我那几个不中用的手下罢了，但是你和我父亲比起来，跟我爷爷比起来，那就是蝼蚁一般的存在，是吗？就这点实力的话，我可不会放在眼里呢。楚凡听了对方的话，再次不屑地笑了起来。小子，口气不小啊，让你看看灵宗强者的实力。那龙家家主拳头一握，灵气顿时涌了出来，将他的拳头给紧紧包裹在了其中，如同一个拳套一般。去死吧！对方一闪就来到楚凡面前，一拳直奔楚凡面门而来。就这，对方的速度，此时在楚凡的眼里却是慢得不行。他微微一偏，便是轻易躲开了对方的攻击，旋即手掌顺势而上，以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过去，拍在了对方那丹田的位置。怎么可能？龙家家主击了一个空，心里暗道不妙。可惜的是，等他反应过来，已经晚了。砰！楚凡轻轻一拍，龙家家主直接倒飞了出去，在空中的时候就忍不住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脸色也是惨白的不像话。该死！你敢废我的修为！龙家家主直接修为被废，站起来的时候气得咬牙。这小子速度怎么那么快？大家一起上！龙家老爷子一看，感觉到了情况不对，立即招呼其他几个长老一起上。真是找死啊！看见几人都施展出来了武技，楚凡则是冷冷一笑，那叫一个风轻云淡，他直接一挥手，在他的前方竟是凝聚出来了几十道灵气刀刃。这些灵气刀刃看上去无比的凝实，如同真实的一般，薄如蝉翼。咻咻咻！随着楚凡一挥手，灵气刀刃尽数飞出，一闪而逝，快若闪电。砰砰砰！几人还保持着往前冲的姿势，就这么被击中，一个个砰砰砰的掉落在了地上。我的天，楚执事这武技不错啊！周围已经有了好些围观的人，有几个宗门的弟子已经认出来了楚凡，其中有2个女弟子，便是和楚凡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夏萍以及刘云云。刘云云一看，不由道：“楚执事这也太帅了吧！”一挥手，几个老东西瞬间被秒杀。夏萍也是一脸的崇拜：“是啊，这几个镇上的家伙还不知道遇见的是谁呢，真是自己找死。”说到这里，夏萍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不过宗主大人居然跟他出来逛街，看样子楚执事和宗主大人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啊！要知道，那些男的护法有些也是比较优秀的，都喜欢宗主或者大长老他们呢。可惜的是，宗主有正眼看过他们一眼吗？不可能，怎么可能？”此时这里只剩下龙家家主以及龙景成2人还活着了。望着地上那几具尸体，龙少爷接连摇头。龙家家主也是满脸的愤怒与绝望，看样子他们这是遇见了灵尊修为的强者了吗？对方至少都是1品灵尊吧，不然的话不会这么轻易就能斩杀他们。叶彦基则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只有他发现楚凡刚才使用的并不是什么武技，而是直接用灵气凝聚而成的，算是很普通的手段，但是使用起来却是那么的纯熟，如同已经使用了数万次之后才能达到了的熟练程度。那种随手和信手拈来的感觉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而且因为速度太快，很多人都看不清楚，这才导致有些修为低的人以为他使用的是某个武技。接下来是不是该你们了？楚凡冷冷一笑，继而望向了那龙家家主和龙景成。龙家家主脸色一沉，慌忙道：“小子，你不能杀我，我可是有靠山的，和欢宗的一个护法，那可是我的师傅，你要是敢杀我，他定然不会轻饶了你。”楚凡微微一笑，则是道：“你觉得我会信吗？”龙家家主此时为了保命，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直接拿出来了一块玉牌，握在了手心，将其给捏碎。这是我们宗门的求救玉简，数量不多，一般也就是遇见了性命之忧的时候才会使用。这边一捏碎，给他这个玉简的人立即就能感应到。叶彦基微微一笑，对着楚凡说道。楚凡则是笑了笑道：“哈，我之所以没杀了这2父子，等的就是这一刻。我相信在他感觉快被杀的时候，一定会找那个护法求救。”叶彦基点了点头道：“负责弟子招收的护法有好几个，其中男护法只有2个，一个宁护法和一个白护法。我倒是想看看，到底是谁敢打着我们和欢宗的旗号，和镇上的势力勾结，做出一些龌龊的事情。这个家伙为何晚上找我？这是遇见什么危险了？”一名老者在自己的房间准备修炼，却是发现了自己腰间的一块玉简在不停地颤抖，还发出了一阵光芒。他无奈地站了起来，旋即快速向着山下飞去。很快，
他便是来到了镇上那波动传出的地方。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对我徒儿出手？宁无缺一脸愤怒，飞过来了之后，站在了龙家两父子的面前。就是那小子，还有那个女人。龙家家主立即指着前方的楚凡和叶彦基说道：“找死！”宁无缺转过身去，一脸愤怒。不过，等他看清楚站在那里的两人之后，整个人差点没石化。找死！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你敢得罪他们？宁无缺心里暗道不妙，这个该死的龙傲天居然敢得罪他们宗主，这就算是有1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啊！而且那个楚凡虽然表面上是个执事，但实际上可是宗主的旧友，轻松就能斩杀6品灵尊修为的存在。他宁无缺虽然担任了一个护法，但修为也不过6品灵尊巅峰的修为，距离7品灵尊修为都还差一步呢。师尊，他们是谁啊？你都招惹不起的吗？龙傲天一脸懵逼，脸色十分的难看。啪！下一秒，宁无缺直接反手就给了龙傲天一巴掌，然后愤怒道：“大胆贼人，还敢冒充我徒弟！我宁无缺可没徒儿，你为何叫我师尊？”宁无缺说的义正言辞，义愤填膺，满身正气。龙傲天傻眼了，心里也知道完蛋了，师尊来了之后，立即要跟他撇清关系。莫非那个女人是传说中的合欢宗5大美女长老之一？他可是听说合欢宗的5大长老一个个都是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有容乃大、前凸后翘啊，而那里站着一脸清冷的女人，不正是符合这些特点吗？倘若他们招惹的真的是合欢宗的长老，那他们有10条命都不够死的啊！一旁的龙景城则是一脸懵逼，立即上前道：“宁护法，你什么意思？我们家可没少给你好处啊，你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呢？”景城，都是误会，误会。宁护法不是我的师尊。龙傲天的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慌忙拉着自己儿子说道：“他很清楚，如果自己顺着宁无缺的话来说，指不定宁无缺还能看在师徒一场的份上，一会儿帮忙求情，让长老留他们2人一条性命。而长老或许会看在宁无缺这些年对宗门的贡献的份上，也就此作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把事情闹大，把他们父子2当一个屁给放了。但如果自己硬是坚持称宁无缺是他师尊，宁无缺绝对不会帮着他们说话，指不定宁无缺被宗门惩罚一下，到时候宁无缺下来也不会饶过他们龙家。现在合欢宗衰败，本来就缺人，一个6品灵尊强者应该不至于因为这事儿被杀掉。所以龙傲天没别的选择，他选择了不承认，觉得如此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楚凡看见2人这样子，不由笑了起来：“呵呵，你们2个还挺会唱双簧的嘛。”说到这里，楚凡淡然一笑，又是对着宁无缺道：“宁护法，我和宗主大人可都不是傻子，之前你做过一些什么事情，这位龙少爷早就跟我们炫耀过了，还说你是怎么包庇他们龙家的，怎么走后门将一些资质不是很好的弟子送进宗门的，这事儿他可是都拿出来炫耀过了的。”你……龙傲天恶狠狠地瞪了龙景城一眼，心里恨不得将这个废物儿子给手撕了不可。如果只是一个护法在外面私下招收了某个人为徒弟，这虽然有点违背宗门规定，但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如果这个护法联合镇上的势力，利用职务之便做一些这种有可能动摇宗门根基的事情，那就罪不可赦了。毕竟这招收新弟子，那对于一个宗门来说可不是小事儿，这些新弟子可是宗门的新鲜血液，指不定其中就能出现几个天才呢。父亲，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合欢宗的人啊。龙景城一脸憋屈绝望地道：“而且这个女人居然是合欢宗的宗主，我哪里知道啊？我只是看她长得好看，这才起了心思而已。而且我还不是想把她用来孝敬你师尊他老人家吗？你们2个可以去死了！”楚凡一挥手，龙傲天和龙景城直接被斩杀了去。宗主，这都是误会，他们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栽赃陷害我而已。宁无缺额头冷汗直冒，心里也是无语极了，这宗主怎么有闲情逸致陪楚执事下山逛夜市了啊？而且逛就逛嘛，偏偏还碰到了龙景城这个2世祖，这下子可把他给害惨了。我的天，这龙家家主真是倒霉啊，得罪的居然是合欢宗的宗主和一个执事。不少围观的人看见这一幕之后，一个个都震惊到了。这个女人便是合欢宗的宗主吗？这身材真是绝了，这屁股又大又翘，太性感了吧，估计生儿子都不是问题啊。要是她能成为我的女人，我天天都不出门的。有个男子远远的看着，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样的极品，难怪龙景城那个2世祖看见了之后就有想法，这样的极品女人，哪个男人看了不有点想法啊？你小声一点吧，人家可是宗主，修为高深莫测，要是被他听见了，一个手指头戳死你。身后一名老者立即对着对方提醒道。那人一听吓了一跳，慌忙闭上了嘴巴。果然叶彦基回头看了他一眼，
那犀利的眼神吓得这男子当场直接尿裤子了。栽赃陷害，哼，宁护法，如果你跟对方没点关系，毫无瓜葛，你还是那龙家家主的师尊，人家为何平白无故的栽赃陷害你呢？是有什么好处不成？楚凡呵呵一笑，不由道：你狡辩的样子真的有点滑稽呢。你看看你，都冒冷汗了。你觉得宗主会相信你的鬼话吗？小子，老夫没跟你说话，你最好给我闭嘴，知道吗？宁无缺有种被楚凡看穿了的感觉，他相信或许宗主看在他这些年的付出的份上，还是有希望饶他一命的。但如果楚凡就这么在一旁煽风点火的话，指不定宗主会碍于面子杀了他。你才跟我闭嘴，你犯了错还不让楚执事说了。叶彦基看见对方还敢吼楚凡，顿时怒火中烧，如同被踩到了尾巴的老虎一般，一股强大的气势释放了开。不对，这气势强大的威压直接将宁无缺压的瞬间跪了下去。宁无缺倒吸一口凉气，这样的威压即便是一品灵王修为的强者不可能施展得出来。现在的宗主难道不仅仅突破到了灵王修为，而且还不止一品灵王，有可能是2品或者3品灵王。可惜的是他来不及说第二句话，叶彦基上前一步，对着跪在地上的宁无缺便是一掌拍了出去，拍在了对方的脑门之上。砰！宁无缺被拍了一掌之后，嘴角流血，直直的往后倒去，竟是直接被斩杀了去。真的给杀了！有个合欢宗的弟子瞬间傻眼了，这可是6品灵尊啊，而且还是个护法，说杀了就杀了吗？不跟几个长老商量一下吗？毕竟这杀了的话，对于合欢宗来说也是不小的损失了。前几天才杀了一个6品灵尊修为的陈辉，今天又是杀了一个6品灵尊修为的宁无缺吗？这些人在宗门可是中流砥柱啊！我怎么感觉是宁护法吼了楚执事，宗主这才毫不犹豫地杀了对方的呢？夏平皱了皱眉，对着一旁的几个女弟子说道：这些家伙的储物戒指里面应该有不少宝贝。楚凡走了过去，将几人那储物戒指摘了下来，然后递给了叶彦基。到时候我拿去给如烟吧，三长老他是负责管理丹药以及灵草等等修炼资源发放的。叶彦基点了点头，旋即看了看人群中的几个弟子，对着那几人道：你们几个过来一下，帮忙把尸体处理了，明天早上去找三长老那里，每人可以领取1颗适合你们修为的2品丹药。多谢宗主。5个男弟子对视了一眼，心里一喜，他们只是外门弟子，2品的丹药对于他们来说那可是难得的宝贝，可以提升一些修为了。很快众人便是散了，楚凡和叶彦基继续往前走去。走了一会儿之后，叶彦基这才对着楚凡道：楚凡，刚才的事情没影响你逛街的心情吧？楚凡微微一笑道：一点都不影响，我反而觉得刚才那种装逼打脸的感觉真不是一般的爽呢。叶彦基皱了皱眉道：装逼打脸？见到对方有点不懂的样子，楚凡笑了笑道：反正啊，就是让人觉得你特别牛逼，你觉得很爽就行了。我觉得很爽就行了。叶彦基想了想之后，柳眉微蹙，很快不由脸颊微微一红，这个色狼怎么说些话有点奇怪呢？老祖的思维果然奇特，他有些跟不上。两人逛了好一会儿，又是吃了一些小吃，这才一起飞了起来，往宗门的方向飞去。在路上，楚凡望着一旁娇艳欲滴的叶彦基，不由微微一笑道：今天杀了这宁护法的事情，恐怕明天还要发个通告才行，将情况说清楚。叶彦基点了点头道：这个是肯定的，只是这样的事情以后如何才能避免啊？这宁护法这样的职位也的确是容易受到一些诱惑，这些男子护法恐怕就经不住这样的考验了。楚凡也是点了点头道：说的也是，宗门招收的女弟子本来就多，美女也多，有些美女为了加入宗门，指不定愿意牺牲一点色相，这的确是很考验人呢。别说宁护法了，就算是楚凡遇见了像叶彦基或者墨染这样的极品美女来考验的话，恐怕也经不住考验啊。叶彦基也是皱了皱眉头道：老祖，对于这事儿你可有什么样的办法？毕竟换成了其他人来做这个事情的话，恐怕也容易被诱惑啊。楚凡想了想之后，不由微微一笑道：宗门有执法堂吧？叶彦基笑了笑道：这个当然有啊，是大长老很爽在管理这事儿，不过以前只是管理一些弟子违反宗规之类的事情，这事儿吧，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楚凡淡然一笑道：这个就好办了，明天你发通告的时候记得增加这么一条规定就行了，就是要约束这些招收新弟子的护法的规定，如果他们违反了宗门规定的话，私下勾结其他势力或者收受贿赂来让一些不合格的弟子加入宗门，就严惩。另外的话，这事儿以后交给执法堂的人监督就行了。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而且今天这龙家家主和宁无缺的死，那也算是杀鸡儆猴了，相信其他人以后也不敢再乱来了。叶彦基听了之后，满意的点了点头，对着楚凡道：老祖，你这个办法不错。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道：对了，
那龙家的家主等人都杀了，龙家其他人呢？不用处理了吧？叶彦基笑着道。在他们眼里，我们合欢宗就是庞然大物了，几个长老和家主都死了，剩下的那些修为很低的人，我们不用管，也会有其他镇上的势力对他们下手的。说到这里，叶彦基顿了顿，方才道：毕竟龙家这种一流世家，肯定仇家也不少的。那龙少爷嚣张跋扈惯了，得罪的人还少吗？所以墙倒众人推，龙家算是彻底完蛋了。这一点的话，老祖你不用担心。楚凡听了之后也是微微点头，是啊，自己一个老祖，只需要统筹全局，让宗门更加强大就行了。只要宗门强大了，自己强大了，所谓的敌人不过都是蝼蚁罢了。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对着叶彦基道：彦基，其实这个招收弟子的任务，你可以从精英弟子里面随机抽选几个人去帮忙挑选宗门弟子，不用固定给几个护法去做，每年都会换人，这样一来的话，权力也既不会集中在那几个人的手里，如此的话，便是可以避免像宁护法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叶彦基听了之后，也是眼睛一亮，不由对着楚凡道：凡哥，你这个办法真好呢。两人说着，很快便是来到了半山腰楚凡住的院子不远处了。楚凡微微一笑，对着叶彦基道：彦基美女，要不今天晚上就在我房间过夜？叶彦基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脸上忍不住微微一红，对着楚凡道：改天吧，今天下午不是才来过吗？我可不敢轻易去你的房间了，我怕你晚上又搂着人家。说完之后，叶彦基一闪便是向着他住的宫殿方向飞去。楚凡听了之后，那叫一个哭笑不得，他只是想搂着对方睡一晚而已，这女人都不好意思了。望着对方那窈窕的背影，楚凡微微一笑，这才飞回到了他住的院子之中。回到了房间之后，楚凡躺下之后，很快便是睡着了去。第二天，在宗门的一个广场上，便是聚集了不少的弟子。我就说这个宁护法不是什么好东西吧，没想到他居然滥用职权，干了这么多的坏事儿，居然还勾结了镇上的龙家，真是活该啊！有个女弟子看了看那公告上面贴着的信息之后，顿时感到一阵痛快。是啊，这个蛀虫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宗主可真是英明，杀了对方才好。另外一个女弟子也是道，而且这以后的制度也改了，这对于以后宗门的发展更加有利了呢。不少弟子都十分的高兴。不过我听说是昨天晚上楚凡只是陪宗主大人去逛街，宗主这才被那个龙家少爷盯上的，然后才因此揪出了宁无缺这个祸害的。有个女弟子想了想之后，又是忍不住道：真是想不到宗主大人居然会跟一个男人去逛街，莫非宗主大人跟这个楚执事有超过朋友一般的关系？这楚执事胆子也真大，他难道不知道有个很厉害的散修喜欢我们宗主，每隔10年就要来找宗主表白一次吗？这要是让那人知道了两人的关系，那楚执事恐怕就命不久矣。有个老头想了想之后，则是在一旁说道。有个中年男人想了想之后，则是道：不至于吧，我不是听说那人虽然修为高，但是脾气好吗？这么多年每隔10年就来表白一次呢，这都有个10次以上了吧。他说要等到宗主同意为止呢，他这么高的修为，不是也没勉强我们宗主吗？那老头听了之后却是冷笑了起来：你懂个屁，这样的人表面君子，实则小人呢。说到这里，老头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你没发现之前有几个跟我们合欢宗差不多一样的不入流的宗门的宗主也想追求我们家宗主吗？结果呢，为何现在没反应了呢？那是因为啊，我听说那家伙跑去别人宗门杀了1-2个长老立威，甚至还威胁对方，只要对方敢继续追我们家宗主，那就灭了对方的宗门呢。我去，居然这样！这家伙这是打算让宗主感觉没人追他，然后只能选择他吗？这家伙看样子还真是有些虚伪啊。好几个弟子听了那老者的话之后，也是心里一阵唏嘘。哎，这样的日子可真是舒服啊。此时的楚凡依旧是在院子里面晒着太阳喝着茶，这感觉那是相当的惬意。这个世界的空气很好，阳光也是很温暖，周围鸟语花香就算了，随便出去走走都能看见合欢宗的一个个美女弟子，天天看美女，那感觉自然惬意。特别是像柳思雅这样的美女，一个个胸还挺大，突破到了灵尊修为之后，便是已经有了1000年的寿元了。楚凡微微一笑，然后又是道：我现在已经是2品灵王的修为，灵王修为那可是有着5000年的寿元啊，那我岂不是可以在合欢宗快活那么多年了？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而且5000年也只是我的起点，并不是我的终点。看看。就在这个时候，柳思雅从外面走了进来，看了看楚凡，这才对着楚凡道：楚执事，咱们屋里聊聊。楚凡一听，顿时心里一喜，立即站了起来。好啊，我也正有此意。柳思雅顿时脸颊一阵羞红，跟着楚凡进了房间。等进屋之后，楚凡立即将房门关上，从后面搂住了柳思雅那纤细的腰肢，
不由坏坏一笑道：“思雅，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想要第二次了。放心吧，这次的效果肯定不错。这次拥抱修炼下来，你肯定能突破到灵宗修为呢。”没想到柳思雅却是脸上一红，不由道：“我让你进来，又不是想做那事儿，我只是想跟你说，清月也想找你帮忙提升修为，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啊？”楚凡一愣，心里狂喜，立即道：“搂着美女睡觉这么舒服的事情，谁会不愿意啊？我当然愿意了。”说完之后，楚凡好像发现这么说容易让人误解，不由笑了笑道：“我说的是搂着修炼而已。”柳思雅微微一笑道：“那行，那我让他过几天来找你，那就麻烦老祖了。”哈哈，没问题。楚凡哈哈一笑：“你还是叫我凡哥吧，别叫我老祖了。”柳思雅微微一笑，转身然后对着楚凡微微一笑道：“这主要还是凡哥你的魅力征服了清月，这要是换成别的男人，他肯定不会同意。”楚凡顿时笑嘻嘻地道：“哈哈，那是当然了，本老祖的魅力无人能挡，别说宗主和大长老了，就是那二长老或者三长老他们，早晚都要被老夫的魅力所折服。”柳思雅听了之后则是妩媚一笑：“是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不谦虚的男人呢，老祖你也太坏了。”说到这里，柳思雅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不过我好喜欢老祖你这种坏坏的感觉，这可不是其他男子身上能有的。”楚凡立即虎躯一震，然后将柳思雅给抱了起来，大步走到了床边，将其给放在床上，然后坏笑道：“哈哈，那老夫现在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有多坏。现在咱们还是开始修炼吧。”讨厌！柳思雅一脸羞红：“这大白天的不好吧？要不还是晚上我来找你吧？这万一有人找你的话，到时候咱们正在修炼，那怎么办啊？毕竟这还需要脱衣服、穿衣服什么的，也需要时间啊。”楚凡咧嘴一笑，跳到了床上去：“放心吧，不会这样巧的。嘿嘿，来吧。”楚执事在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竟是传来了一声熟悉的声音。楚凡一愣，慌忙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柳思雅也是一脸羞红，神情慌张地从床上下来，慌忙去整理自己的裙摆，生怕乱了，一会儿被对方看出什么来似的。虽然两人什么都没做，但是一旦被人误会了，那可就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嗨嗨，二长老，你怎么来了？楚凡和柳思雅走到门口之后，楚凡这才打开了房门。莫染一看柳思雅还在楚凡的房间里面，而且对方脸上一阵羞红都还没散去，顿时柳眉微蹙地道：“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楚凡立即装模作样的对着一旁的柳思雅道：“思雅，以后遇见修炼方面的事情，随时可以来找我。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了吧？”柳思雅一愣，也是反应过来，立即拱手道：“多谢楚执事的指导，我就先下去了。”说完之后，柳思雅逃也似的快速走了出去，回自己房间去了。回到房间之后，柳思雅的心里依旧是砰砰直跳，一时半会儿都平息不下来。都怪凡哥，大白天飞要弄那事儿，吓死我了，真的跟做贼似的。柳思雅拍了拍胸脯，想到刚才的事情，又是忍不住的笑了起来。没想到她柳思雅居然也有今天，原来你们是在教学啊。墨染微微一笑，这才走了进去。进屋之后，楚凡将房门关上，这才坐下，对着墨染问道：“二长老，不知道你找我何事？”墨染笑着道：“老祖，你不是说了愿意帮我们提升修为吗？我是来找你帮忙提升修为的，不知道这个时间段你方便不方便？”楚凡尴尬的笑了笑：“我吗？现在倒是挺方便的，就是怕你不方便。还有，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墨染对着楚凡一笑道：“老祖放心，我早就做好准备了，一口气突破到灵王修为，而且还不止一个品，谁不想啊？是吧？”说到这里，墨染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不过恐怕对你消耗不小吧？”楚凡笑着道：“放心吧，我的身体吃得消。那咱们现在就要开始了吗？”楚凡心想，不就是搂着修炼吗？这样的事情哪有什么消耗啊？就是有点考验他的定力而已，怕一会儿忍不住想做点别的事情罢了。默然耸了耸肩，然后道：“现在就可以了。我昨天就想来找你了，但是想着你之前才给燕姬提升了修为，肯定需要休息，毕竟如此逆天的秘术，肯定消耗还是不小的。所以啊，我让你多休息一下。但是我今天还是忍不住来找你了。你要是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多休息2天，我倒也不是那么急。”楚凡心里那叫一个哭笑不得，这女人的嘴骗人的鬼，果然说的是真的。这明明昨天就想来找他了，现在还说不那么急，不急才怪呢。行，那你现在把外面的衣服脱了，穿一点点贴身衣物就行了。这衣服穿得越少，效果越好。楚凡淡然一笑道：“还需要脱衣服？”默然傻眼了，这帮忙提升修为，干嘛还要脱衣服？只穿一点贴身衣物，那怎么行呢？而且
之前石很爽他们可没跟他说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啊。楚凡不由无奈的笑了笑，这才解释道：看样子很爽他们没跟你说啊，我这个修炼方式叫做拥抱修炼，需要。楚凡很无奈，不得不跟这位美女三长老仔细解释一下，老祖，我没准备好，我之前也不知道还需要脱了衣服躺床上什么的。墨染差点没晕倒，他和楚凡才见过几次面，就要干那种事情，那怎么行呢？这也太荒唐了吧。可是一想到石很爽和叶燕姬的修为都突破了很多，他的心里又是一阵羡慕，有些犹豫不决。毕竟面前的老祖看上去也不老，而且很有男人味，那种高高在上深不可测的样子让他的心里都有些崇拜。他甚至怀疑老祖的修为肯定超越了灵皇，达到了灵圣修为了吧。老祖，我能不能多考虑一下啊？我现在还是有点放不开，给我几天时间。这个有点突然了。墨染怕楚凡不高兴，低着头都不敢去看楚凡的眼睛了。楚凡微微点头，这个是当然了，放心吧，这事儿我自然不会强求你的，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他们一个个一开始也是需要时间考虑的。对于墨染和白如烟之前这种矜持，反而让楚凡越加的喜欢了，这说明了他们都是好女人，不是随便的女人，所以他们需要考虑一下，这都是正常的。而且楚凡相信不管是墨染还是白如烟都是很爱这个宗门的，宗门经常被欺负，为了宗门的崛起，他相信对方肯定也会早晚都同意的。墨染听了之后笑了笑，点了点头道：好的，我知道老祖是个好人，人品也不错，我会考虑一下的。说完之后，墨染则是道：这么看来很爽和燕姬竟是都已经跟老祖你拥抱修炼了啊，他们现在的修为怕是又突破了不少了吧。墨染的心里越发的纠结了，他很羡慕大长老和宗主的修为提升。楚凡微微一笑，这才对着墨染道：很爽的话已经突破到了4品灵王中期修为了，而燕姬的话他现在可是7品灵王中期修为的强者了呢。听见这话，墨染倒吸一口凉气，叶燕姬竟是突破到了7品灵王中期的修为了，这突破的速度也太逆天了吧。他原本还以为叶燕姬能够像石很爽一样突破到3品或者4品灵王修为，那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想到叶燕姬竟是突破了如此之多，不得不说墨染还是心动了，但他最后还是觉得需要时间考虑一下才行。好了，我知道了，我下去考虑考虑吧，我会尽快给你答复的。墨染想了想之后，很快便是离开了楚凡的房间。等到对方走了之后，楚凡也是忍不住微微一笑道：这墨染也是个极品啊，那身上的香味简直太香了。虽然今天墨染没答应自己，但楚凡看得出来对方的心里也是很有这方面的想法的，看他那样子有些动摇。等到了晚上的时候，楚凡这才来到了柳思雅的房间。见到楚凡来了，柳思雅不由笑了笑道：你这家伙今天大白天叫你别乱来，你还不听，幸亏还没开始二长老就来了，不然的话那更尴尬。楚凡微微一笑：现在是晚上了，没人来找我了，咱们是不是可以办正事儿了？柳思雅瞬间俏脸一红，羞涩的点了点头：好。楚凡则是笑了笑，上前搂着柳思雅道：思雅，要不今天我帮你脱。柳思雅更是心里砰砰直跳，但是她想了想之后则是羞涩的点了点头。看见对方点头，楚凡的心里一阵暗喜，然后一点点的将对方的衣物褪去，望着对方那性感的身材，楚凡的心里一阵火热。柳思雅则是羞涩的转身上了床，心里如同小鹿乱撞一般。楚凡微微一笑，然后也是立即很快脱了衣服钻了进去。看样子这柳思雅也是越发的喜欢自己了，楚凡相信都到了这一步了，距离更进一步那就不远了。第二天早上，柳思雅一查探修为，顿时惊呆了。我的天啊，凡哥，我现在居然突破到了4品灵宗的修为，这是真的啊，这境界还很稳定的样子。柳思雅激动无比，开心的如同一个孩子，但今天这收获却是让他震惊到了。楚凡看了看对方的修为，也是一喜，看样子这每次的反馈是不太一样的，你这突破的幅度也比我预计的多了不少呢。说完之后，楚凡也是立即忍不住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修为，他这一次的突破却不算大，只是从2品灵王突破到了4品灵王。难道有一部分反馈给我灵力，反馈到了思雅的身上了？又或者是我的修为太高了，突破起来更难？楚凡想了想之后也想不明白，反正这提升也算是不少了。太棒了，指不定我下次就能突破到7品或者8品灵宗修为了。我的天啊，这可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啊。柳思雅憧憬着后续的突破，那叫一个惊喜。不过很快她又是皱了皱眉道：对了，我现在可是4品灵宗了啊，岂不是算是内门弟子了？可以去领取内门弟子的衣服和令牌了。楚凡点头道：
那是当然了，柳思雅不由道。但那样的话，我的修为被别人知道了，之前认识我的一些女弟子知道了，一定会问我，毕竟我之前还连1品灵师都不是呢，现在都4品灵宗了，这才几天时间啊，到时候别人肯定会问我怎么突破那么快。我怎么回答？楚凡听了之后想了想之后，这才对着柳思雅道，有2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你暂时不暴露自己的修为，反正没事就在这院子里面待着，可以陪陪我喝喝茶，我叫你唱唱歌，你还可以跳舞给我看，那日子多好啊，等过几个月之后你再去申请成为内门弟子，这样的话大家只会觉得你的天赋好，不会想着你几天的时间突破了那么多。柳思雅听了之后不由笑了笑道，即便是这样没那么明显，那这天赋还是太好了，最好是假装出去寻宝做点任务什么的，过一段时间再回来的话，到时候我去申请成为内门弟子，大家会以为我在外面得到了什么机缘呢。想了想之后，柳思雅又是好奇地问道，那你说的第2种办法呢？楚凡笑着道，这第2种办法的话，那就是你去申请成为内门弟子，别人问你为何突破这么快，你可以选择不告诉他，哈哈，你可以骗他说做了一个梦就突破了那么多的修为，他们哪怕知道你是骗他们的，也不好意思多问了。说完之后，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道，不过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办法也是很不错的，假装出去寻宝什么的，到时候回来的时候大家就会猜测你在外面遇见大机缘了。柳思雅搂着楚凡的脖子温柔一笑道，殊不知啊，凡哥你才是我的大机缘呢，嘿嘿，哈哈，那必须的。楚凡哈哈一笑道，心里其实很想说，他又何尝不是他的机缘呢？燕姬，我来也，哈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宗门外一道爽朗的笑声响起，声音很响亮，传遍了整个山门。这是用灵气包裹着声音传开的，以气传音，传遍整个山门。是什么人敢如此直接对着山门吼？楚凡心里一愣，旋即松开了柳思雅道，走，出去看看。2人很快便是走了出去。楚凡望着前方宗门的天空上，一个又矮又胖又丑的40-50岁模样的油腻男站在那里，在他的身边也不知道去哪里请来的几颗大葱，长得跟他有的一拼的女人提着花篮在他旁边不停地撒着玫瑰花，表情根本就没什么表情，似乎很不情愿的样子。这位公子，说好的50颗灵石撒1个小时哦，你可别忘了。有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一边撒花还忍不住一边对着对方提醒道，我晓得不就是50颗灵石吗？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提醒我？这已经是第3遍了好不好？之前还满脸笑容的男子一脸的无语，要不是他心情好，今天10年之期已满，前来见他梦中情人叶燕姬的话，他直接一巴掌拍死对方得了。当然他之所以找几个丑女人在他身边，那也是别人给他出的主意，毕竟绿叶配红花，如果找几个美女在身边撒花的话，那岂不是显得他很丑？他自认自己长得也不是很丑，找几个更丑的女人在身边撒花的话，这样一存脱，指不定燕姬就会觉得他看上去也不是太丑了。想到这个妙计，朱大长的心里美滋滋的。身为一个修为高深的散修，能够为了喜欢的人做点浪漫的事情，以后传出去，那定然也是一段佳话吧。重要的事情需要说3遍啊，毕竟人家都是先给灵石才让人办事儿了，你这灵石还没给呢，就让我们先办事儿了。那女人不满意的说道，拿去，我还能差了你这点灵石？朱大长无语，将灵石给了几人，不少弟子也都飞了起来，有的则是走出了房间，想要看看是什么情况。飞起来了一些的马小蝶看了看楚凡这边，也是飞了过来，来到了楚凡的面前。楚执事，你可知道此人？马小蝶笑了笑道，这家伙这次的动静搞得挺大啊。楚凡摇了摇头道，我不认识这家伙，这是谁啊？来找燕姬的，看这个样子怕什么好人？马小蝶笑着道，是你的情敌啊，哈哈。说到这里，马小蝶顿了顿，方才继续道，此人叫朱大长，每隔10年就来找宗主大人表白一次，不过你也看出来了，这样的尊容，即便是我们宗门长相普通一点的女弟子，恐怕都看不上他。楚凡汗颜，的确，这家伙顶着一个啤酒肚，胖得跟什么似的，还矮，怎么长得跟太乙真人似的？这样的家伙居然追燕姬，燕姬能同意吗？马小蝶又是道，不过这家伙的修为很高，8品灵王的修为，这样的修为我们宗主也完全不是对手啊，每次宗主也不敢跟对方说狠话，还不得不请对方进屋去坐坐。这人倒是也没勉强过宗主，说是每隔10年就来表白一次，要用真心打动我们宗主，等到宗主愿意为止。楚凡听了之后倒是不得不高看对方一眼，这么看来这家伙倒是一个痴情之人，3观倒是挺正的。他这修为要是想强行对燕姬或者其他长老做点什么的话，那和欢宗完全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啊。柳思雅也是忍不住道，楚执事，这3观是什么意思？
柳清月也是一脸疑惑地望着楚凡，有些不明所以。楚凡汗颜，忘了这个世界的人不知道这样的词汇了。他于是又不得不耐心地讲解了一下，几人听得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哼，楚执事，你还真是幽默，居然发明了这样新鲜的词语。马小蝶听完了之后，在一旁忍不住笑了起来。那个家伙又来了，这次是时候拒绝他了，让他死心吧。在宗主的宫殿之中，叶彦基听见对方的声音之后，心里不由叹了一口气，旋即带着石很爽几人飞了出去。哈哈，彦基，10年未见，你还是那么的美，不但不显老，看上去还越发的年轻了，而且看上去更有女人味了。朱大长哈哈一笑，望着叶彦基和身边的5个美女长老，心里想着，只要自己啥时候将叶彦基给拿下了，这些美女长老以后早晚也要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他坚信，爱情这东西不能只看外面，更多的是内在美，是要看修为、实力，还有他那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楚凡住的院子里面，马小蝶想了想之后，又是道：此人的确是可以乱来，修为很高，不过他还是想用他的那些所谓的浪漫感动我们宗主。说到这里，马小蝶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当然，他或许也是多少有些顾忌我们后面的寒灵宗。寒灵宗那可是2流宗门，宗门之中有着灵皇修为的强者坐镇的，这人要是强迫我们宗主跟他拼命，或者我们宗主伤亡惨重的话，万一寒灵宗不高兴了，对他出手的话，他也是够喝一壶的了。一旁的夏平也是点头道：这么说来，这家伙不到万不得已的话，是不会逼迫我们宗主做不愿意的事情的。而空中几个长老和叶彦基都站在对方对面，望着面前的那个男人。一些护法和舵主也是飞了过来，站在了叶彦基等人的身后。楚凡想了想之后，一闪也是飞了起来，飞了过去，来到了叶彦基的旁边。朱大长，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都这么多年了，我们家彦基对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看不出来吗？石很爽知道叶彦基这次的想法，直接毫不客气地对着对方说道：你要是把我们当朋友，我们可以请你进去喝茶聊天，你要是想继续追我们家彦基，让他当你的修仙道侣的话，我看你还是算了吧。朱大长一听这话，心里有些恼怒，以前他来了，这和欢宗的几个女人可不敢跟他这么说话。不过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他还是微笑着道：哈哈，大长老，我发现你的脾气还是跟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直爽啊，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性格。一听这话，石很爽慌忙对着对方道：少扯那些有的没的，你这家伙从哪里去找来这几颗老葱来这里撒花的？朱大长的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旋即道：难道你不觉得这很浪漫吗？不少女弟子听见这话都忍不住笑了，这家伙浪漫不浪漫他们不知道，但是这搞笑这家伙倒是挺会的。朱大长懒得跟对方废话，直接对着叶彦基道：石很爽，我不是来跟你表白的，我是来跟我心中的女神表白的。彦基，难道你不为我今天的安排感动吗？说完之后，朱大长又是深情款款地道：这些玫瑰花瓣美不美？好看不好看？这一次你就答应我吧。叶彦基看见对方那自作聪明的样子，心里一阵无语，苦笑了一下道：朱大长，很爽跟我是好姐妹，我什么想法他自然清楚，所以很抱歉，你还是回去吧，而且我希望你也以后也别来了。朱大长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对着叶彦基道：彦基，你现在敢这么跟我说话了吗？莫非你忘了我是什么修为了吗？叶彦基没想到对方会瞬间翻脸，也是直接道：朱大长，我劝你好自为之，我说了，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这还不够明白的吗？我这辈子不可能当你的双修道侣的。别撒了，还撒什么撒？发现两边的几个老女人还在撒花，朱大长顿时怒吼了一声：你们4个可以滚了。那4个女人一听，看对方真的生气了，这才转身飞走了。朱大长望着叶彦基，眼神中满是怒火：叶彦基，你好大的胆子，敢拒绝我！叶彦基冷冷一笑道：不好意思，我拒绝的就是你，我不会勉强自己去喜欢一个不喜欢的人的。想了想之后，叶彦基看了楚凡一眼，为了让这个朱大长死心，叶彦基又是忍不住直接开口道：而且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我有修仙道侣了。朱大长听见这话，气得整个人都快爆炸了，拳头紧握，咬牙切齿地道：你居然背着我找其他的男人？是谁？这个王八蛋，找死不成？我的天啊，宗主真的有男人了吗？是谁啊？不少在自己院子里面站着的，或者在广场上看热闹的女弟子，听见这个大瓜之后，彻底震惊到了。宗主刚才说了什么？已经有修仙伴侣了？我的天啊，亏大了，我们没机会了。有一些男弟子自认天赋和长相都不错，还盼着哪天被宗主大人看上呢。现在叶彦基这话，无疑是将他们心里的那点星星之火给掐灭了。
楚凡则是微微一笑，心里一喜，这叶燕姬为了拒绝对方，居然将有男人这事儿都说出来了，这下子多少男人心里的幻想要破灭了啊！只是刚才叶燕姬撒谎的时候看了他一眼，莫非这是说的他？这让楚凡的心里顿时一阵狂喜，看样子那个男人一定是楚执事了。马小蝶望着楚凡的背影，心里虽然同样是有些震撼，但他之前也是猜到了两人的关系不一般，所以倒是比有些弟子们的表情要淡定了不少。宗主有男人了，难道是楚执事？肯定是他，上次我们还看见他们两个在镇上逛街呢。夏平也是一愣，不由惊讶地道：这楚执事果然不简单啊，居然能得到我们宗主的芳心，看样子修为恐怕至少也是9品灵尊，甚至可能是灵王吧。叶燕姬，那个男人是谁？不可能，你一定是骗我的。朱大长快疯了，怒吼道：喜欢你的几个散修都被我给杀了，还有一些小宗门的宗主，之前追你的都被我给威胁了，他们哪里还敢追你？既然没人来追你，那你只能喜欢我。看样子传言是真的。叶燕姬脸色一沉道：朱大长，你可真是一个疯子，谁喜欢我你就杀了谁，呵呵，你这样的疯子我更是不可能看上。朱大长愤怒道：是吗？既然如此的话，老子也不追求什么浪漫，也不要你的真心了，我今天就办了你，让你成为我的女人。朱大长握着拳头道：就算你有修仙道侣都又如何，我现在就让你当我的女人，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哼！叶燕姬转身看了看楚凡，眼神中带着几分的期盼，显然是想让楚凡出来，让对方死心。但是他又怕自己是自作多情，怕楚凡根本不喜欢他，到时候他多丢人啊！所以他希望楚凡自己站出来。楚凡看对方那眼神，便是明白了对方的想法，他直接上前一步道：我的女人你也敢动？你不想活了不成？我不装了，老子今天摊牌了，我就是燕姬宗主的修仙道侣。叶燕姬看见楚凡站出来了，心里一阵甜蜜，毕竟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哪怕是为了让对方死心而假装的，都让他有些被人呵护的感觉。叶燕姬微微一笑，然后来到楚凡身边，挽着楚凡的手，对着那朱大长道：对，就是他，他就是我的修仙道侣，我叶燕姬以后的男人。朱大长，你可以死心了吧？天啊，真的是他！不少弟子都猜到了几分，但当楚凡站出来的一刻，他们的心里还是震惊到了。朱大长可是8品灵王修为的强者，这个时候还敢站出来，这不是找死吗？有个女弟子则是不由叹了一口气道：楚执事胆子可真大，遇见这样的强者居然还敢站出来。有个男弟子也是笑呵呵地道：如果没实力的话，还是最好别强出风头，到时候被杀了的话，那也是咎由自取啊。另外一个女弟子则是道：不管他修为高不高，在这个时候能站出来承认自己，倒是一条汉子，难怪我们宗主会看上他，这要是换成有些男人，恐怕早就躲起来了，哪里还敢承认他就是我们宗主的男人呢？是啊，这样的敢做敢当的男人那可不多。有几个女弟子也是立即附和道：哈哈，小子，原来是你啊！朱大长见到楚凡竟是敢站出来并且承认，立即哈哈大笑起来。小子，你还挺有种的，居然还敢承认，难道你不知道你这样会死吗？楚凡微微一笑道：我不觉得我会死啊，因为我觉得燕姬能够保护啊，对吧？我的燕姬。此话一出，众人傻眼，这家伙真是够不要脸的啊，居然把吃软饭说的如此清新脱俗，也算是一个人才了。叶燕姬听见楚凡这么称呼他，却是一脸的羞红。什么叫做我的燕姬？他笑了笑道：讨厌，对方的修为很高，我恐怕未必是他的对手啊。前辈，你什么修为啊？要不你出手吧，我们宗主的修为还没到1品灵王修为呢，他怎么可能是这朱大长的对手啊？这个朱大长那可是8品灵王的修为。有个护法站了出来，是一个中年美妇，一脸担忧地望着楚凡道：是啊，前辈，我们家宗主能跟你在一起，想必前辈修为也不差，前辈你要是不出手的话，我们宗门今天麻烦了。另外几个护法一个个也是立即说道。不少弟子都无语了，这货刚才还一副很牛逼的样子，没想到他居然让宗主出手。哈哈，不急不急。楚凡哈哈一笑，旋即道：一会儿如果燕姬打不赢对方的话，我再上也不迟。说完之后，楚凡直接拍了拍叶燕姬的肩膀，然后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道：燕姬，上吧，是时候展现一下你实力的时候了，让宗门的弟子增加一些信心吧。叶燕姬点了点头，是啊，他现在可已经是7品灵王中期的修为了，对方只是8品灵王的话，还是有一拼之力的。不过他的把握并不是很大。此时对面的朱大长却是笑得肚子都疼了。哈哈，叶燕姬，你找的个什么男人啊？他难道不知道你还没突破到灵王吗？
连一品灵王都不是的你，如何能是我的对手？叶彦基想了想之后，对着朱大长冷笑了一下，道：“朱大长，你可敢等我片刻？我去准备一下再来。”“好啊，我等你，反正你是跑不掉的。”朱大长哈哈笑了起来：“你要是敢跑的话，我今天灭了你这合欢宗，那些女弟子，我想欺负谁就欺负谁。”哈哈。叶彦基见到对方答应下来，懒得理会对方，一闪便是飞回到了楚凡的院子的房间里面去了。进去之后就把房门关上了。楚凡一愣，旋即笑了起来。看样子叶彦基这个美女是没穿那战斗套装，所以没多大信心，毕竟对方的修为可比他高了不少。这是去换衣服去了吧？不少弟子则是一头雾水，神情凝重。过了一会儿，叶彦基便是穿着那短裙和丝袜套装飞了回来。我的天，宗主这衣服也太好看了吧！有人一看眼睛都直了，这也太性感了。是啊，好性感啊，好诱人啊。几个男弟子更是傻眼了，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宗主穿这样的衣服。不过一想到宗主已经有男人了，他们的心里又是在滴血。哎呦，不错哦。朱大长一看，口水差点没流出来，对着叶彦基道：“彦基，你跟我战斗还专门去换一套衣服，哈，你以为这样我就不好意思对你下手了吗？”说到这里，朱大长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不过也是，看在你穿得这么火辣的份上，你只要过来认个错，向我道歉，并且杀了那个王八羔子的话，我可以既往不咎，让你当我的女人。我以后也会好好疼你和你身边的几个长老的。不然的话，我一会儿把你打伤了，再睡你的话，那你岂不是很不划算？”朱大长，是吗？那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再说吧，别在那里说大话。叶彦基一闪飞了出去，旋即一股强大的气势释放了开。什么？不可能，你的修为居然达到了7品灵王中期了。朱大长一看，顿时也是惊讶到了。虽然这10年没来这里了，但他还是一直在打听这边的情况，知道叶彦基还没突破到1品灵王，因此他根本不把这个合欢宗放在眼里，不把叶彦基放在眼里。没想到今天一看，叶彦基的修为竟是这么高了。什么情况？宗主都是7品灵王了吗？那些护法，那些舵主，还有所有的宗门弟子，一个个全部惊呆了。宗主是什么时候变得这妖牛逼的？他们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呢？7品灵王，居然都7品灵王了啊！白如烟和墨染对视了一眼，他们感受着那股可怕的波动，心里一阵羡慕。原本就在思考啥时候去找楚凡的两人，心里似乎在此刻越发的坚定了。燕姬的修为这么高了啊！林雪飞和慕寒冰他们只是知道宗主去找老祖提升修为去了，但估计也就跟石很爽差不多，3、4品灵王就逆天了。结果居然已经7品灵王中期了，这也太逆天了吧！宗主加油！有的弟子一看宗主修为这么高了，顿时多了几分的信心。虽然他们也搞不懂宗主是如何突破了这么多的修为了，但此时这些已经不重要了。要是宗主穿上那战斗套装，真的杀了那朱大长的话，那这战斗套装也太牛了。叶燕姬，你着实是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朱大长惊讶之后，很快便是再次猥琐的笑了起来。不过你的修为还是太低了，如果你是8品灵王修为，或许还能跟拼一下，可惜啊，你这修为想要跟我一战，有点痴人说梦了。叶燕姬冷笑了一下，手掌一翻，一把红色的宝剑便是被他握在了手里。是吗？朱大长，我念在你以前并没有伤害我过，以及我宗门的弟子，你要是现在离开，我们还能当普通朋友，你要是还要硬来的话，我们两人便是仇人了。朱大长笑了起来，我付出了那么多，等了你那么久，为了你还杀了好几个散修，你居然把你的身子给了那个男人，呵呵，你觉得我今天要是得不到你的人，我会就这么离开吗？说完之后，朱大长直接对着前方虚空一抓，然后怒吼道：看我的九阴龙爪手！顿时在朱大长的前方竟是凭空凝聚出来了一个巨大的手掌，那手掌看上去有些诡异，竟是有着999个婴儿脑袋形状凝聚而成的巨大手掌，看上去有些隐身恐怖。但当你仔细感受一下，却是发现那分明还是灵气凝聚成为的，而并不是真正的婴儿脑袋。这种武技看上去就挺吓唬人的了。楚凡看了看之后，不由冷冷一笑。可惜的是，吓人是吓人，这威力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烈焰斩。叶燕姬望着前方那巨大的手掌，咬了咬牙，将灵气注入到了手里的下品灵宝之中，然后对着前方便是一剑斩了过去。咻！顿时在叶燕姬的前方，一道巨大的剑气斩击出现了，直奔前方，带着一种火焰一般的红色，剑气夹杂着灵气，竟是有着数百丈长，如同一颗带着尾巴的流星，直奔前方。轰！两者很快便是对轰在了一起，发出了一阵阵刺眼的白光，即便是那里的空间都忍不住在不停波动。轰！最后等到那白光散去，那斩击消散了，那个巨大的手掌竟是也被摧毁了。什么？我的武技
居然被你这么给接下来了。朱大长顿时一惊，这叶燕姬不是7品灵王中期的实力吗？刚才他那武技，即便是9品灵王初期的强者都很难接下来，没想到叶燕姬竟是接下来了。不错，这衣服穿上之后果然提升了不少的实力。刚才对方的攻击我竟是这么轻易就接下来了，算是打了一个平手，看样子的确是可以越级挑战。叶燕姬的心里一喜，但很快又是皱了皱眉，心里暗道：这楚凡不是说可以越级杀敌吗？似乎提升的幅度并不是那么大，幸亏我换了战斗套装，不然的话更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太好了，宗主只有7品灵王中期的修为，居然跟8品灵王修为的朱大长打了一个平手，似乎有的一拼啊！不少女弟子那叫一个激动，她们都知道这其中肯定是有着战斗套装的功劳的。石很爽则是皱着眉头对着楚凡道：楚凡，不是说可以越级杀敌吗？看样子只能算是越级挑战吧，不过能有这样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楚凡则是笑了笑道：很爽啊，你们难道没看这个朱大长现在的修为吗？他可不是8品灵王的修为啊。显然以前的朱大长是8品灵王中期修为，这次大家也以为他还是以前的修为，不管是石很爽还是叶燕姬并没有去查看对方的修为，因此他们并不知道，并不是战斗套装的增幅不尽人意，而是对方的修为不是8品灵王的修为了。燕姬，你看看他的修为，他是9品灵王初期的修为了。石很爽一看对方的修为，吓了一跳，原来刚才叶燕姬接下来不是8品灵王中期强者的一击，而是9品灵王初期强者的一击啊！墨染一看也是惊讶地道：我的天，还真是9品灵王初期的修为，看样子这个家伙的修为进步了不少啊！叶燕姬立即看了看朱大长的修为，发现果然是9品灵王初期的修为，心里震撼到了。我一个7品灵王中期对战一个9品灵王初期，居然刚才都打了一个平手，我的天，即便是我修炼的功法不错，但是这朱大长可是活了很多年的灵王强者了，他修炼的功法自然也不差，而且他的武技等级也不低，刚才那个武技至少都是选品低级的武技了。想到这里，叶燕姬的心里泛起惊涛骇浪。看样子我刚才之所以能跟对方对抗，打了一个平手，那是因为我穿着战斗套装的原因，这也太厉害了。这岂不是说，要是对方只是8品灵王巅峰的修为，或者8品灵王后期的修为，那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了。叶燕姬的心里美滋滋的，这战斗套装果然是牛，老祖给的宝贝真的是宝贝。不可能，我可是9品灵王初期修为，你怎么可能接下我的攻击？我刚才那个武技等级还不低呢，不可能的。朱大长接连摇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叶燕姬，你什么情况？为何你的修为提升了那么多不说，甚至能够越级跟我战斗？我可是9品灵王初期修为，我是9品。叶燕姬的心里松了一口气，对着朱大长道：朱大长，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管你之前是不是看在韩灵宗的面子上才没对我使用强硬手段，但我还是觉得你的人品并不是太坏，咱们只是不合适而已，没必要非要闹个你死我活。你现在走吧，我不想你死在这里。的确，这个朱大长虽然杀了一些竞争对手，不让他们追求叶燕姬，那些人死得有些无辜，但叶燕姬不算什么圣母，那些人本来他也不喜欢，杀了便是杀了。这朱大长之前没强迫过他，每隔10年还过来表白一次，他虽然不喜欢对方，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感动，觉得对方的人品还是很不错的。他现在只是想跟对方做个陌生人，各走各的路便是，不想我死在这里。哈，可笑，你有这个本事吗？然而朱大长却是已经失去了灵智一般。叶燕姬，我今天要让你知道，我不是那么好惹的。你敢拒绝我，我要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我要让你和你的那些长老姐妹都做我的顶炉，供我玩乐。朱大长，你还敢打我几个师姐师妹的主意？我叶燕姬今天非杀了你不可。听见对方那话，叶燕姬气得咬牙，一脸愤怒。哈哈，杀我？凭你？朱大长哈哈大笑了起来，对着叶燕姬道：莫非给你一点阳光，你就感觉到了灿烂不成？说到这里，朱大长顿了顿，方才继续道：我刚才不过是看你是7品灵王中期的修为，这才怕一会儿下手太重了，把你给杀了而已。毕竟我可不想你死，所以我刚才可没使用全力呢。说完之后，朱大长再次拼命地运转体内的灵力，然后再次凝聚出来了一个巨大的手爪，对着叶燕姬抓了过来。朱大长冷笑道：还是之前的那个9阴龙爪手，不过就看你这次能不能接住了。我的全力一击伤了你，可怪不得我了。哈哈，望着那比之前还大了起码有1/3的巨大的，有些让人感觉发寒的灵气凝聚而成的爪子，叶燕姬咬了咬牙，然后也是将灵气全部注入到了宝剑之中，再次一剑对着前方斩了出去。楚凡也是直直地望着前方的一幕，他也是想看看这短裙和丝袜组合的战斗套装到底对于叶燕姬的战斗力的增幅程度如何。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暂时是不打算出手的，因为夜燕姬实力的展现，应该就能给宗门很大的信心了。轰！很快，又是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强大的冲击波顿时从那交界之处散开。轰轰轰！两股巨大的能量正在相互抵消，而夜燕姬的神情也是变得无比凝重起来。不好，这一次他的攻击我恐怕抵挡不住了。很快，夜燕姬便是发现了不对劲，他的那斩击的能量已经被全部摧毁，而对方的那个手爪则是还剩下一些剩余的威能，虽然不是很大，但依旧是直奔他而来。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剑气直奔前方而来，将那剩下的那些威能直接破了去。是大长老出手了。有人一看，原来是石很爽飞了出来，对着前方来了一剑，这才将那攻击给挡下来。不对啊，即便我那攻击剩下的能量已经不多，也不是一个9品灵尊修为的人能够破掉的啊。朱大长皱了皱眉，立即去查探了一下石很爽的修为。刚才那他攻击剩下的余波，即便是没有3、4品灵王修为都无法阻挡。要不是对方突然插手，来不及再次调动灵力施展武技的夜燕姬，现在恐怕已经受伤了。你居然是4品灵王中期的修为了？怎么可能？等发现了石很爽的修为之后，朱大长的脸色有些发青。不可能啊，你们这个欢宗什么情况？一下子多出来了2个灵王修为的强者，而且一个都4品了，一个7品了。莫非这和欢宗这段时间得到了今天的机缘不成？想到这里，朱大长的心生贪婪，虽然这有点让他感到意外，但似乎一切还在掌控之中。他相信，即便是对方2人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等他将这2人给击败，哪怕是严刑拷打，也要从他们的嘴里撬出来，他们到底是得到了怎么样的机缘。到时候如果是有什么好宝贝的话，那就是他的了，指不定他就能凭借着东西一举很快突破到他渴望已久的灵皇修为。想到这里，朱大长的心里美滋滋的。哈哈，看样子你们2个女人身上应该还有好东西呢，有什么秘密是吧？看我一会儿如何收拾你们。朱大长哈哈大笑了起来。白如烟则是皱着眉头对着楚凡道：楚执事，要不你还是出手帮忙吧。虽然大长老的修为和宗主的修为都突破了不少，可是依旧不是那老东西的对手啊。默然也是十分担心的对着楚凡道：是啊，楚执事，你要是不出手的话，恐怕他们2个就不是对手了，万一不相信直接被杀了的话，那可怎么办啊？你也不想看见他们2个香消玉殒吧？林雪飞也是咬了咬红唇，一脸期待的望着楚凡，这老祖为何现在不出手呢？这为了给宗门的弟子信心，现在宗主和大长老的修为都展露了，难道还不够吗？大长老居然也是4品灵王了，我的天，我们宗门有2个灵王强者了吗？有的弟子也是有些激动，之前不是还1个都没有吗？为何现在有2个了？而且一个4品灵王，一个7品灵王，这让他们宗门的实力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啊！有什么用？即便是我们不怕那烈火宗，但现在也是无法解决眼下的危机啊！有个男弟子则是一脸凝重地道：这朱大长毕竟是9品灵王，刚才宗主和大长老联手，这才勉强接下来那攻击而已，而且他们的灵力肯定不如对方浑厚，对方指不定还有更加厉害的手段，到时候那就完蛋了啊！叶燕姬也是皱了皱眉，已经感觉到自己恐怕不是对方对手了。就在这个时候，楚凡终于是说话了，对着叶燕姬道：燕姬，我再送你一件宝贝，你那手里的宝剑等级太低了一点，用我送你的宝贝去战斗，那定然了杀了对方。楚凡话音落下，已经飞到了叶燕姬的身边。这个楚执事到底搞什么鬼？他身上还有什么宝贝？不少人都一头雾水。我们宗主使用的那可是下品灵宝了，难不成他能拿出中品灵宝出来给我们宗主？可是即便是宗门灵宝，那增幅也不大啊，也不可能是朱大长的对手啊。白如烟也是皱着眉头，不知道这楚凡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叶燕姬一听，则是微微一笑道：是吗？那拿出来给我看看。叶燕姬倒是并没怀疑楚凡，毕竟之前楚凡拿出来这战斗套装，那就不简单，指不定这老祖的身上还真有什么宝贝。楚凡手掌一翻，拿出了一柄下品圣宝的宝剑，递给了叶燕姬道：送给你了，用这柄宝剑去杀了那个家伙吧。说完之后，楚凡直接对着石很爽道：走吧，很爽，咱们回去，这里交给燕姬就行了。石很爽看了看那宝贝，顿时眼睛一亮，点了点头，跟着楚凡一起飞了回去。这是圣宝？我的天，居然是下品圣宝！叶燕姬看了看手里的宝剑，倒吸一口凉气，这样的宝贝，那可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啊！寒灵宗的宗主未必都拿得出来这样的宝贝，我的天，那是什么宝贝？好像是圣宝吧？白如烟一看叶燕姬手里的宝贝，也是倒吸一口凉气，有了这样的宝贝，越级杀敌是完全没问题的。毕竟
那朱大长是不可能拿出这样的武器的。楚执事到底是什么人啊？居然随手能拿出圣宝！马小蝶在楚凡的院子里面也是惊掉了下巴。要知道，这样的宝贝，那放在外面都是会引起轰动的东西，没想到楚凡竟是能拿出来。果然，楚凡此人当真是不简单，不然的话，宗主怎么可能愿意当他的修仙道侣呢？林雪飞也是心里激动，这样的宝贝，老祖居然说是送给叶燕姬了，而不是说借给他用。我的天，这也太豪气了吧！这老祖果然牛啊！哈，朱大长，今天便是你的死期，我之前给了你机会逃命，你不珍惜，现在你没机会了。一想到朱大长这家伙之前还想对白如烟和林雪飞等人下手，叶燕姬的心里一阵怒火在燃烧。他紧握手里的宝剑，将灵气注入到了其中。嗡嗡，宝剑顿时光芒大盛，发出了一阵阵的剑鸣之声，那声音都给人一种恐惧无比的感觉。魔龙出海，朱大长终于是感觉到了畏惧，脸色阴沉无比。此时叶燕姬的那股身上爆发出来的气势，竟是比他还要强上几分了。他一声怒吼，将一个比之前更加厉害一些的武技施展了出来。他的前方随着他一拳轰出，竟是出现了一条有着数百丈巨大的灵气魔龙冲了出来。那魔龙看上去十分的霸气，给人一种有些邪恶的感觉。吼！魔龙竟是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咆哮之声，旋即怒吼着冲了过来。火凤斩！叶燕姬将灵气注入到了宝剑之中，旋即一剑对着前方斩了出去。这一次竟是飞出来了一头巨大的火凤，火凤有灵气和剑气凝聚在了一起，看上去十分的狂暴，似乎要摧毁一切似的。而且在这火凤一出现之中，前方的天空都一下子变得刺眼了不少。能不能击败对方，就看这一次了。林雪飞和慕寒冰等人都忍不住握紧了拳头。虽然楚凡给了叶燕姬更厉害的宝贝，能够提升不少的战斗力，但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使用圣宝，这具体的情况如何，能不能击败朱大长，他们依旧是心里没底。轰！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那魔龙竟是被火凤从中间强势冲散，化为了齑粉，快速的消散了去。而火凤依旧是带着巨大的威能，直奔那朱大长冲了过去。不要啊，燕姬，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朱大长一看这情况，吓得额头冷汗直冒，早已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只希望叶燕姬能够放过他去死吧，已经晚了。叶燕姬眼神冰冷，那火凤也是直接撞击在了朱大长的身上，将朱大长直接给撞爆了去。赢了，太好了，我们赢了！宗主居然斩杀了9品灵王中期的朱大长。不少弟子见到这一幕，一个个激动不已，那可是9品灵王中期的强者啊，这样的强者，即便是三流宗门里面也都没几个吧，结果居然被斩杀了。现在再加上石很爽也是4品灵王修为，如果石很爽再穿上那战斗套装的话，那实力更是堪比6品灵王了吧。这么一来，什么狗屁烈火宗在他们宗门眼里已经不够看了。太好了，我们宗门要崛起了。有些弟子更是激动地欢呼起来，那叫一个欣喜。难怪宗主愿意跟那个楚执事在一起，楚执事的修为恐怕不低啊，至少也是一个灵王修为的强者，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拿得出来下品圣宝送给我们宗主。有的女弟子更是激动的不行。那是肯定的啊，虽然楚凡执事没出手，但我看他这手笔定然修为也不低，不然我们宗主眼光那么高，怎么可能看上他。那些精英弟子一个个也是兴奋无比，难怪宗门之前那么强势，说了再也不给烈火宗送人过去，并且还斩杀了烈火宗几个使者，原来我们宗主已经变得这么强了。记名弟子们一个个更是激动，他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被送到烈火宗去了，他们以后可以安心修炼，只要修为突破到了灵师，那就能成为外门弟子，开始享受宗门弟子的待遇了。楚凡则是飞了下去，一会儿飞了回来，将对方的储物戒指递给了叶燕姬，然后道：这是那家伙的储物戒指，拿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吧，毕竟对方的修为挺高的，指不定有点适合宗门的宝贝呢。叶燕姬点了点头，对着楚凡笑了笑道：楚凡，你给我的可是下品圣宝，你确定给我？楚凡笑了笑道：你这不是废话吗？你刚才都说了，你可是我的修仙道侣啊，我给你这么一个宝贝不是应该的吗？叶燕姬顿时一脸羞红，刚才他只是那么一说，想气跑对方，让对方死心而已，没想到对方还是想来硬的，最后这才不得不发生大战。没想到在楚凡的帮助下斩杀了朱大长。现在楚凡这么一说，让叶燕姬更是不好意思了，他羞涩的没有再说什么，也算是默认了。怎么了？你一个宗主说过的话不会不算数吧？楚凡一看不由笑了笑道。叶燕姬立即道：我说过的话自然算数了。叶燕姬白了楚凡一眼，转身对着宗门传音道：宗门弟子听着，我和大长老修为的情况大家切莫透露出去了，那烈火宗的人肯定很快会找上门来了，到时候
等我们灭了他们宗门之后，我们和欢宗到底强大不强大，其他宗门自然会掂量。叶彦基也不想太过于招摇，想了想之后又是道：不过为了方便以后我们招收弟子，大家可以透露我和大长老都突破到了灵王修为，至于我们是极品灵王就不用说出去了，以后大家安心修炼。我们宗门以后不会随便被附近的一些宗门欺负了，特别是一些领取到了战斗套装的弟子，以后再遇见附近一些宗门的弟子，你们该强势的就强势一些，不用怕他们了。爷，太好了！听见这话，宗门的弟子们一个个激动不已，跟打了鸡血似的。楚凡看了看一旁的石很爽，不由笑了笑道：很爽，下品圣宝想要吗？石很爽顿时有些哭笑不得，白了楚凡一眼道：废话，这样的宝贝谁不想要啊？难道你还有不成？楚凡笑了笑道：哈哈，你晚上来找我，到时候我给你。你真有啊？石很爽一脸的羞红，这个楚凡当着其他长老和护法的面让他晚上去找他，这岂不是很容易让人误会吗？这家伙要晚上也可以，只是有必要这个时候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吗？白如烟和墨染对视了一眼，都忍不住偷偷一笑。哈哈，当然了。楚凡哈哈一笑道：你的修为不低了，该给你的自然会给你。楚凡这货说完之后，还对着石很爽挑了挑眉。石很爽立即道：那你干嘛不现在就给我，还要晚上去找你，你才给我？楚凡笑呵呵地道：咱们这几个人听见了没什么，这样的宝贝我直接拿出来，到时候整个宗门的弟子都看见了，不太好吧？这样的宝贝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这可是给你的底牌呢。这解释还算合理。石很爽泯然一笑道：好了，大家都散了吧。叶彦基看了看其他的护法，挥了挥手说道。众人一个个都激动无比，立即飞走了。其他宗门的弟子很多也都回自己屋里去了，大家都散了去。空中就只剩下楚凡和叶彦基，还有5个美女长老了。怎么样，彦基美女，我就说了不用我出手，你一样能击败对方，我没说错吧？楚凡咧嘴一笑，刚才叶彦基穿着短裙套装战斗的时候，简直是又性感又霸气。最为令楚凡感到高兴的还是，这叶彦基居然当众说了楚凡是他的修仙道侣。这样一来，看样子叶彦基的心里已经算是彻底接受他了。虽然两人还没做过那种事情，但是这也足够让楚凡感到有些激动了。多亏你给的那下品圣宝呢，要不是有那下品圣宝的话，我恐怕不是对方对手呢。叶彦基微微一笑，心里也是有些恍惚。到了现在，他还感觉这一切如同做梦一般的不真实，因为就在前几天他还在为烈火宗的事情而烦恼呢，没想到现在竟是因为楚凡的出现，他的修为提升了那么多，刚才竟是斩杀了一个9品灵王修为的散修，这在以前那可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啊。好了，我们先走了，你们聊吧。白如烟和石很爽几人对视了一眼，识趣的飞走了。要不去我房间坐坐？楚凡看了看叶彦基，微笑着邀请道。叶彦基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跟着楚凡飞了下去。很快，叶彦基便是来到了楚凡的房间。进屋之后，楚凡将房门关上，这才对着叶彦基微微一笑道：彦基，刚才你说的话整个宗门都知道了，你可要对我负责哦，以后咱们便是修仙道侣了呢。叶彦基一脸羞红，点了点头。那是自然，这话都说出去了，哪里还能收回去？说到这里，叶彦基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主要是你都搂着是3次拥抱修炼了，每次拥抱修炼，我知道你肯定都有某些方面的想法，但是你都把持住了，并没有对我做出过分的事情。我觉得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楚凡苦笑了一下道：可是如烟他们也想找我修炼啊，这万一他们因为这个也爱上我了，那怎么办？叶彦基笑了笑道：放心吧，我们几个都是好姐妹，如果他们也愿意当你的修仙道侣，当你的女人的话，我自然不会介意的。楚凡心里一喜，看样子这个世界的女人还真是不太介意男人3妻4妾或者妻妾成群什么的事情。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道：那既然咱们是修仙道侣了，能不能做点更加亲密的事情啊？叶彦基一脸羞红，慌忙捂着胸口道：你想干什么？我只是愿意当你的修仙道侣而已，又没说要跟你双修，你可别想多了。那种事情现在我还不行。说到这里，叶彦基顿了顿，方才又是道：楚凡，虽然你是老祖，修为高，虽然你对我好，但是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情，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你可不能勉强我。楚凡看见对方那一脸羞红的样子，不由笑了笑道：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接吻一下啊？这个的话，我倒是可以勉强答应你。叶彦基一脸羞红，想了想之后道：看在你今天给了我下品圣宝，帮助我解决了朱大长这个麻烦的份上，就当是奖励你了。这还是我的初吻呢。楚凡见到对方答应了下来，顿时心中一喜，
上前2步便是搂住了叶燕姬，对着对方那性感的红唇便是亲吻了上去。叶燕姬的心里砰砰直跳，她的初吻竟是就这么霸道的被楚凡给夺走了。她闭上眼睛，搂着楚凡，心里竟是也没有任何的抵触，甚至感觉是那么的甜蜜。这个时候，叶燕姬才发现，她的心里已经的确是爱上了这个男人。两人亲吻了好一会儿，叶燕姬这才将楚凡给推开，然后羞涩道：“好了，差不多就行了，你打算亲多久啊？”楚凡这才回味的舔了舔嘴唇，笑呵呵地道：“哈哈，那自然是越久越好了，毕竟这可是我燕姬的吻呢。燕姬你这么好看，能多亲一会儿的话，那自然想多亲一会儿啊。”就你贫嘴！叶燕姬白了楚凡一眼，看上去那叫一个风情万种。楚凡搂着叶燕姬，望着面前的美女，心里也是感觉十分的幸福。两人又是聊了一会儿，叶燕姬这才对着楚凡道：“对了，你这家伙打算什么时候搬到那宫殿里面去住啊？”楚凡笑了笑道：“哈哈，我觉得这里住着也挺不错的，毕竟你和很爽要是想来找我的话也挺方便的。那好吧，反正房间给你留着的，你什么时候想去那边住几天也可以，想来这里住的话自然也不是问题。”叶燕姬笑了笑，想了想之后又是道：“好了，我先回去了，看看那个朱大长的储物戒指里面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有的话有些武技或者功法合适的可以放在藏宝阁里面去。”“没问题，虽然你的3次拥抱修炼效果都用完了，但是后面还是可以继续来找我，毕竟咱们只需要拥抱着修炼，那速度肯定比你自己修炼快很多的。”楚凡笑了笑，对着叶燕姬道：“好的。”叶燕姬一脸羞红，转身羞涩地离开了。很快夜幕便是降临了，楚凡弄了一些美酒，并且还准备了一些菜。过了一会儿之后，石很爽便是过来了。楚凡看见石很爽，不由笑了笑道：“很爽，今天晚上陪我喝几杯吧，如何？”石很爽进屋之后便是将房门关上了，毕竟怕其他弟子看见了不太好。将房门关上之后，石很爽这才走了过来，在桌子旁坐下道：“只要你真的能给我下品圣宝的话，别说是几杯了，就算是几10杯也不是问题。”楚凡听了之后不由哈哈一笑道：“哈哈，就是一件下品圣宝罢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难道你还怕我不给你不成？”说完之后，楚凡也不墨迹，手掌一翻便是将一柄宝剑放在了桌子上，然后道：“你的性格比较直爽，听说也比较彪悍，这圣宝的红色的，我觉得比较适合你一些。”“哇塞，真的是圣宝，下品圣宝！”望着面前的圣宝，石很爽眼睛一亮，拿过来看了看，毫不掩饰那种喜爱之色。“老祖，嘻嘻，看样子你还挺了解我的嘛，这个颜色的确是好看，我喜欢。”不过很快石很爽又是皱着眉头道：“只是老祖，这样的宝贝你确定要送给我？”楚凡笑了笑道：“难不成你觉得我是在逗你玩呢？”楚凡想了想之后不由打趣地道：“你可是跟我拥抱修炼了3次的女人，咱们都搂着睡觉3次了，给你一个武器帮你提升一下战斗力，有毛病吗？”石很爽顿时心里一阵羞涩，风情万种的白了楚凡一眼道：“可是咱们虽然拥抱修炼了，那不是也没做那种事情吗？你和燕姬已经是修仙道侣了呢，我跟你之间还不是修仙道侣，所以我觉得吧，我都不是你的修仙道侣，我有点不好意思拿这么贵重的东西。”楚凡不由微微一笑，这个石很爽的性格还真是直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也是十分的实诚。这样的宝贝对于楚凡来说，只要完成了跟白如烟之间的那个任务，还能得到3件这样的宝贝，所以来的倒是比较轻松。但对于石很爽来说，这样的宝贝那可是3流宗门都拿不出来，2流宗门的宗主都很难得到的宝贝，都会眼红的宝贝。现在楚凡就这么给他的话，这自然让他有些受宠若惊。楚凡笑了笑道：“哈哈，你要是不想要的话，我就送给如烟，如何？”一听这话，石很爽立即将宝剑紧紧地握在了手里，慌忙道：“那不行，虽然如烟也长得好看，但是这个宝剑还是给我更加合适。”看见石很爽这生怕别人把他宝贝抢走的样子，楚凡不由被这小丫头给逗笑了。“是吗？那你说说，为啥你更合适啊？我觉得如烟的身材也很好啊。”石很爽羞红着脸道：“因为我的胸比他大，另外的话，我可是跟你拥抱修炼了3次的女人呢。如烟虽然也想找你帮忙提升修为，但是她现在不是1次都没给你吗？所以我们的感情更好是吧？”想了想之后，石很爽又是道：“再说了，如烟现在还没突破到灵王修为呢，这样的宝贝拿给他拿着，哪有放在我手里更加安全啊？这要是被一些3流宗门的人知道了，指不定会上门来抢夺呢，这自然修为高的人拿着更好。”哈哈，楚凡再次忍不住笑了起来，对着石很爽道：“那你还不赶紧收起来，这样的宝贝除非打不过对手的时候，不然可别随便拿出来。”
石很爽这才知道楚凡是逗他玩的，不由将东西收起来了之后，给了楚凡一个白眼。老祖啊老祖，你都是活了数千年的存在了，还逗我们这种小丫头，觉得很好玩吗？楚凡笑呵呵地道。我觉得好玩。对了，你刚才说什么？不是我的修仙道侣，你就不好意思要那圣宝是吧？那你现在还拿着不给我了呢？石很爽顿时耍赖道。那你刚才说送给如烟，如烟也不是你的修仙道侣啊，那你还说送给他？石很爽想了想之后，又是不好意思地道。我看你人还不错，当你的修仙道侣也不是不可以考虑是吧？一听石很爽这话，楚凡心里狂喜，不由对着石很爽道：是吗？那你过来亲我一下，表示一下你的决心，让我看看你是不是有这个考虑。石很爽不好意思地道：这个是不是太快了？我还没想过呢。楚凡立即嘲笑道：哈哈，看样子你这丫头也是敢做不敢做的主啊。石很爽一听，当即就不乐意了，争辩道：我才不是呢，不就是亲一下吗？哼，亲就亲，我亲你一下脸吧，又不会少块肉。石很爽一边说着，竟是红着脸走到了楚凡的旁边，弯腰对着楚凡的脸便是亲了过去。然而就在他即将亲到楚凡的脸颊的时候，楚凡却是猛然转身，对着他的红唇便是亲了上去，一只手还按着对方的脑袋。石很爽的俏脸瞬间更红了，这个老祖居然玩偷袭，而且他大意了，没有闪，现在想闪也没办法闪了，被楚凡按着脑袋呢。石很爽瞬间感觉心跳加速，他的初吻竟是就这么没了。什么情况？要知道宗门里面向来都是他比较霸道，他欺负别人的哪有别人欺负他的，现在他竟然被强吻了。楚凡狠狠地亲了一下对方，感受了一下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这才松开了石很爽的脑袋。嗨，这还差不多，大长老你果然是言而有信啊，你耍赖。石很爽气的直跺脚，嘟着嘴，满脸羞红。哼，你这个坏蛋，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欺负我。楚凡哈哈一笑道：你刚才都说了可以考虑当我的修仙道侣了，我亲你一下，帮你稳定一下这个想法，如何？我刚才瞎说的，你这个坏蛋都不经过我的同意就亲我，我才不当你的修仙道侣呢。石很爽将是对着楚凡撒娇起来，这个一向高冷霸气的大长老，很多宗门弟子看了就怕的长老，此时竟是有着这般可爱的姿态，对方那娇羞的模样实在是太美了。什么？你身为大长老居然敢开这样的玩笑？楚凡一听故作伤心道：哎，你太伤我的心了，我还是喝酒吧。石很爽不由微微一笑，给自己倒了一碗酒，然后笑了笑道：好了，我逗你玩的呢，亲都被你亲过了，我肯定要对你负责的。楚凡听了之后不由汗颜，这石很爽的性格果然有点大男人的感觉啊，怎么还是他对他负责了？我觉得还是我对你负责好一点。嘿，楚凡哈哈一笑，然后拿出酒杯跟石很爽碰了一下。很爽，我发现你是越看越好看了。石很爽的心里顿时感觉一阵甜蜜，这连续跟楚凡躺在一张床上拥抱修炼，这让他越发觉得楚凡的为人不错了。毕竟他身材这么好，这么极品，楚凡也没对他过分的事情，这让他感觉这个男人果然跟那些色狼是不一样的。比如今天那个朱大长，表面上说是追求叶燕姬，但每次看向石很爽的时候，都恨不得将他给生吞活剥了似的，就那眼神就让石很爽感觉很是不爽。而楚凡的眼神却是不一样，虽然有时候也挺幽默的，但那种眼神似乎都是很正义的感觉。石很爽不知道的是，真是因为这具身体的原主原本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强者，以前却是最新修炼，即便是一些天骄美女追求他都丝毫不为所动的原因。那家伙就是一个修炼狂魔，觉得女人只会影响他修炼的速度，对女人根本不怎感兴趣，而且一身正气。所以现在的楚凡虽然也喜欢女人，多少还是受到一点原主的影响的，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股正义凛然的气势。老祖，你说的真的吗？石很爽都不敢去看楚凡的眼睛了，低着头道：我也是发现你越看越好看，很是帅气，说不出来那种感觉。楚凡看见石很爽这娇羞的模样，则是哈哈大笑。哈哈，这只能说明啊，你是真的爱上我了，不然的话你会愿意当我的修仙道侣吗？石很爽更是不好意思了，然后道：还是喝酒吧，嘿嘿，我现在有点期待那烈火宗的人早点来了，期待他们暴跳如雷的样子了。楚凡笑了笑道：灭了烈火宗的话，也算是为清月和思雅他们报仇了。石很爽一听这话不由一愣，为他们报仇？楚凡点了点头，认真道：思雅说当年他和清月还小的时候，便是见到烈火宗的弟子将他们的家人杀害的，他们的母亲也是被烈火宗的畜生给折磨而死的。听见这话，石很爽也是感慨不已地道：
现在很多散修，很多普通人经常都被一些宗门的弟子欺负，特别是一些很小的宗门，他们宗门的管理不算严格，那些弟子在外面更是肆意妄为，把弱者当草芥。说到这里，石很爽顿了顿，方才继续道：现在大大小小的势力很多，特别是一些小势力之间经常发生争斗，随时也有一些势力被毁灭、被吞并，都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以用天下大乱来形容了吧。石很爽端起酒杯，一口干了之后，这才又是道：当年我的父母也是被几个散修给杀了的，我差点也死了，多亏了师父他老人家在最后看见了我，出手杀了那几个畜生，这才救下了我。想起前任宗主林雪的好，石很爽也是握了握拳头。后来师父收我为徒，我和燕姬他们一起修炼，我们一起成长。可惜的是，最后宗主在跟那苍狼宗的战斗中被杀，这笔账我一直记着呢。虽然那个杀害我师父苍狼宗宗主，最后在我师父自爆的情况下，跟他以及2个长老一起同归于尽了，但是我们都恨不得以后有机会灭了苍狼宗。楚凡也是没想到石很爽的身上还有这么多难忘的事情，他不由苦笑了一下道：很爽，我看你每天还笑嘻嘻的，我还以为你应该无忧无虑才是。石很爽回过神来，然后恢复了笑容。嗨，我跟你提这些干什么？我只是觉得吧，咱们开心的过一天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我干嘛不选择开心呢？说到这里，石很爽顿了顿，方才道：再说了，师父他老人家如果还活着，肯定也是希望我们开心的活着，勇敢的面对，希望我们将合欢宗发扬光大，壮大我们合欢宗。石很爽又是忍不住握了握拳头道：可恨的是，我们合欢宗的弟子现在大家都循规蹈矩，从未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别人不得罪我们，我们也不会去得罪对方，但有些自以为正道的宗门反而处处跟我们针对，欺负我们的弟子，还口口声声骂着我们是邪魔歪道，说我们走的不是正道，真是气死人了，我们都想为我们宗门证明。楚凡听了之后心里感慨万千，是啊，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有些人自诩正道人士，却是干着一些丧心病狂的事情，这样的人算狗屁的正道。楚凡不由对着石很爽道：放心吧，这个世界的话语权永远都只是掌控在强者的手中，当我们宗门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谁敢说我们不是正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可不是他们说了算。我相信天道之在人心，我们做好自己，无愧于心便是。听见楚凡这般的言语，石很爽的心里一阵感悟，不由对着楚凡道：老祖，你果然一身正气，亏我在跟你拥抱修炼的时候，我还怀疑你会不会做点其他邪恶的事情呢。现在想想，我感觉我真的是太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楚凡刚喝到嘴里的酒，差点没喷出来，这石很爽的思维有点活跃啊，这也能扯到拥抱修炼上面去。楚凡笑了笑道：嗨嗨，其实你那么好看，我搂着你修炼的时候，心里肯定还是有想法的，但你毕竟也不是我的修仙道侣，我楚凡自然不可能做出一些强迫他人的事情。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然后道：其实我搂着你的时候还是想过的，但也就是在心里想想而已。石很爽听见楚凡这话，顿时一脸的羞红，这老祖居然说了如此肉麻的话。关键是面对这样的骚话，石很爽不但不觉得反感，心里反而还多了一丝窃喜，因为通过这3次拥抱修炼之后，他对于老祖的人品也是有了100%的信任，觉得老祖的人品当真是杠杠低，面对他这样有容乃大的女人，竟是都能坚持住，而且坚持了3次，每次好几个小时，楚凡竟是都没有对他做出那种男女之间才能做的事情，这就足够说明了，这老祖是个正经人，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之人。这样的男人，那恐怕是提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了。他估计正是因为老祖的坦诚和值得信赖，所以即便是宗主叶燕姬，这都愿意当楚凡的修仙道侣。讨厌，你一把年纪了，还说这样的话，让人多不好意思的。石很爽白了楚凡一眼，心里却是比吃了蜜糖还要甜蜜。此时石很爽嘴角的笑容，当真是 AK47 都压不住了，笑的不是一般的甜蜜。楚凡一看这情况，心里暗喜，看样子这功法上面说，拥抱修炼之后，女子会对男子产生好感，而且越是次数多了之后，对方的好感度会越高，甚至爱上他。看样子这石很爽明显是被楚凡的魅力所折服了。当然这功法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在拥抱修炼的时候，一旦开始了，便是不能想着做那种事情，中途因为想做双修那样的事情的话，不但之前的拥抱修炼效果会消失，反而对身体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还会消耗精神力。这也是为何楚凡的定力那么好的原因。当然如果实在是想了，对方也同意的话，那倒是也行，那就是先结束修炼，从修炼中退出来了之后，自然是可以的。嘿嘿，不好意思的话，那就吃点菜，缓解一下你尴尬的气氛。楚凡嘿嘿一笑，竟是主动给石很爽加了一些菜。
石很爽一看楚凡竟是如此的关心自己，心里更是甜蜜了，也是主动给楚凡夹了一些菜，然后道：“你也多吃一点。”楚凡笑了笑，吃了一点东西，继续跟石很爽喝酒。两个人都十分的开心，因此都喝了不少酒。很大一坛子酒，两个人竟是直接喝完了。不过这酒后劲有些大，明显石很爽有些晕了。这石很爽本来性格就有些大大咧咧的样子，现在喝多了一些之后更是放得开了。他不由上前，直接一屁股坐在了楚凡的大腿上，对着楚凡笑了笑道：“老祖，我发现你怎么越看越帅了啊？”楚凡搂着面前的美女，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个石很爽能不能别这么诱惑他啊？这样下去的话，他哪里经得住啊？他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对着石很爽道：“很爽，你这样的话我倒是很爽，不过我怕我顶不住你的诱惑啊。你那么好看，还坐在我的身上，我喝了酒之后恐怕定力就不如清醒的时候那么好了啊。”“是啊，清醒的时候能坚持住3次拥抱修炼不碰对方，那都是经历了多少的内心折磨的结果啊。现在喝了那么多的酒，酒后撕美女，更何况还是这样的极品美女呢？关键是还是这个女人主动凑过来的情况下。”石很爽听见这话，心里一阵感慨，虽然他有点喝晕了，胆子也大了，但是他的心里却是很清楚现在自己在做什么。楚凡这个时候了，不想着趁着几个睡了他，反而还提醒他，这老祖怎么感觉还挺可爱的呢？老祖，在我的心里，你已经是我的修仙道侣了。石很爽将嘴巴凑到楚凡的耳边，轻声的喃道：“要不我们做点修仙道侣之间该做的事情吧？”楚凡眼睛一亮，感觉有些口干舌燥，竟是紧张地道：“什么事情啊？你这有点突然啊。”没想到下一秒，石很爽望着他，嘴角露出了一丝甜蜜的笑容，然后竟是捧着楚凡的脸就亲吻了上去。“我去，玩真的吗？我去，少儿不宜啊。”楚凡的眼睛都睁大了不少，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虽然跟石很爽已经比较了解了，两人还拥抱修炼了3次了，可是双方认识的时间这才多久啊？才半个月都不到呢。既然如此，这些天楚凡已经一忍再忍，事已至此，无需再忍。楚凡爆发了，他开始主动跟对方亲吻起来，两个人忘我起来。很快，楚凡一个公主抱将石很爽抱着，便是向着床上走去。顿时整个房间翻云覆雨，翻天覆地，电闪雷鸣，一树梨花压海棠，春风欲度玉门关。等到第二天早上，石很爽醒来之后，感觉还有些累，望着一旁的楚凡，石很爽揉了揉脑袋：“我的天啊，我昨天晚上喝多了之后居然跟老祖……”此时的石很爽心里有点后悔，感觉这也太快了吧，自己的第一次竟是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没了。而且一想到楚凡毕竟是活了数千年的存在，他就感觉有点那啥，真是糟糕了。我打算好歹再过几天再给他的，结果一不小心没忍住，居然……石很爽感觉有些头大，虽然昨天晚上的感觉不是一般的好，可是这都哪跟哪儿啊，这有点意外啊。楚凡刚好醒来，听见对方在一旁嘀咕，觉得这丫头也太客气了，他不由坐了起来，对着石很爽道：“嘀咕什么呢？你又不亏，你还赚大了，老祖我还是第一次呢。”“真的？”石很爽半信半疑地望着老祖，感觉这家伙多半是骗人的吧，都活了几千年的强者了，还是第一次，鬼信啊！更何况昨天晚上他感觉似乎时间很漫长啊，骗你是小狗。楚凡笑了笑，举手说道：“呸呸呸，别瞎说，修仙之人不能随便发誓的。”石很爽慌忙将楚凡的手给拿下来，对着楚凡道：“我相信你，我只是想不到你活了那么多年了，居然还是第一次啊。”楚凡搂着对方的腰肢道：“我这不是在等你吗？”“啊，你这话说的太肉麻了吧。”石很爽一听，脸都红得不像样了，这家伙是瞎说的吧？只是这样的话听着怎么让人心里十分的高兴呢？楚凡望着石很爽这样子，不由拉着石很爽的手，无比认真地道：“很爽，以后你就是我楚凡的女人了，你放心吧，以后我肯定真心待你，没人敢欺负你。”望着楚凡你无比真诚的眼神，石很爽的心里一阵感动。“凡哥放心，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我也会只爱你一个的，我什么都听你的。”楚凡一听心里一喜，没想到啊，这昨天叶燕姬才答应当他的修仙道侣，晚上居然把石很爽这个性感美女给拿下了。此时的楚凡真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啊。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石很爽显然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将衣服穿好了之后，对着楚凡道：“那啥，你不打算去住我们上面的那个宫殿吗？”楚凡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道：“那个主要是思雅是天阴圣体，她也是极其适合拥抱修炼的选手啊，我还是住在这个地方吧，这里风景还不错，她想找我拥抱修炼的话也方便一些。”
一听这话，石很爽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对着楚凡道：“柳思雅可是一个美女，你要是跟她拥抱修炼久了的话，恐怕会爆出感情来哦。”楚凡不由笑了笑道：“那你会不会不高兴啊？”石很爽笑了笑道：“我才不会呢，只要你疼我就行了。好了，我先走了，嘿嘿，多谢你送的下品圣宝。”楚凡微微一笑道：“客气了，你可是我的女人，还跟我客气啥？好，那改天我再来找你。”石很爽想到昨天晚上那幸福又疯狂的一幕，羞涩地走了出去，快速飞走了。令石很爽没想到的是，刚回到宫殿后面他住的房间，却是发现叶燕姬居然在里面坐着等他。燕姬，你怎么在这里啊？石很爽的脸上依旧带着如沐春风般的笑容，能成为老祖的女人倒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叶燕姬不由笑了笑道：“很爽啊，你昨天晚上又是去跟老祖拥抱修炼去了？”石很爽顿时不好意思地道：“差不多吧。”叶燕姬不由苦笑道：“差不多是什么意思？”想了想之后，叶燕姬感觉到了不对劲，这石很爽可不是一个喜欢撒谎的人。他昨天晚上去找楚凡拿那下品圣宝，去了之后一夜没回来，现在问他是不是去拥抱修炼去了，这丫头居然眼神有点闪躲。他走了过去，一把抓起石很爽的左手，拉开他的衣袖，不由道：“我记得你有手工杀的，你这怎么没了？你刚才说差不多，难道你和老祖昨天晚上不是拥抱修炼，是做了那种事情？”石很爽顿时皱着眉头道：“哎呀，燕姬，你也太聪明了吧，这都被你发现了。”说到这里，石很爽走到床边坐了下来，然后道：“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太羞涩了。你不会怪我吧？我现在也是凡哥的修仙道侣了。”叶燕姬苦笑了一下，走了过去，拉着石很爽的手道：“这个世界的强者妻妾成群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怎么可能怪你呢？只要不是老祖强迫你的，那就行了。”叶燕姬看见石很爽那嘴角甜蜜的笑容，不由笑了笑道：“看你那甜蜜的样子，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自愿的。你呀，早就喜欢上了老祖了吧？”石很爽微微点了点头道：“你放心吧，他没有强迫我，他那么好的男人，怎么可能强迫我呢？”叶燕姬笑了笑，不由猜测道：“既然他没有强迫你的话，那肯定是你们两个拥抱修炼的时候，老祖没忍住，你就同意了，是吧？”石很爽被叶燕姬这么一说，更是俏脸已经红得快滴出血来了。他不由笑了笑，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一转，不好意思地道：“能不能不跟你说啊？”叶燕姬一听这话，更是好奇了：“哎呀，很爽，咱们都是好姐妹，你就告诉我呗。我不知道还好，我现在都知道了，你却是不说具体的情况，我这心里哪里受得了啊？我太好奇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显然，对于这事儿，叶燕姬也是成了一个好奇宝宝了。石很爽这才道：“其实嘛，整体上说来的话，还是我先主动的，是我先诱惑到了他的。”啊，你先主动的？看不出来啊，你平时那么高冷霸道的一个女人，别的男人都还以为你不喜欢男人呢，你居然还主动。叶燕姬听了之后更是惊讶到了：“快点仔细说来听听。”嗨，事情是这样的，我去的时候楚凡竟是准备了一些好酒好菜，我们就聊天，然后很快石很爽便是仔仔细细的将事情的情况跟叶燕姬讲了一遍。听完了之后，叶燕姬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么看来，你们两个是气氛到了那里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两个人就这么干柴烈火，酒后乱性，然后就一碰就着了。说到这里，叶燕姬也是忍不住道：“其实这样也挺好的，毕竟咱们是好姐妹，你跟楚凡在一起了，以后我们两个相处也相处得来，大家都知根知底的是吧？”石很爽想了想之后，则是笑着道：“对，这样的话，咱们这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吧？”叶燕姬汗颜，想了想之后，不由也是被石很爽的话给逗笑了。好像也是可以这么说，嗨嗨。石很爽想了想之后，又是道：“主要是吧，凡哥人帅，修为高，还能随便拿出圣宝这样的宝贝，对人还好。这么优秀的男人，除了年纪大了一点，其他都是优点。我倒是越来越觉得他好了。”叶燕姬也是笑了笑道：“被他搂着拥抱修炼，还不能穿太多的衣服，一搂着就是好几个小时的修炼，然后很舒服，可能就睡着了。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对他产生感情啊。”石很爽也是点了点头道：“可不是吗？虽然拥抱修炼不用做那种事情，但是毕竟孤男寡女的躺在同一个床上，我每次都心里紧张，感觉不好意思呢，偶尔还会乱想。这下子搂着搂着的，还真是产生感情了。我看啊，那柳清月和柳思雅都长得好看，这两姐妹恐怕也是跟楚凡拥抱修炼了吧？”叶燕姬听见这话，苦笑道：“我估计也是，当初老祖居住那个院子，一开始肯定都是冲着柳清月去的，刚出关的时候他还亲了柳清月呢。”石很爽笑了笑道：“
老祖只是现在没说，看样子咱们恐怕又要多2个好姐妹了。叶燕姬想了想之后，不由道：这个不用管她，那2姐妹还是不错的。我现在在想的是，不知道雪飞他们有没有找楚凡，他们之前还说去找楚凡提升修为呢。石很爽则是不由道：雪飞的性格还行，性格开朗一点，加上之前老祖就救过他的性命，所以啊，如果老祖说要拥抱修炼才能提升修为的话，我相信他肯定会答应的。说到这里，石很爽顿了顿，方才皱着眉头道：不过如烟和墨染的话不仅仅比较矜持，而且也比较放不开啊，我估计他们就算是同意了，也是犹豫很久的吧。叶燕姬苦笑了一下道：我估计他们会犹豫，寒冰的话我不清楚，毕竟楚凡也救过他的命，指不定他会答应吧，毕竟也没让他以身相许是吧。叶燕姬想了想之后又是道：我觉得吧，如烟和墨染为了宗门的崛起，为了我们宗门能多出来几个灵王修为的强者，一定也会去找楚凡的，只是他们需要点时间说服自己罢了。此时楚凡的心里则是美滋滋的，现在的他不仅仅突破到了4品灵王的修为，而且还有2个修仙道侣了，还都是极品美女，一个大长老，一个宗主，想想都让其他弟子羡慕吧。舒服，真是舒服啊，昨天晚上很爽，那么疯狂，那身材绝了。回忆着昨天晚上的美好，楚凡的心里美滋滋的，现在的他终于算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凡哥，你在吗？楚凡一听发现是柳思雅这个丫头，心里一喜，立即走了过去，把门打开，对着柳思雅道：思雅美女，找我有事儿。柳思雅笑了笑，这才走了进来，然后对着楚凡道：那个帮你提升修为的事情，我跟清月说过了，他答应了。一听是这事儿，楚凡笑了笑道：就是嘛，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是拥抱修炼罢了，又不用那啥，放开心就行了。柳思雅不由白了楚凡一眼道：凡哥，你说的倒是简单，可是人家女孩子嘛，矜持一点，这不是正常的吗？他说过2天再来找你。你说的也是。楚凡笑了笑说道。没想到下一秒柳思雅却是道：凡哥，那个大长老也是你的修仙道侣了吧？楚凡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不由疑惑道：咦，你怎么知道的？柳思雅俏脸一红道：你忘了你的房间可是挨着我的房间的，你们昨天晚上放飞自我，声音那么大，即便是这房子隔音很好，我也听见了一些动静的。说到这里，柳思雅低着头，脸颊已经红得不像话了。昨天晚上她在隔壁根本睡不着，楚凡的房间在最右边的房间，只有一个房间挨着她，那便是柳思雅的房间。而昨晚上她和石很爽2人都是喝了不少酒，在那种情况下也是比较放得开，倒是忘了声音大了，隔壁的柳思雅能听见动静。楚凡顿时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地道：那你昨天晚上恐怕没睡好觉吧？柳思雅笑了笑道：那倒没有，之前跟你2次拥抱修炼之后，我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4品灵宗了，因此就算是10天半月不睡觉，精神还是挺好的。楚凡汗颜，这话的意思岂不是说昨天晚上对方一晚上都没睡着吗？那个，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柳思雅想了想之后咬了咬红唇道：要是有时间的话，我想来找你试试第3次拥抱修炼，毕竟我也想修为再突破一些才好。楚凡一听顿时眼睛一亮道：嗨嗨，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晚上肯定会有空的。这样吧，晚上要是燕姬和很爽没来找我的话，我就来你房间叫你。毕竟楚凡也不敢肯定那2个美女会不会突然来找他。好。柳思雅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的声音却是响起：宿主，温馨提示，这拥抱修炼会反馈不少，特别是特殊体质的人反馈也大。当然像柳思雅这样的适合双修的体质，要是双修的话，第1次也会得到天地的反馈哦。一听这话，楚凡愣住了，好像除了柳思雅之外，现在系统检测出来白如烟、叶燕姬也都是特殊体质啊。柳思雅是天阴圣体，白如烟是阴寒圣体，而叶燕姬则是什么九阴媚体，这3个美女居然都是特殊体质，而且还是适合双修的体质，这个合欢宗还真是藏龙卧虎啊。嗨嗨，知道了，系统，你明明是一个萌妹子的声音，怎么感觉你还是个老色鬼呢？楚凡咳了2下，不由道：宿主，你再这么说我，下次我遇见特殊体质我美女，我也不告诉你了。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指不定你在想啊，让他们成为你的修仙道侣吧。系统带着几分傲娇地道。楚凡立即道：你可别乱说，我一身正气，怎么可能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懂，我都懂，哈哈。系统妹子竟是笑了起来。此时烈火宗这边终于是察觉到了不对劲，那我先回去了。柳思雅微微一笑说道：丁，系统任务。
跟柳思雅表白，如果柳思雅同意你的表白，将获得5件下品圣宝，是否接受任务？令楚凡没想到的是，就在柳思雅转身要走的时候，系统的声音却是突兀的在楚凡的脑海中响起：5件下品圣宝，那可是圣宝啊！白如烟那3件还没搞到手，这里又是来5件，要是有了这5件，岂不是如烟和寒冰他们都能有圣宝可以用了？甚至还有多余的。想到这里，楚凡心里一喜，立即选择了接受任务。对于这个任务，楚凡的心里还是有很大的把握的。通过这些天和柳思雅的相处来看，他能看出来这个小丫头对他肯定还是有意思的。等等，看见对方要走，楚凡一把将他给拉了回来，一挥手，精神力便是将房门给关上了。啊！柳思雅被楚凡一把拉了回来之后，着实是被楚凡给吓了一跳，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脚下一歪，竟是撞进了楚凡的怀里。楚凡生怕对方摔倒了，也是顺势搂住了对方。柳思雅的心里瞬间砰砰直跳，抬起头望着面前这个帅气的男人，感受着对方那坚硬的胸膛，还有那男人独特的阳刚之气，只感觉有些云里雾里的。凡哥，你有什么事儿吗？柳思雅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望着楚凡，心里紧张的不行。这楚凡一把将他给拉回来，还搂着他，还把房门关上了，该不会是贪恋他的美色了吧？毕竟昨天晚上楚凡何时很爽长老可是做了一些少儿不宜的事情的。这家伙莫非尝到了甜头之后，大白天打算拿他开刀了？想到这里，柳思雅的心里更是紧张了，毕竟他的心里可是很喜欢老祖的，要是老祖真的要的话，他也只能豁出去了，就算老祖不打算给他名分，他也愿意，只要能成为老祖的女人，老祖愿意不愿意公开他修仙道侣的身份，那都不重要了。不知不觉之间，柳思雅的心里在仅仅几秒的时间便是多了一系列的内心戏。嘿嘿，思雅，我有句话其实一直都很想告诉你，就是一直有点开不了口。楚凡也是第一次这么搂着一个美女，两人四目相对，这感觉怎么跟一些小说里面的剧情一样？什么话啊？看见楚凡这样子，柳思雅的心里更是紧张了。老祖是想说想要跟他双修吗？这大白天的恐怕不适合吧？万一长老或者宗主找来怎么办？被撞见了那多尴尬啊！楚凡想了想之后，这才道：我喜欢你，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当我的修仙道侣呢？说完之后，楚凡的心里还是有点紧张，这万一柳思雅说不愿意，会不会任务就失败了呢？不过还好这次的任务也没什么惩罚，成功了5件下品圣宝，失败了什么也没有，顶多有些丢人罢了，反正也没其他人看见，想来柳思雅也不敢出去乱说吧。总体上来说，楚凡这次表白不管怎么样都是不亏的。你真的喜欢我？柳思雅的心里一阵狂喜，她其实已经期待好几天了，特别是这2天更是为了楚凡茶不思饭不想的，就在猜测楚凡会不会喜欢她。现在高高在上的老祖竟是对她表白了，这一切感觉跟做梦一般。我不是做梦吧？柳思雅偷偷掐了自己大腿一下，居然真的疼，激动的嘴角的笑容都快压不住了。我其实也喜欢老祖你对我们那么好，别说我了，我看清月都喜欢你。柳思雅一脸的羞红，想了想之后又是道：只要你喜欢我就行，快点答应我，说你喜欢我，愿意当我的修仙道侣，别说什么指示，在我的这里没有指示。楚凡一听慌忙说道，他怕一会儿柳思雅说只是什么什么的，系统给判定成任务失败了，那就亏大了。好吧，我喜欢你，愿意当你的修仙道侣。柳思雅吞了吞口水，这才羞涩地低着头轻声说道：丁，向柳思雅表白成功，宿主获得奖励5件下品圣宝，圣宝已经放入到宿主储物戒指之中，请查收。系统的声音终于是在此刻响起了。楚凡听见这系统的声音，终于是松了一口气，毕竟这系统的声音没响起，这都是很悬的事情啊。万一柳思雅谦虚一下，这宝贝岂不是就飞走了？当然楚凡的心里也是很高兴的，毕竟这么一个美女居然答应了，而且还说柳清月也喜欢他，这让他的心里更是爽翻天了，有种双倍快乐的感觉，不对，是3倍快乐的感觉。毕竟5件圣宝到手，这也是一件值得快乐的事情啊。嗨嗨，思雅，刚才你想说只是什么啊？反正任务完成了，东西也到手了。楚凡这才好奇地问道。柳思雅这才不好意思地道，只是我天赋不是很好，天资愚钝，加上修为不高，我感觉我配不上你，毕竟你是高高在上的老祖，我在你的面前身份地位实在是差了太多了。楚凡听了之后，不由将对方更是搂紧了一些道：傻瓜，这都不是事儿，你这修为突破的那么快了，还说什么天赋差？你放心，就算是你天赋不太好，我以后会找到改变修炼天赋的宝贝，帮你提升修炼天赋的。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再说了，你修为差不多就行了，要那么高干什么？
我是你的男人，应该我来保护你，难不成你想修为高了，好保护我吗？听见楚凡这样暖心的话，柳思雅的心里跟吃了蜜糖一般的甜蜜。她望着楚凡，不由感动的眼里含泪。你怎么哭了？望着美女落泪，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楚凡感觉一阵心疼。他最受不了这样的事情了，看着就想保护对方。柳思雅这才慌忙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我是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和妹妹小时候就没了家人，看着他们被烈火宗的人所杀，我和妹妹侥幸跳河才活下来，一直颠沛流离，吃过树根才活下来的，好不容易长大了，走上了修仙之路，来到合欢宗，还要被那叶秋以及不要莲这样的混蛋威胁我们，每天都活得有些害怕。说到这里，柳思雅顿了顿道：你是我们宗门老祖，没嫌弃我和妹妹身份低微，还对我们那么好，我太感动了。楚凡的心里一阵感慨，没想到柳思雅和柳清月还有这么多伤心的事情。楚凡立即一脸坚定地道：放心吧，这个该死的烈火宗很快就要付出代价，我要灭了他们宗门，为你们报仇，也为之前那些女弟子们报仇。柳思雅点了点头，好，只要老祖你不嫌弃我就行了，我愿意私下当你的女人，你不用公开让别人知道你和我的身份都行，我已经很满足了。楚凡立即板着脸道：说什么呢？我的女人那都一样，不分大小，要秉承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知道了吗？说到这里，楚凡望着对方那性感的红唇，不由轻轻地吻了一下，这才又是道：记住，以后你要叫我凡哥，不用叫我老祖，不过咱们两个的关系的话，等以后时机合适的时候我再说出去，现在的话主要是刚和大长老在一起，这个时候又是让他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我怕他心里不高兴，等以后时机成熟了我再告诉他。我都听你的，我现在感觉已经很幸福了，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成为凡哥你的女人，我觉得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柳思雅微微一笑，笑容十分的甜美，毕竟你是我喜欢的男人，能跟自己喜欢的人成为修仙道侣，在我看来就是最为幸福的事情。楚凡笑了笑，想了想之后又是忍不住问道：对了，你之前说清月也喜欢我，这是不是真的啊？柳思雅笑了笑道：当然是真的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加了解他，一开始的时候你出关就亲了他，他还有点生气的，不过你后面帮了我们，我们就只剩下感激了，慢慢的我发现清月还是很喜欢你的，只是这丫头脸皮很薄，不敢正视内心的感情。说到这里，柳思雅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而且她心中应该也有跟我一样的顾虑，觉得大长老或者宗主这样的强者才配得上你，我们修为太低了，配不上你，你可是高高在上的老祖，修为比宗主他们不知道高了多少呢。楚凡听见柳思雅这么一说，心里也是有底了。柳思雅想了想之后，又是对着楚凡问道：就是不知道凡哥你喜欢不喜欢清月？你要是不喜欢他的话，我估计他的心里应该也会很伤心的吧。楚凡微微一笑道：清月那么我见犹怜的样子，那么的楚楚动人，我怎么会不喜欢呢？我要是不喜欢的话，为何刚出关就亲了他一下呢？那是因为我对他是一见钟情的。真的？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喜欢他的。柳思雅瞬间眼睛一亮，笑的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如同月牙一般。这事儿的话，你可以先保密，不告诉他，他以后不是会来找我拥抱修炼吗？等以后我再亲自告诉他吧。楚凡想了想之后，又是对着柳思雅说道：好，嘿嘿，以后我们好好伺候你，当你的女人。柳思雅那叫一个开心。听见这话，楚凡搂着对方腰肢，也是忍不住笑了笑道：那个，既然你都同意我的表白了，我们两个现在是正式的修仙道侣的关系了，我可以吻你吗？柳思雅顿时一脸羞红，刚才不是已经亲了一下了吗？柳思雅点了点头，声音细若蚊虫一般，要不是楚凡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灵王境界的话，恐怕都快听不见他的声音了。楚凡立即用一个手指头抬起对方的下巴，而柳思雅也是红着脸，嘟着小嘴，心里砰砰直跳。毕竟这才是他们两个正式的接吻，刚才就是碰了一下而已。望着面前这绝美的容颜，楚凡的心里一阵激动，就要亲上去。楚执事，你在吗？然而就在楚凡的嘴唇即将碰到柳思雅的红唇之时，外面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柳思雅吓了一跳，慌忙后退了几步。楚凡也是一阵无语，这个墨染来的可真是时候啊，故意的吧？不过看在对方也是大美女的份上，楚凡也就懒得跟这个小丫头计较了。楚凡无奈只能结束了即将进行的浪漫，然后打开了房门。那个楚执事，我就先走了，不打扰你了。柳思雅脸上的羞红之色还没完全散去，假装淡定的丢下一句话，就快速离开了。墨染顿时眉头一皱，这大白天也不知道柳思雅为何来找楚凡，而且刚才还一脸的羞红。这柳思雅和柳清月长得可都是小家碧玉一般，也是少见的美女了，
现在跟老祖在这同一个屋檐下，莫非已经跟老祖拥抱修炼了不成？看样子老祖跟这2个小丫头怕是有一腿了，毕竟老祖专门选这里来住，肯定也是看上他们俩了，后面又是送给了他们那战斗套装，恐怕早就生米煮成熟饭了吧。心里这么想着，默然觉得这老祖也太风流了，果然男人都是好色的啊。楚凡将房门关上，他估计对方应该是来找他拥抱修炼的，所以不关门的话反而不好意思直说。看见对方在想事情，楚凡笑了笑道：二长老，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是来找我拥抱修炼的吗？默然回过神来，顿时脸颊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道：我想好了，只要只是拥抱着修炼，不发生其他的什么事情的话，我倒是可以接受。说到这里，默然顿了顿，方才一脸认真地道：大长老很爽以及宗主燕姬，他们都能为了宗门的壮大与老祖你拥抱修炼，我身为宗门2长老，也有将宗门变得更加强大的责任，所以我想好了，我也必须努力突破到灵王修为才行。楚凡听了之后心里一阵暗喜，果然不管是白如烟还是默然，最后都还是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虽然拥抱修炼容易让人感到羞涩，会不好意思，但那提升的修为弧度却是可以让人在短时间之内一下子提升好几个品的修为，节约很多的修炼时间。这样的诱惑又有几个女人能把持得住？默然又是微微一笑道：特别是昨天看见燕姬和很爽都参加了战斗，他们的修为都那么高了，而我身为2长老却是只能在一旁担心和着急，根本帮不上忙，我才知道这早点突破到灵王修为的重要性。楚凡笑了笑道：默然，你就放心吧，我楚凡这人虽然也喜欢美女，像2长老这样身材婀娜的窈窕淑女，想说不喜欢那都是骗人的。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又是话锋一转道：但是我楚凡也是一身正气，从来不可能逼迫别人做不愿意的事情，所以这拥抱修炼的话，那就只是拥抱修炼，我并不会跟你做其他的人，这一点的话你真的可以放心。默然听了之后心里一阵感动，至少老祖这人是那么的实诚。默然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道：好的，我相信老祖肯定不是那样的小人。楚凡汗颜，这丫头是在暗示他吗？如果到时候没忍住的话，他岂不是就成了他嘴里的小人了？那是必须的，杠杠滴。楚凡尴尬的笑了笑，心里有些无语。默然看见楚凡那样子，也是忍不住捂着嘴巴笑了笑道：好了，老祖，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需要多久的时间啊？现在可以吗？楚凡的心里有些哭笑不得，他倒是现在就想搂着这个美女躺在床上修炼呢。可是这大白天也不合适啊，那样的姿势一旦开始至少就要3-4个小时，这要是效果更好一些的话，最好是坚持5-6个小时才行，到时候才能发挥出拥抱修炼的最好效果啊。这刚才准备亲嘴的时候都被打扰了，这要是现在拥抱修炼，指不定啥时候又来一个美女打扰呢。而今天晚上的话，刚才都跟柳思雅约好了，对方的第3次拥抱修炼还没用呢，看他那样子自然很想使用这第3次的效果，让修为再次突破一些，所以今天晚上也是没空。楚凡想了想之后这才道：嗨，2长老啊，这事儿我要跟你说清楚，这大白天的不太适合，想要效果好的话，一旦开始就最好不要停，连一个大周天的运转都没好就退出修炼的话，到时候会没效果，要是被人打扰而强行中断修炼，不仅仅没效果，反而还会有所反噬。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这一旦修炼开始的话，至少都是好几个时辰，到时候效果才好，所以白天修炼，万一有人来找我，那恐怕就不行了，因为时间久的话，所以恐怕就要在我这里过夜了。还要过夜啊？修炼一个大周天需要那么久吗？默然柳眉微蹙，按道这个老祖本来就有点好色，莫非不会是哄骗他过夜吧？楚凡笑了笑道：我也没办法，我这功法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他的奇特之处，再说了，花几个时辰的时间，你就能提升不止1个品的修为，难道不值得吗？你自己修炼的话，啥时候才能突破到1品灵王啊？默然听了之后也是缓缓点头，是啊，自己也太贪心了，这拥抱修炼本来就是一件无比逆天的事情，莫非自己还想就这么搂那么几个呼吸之间的时间就能提升几个品的修为，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了。默然缓缓点了点头道：那你看哪个晚上合适一点？我听很爽说了，至少要修炼3次，前面3次的效果都很好是吧？楚凡点了点头道：至少3次吧，当然你要找是第4次第5次的话，只要我有时间，我自然也不会拒绝你，毕竟咱们都是一个宗门的，还这么熟了是吧？默然差点没晕倒，她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子，从来都没被任何一个男人碰过，哪怕是牵手都没有过，现在还要脱了外面的衣服，穿着那么一点点的遮羞衣物，就要搂着跟着老祖躺在一个床上，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想想都让人觉得羞得不行。这家伙当然希望来第4次第5次了。没想到楚凡又是道：
这第4次和第5次或者后面的拥抱修炼也是有效果的，只是效果不如前面3次那么大而已。而且如果你修为很高了，达到了灵圣修为的话，那效果肯定还会打折扣，毕竟灵圣那样的强者想要突破本来就不容易。墨染听了之后也是微微点头一笑，那我大概明白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要来找你的话，最好是晚上大家都睡觉了之后吧，这样不容易被人发现一些，也不会有人来找你，不然不太好。楚凡想了想之后直接道，那就这样吧，你明天晚上来找我，到时候我们进行和你的第1次拥抱修炼。好的，那我就先走了。墨染微微一笑说道，好的，那明天晚上见。楚凡望着墨染这略显丰盈的身材，心里已经开始期待了。没想到墨染刚打开房门，门外站着的白如烟却是刚举起手准备敲门。啊，二长老，你在里面啊？白如烟一看是墨染之后不由吓了一跳。墨染顿时脸颊微微一红，然后道，我找老祖有点事情，那我先走了。说完之后，墨染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一闪就飞走了。白如烟进屋之后也是顺手将房门关上，这才忍不住笑了起来。老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二长老应该是来找你商量那拥抱修炼的事情的吧？楚凡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道，之前他跟你一样有些不好意思，说需要几天时间考虑，现在他已经考虑清楚了。白如烟听了之后顿时道，他同意了。楚凡笑了笑道，当然了，只是搂着修炼而已，又不是要毁他的清白，这其实没什么的。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强迫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的。白如烟满意一笑道，还有我呢，我也打算让你帮忙提升修为，通过昨天看见很爽他们的战斗，我太明白我们宗门弱了就要被欺负的道理了。说到这里，白如烟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如果不是老祖在，如果不是你帮他们2个都提升了修为，要是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话，昨天我们宗门恐怕就完了，我们几个好姐妹肯定都要被那个朱大长那个老家伙欺负了。白如烟握了握拳头道，我也要变强，我也要早点突破到3品或者4品灵王修为才行。楚凡听了之后却是笑了笑道，你的话恐怕不止3品或者4品灵王，我恐怕不止，什么意思啊？白如烟一愣，瞬间傻眼了，难道自己还能突破得更高，比石很爽的修为高？要知道现在石很爽的修为都让他已经羡慕不已了，4品灵王再加上那战斗套装的加成，而且楚凡还给了石很爽一件下品圣宝，这2件宝物加上那修为，石很爽恐怕能轻易斩杀6品灵王了吧？楚凡微微一笑，这才道，实不相瞒，你和燕姬都是特殊体质，而很爽的话并不是特殊体质，所以你更加适合拥抱修炼一些，到时候提升效果会更好。我是什么特殊体质啊？白如烟都不知道自己还是什么特殊体质，心里一喜，立即追问道，是适合双修的阴寒圣体，不仅仅拥抱修炼的提升会很大，要是第1次跟男子双修的话，那还能提升不少的修为呢，那是天地对于这特殊体质的反馈。楚凡也没隐瞒对方，而是如实说道。一听这话，白如烟的心里一惊，但一想到自己居然是适合双修的特殊体质，他又是忍不住脸颊一红。那个就是以后再说了，我觉得我还是先来第1次拥抱修炼吧，先试试效果再说。白如烟微微一笑道。楚凡笑着点了点头道，没问题，不过的话这个需要的时间挺久的，上次我也跟你解释过了，所以白天的话怕有人来打扰修炼，只能选择晚上，因为时间久的话那就在我这里过夜吧，基本上1个晚上的时间宽裕一点。一听还要过夜，白如烟的心里更是一阵羞涩了，本来就很暧昧了，想想都让他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一躺还要1个晚上。不过一想到昨天石很爽和叶燕姬展现修为的时候那种惊艳了众多弟子的样子，一想到自己居然一点都帮不上忙的无力感，白如烟最后点了点头道，行，那我明天晚上来找你如何？楚凡立即表情怪异地道，明天晚上恐怕不太合适了，还是后天晚上吧，明天晚上我已经答应墨染了，这个修炼也是1对1的，我也不好搂着2个一起修炼吧。我知道了。白如烟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然后道，对了，我听宗主说你还是炼丹师。楚凡笑着道，是啊，我听说你是我们宗门最厉害的炼丹师，等改天有空了我来指点你一下。哈哈，好啊，那可真是太好了。白如烟心里一喜，她最为喜欢炼丹了，不过最近的确是感觉有点不顺手的感觉，似乎有点瓶颈了似的。听见这老祖还能指点她自然高兴。那我就先走了。白如烟眉目一转，这事情已经定下来了，她的心里反而是轻松了。之前一直下不定决心，现在把时间都约好了，她倒是感觉浑身轻松。去吧。楚凡挥了挥手，很快白如烟便是打开了房门，然后飞走了。白如烟刚飞出去不远，便是碰到了往这边飞来的林雪飞和慕寒冰2人。
雪飞、寒冰，你们两个这是去找老祖吗？看见他们是往这边来的，白如烟立即上前问道：你们该不是找老祖帮忙提升修为的吧？林雪飞微微一笑道：当然了，我和寒冰刚好这2天有空，约好了一起去找老祖帮忙提升修为呢。说完之后，林雪飞这才想到白如烟似乎也是刚从楚凡那个方向飞过来的，不由皱着眉头道：你刚也是去找他帮忙提升修为的吧？白如烟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道：我和墨染都刚找过他了，我们2个约好了明天和后天了，就是不知道对于老祖来说，连续2天拥抱修炼消耗会不会很大？你们现在去找他的话，恐怕也只能约后面的时间了。林雪飞听了之后不由笑了笑道：看样子咱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都今天准备去找他呢，哈哈。那这样子的话，我和寒冰还是先别去了，别把老祖给累坏了，我们还是等过几天让老祖休息一下之后再去找他吧。慕寒冰也是很为楚凡着想的点了点头道：是啊，如果咱们都一起去找他，老祖肯定忙不过来，我听很爽说还要修炼3次之后才能突破到他那样的修为呢，所以啊，咱们还是等等吧，也不是那么着急。白如烟点了点头，反正啊，现在燕姬都已经7品灵王了，连9品灵王的朱大长都给斩杀了，嘿嘿，咱们还真不用那么担忧什么了。林雪飞笑着道：那咱们先回去吧，改天再去找老祖帮忙。我估计啊，现在烈火宗那边应该已经坐不住了。此时烈火宗那边的确是已经坐不住了，寒灵宗和苍月宗之间的战斗基本上也已经结束了，倒也不是2个宗门之间的大战，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的那种，而是2个宗门之间的较量。毕竟真要拼起来，恐怕对于2个宗门来说，那就算赢了也会元气大伤，所以双方都不敢直接开战。而这次战斗主要是让依附于他们旗下的有几个宗门参加了一下争斗，就是各自派出多少名弟子或者多少名长老，修为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来一次森林里面的相互杀戮。最后苍月宗这边的几个宗门都损失不小，寒灵宗获得了胜利，还获得了苍月宗书给了他们宗门的一些修炼资源。苍月宗也是妥协，赔了一些宝物之后，答应以后不在寒灵宗的一些地盘上的森林之中寻宝了。此时在烈火宗的宗门大殿之中，烈火宗宗主刚和几个长老从外面回来，他的脸上满是笑容，毕竟烈火宗这次帮寒灵宗那边出了不少力，也是得到了不少的奖励，他也是突破到了2品灵王的修为了，宗门还多了好几个1品灵王，这让他对于宗门的前途更是信心倍增。诸位，这次我们得到的奖励不少，这些天我不在宗门，宗门没出什么大事儿吧？烈火宗宗主笑呵呵地问道。这个时候下面一个老头上前一步道：宗主，大事倒是没有，不过有件事情有点蹊跷，我们派去合欢宗那边的5个使者，到了现在都已经好几天了，一直没回来，不知道什么情况。按道理的话，就算是他们路上慢一点，也应该2天前就回来了才是啊。烈火宗宗主名叫张大雕，一头红发，看上去颇有气势。听见下面那长老的话，不由眉头一皱。什么？现在还没回来？那老头皱了皱眉，不由猜测道：宗主，你说会不会出事儿了？我们这几个月让他们合欢宗交出100个女弟子，他们死活不同意，只给50个。莫非现在连50个都不愿意给了？大长老想了想之后，则是上前一步道：即便是他们不愿意交女弟子给我们了，那也不至于我们的人现在还没回来吧？难不成他们敢杀我们派过去的使者？张大雕不由冷笑了一下道：哼，合欢宗那几个女人都是一些怂货罢了，哪里有这个胆量不给我们交人？即便是他们不想交人，那也不敢杀我们宗门的人。说到这里，张大雕意气风发地道：前几天3长老、4长老、4长老都因为寒灵宗给的丹药得到了突破到了1品灵王修为了。现在我们宗门加上我和大长老以及2长老，我们已经有了6个灵王修为的强者，而不是之前的3个了。另外几个护法一听这话，一个个露出了狂喜之色。3长老也是一脸得意的道：哈哈，我们宗门现在可是有着6个灵王强者，等再过一些年，我们要是都获得了突破，指不定我们宗门就能堪比一些3流宗门了。4长老也是笑着道：可不是嘛，那合欢宗的几个女人一个个都不过是9品灵尊修为罢了，即便是我们现在随便派一个灵王修为的长老过去，都能吓得他们几个屁滚尿流，哪里有胆量杀我们的使者？显然这里的所有人都认为，即便是借10个胆子给合欢宗那群女人，他们也不敢对他们的使者怎么样。之前那个老头却是皱着眉头道：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何这都好几天了，怎么我们的人还没回来啊？按道理的话，的确是该回来了。张大雕想了想之后，这才道：这样吧，咱们再等一天，今天还早，如果到了今天晚上我们的人还没回来的话，明天看哪位灵王修为的长老带着一群人去质问一下合欢宗，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指不定我们的人被那几个蠢娘们给关起来了也说不定。只要我们有灵王修为的强者前去，
带着几十个精英弟子过去的话，他们不敢不放人，也不敢不给我们宗门送人过去。五长老一听这话，立即上前道：宗主，让我去吧。嘿嘿，我还没去过合欢宗呢，听说那合欢宗宗主和几个长老都是极品美女啊，我这次刚好过去看看，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美丽动人。四长老本来还想去的，没想到五长老这家伙动作那么快，心里不由暗自鄙视，这个老色鬼肯定是想过去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下合欢宗的美女吧。毕竟现在五长老可是灵王修为的强者，过去一试放一下他那威压，恐怕都能将那几个女人吓得双腿发软，跪地求饶了吧。到时候还可以威胁一下，让某个长老陪陪自己，想想都觉得爽。可惜啊，五长老这个老东西比他还色，居然动作这么快。张大雕哈哈一笑道：哈哈，好，你过去之后显露一下你的修为，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烈火宗已经今非昔比，给那几个女人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要是敢反抗我们宗门，就算双方是友好势力，我也能找个理由灭了他们合欢宗。说到这里，张大雕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反正我们现在宗门发展的好，这次又是在寒灵宗的面前立功了，寒灵宗看在我们这次的功劳上，就算我们灭了这小小的合欢宗，估计寒灵宗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五长老笑呵呵地道：好啊，放心，要是真的是他们扣留了我们的使者的话，我一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明天我直接带20个精英弟子过去，也算是吓唬吓唬他们。大长老想了想之后，则是对着张大雕道：宗主，我觉得即便是合欢宗的人杀了我们的几个使者，咱们也不能灭了他们宗门啊。听见这话，张大雕一愣道：此话怎讲？大长老苦笑了一下，这才道：第一，咱们灭了合欢宗，即便是寒灵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咱们毕竟都是寒灵宗下面的势力，这么做的话，终究是有些不给寒灵宗面子了，他们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高兴的。说到这里，大长老顿了顿，继续道：第二，这合欢宗要是得罪了我们，我们不灭了他们，我们还能继续压榨他们，大不了让他们送更多的女弟子过来当我们的顶炉，那合欢宗的宗主和几个长老，让他们偶尔过来陪陪我们，我相信他们为了保住宗门，也会不得不答应我们。到时候宗主你也可以左拥右抱，想怎么玩都行。这要是都杀了的话，那以后就没得玩了。二长老一听，也是立即道：是啊，宗主，一次爽和一直爽，那肯定选择后者好啊，不然的话那真的有点亏啊。三长老也是缓缓点头，只要合欢宗还在，他们就会招收其他女弟子，我们这边就能一直有女弟子送过来给我们玩乐，让他们当牛做马，这才是最好的选择。另外的话，他们要是敢杀了我们的使者，或者扣留我们那几个使者，那还能让他们以后每个月给我们上缴一些灵草，这样的话压制了他们的发展，还能给我们宗门寻找修炼资源，更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张大雕听了之后，也是不由缓缓点了点头，然后对着大长老竖起了大拇指道：大长老不愧是我宗门的军师啊，高，实在是高。大长老笑笑不说话，心里暗道：还不是你自己太傻了，那叶燕姬等人那么好看，真要灭了宗门，把叶燕姬和石很爽都给杀了，那以后还怎么玩？毕竟他大长老也是喜好美色之人，那些合欢宗送过来的女弟子，他可是经常都先自己尝尝味道之后，才让二长老他们过来的。好了，大家散了吧。如果今天晚上我们的使者都还没回来的话，明天早上五长老就选一些弟子跟着你出发，前往那合欢宗。最后张大雕挥了挥手道：晚上楚凡见到已经有点晚了，也没美女来找自己了，心里也是觉得稳了，这才去柳思雅的房间找到了柳思雅。思雅，有空了，走吧，去我房间。楚凡望着柳思雅，笑嘻嘻地说道：柳思雅期待已久了，羞涩地点了点头，这才跟着楚凡去了他的房间。来到楚凡的房间之后，楚凡便是将门给关上了，然后从身后搂住了柳思雅，对着柳思雅道：思雅，那啥，今天中午我们准备接吻的时候不是被打断了吗？要不咱们继续？一听这话，柳思雅有些哭笑不得，这老祖不是已经有宗主了吗？而且他还听见过隔壁传来过石很爽的声音，显然石很爽也是楚凡的女人了。这都2个女人了，为何楚凡还这么迫不及待的样子？难道男人都喜欢这个吗？被楚凡从身后搂着，柳思雅也是忍不住心跳加速。她转过身望着楚凡，旋即道：时间都不早了，要不咱们还是先修炼吧，等修炼结束了我再让你亲，怎么样？楚凡一听心里一喜，那个时候本来就一阵火热，加上刚修炼完，气氛又是暧昧，躺在床上让他亲，那样下去岂不是亲着亲着反而更容易发生事故？想到这里，楚凡立即点了点头道：行，那咱们先修炼吧，修炼结束之后我们再亲。柳思雅羞涩地点了点头，等到楚凡松开了他之后，他这才将外面的衣服脱了去，
只穿了那么一点点的遮羞衣物，缩进了楚凡的被窝。楚凡望着对方那性感的背影，也是心里一阵火热，很快也是只穿了那么一点点，钻了进去。虽然这是两人的第3次拥抱修炼了，但是当楚凡从身后搂着柳思雅的时候，柳思雅的心里依旧是紧张的要死。特别是当楚凡的手从身后伸过来，放在她小腹上的时候，柳思雅的身体竟是忍不住微微颤抖了一下，感觉心脏都快蹦跶出来了似的。楚凡也是没想到，这柳思雅这丫头这么的 MG，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那特殊体质的原因。呼，楚凡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尽量让自己别多想。可是两人紧紧地挨在一起，心里想要做到心静如水，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楚凡只能默默地念了一遍静心咒，这才开始运转他的合欢神功。旋即，四周空气中的灵气开始涌动，在两个人的身体之中相互流转，形成了一个内循环。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很快柳思雅便是发现整个身体暖暖的，十分的舒服。这种舒服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这样的感觉让她感觉浑身上下十分的放松，仿佛自己就是在母亲怀抱里的婴儿一般，受到了母爱的呵护似的，让人感觉到了安心。虽然她总感觉似乎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顶着她似的。迷迷糊糊的，柳思雅竟是睡着了。楚凡终于是结束了修炼，4个多小时，这一次的效果是很不错的。嘿嘿，终于该接吻了。楚凡嘿嘿一笑，现在两人穿的那么少，一会儿搂着接吻的情况下，亲着亲着，然后指不定就可以水到渠成，刻舟求剑了。然而等到楚凡翻身一看，却是发现柳思雅居然睡着了，而且嘴角带着无比甜蜜幸福的笑容。不会吧，这么倒霉，这就睡着了？楚凡一阵无语，按道自己这运气也太差了吧，本来还以为今天晚上跟柳思雅发生点什么少儿不宜的事情的，没想到。可是望着美女那睡得很香很香的样子，楚凡也不想将对方给弄醒。楚凡只能躺了下去，然后从身后搂着对方，闭上了眼睛。不得不说，这柳思雅的身材可真不是一般的好。楚凡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这丫头居然还没醒来。楚凡笑了笑，这才坐了起来，然后将衣服穿好。柳思雅醒来了之后，发现楚凡在望着她，顿时有些不好意思，慌忙将衣服穿好之后，对着楚凡道：楚凡，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昨天晚上太舒服了，感觉很舒服很放松就睡着了，你不会怪我没跟你接吻吧？楚凡苦笑了一下道：没事儿，只要你睡得舒服睡得香就行了，反正你是我的修仙道侣了，那还不是早晚的事情。柳思雅上前用双手搭在了楚凡的肩膀上，不由甜蜜一笑道：大不了现在补上呗。好啊，这可是你说的。楚凡微微一笑，然后低头亲吻上了柳思雅的红唇。因为现在还比较早，这一次也是没人来打扰，楚凡也终于是感受到了柳思雅的香吻。两个人都吻得很认真，很享受。柳思雅的心里砰砰直跳，感觉自己是那么的幸福。尽管没有做出格的事情，但楚凡紧紧地搂着对方，依旧是感受着对方那几乎完美的身材。吻了好一会儿之后，柳思雅这才不好意思地退开，感觉不能再亲下去了，这再亲下去的话，恐怕两人要忍不住做点其他坏事了。差不多了，再亲下去的话，我嘴都快肿了。柳思雅低着头，一脸娇羞地说道。楚凡笑了笑，很快又是想到了什么，不由道：对了，今天晚上墨染会来找我拥抱修炼，明天晚上的话，如烟会来找我，所以你得跟清月说一下，我这2天晚上是没空的，我怕他不知道，这2天晚上来找我。毕竟之前柳思雅就说柳清月答应让楚凡帮他提升修为了，只是没说哪天来找他而已，这万一这丫头今天晚上来，那就不太合适了。柳思雅听了之后泯然一笑道：看样子凡哥你的艳福不浅啊。哈哈，必须的，谁让我这么高大威猛硬朗帅气呢？楚凡哈哈一笑，那是一点儿也不谦虚。对了，我看一下我现在什么修为了呢？柳思雅很快想到了什么，立即查探自己的修为。哇塞，我已经1品灵尊了，开玩笑的吧？这次居然突破了那么多的修为，太棒了，我居然是灵尊了，算得上精英弟子了呢。看了看自己的修为之后，柳思雅的心里别提多激动了，这效果比他预料的好了一些。没想到这第3次和楚凡的拥抱修炼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楚凡也是检查了一下修为，从4品灵王突破到了7品灵王初期，这效果还行。毕竟现在的他的修为可不低了，虽然修为我只是7品灵王，但是我记忆里面那些武技什么的可不是吹的，现在我的实力恐怕2、3品灵皇修为的人也不是我的对手。更何况那一拳秒杀手套我还没用过呢，这可都是我的底牌。哈哈，楚凡的心里美滋滋的，这想要让合欢宗强大起来，打造成最强宗门，那首先还是要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行。等自己强大的之后，才能有实力去得到更多的资源。思雅，我这里还有下品圣宝，要不送你一件吧？楚凡想了想之后，不由对着柳思雅说道。虽然柳思雅的修为低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昨天跟柳思雅表白，
楚凡得到了5件下品圣宝的奖励，这东西是因为柳思雅答应做他的修仙道侣才得到的，所以不给对方1件的话，楚凡的心里都有些过意不去了。现在叶燕姬和石很爽都分别有1件下品圣宝了，另外还有4个长老，就算是给他们1人1件，这都还能剩下1件，这多余的东西自己也用不上，还不如给柳思雅算了。柳思雅一听却是吓了一跳，慌忙道：凡哥，你身上还有这样的宝贝？那可是下品圣宝啊，即便寒灵宗这样的宗门宗主看见了都会眼红的宝物，你居然还有这样的宝贝，谁不想要啊？不过柳思雅在惊讶了一会儿之后便是苦笑了起来。凡哥，这样的宝贝你还是留着给大长老或者2长老他们吧，我虽然突破到了1品灵尊修为了，但我的修为还是太低了，跟他们没法比，这样的宝贝我拿着也不能将它是功能尽可能的发挥，反而容易遭来杀生之祸，这样的宝贝还是给长老们使用，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威能。楚凡也是没想到，面对这样的宝贝，柳思雅居然还婉拒了。要知道，这换成其他人知道楚凡要送他这样的宝贝，那还不得高兴的蹦跶起来，恨不得立即拿到手吗？毕竟有了下品圣宝在手的话，那越级杀敌完全不是问题。然而这个时候，柳思雅首先考虑的却还是大局。楚凡微微一笑道：你放心吧，其他长老也都会有的，我会给他们的。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你也已经是灵尊修为了，修为不算低了，你拿着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别拿出来就行了，你放在储物戒指里面，没人知道你有这么1件宝贝啊。不会吧，那么贵重的宝贝他们全部都能有？柳思雅再次被楚凡的话给震惊到了，如此贵重的宝物怎么在了楚凡的嘴里，说的就跟大白菜一样的。所以啊，你拿着吧。楚凡笑了笑，然后将1件下品圣宝的宝剑拿了出来，递到了柳思雅的手里。柳思雅顿时感激无比。凡哥，你对我也太好了。楚凡微微一笑道：你是我楚凡的女人，我对你好一点不是应该的吗？柳思雅则是道：可是这可是圣宝啊，一般情况下很多修士使用的也只不过是法宝而已，能有灵宝就不错了，你这可是圣宝呢。楚凡摸了摸对方的脑袋道：好了，先收起来吧。柳思雅这才点了点头，旋即将东西给收了起来。好了，那我先回我房间去了，嘿嘿，这突然增加了那么多的力量，我还需要好好适应一下呢。柳思雅亲了楚凡一下，满脸幸福地说道。楚凡连这么贵重的宝物都能送他，看样子是真心爱他的，这让柳思雅的心里很是感动。毕竟一直以来柳思雅都是一个极其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即便是昨天楚凡跟她表白让她当他的修仙道侣，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她还是担心楚凡只是看她长得好看，一时间图她的美色才这么说的，指不定以后就不会对她那么好了。但现在楚凡连如此宝贵的宝物都能送她，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很快柳思雅便是开心的离开了，出门之后脸上的笑容就根本停不下来，一想到昨天晚上居然睡着了，她更是忍不住笑了笑道：凡哥知道我睡觉了，并没有为了吻我而吵醒我，真是一个贴心的男人呢，能成为他的女人可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回到房间想着楚凡的好，柳思雅的心里依旧是美滋滋的。等到中午的时候，柳清月则是找了过来，对着柳思雅问道：姐姐，事情怎么样了？你跟老祖说了没有？他愿意帮我提升修为吗？柳思雅不由笑了笑，老祖何止愿意帮他提升修为啊，老祖分明喜欢柳清月啊，要不是老祖说了亲自跟柳清月说的话，他现在都想告诉柳清月这事儿了。姐，你别顾着自己傻笑了，看样子你昨天晚上肯定又是去找老祖帮忙提升修为了吧？高兴成那个样子，莫非你修为突破了不少？要么就是你和老祖之间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了。柳清月看见柳思雅在那里露出甜蜜的傻笑，不由猜测起来。柳思雅这才笑着点了点头道：进步可不是一般的大，嘿嘿，老祖居然跟我表白了，问我喜欢不喜欢他。一听这话，柳清月也是神情有些激动，她看得出来柳思雅不仅仅喜欢楚凡，而且不是一般的喜欢。两姐妹都明白对方心中的想法，只是一直都不太愿意承认内心的想法罢了。她立即对着柳思雅问道：你怎么回答他的？柳思雅幸福地道：当然是实话实说了，我答应他了，老祖对我可好了，嘿嘿，太好了，只要你觉得幸福就行了，以后有老祖罩着我们，在合欢宗的话，至少是没人欺负我们了。柳清月听了之后，也是为柳思雅感到高兴。柳清月想了想之后，又是忍不住问道：对了，那你的修为怎么样了？突破了多少了？柳思雅则是微微一笑道：这每次的反馈似乎有点随机的感觉，反正每次都不一样，昨天晚上也不知道是不是拥抱修炼的时间久还是什么的，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哎呀，什么修为了？莫非8品灵宗了？柳清月有些等不及了，真想知道自己姐姐3次拥抱修炼之后
到底达到了何等修为。要知道，在认识老祖之前，他姐姐令灵师修为都不是，还只是一个9品气者罢了。现在看这个样子，恐怕都已经8品或者9品灵宗了吧？不然的话，柳思雅不会这么的高兴，这么的激动。柳思雅直接将灵气释放了出来，对着柳清月道：“你看我是什么修为了？你这波动居然已经超越了灵宗境界，达到了1品灵尊的修为了。”柳清月惊讶的红唇微张，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有些弟子即便是修炼了几十年，甚至可能上百年，都未必能达到灵尊修为呢。而自己姐姐这跟老祖拥抱修炼了3次，修为居然突破了如此之多，简直是奇迹啊！老祖的手段果然逆天。柳思雅将那灵气波动散去，笑了笑道：“是啊，1品灵尊了，我都感觉这跟做梦似的。以前那些精英弟子，我看见了，我都感觉那就是我崇拜的对象，盼望着自己啥时候也能突破到那样的修为。只是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快，我也突破到了灵尊修为，已经堪比精英弟子的修为了。真是羡慕你啊，姐，你太厉害了。”柳清月的心里满是羡慕。柳思雅则是笑了笑道：“楚凡说我是什么特殊体质，是适合双修的那种体质，所以效果好而已。不过他好像说，我要是双修的话，第一次我还能得到天地之间的反馈呢，也能突破不少修为。”柳清月听了之后不由笑了起来：“姐，你现在跟老祖都是确定了修仙道侣关系了，那你还不跟他双修一下试试，看看是不是真的？要是再突破几个品的修为的话，那你在精英弟子里面都是属于高手了呢。”柳思雅顿时一脸的羞红，不好意思地道：“你这丫头瞎说什么呢？我跟他虽然感情发展的不错，这才刚确定关系，马上我就跟他那啥的话，那多不好啊！到时候他指不定还以为我是随便的女人呢。”柳清月则是笑了笑道：“你的第一次都还在，他怎么可能会以为你是随便的女人呢？姐，反正你自己跟着感觉走就行了。我看见你那幸福的笑容，我也是为你感到开心。”柳思雅想了想之后，不由暗示道：“我相信你肯定也能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我知道你是喜欢他的，对吧？”“哪有啊，别瞎说了，每次跟你说你的事情，你干嘛都要将我带上啊？”柳清月一脸羞红，想了想之后不由道：“那我今天晚上去找他算了，看见你的修为蹭蹭蹭的涨，我也想突破了，不能只羡慕你。”没想到柳思雅却是笑了笑道：“清月啊，今天晚上恐怕不行啊。”一听这话，柳清月不由一愣，不由道：“难道老祖不想给我提升修为？或者刚跟你拥抱修炼之后，对他来说元气大伤，无法马上又跟别的女人拥抱修炼吗？”柳思雅不由笑道：“这个倒不是，主要是今天晚上默然长老会去找他，而明天晚上的话，白如烟长老也会去找老祖，老祖实在是太忙了。你的话还是过几天再说吧。”原来是这样啊！柳清月听了之后心里松了一口气，之前他还害怕楚凡不愿意帮他提升修为呢。不过想想也是，宗主和大长老的修为提升了那么多，二长老、三长老他们看见了，心里能不着急吗？毕竟突破到灵王，谁不想啊？而且不是突破1个品，那是突破好几个品的修为啊！也是，那我还是等等吧，毕竟宗门能很快多出来几个灵王修为的强者，这个才是最为关键的。柳清月想了想之后，也是微微一笑道：“他太清楚不过了，现在的合欢宗需要的便是灵王强者。虽然现在宗主都7品灵王修为了，甚至还斩杀了一个9品灵王初期的散修，但合欢宗的灵王修为的强者还是少了一点。如果多几个像石很爽这样修为的灵王强者坐镇，那合欢宗的整体实力能够再次提升不少。到时候别说烈火宗了，即便是那些三流宗门来了，也不是合欢宗的对手。”此时烈火宗这边五长老已经找了20个修为还不低的精英弟子，跟着他一起出发了。那些精英弟子只要是去找合欢宗的麻烦，一个个都有些兴奋，毕竟合欢宗才是美女的聚集地啊。虽然这几个月都有送女弟子过来，但也都是从那些记名弟子里面选的，有些美女早就成为了外门弟子或者内门弟子，他们想享受一下都没机会，这次过去本来就是我找麻烦的，到时候指不定去了之后稍微威胁一下对方，对方就会乖乖的让他们去选有一些女弟子玩玩呢。毕竟不讨好他们的话，他们回到宗门说点他们合欢宗的坏话，合欢宗岂会不怕？想到这里，这些被选中的男弟子一个个自然激动。五长老也是一脸的得意，突破到了灵王修为，能去合欢宗这种美女如云的宗门装逼，实在是想想都让人觉得心里舒坦。到时候就算不让宗主陪他，至少也要让那几个长老选一个出来好好陪陪他才行。虽然2个宗门不算远，但带着这么多人出发，慢慢的飞过去的话，还是需要2天的时间的。合欢宗啊，合欢宗，老夫来了，哈哈。五长老捋了捋胡须，笑呵呵地说道。夜幕降临，烈火宗的五长老等人还在赶路，此时的楚凡
却是在自己的房间之中静静地等待着某个美女的到来。因为他怕美女一会儿放不开，所以还是在桌子上准备了一点酒菜，静静地等待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等到有点晚了的时候，一道黑影一闪，便是冲了进来，房门一下子就关上了。楚凡望着面前穿着黑裙子的墨染，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二长老，你这是专门准备的衣服吧？墨染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道：那倒不是，我只是觉得今天晚上穿这个合适一点。楚凡笑了笑道：要不咱们还是先喝几杯吧，我怕你一会儿太害羞觉得不好意思。墨染没想到楚凡居然如此为他考虑，这男人倒是真的挺体贴的，难怪燕姬都愿意当他的修仙道侣。多谢老祖了。墨染坐了下来，望着面前帅气的男人，心里倒是觉得舒坦了不少。楚凡笑了笑道：客气了，你可以叫我楚凡，或者叫我凡哥都行，别老祖老祖的，那样太生疏了。墨染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道：老祖，主要是你在我的心里那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你让我突然那样称呼你的话，我恐怕还有点不太习惯。哈哈。楚凡哈哈一笑，一边喝酒一边吃着东西道：如何提升修为，我之前也跟你说过了，你放心吧，我不会强迫别人的。默然点了点头，也是给自己倒了一些酒，心里却是还是有些紧张。即便是楚凡能不做出那种事情，但一想到要跟对方躺在一张床上，他的心里还是免不了一阵羞涩。毕竟活了这么大了，他的手都没被男人碰过，更别说躺在一张床上穿着很少的衣物还要搂着他了。墨染喝了一杯酒之后，这才道：具体的情况我都问过燕姬了，姿势的话还是跟他们一样的姿势吧，从后面搂着就行了。楚凡听了之后忍不住被逗笑了，哈哈，原本还觉得二长老矜持呢，没想到你还没来的时候连姿势都想好了。墨染一听这话，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慌忙解释道：我这不是想提前了解清楚吗？老祖，你这话我怎么听上去仔细想想有点奇怪呢？哈，那和酒吧哪里奇怪了，我可不觉得奇怪啊，难道我说的不是实话吗？你刚才都说了从后面搂着啊。楚凡哈哈一笑，看见对方那娇羞的样子，觉得这墨染也真是可爱。两人喝了一会儿之后，墨染这才站了起来，然后道：来吧老祖，我准备好了。没问题，放心吧，你就当被我搂着睡了一觉，明天早上醒来你就肯定是气王修为了。楚凡对着对方说道。望着对方那身材，那性感的大长腿，楚凡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墨染将外面的黑裙脱去，里面就只剩下那么一点点的遮羞衣物了。他的心里紧张的要死，心里更是砰砰直跳。但一想到宗门的崛起还需要他添砖加瓦，他又是乖乖地上了床，红着脸钻进了楚凡的被窝。很快楚凡也是将衣物脱掉，就穿了一条亵裤，然后钻了进去，从身后搂住了墨染。当楚凡将一只手放在了墨染的小腹上的时候，墨染的娇躯还是忍不住颤抖了一下，明显被吓了一跳的感觉。不会吧，还需要将手放在这里吗？哎，燕姬怎么没说这个细节啊？这个位置能随便放的吗？墨染的心里顿时更加紧张了，不过他可不敢乱动，怕影响一会儿修炼老祖会怪他。你不用那么紧张，放轻松一点就行了。楚凡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闻着对方身上的淡淡的香味，感觉到了一丝惬意。这墨染看上去一点也不胖，但是这该大的地方大，该翘的地方也翘，真是绝了。楚凡也是将身体贴紧了一点，这才让自己尽量不要乱想，旋即开始运转功法，开始修炼起来。很快墨染便是感觉到了一丝暖暖的气流在自己的体内运转，这样的感觉十分的舒服。再加上楚凡贴在他的身上，这让他差点没忍住叫出声来。虽然只是拥抱着修炼，但是此时的气氛却是暧昧到了极点。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墨染发现楚凡也没其他的动作，心里这才稍微安心了不少。老祖这人似乎真的很不错啊，人长得帅气，而且那么的体贴，说了不会乱来就不会乱来，这样的好男人去哪里找啊？墨染躺在床上，心里竟是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很爽说他已经跟老祖是修仙道侣的身份了，今天看他那样子可开心了。难道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竟是真的那么的开心吗？墨染也不知道自己是啥时候睡着的，因为那种被楚凡搂着修炼的感觉实在是太让人放松了。等到天亮醒来的时候，墨染忘了自己还在楚凡的床上，不由坐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一旁的楚凡一看，顿时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墨染的胸口那里似乎规模不小，这女人穿着外面的裙子的时候还不太看得出来，这只穿里面的肚兜的时候才能看出来啊。墨染一看楚凡盯着她某个地方看，顿时脸颊羞红了一片，慌忙转身捂住了胸口。老祖，你怎么乱看啊？楚凡被抓了一个现行，顿时有些尴尬，慌忙转过身去道：没事儿，就看看而已，又不会少你一块肉。说到这里，楚凡笑了笑，
又是道：“你修为提升了那么多了，就当是报答我，给我的福利呗。”墨染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这家伙什么叫看看而已？这要是穿了外面的衣服，看看倒是没什么，可是现在他就穿了这么一点点，这家伙还看，那能一样吗？而且这福利貌似也太好了一些吧？你别转身！墨染红着脸，慌忙将衣服穿好。穿好了之后，他这才道：“好了，你说的对，就当是福利了。”等下了床，墨染这才不忘了检查一下自己的修为，顿时一喜：“哇塞，2品灵王巅峰的修为了，都快突破到3品了！我的天啊，老左，你这也太厉害了吧！我真的突破了，而且是2品灵王巅峰，我感觉这修为还一点都不虚浮呢。”楚凡看见对方那激动的样子，不由笑了笑道：“是吗？这么高兴，不妨亲了我的脸一下，就当是答谢我了，怎么样？”墨染的脸又是一下子红了一大片，白了楚凡一眼，尽是娇嗔道：“哼，你这一把年纪了，还真是不害臊。”楚凡听了之后，不由笑嘻嘻地道：“哈哈，都说脸皮厚吃个够，你都说我一把年纪了，那我肯定脸皮厚啊，自然不会害臊了。”哥哥，墨染被楚凡的话逗得咯咯直笑。他发现面前的男人不仅仅长得帅，而且说话还那么幽默。他想了想之后，不由道：“你让我亲你，你就不怕燕姬知道了不高兴吗？”楚凡却是笑了笑道：“怕什么？燕姬都说了，我要是能让你们爱上我才好呢。你们本来就是师姐妹，都是好姐妹，要是都成了我的修仙道侣，那你们更是好姐妹了。这叫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墨染再次被逗笑了。之前他一想到楚凡活了那么久了，肯定是一个老顽固，思想指不定有多迂腐不化呢。没想到这一接触下来，倒是觉得这老祖似乎并不是那样平易近人，很是关心人，而且说话还那么风趣幽默，难怪连燕姬和很爽都能看上这个家伙了。这事儿啊，我考虑考虑吧，现在不合适。墨染想了想之后，也不好太直接拒绝楚凡，索性笑着说道。没想到楚凡却是笑了笑道：“你要是亲我一下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件下品圣宝，怎么样？要考虑一下吗？”下品圣宝？你不是开玩笑的吧？墨染一听，倒吸一口凉气。叶燕姬和石很爽二人不是才得到了一件下品圣宝吗？这个我还能骗你不成？楚凡笑了笑道：“哎，看你了，不想要的话就算了。我要，那可是圣宝。之前叶燕姬对战那个朱大长的时候，在没有拿到圣宝的时候，明显还不太是对方对手，但是有了圣宝之后，却是能强势斩杀了对方。可见这样的宝物对于战斗力的增幅可不是一般的大。昨天晚上来找楚凡之前，他还在羡慕叶燕姬和石很爽都拿到了圣宝呢，心想要是自己也有就好了。没想到这样的宝物，楚凡这里居然还有。好，我相信你，相信你不会骗我。墨染说完之后，一脸羞涩，但想了想之后，还是答应了下来。其实楚凡能帮他一下子提升这么多的修为，昨天晚上也没做出过分的事情，这一点让他的楚凡的心里也是多了几分的好感。再加上今天早上跟楚凡聊天，觉得很轻松，对方说话也幽默风趣，这让他对楚凡的好感更是提升了不少。所以如果他真的亲了楚凡一下之后，楚凡拿不出来下品圣宝，他就当是感谢楚凡帮忙提升修为了。要是真的能拿出来的话，那他也就赚大了。毕竟楚凡只是让他亲一下脸而已，似乎损失也不是太大。这点付出，墨染的心里虽然觉得羞涩无比，但还是能勉强接受的。真的？楚凡眼睛一亮，对方其实亲不亲他都准备拿出来给对方的，毕竟他的终极目标可就是要壮大合欢宗，几位美女长老的实力提升起来，自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想到他这么一说，对方居然答应了。墨染看了看楚凡，心里砰砰直跳，咬了咬性感的红唇，然后轻声道：“当然是真的了，我墨染一向说话算话。再说了，要是宗门的女弟子们知道亲你一下就能得到一件圣宝的话，恐怕排队都不知道要排多远了。”说到这里，墨染顿了顿，方才又是道：“甚至啊，有些女弟子恐怕让他把身子给你，他们都愿意呢，毕竟这可是圣宝呢。”楚凡听了之后，不由故意皱着眉头道：“哎呀，这么看来的话，我岂不是亏大了？”墨染生怕楚凡反悔似的，直接上前2步，便是羞涩的在楚凡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旋即退开：“我都已经亲了，东西该给我了吧？”楚凡看见对方那羞涩的模样，忍不住心里一喜，看样子在跟墨染之间的关系又是进了一步啊。这样下去的话，恐怕对方早晚都要成为他的女人了。想到这里，楚凡自然也不会耍赖，手掌一翻，便是将一柄黑色的下品圣宝的宝剑拿了出来，对着墨染道：“我看你似乎比较喜欢黑色，这柄黑色的宝剑就送给你吧。”墨染一看，顿时激动的忍不住在原地跳了几下。我的天，你真有啊！我之前还以为你忽悠我的呢，没想到你真有啊！而且还是我喜欢的黑色，
老祖，你也太好了吧！墨染拿过那宝剑，宝剑上面的花纹，那黑色的剑身和剑柄，当真都是他喜欢的类型，有些爱不释手。老祖，你太好了，还猜到我喜欢黑色，我太喜欢这柄宝剑了。墨染激动的不行，从来没这么开心过。看了一会儿之后，不由道：不行，我突然觉得只亲你一下，我都不好意思拿这柄宝剑了，我要再亲你一下。也不知道这丫头是不是太高兴了。说完之后，当真是撅着嘴就凑上来，就要去亲楚凡的脸颊。然而这一次楚凡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一扭头便是跟对方的嘴唇直接亲了一下。墨染退开了之后，顿时傻眼了，一脸羞红地道：你怎么耍赖啊？我只是想亲你的脸，你居然……楚凡不由道：嘿嘿，主要是你刚才没说清楚，我还以为你想跟我接吻呢。墨染顿时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明显被楚凡这个家伙趁机占了便宜，关键还没地方说理去。墨染最后羞红着脸白了楚凡一眼道：你别说出去了，不然的话我可要生气了。楚凡看见对方那气呼呼的样子，不由笑了起来，哈哈，虽然你生气也没用，不过你放心吧，我自然不会出去乱说的。这还差不多。墨染的心里竟是感觉到了一丝甜蜜，修为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而且还得到了下品圣宝。等等，你身上不会还有圣宝吧？你刚才说给我留了黑色的，难道还有其他颜色的？很快墨染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脸狐疑地望着楚凡。楚凡笑了笑道：你有一把就可以了，干嘛问这个啊？嘿嘿，说的也是。墨染嘿嘿一笑，得到了这样的宝贝，心里实在是太高兴了。这让平时有些不爱说话也不怎么爱笑的他，此时却是开心的跟一个小孩似的，毕竟这可是圣宝啊。好了啊，我就先走了，等适应了一下我现在增加的力量，改天再来找你。墨染笑嘻嘻地说道。楚凡笑了笑道：只要你今天晚上别来就行了，如烟跟我已经约好了。墨染一听这话，心里竟是有些吃醋的感觉，什么叫做今天晚上就别来了？难道不希望他来吗？墨染想了想之后，竟是直接对着楚凡问道：那你觉得是如烟好看还是我好看？楚凡顿时无语，这样的问题那简直就是要命的题啊。他不管说谁好看，那不都得得罪另外一个美女吗？不过楚凡想了想之后，不由笑了笑道：这个嘛，就看你们谁先成为我的修仙道侣了。你们谁要是先成了我的修仙道侣的话，谁就比对方好看一些。不是我的修仙道侣的话，那肯定就没那么好看了。墨染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不由白了楚凡一眼道：哪有你这样的说法？这谁更加好看，不是看得出来的吗？楚凡这才解释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就是说，自己的女人那是越看越好看，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那怎么看都好看。明白了吗？好像明白了。墨染想了想之后，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但很快又是道：哼，那我们要是都成了你的修仙道侣呢？那怎么说？楚凡则是笑了笑道：哈哈，那样的话那就都好看，一样的好看，因为在我的眼里，只要是我的女人，她们都是姐妹一般的相处，没有大小，我都会平等的对待的。说完之后，楚凡不由对着墨染挑了挑眉道：怎么样，墨染美女，要不要加入？毕竟好东西要一起分享嘛。你和燕姬她们本来就是好姐妹是吧？墨染被楚凡的话逗得一脸羞红，感觉脸颊都有些发烫了，更是心跳的厉害，这样的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最后白了楚凡一眼道：哼，我看你一把年纪了，还好色的很呢，这事儿以后再说吧，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找你拥抱修炼。哼，墨染，我等你，风里雨里我都在房间等你。墨染刚走到门口，便是听见身后传来了一句楚凡的声音。墨染打开房门，直接飞了出去，此时他的嘴角却是不自觉地多了一丝笑容。这个老祖还真是挺有意思的。说到这里，墨染顿了顿，方才又是道：我怎么感觉我似乎真的有点喜欢上他了呢？该死，我怎么会喜欢一个活了数千年的老怪物？墨染摇了摇头，这才高兴地向着那个山顶的宫殿飞去。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在半路上的时候，一道穿着白色长裙的美女却是飞了过来，喊住了他。两人飞到了一个亭子之中，白如烟这才忍不住问道：墨染，怎么样了？你的修为突破了吗？墨染的心情正好，不由笑了笑道：突破了，而且啊，我发现老祖这人还是挺有趣，挺好玩的，而且人也挺好说话的，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不好接近的人呢。看见墨染那高兴的样子，白如烟也是松了一口气，毕竟今天晚上可是就轮到他了，他此时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今天早上专门来这边等着，就是想问问墨染的一些情况。他应该没对你动手动脚，做出过分的事情吧？白如烟想了想之后，又是忍不住问道。
没有，放心吧，如烟，老祖的为人真的很不错的。不过我估计他应该也是憋坏了。默然忍不住偷偷一笑，显然经过这一次的了解，他对于楚凡的好感直线攀升了不少，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主动去亲楚凡第二次。只是没想到楚凡这家伙居然作弊，让他直接亲到了他的嘴唇，这让他到了现在想想还觉得羞涩不已呢。那可是他的初吻呢，居然被老祖就这么耍赖给夺走了。你怎么知道他憋坏了？白如烟不由有些好奇。默然看了看四周，这才将嘴巴凑到了白如烟的耳边，然后偷偷的说了什么。说完之后，默然的脸都红了。同样，白如烟听了之后也是忍不住一阵面红心跳。那你现在突破到了1品灵王了吗？白如烟又是忍不住问道。默然则是道，何止1品啊，我都2品灵王巅峰的修为了呢，距离3品灵王境界只有一步之遥了，等到下次我肯定能突破到3品。太好了，恭喜啊，那你肯定也能至少突破到4品灵王吧，毕竟还有2次的机会，突破都不小呢。白如烟听了之后心里一阵羡慕，没想到默然却是笑了笑道，如烟，这个修炼的效果好像每个人不太一样，每次的情况不一样，反正突破到灵王修为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啊，你晚上去的话指不定还有意外惊喜呢。意外惊喜？什么惊喜啊？白如烟一脸的疑惑。默然这才道，嘿嘿，老祖居然给了1柄下品圣宝的宝剑，而且还是我喜欢的黑色的宝剑，那宝剑的样子我实在是太喜欢了。听见这话，白如烟的心里一阵羡慕。啊，默然，你居然也得到了圣宝了，那可是圣宝啊，没想到老祖的身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宝贝，真是羡慕死我了。白如烟说完之后又是忍不住道，你说有惊喜，不会他身上还有吧？会送给我吗？默然神秘一笑道，只要你好好表现，老祖一高兴了肯定能给你。好吧，我明白了。白如烟微微一笑，心里却是在嘀咕，好好表现，怎么样才算好好表现？不是不用做那种事情吗？莫非是要听话？好了，先回去了，你啊别紧张，没事的。默然笑了笑，拍了拍白如烟的肩膀之后说道，白如烟点了点头，这才跟着默然一起飞了出去。石很爽和叶彦基等人正在院子里面坐着聊天，看见2人回来了，石很爽立即忍不住好奇地问道，默然美女怎么样了？突破到了几品灵王了啊？林雪飞和慕寒冰立即站了起来，一脸期待地望着默然。默然则是微微一笑道，2品灵王巅峰了，而且啊，你们看这是什么？反正这里都是自己人。默然手掌一翻，直接将楚凡给的那下品圣宝拿了出来，是我喜欢的颜色和款式，太好看了，这柄黑色的宝剑。我的天，下品圣宝，这是圣宝！林雪飞一看立即跑过来看了看道，哇塞，默然，你这是赚大了，看样子你这是得到了老祖的青睐了，居然给了你这么一件宝物。我也是没想到老祖的身上还有，赚大了。默然笑了笑道，不过他身上还有没有的话我就不太清楚了，这样的宝贝要是还有的话那就好了。白如烟的眼神中满是渴望之色，毕竟这东西的威力那天他也是亲眼目睹了的，杠杠低啊。老祖威武，老祖厉害啊。慕寒冰也是一脸的激动，太好了，现在我们宗门也有3个灵王修为的强者了，等到明天如烟也能成为灵王强者，咱们就能有4个灵王了，而且还不是1品灵王，这样的话那什么狗屁烈火宗即便是老祖不出手，我们也能轻易击败了。叶彦基现在早已没有了之前的那种颓废和忧虑的模样，在老祖的帮助下，他对于宗门再次燃起了希望，有了信心。是啊，咱们努力一下，争取早点成为3流宗门。石很爽也是拳头一握，斗志昂扬。没想到叶彦基却是笑了笑道，很爽，老祖的理想很远大，他说了，他要把合欢宗培养成为整个大陆的第1大势力。一听这话，诸位长老全部傻眼了，这目标是不是太远大了？别说第1大势力了，能成为大燕国的1流宗门，那都是他们无比渴望的事情了。白如烟也是忍不住摸了摸下巴，这才难以置信地道，彦基，你确定这是老祖的目标，是整个大陆而不是大燕国？叶彦基点了点头道，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老祖就是这么说的。哇塞，但愿真有这么一天吧。林雪飞有些激动，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们岂不是陪着老祖一起成长起来的人？我们就是最大的功臣啊。默然则是苦笑了一下道，这老祖该不会是给我们画大饼吧？他说的话我保持怀疑态度，我觉得还是先解决这烈火宗的危机再说吧。叶彦基也是点了点头道，好了，这个的话只是老祖的一个目标而已，咱们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至少从老祖出关到现在也就差不多半个月的样子，我们大家都提升了很多，宗门的整体实力也是提升了不少。
叶彦基说到这里，顿了顿，方才继续道：“我估摸着烈火宗那边指不定也快派人来了，现在说不定都在路上了吧。”石很爽想了想之后，则是道：“彦基，我们现在的实力可比那烈火宗强大了不少，为何我们不直接杀过去呢？”叶彦基却是笑了笑道：“这个的话，我也问过凡哥的，他说吧，咱们以逸待劳是最好的，咱们默默提升自己，等着他们上来送人头就行了。”说到这里，叶彦基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而且啊，我们主动去找对方麻烦，跟他们主动来找我们的麻烦，那是两回事。他们主动带着人过来，想要灭了我们宗门，而我们处于守护宗门，将他们给灭了的话，这样的话，到时候即便是那寒灵宗过问起来，也好跟他们有个交代，就当是给他们寒灵宗一个说法。我们是出于守护我们宗门才做出的反击，如此一来，寒灵宗也无话可说，因为我们更占理。”石很爽几人对视了一眼，一个个都点了点头。毕竟那寒灵宗可是二流宗门真正的庞然大物，里面的气皇修为的强者都不止一个，而且依附于寒灵宗下面的宗门也不少，甚至还有3、4个三流宗门都是依附于寒灵宗的。对于这样的庞然大物的话，自然是能不得罪就不得罪的好。就算老祖修为高深，或许能跟对方的强者一战，但对方那么多人，老祖不可能拦下所有人，真打起来，他们这些修为低的人恐怕就自身难保了。现在的合欢宗整体上的实力可不敢跟这样的宗门抗衡。叶彦基想了想之后，不由走到了白如烟的面前，对着白如烟笑了笑道：“嘿嘿，如烟，今天晚上就该你了，怎么样？激动不激动？”白如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有点，毕竟谁不想突破到灵王修为，成为灵王境界的强者呢？”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很快夜幕便是降临了。白如烟带着激动的心情，终于是趁着夜色来到了楚凡的房间。看见楚凡把房门关上了，白如烟顿时心跳加速。“如烟，你可算来了，让我等了那么久。”楚凡望着白如烟，不由微微一笑。这白如烟经常穿着一袭白裙，给人一种无比圣洁的感觉，而且脸上有那么一点点肉，看上去有种微胖的感觉。可以说，白如烟就是那种圣女的感觉，也是微胖界的天花板级别了。能搂着这样的美女睡觉的话，那不知道是多少男人的梦想了。呸呸呸，不是搂着睡觉，是搂着修炼。毕竟楚凡可是一身正气的男人，岂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老祖，我有点紧张，我本来不紧张的，我看见你，我就有点紧张了。白如烟柳眉微蹙，居然一时间连说话都不太利索了。楚凡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地道：“我就那么可怕吗？你这搞的，好像我要吃了你似的。”白如烟尴尬地笑了笑道：“主要是我还从来没被男子碰过，一想到要跟你躺在床上，还要搂着，自然有点紧张。”楚凡一挥手，桌子上便是出现了一些酒和菜。“为了缓解你的紧张，咱们先喝2杯吧，你看如何？”白如烟微微一笑，对着楚凡道：“好，多谢老祖。”一想到墨染说的话，白如烟心神一动，立即上前抢夺酒瓶子道：“老祖，还是我为你倒酒吧。”看见白如烟居然如此懂事，楚凡微微一笑，然后找话题道：“你不用那么拘谨，我和很爽以及燕姬都是修仙道侣的关系，你们是好姐妹，那咱们也算是好朋友了吧？你不用那么怕我。”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又是道：“我对于美女来说，向来还是比较温柔的。”白如烟顿时脸颊一红，将酒递到了楚凡的手里。“他们都觉得老祖你人挺好的呢。”楚凡笑了笑，然后和白如烟直接干了一杯。之前系统的任务是让他跟白如烟拥抱修炼，帮白如烟提升修为，便是可以获得奖励3件下品圣宝。楚凡的手里已经有了极品圣宝血引剑，所以这下品圣宝对于他来说却是用处不大。系统给的目标便是叫建立最强的合欢宗，让合欢宗成为大陆第1大势力，所以这些下品圣宝送给合欢宗的宗主和长老们，帮他们提升实力，这样也能让宗门变得更加强大一些。楚凡虽然已经送了4件下品圣宝出去了，但手里此时也还有3件下品圣宝。今天晚上和白如烟拥抱修炼的话，又能得到3件下品圣宝的系统奖励，到时候他便是有6件下品圣宝了。即便是后续送给白如烟、林雪飞还有慕寒冰1人1件，手里也还能剩下3件，没地方送。这东西虽然是难得一见的宝贝，但是在楚凡的手里却是那么的唾手可得。这要是让其他那些宗门宗主知道，这家伙多的都找不到人来送了，估计要气得吐血了吧。没有突破到灵王修为的话，这东西还是不能送，修为太低了，拿着这样的宝贝更是不安全。楚凡想了想之后，心里暗自说道：好像喝了一点酒，是没那么紧张了。在楚凡思考的时候，白如烟这女人竟是直接给自己倒了3、4杯酒，一口一杯就干了下去。楚凡望着这美女，也是忍不住笑了笑道：那要不要吃点菜？别光顾着喝酒了。白如烟微微一笑道：还是开始吧，我现在不饿。想了想之后，
白如烟又是对着楚凡问到那个老祖，我听说穿的越少，效果越好，是真的吗？楚凡微微点头，当然是真的，两人的身体穿的越少，贴得越紧的话，那效果自然更好一些。白如烟摸了摸有点发烫的脸颊，心里一狠，然后道：那老祖你先转身过去。楚凡转过身，然后道：如烟，虽然我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不过希望你相信我，我肯定不会逼迫女人做不愿意的事情的。你以后可以叫我楚凡或者凡哥都行。听见这话，白如烟的心里一阵感动，她长得这么好看，然而楚凡身为高高在上的老祖，却是要忍着那啥的冲动帮他提升修为，老祖这样的男人，这个世界上恐怕真不多。想了想之后，白如烟竟是将衣服全部脱去，然后钻进了楚凡的被子，背对着楚凡，心里砰砰直跳。好了，凡哥，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白如烟感觉心脏都快蹦跶出来了，毕竟楚凡看上去又是帅气，又是高大，眉宇之间都透露出一种男人的阳刚之气，这两人躺在床上，心里不胡思乱想都不正常。楚凡笑了笑，也是将外面的衣服褪去，这才钻了进去。不过当楚凡钻进去了之后，很快便是发现了不对劲。如烟，你怎么什么都没穿？你的贴身衣物怎么也没穿？楚凡吓了一跳，本来这女人就够勾人的了，现在还这样子，这不是要她的命吗？没想到白如烟却是一脸羞红地道：你不是说了穿得越好效果越好吗？我想修为突破的越多越好，只有我们强大了，以后才能有机会为师父报仇。想到当初林雪的死，白如烟的心里更是坚定了要变强的决心。可是他们好歹都穿了贴身衣物啊，你这什么都不穿的话，我怕我顶不住啊。楚凡一阵无语，靠，这不是诱导他犯罪吗？然而白如烟这个时候却是转过身来，望着面前的楚凡道：凡哥，你为宗门的强大，为了我们几个姐妹忍辱负重，为了揪出宗门的祸害，不惜当一个执事，更是为了我们的强大，忍着男人的冲动。你这样的男人，在我白如烟的心里才是真正的男人，是值得依靠的男人。说到这里，白如烟一脸的羞红，不由道：凡哥，让我也当你的女人吧，当你的修仙道侣。你要是忍不住的话，我也是可以的。说到最后，白如烟的声音越来越小，要不你先要了我们再拥抱修炼吧。楚凡一听这话，心里一阵狂喜，这白如烟为了修炼效果好一些，为了提升更多的修为，竟是愿意这般。当然楚凡知道这肯定跟自己的魅力也有一定关系，这些合欢宗的女人以前受尽其他宗门的欺负和打压，现在她出关，她们都有了一种安全感，这是她们最为需要的呢。那我就真的忍不住了。对方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样的极品美女，还是适合双修的特殊体质的美女，他楚凡这个时候要是还装清高的话，那就不是男人了。所以楚凡说完之后，直接就扑了上去，对着白如烟的红唇亲吻了上去。啊！白如烟顿时被吓了一跳，这老祖刚才不是还挺正经的吗？怎么现在他一说也不是不可以，立即就冲过来了？而且这攻势让他有点害怕，他慌忙羞涩道：凡哥，你温柔点，别急，我还是第一次，我有点怕。楚凡笑了笑，对着对方道：放心吧，我现在可是有经验的了。说完之后，楚凡对着白如烟再次亲吻了上去，而白如烟则是感觉身体一软，心里多了几分的渴望，心跳加速，双手搂住了楚凡的后背，望着楚凡胸口的胸肌，心里又是害怕又是在期待着什么。房间里面的气氛很快便是变得无比暧昧起来，而因为白如烟本来就是特殊体质，适合双修，因此周围的灵气竟是在此刻快速地向着他们这边涌来。这样的提升连白如烟都没发觉，这是天地的反馈，她感觉身体很舒服，闭上眼睛在享受着，而她的修为竟是在悄无声息地攀升着。楚凡精神力强大，却是发现了什么，嘴角不由露出了一丝笑容，看样子九阳神体和阴寒圣体的结合效果肯定不一般啊，似乎即便是这次不拥抱修炼，双方都能提升不少修为了。哼。房间里面传来令人激动的声音，隔壁的柳思雅听见之后则是微微一惊，什么情况？这不是三长老的白如烟的声音吗？拥抱修炼不是不应该发出这样的声音的吗？难道……想到这里，柳思雅不由笑了笑，看样子这三长老白如烟如此温柔和矜持的美女，也是没能抵挡住老祖的诱惑啊，居然成为了老祖的女人了。不过想想也是，都说宗主和几位长老情同姐妹，宗主都成了老祖的修仙道侣了，恐怕这其他几个长老也会容易接受一些，毕竟都是熟人，以后肯定不会有那么的分歧一些。柳思雅的心里砰砰直跳，忍不住多听了一会儿，这才不好意思将被子盖住，不敢再听了。毕竟这东西一旦多听一会儿，她自己都忍不住胡思乱想了。终于两人的战斗结束了，白如烟累的都不想动一下了，她做梦也想不到
老祖一把年纪还恐怖如斯。凡哥，你是我白如烟的第一个男人，也是我唯一的男人，希望你以后不要辜负我。白如烟望着楚凡，嘴角露出了一丝甜蜜的笑容。刚才的感觉当真是让他感觉到了世界的美好，原来这便是当女人的感觉。楚凡微微一笑道，放心吧，你是我楚凡的女人，我自然会宠你的。白如烟露出了一丝温柔的笑容，然后转过身去道，我太累了，我要睡了，你估计也很累吧，你要是不想拥抱修炼了的话，今天晚上就算了吧，我改天再来找你。毕竟白如烟觉得拥抱修炼对于楚凡的消耗肯定不小，刚才楚凡一定也累了，所以他也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消耗楚凡的身体。然而楚凡却是从身后搂住了他，将身体贴在了他的身体上，一只手放在了他的小腹处，旋即开始默默地运转功法，一股暖流在两人的身体之中流淌，形成了一个内循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修为也是在一点点的提升着，这种感觉让白如烟感觉从未有些过的放松，再加上经历过刚到的激战，仅仅2-3分钟的样子，白如烟便是睡着了去。等到第二天醒来，白如烟不由坐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自从师父死了之后，宗门总是被人欺负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睡过这么安心的觉了。等他发现一旁的楚凡正望着他的时候，白如烟顿时吓了一跳，一脸羞红，慌忙对着楚凡道，把头转过去，我还没穿衣服呢。楚凡则是坏坏一笑道，昨天晚上该看都看过了，这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昨晚是昨晚，现在是现在，快转过身去，我要穿衣服。白如烟看了看楚凡那帅气的脸庞，心里一阵甜蜜。不知道燕姬和很爽知道他也是楚凡的修仙道侣之后会是怎么样的反应，会不会很惊讶？一想到这里，白如烟的嘴角再次多了一丝甜蜜的笑容。很快白如烟便是将裙子穿好了，楚凡此时也已经穿好了衣服，现在的他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的。不仅仅是因为昨天晚上得到了这么一个极品美女，他现在的修为竟是也获得了很大的突破。因为白如烟本来就是特殊体质，跟他拥抱修炼便是能提升不少的修为，再加上他那特殊体质的双修的增幅，楚凡的修为竟是用1品灵皇的修为突破到了5品灵皇的修为。要知道他现在可是灵皇，这样的境界还能突破这么多的修为，这速度已经算是相当的变态了。这种实力一下子暴涨了很多倍的感觉，让楚凡的心里一阵激动。现在的他才算是有了真正的本钱，即便是什么寒灵宗宗主来了，只要对方不给他好脸色，那他也不会惯着对方了。如烟美女，你还是先看看自己的修为吧，我相信你会高兴到起飞的。楚凡微微一笑，对着刚从床上下来的白如烟说道，我的修为。白如烟立即检查了一下修为，顿时惊讶的红唇微张，难以置信地道，我的天啊，凡哥，这是真的吗？我怎么突破了那么多？说到这里，白如烟咽了咽口水，这才继续惊讶道，不对劲啊，墨染跟你一个晚上的修为才突破到了2品灵王巅峰，我怎么一个晚上突破到了7品灵王后期的修为了啊？这比燕姬的修为都高了不少了啊。楚凡微微一笑道，因为啊，这个反馈本来就带有一点的随机性，第二的话，昨天晚上咱们2个拥抱修炼的时候，你可是一点衣服都没穿，而墨染是穿了衣服的，你的效果自然比他的效果好。除此之外的话，因为你把你的第一次也给了我啊，你可是阴寒圣体，极其适合双修的体质，跟我双修，天地也会反馈，你也会提升修为，包括拥抱修炼增幅也会提升的。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几种增幅下来，你的修为那可真的是增加了很多呢。原来如此啊，我还是阴寒圣体，还能增幅这么多，嘿嘿，你不说的话我都不知道呢。白如烟嘿嘿一笑，那叫一个激动，我的天啊，我居然一口气冲到了7品灵王后期，燕姬也才7品灵王中期的修为，他要是知道了，岂不是会很羡慕我？此时的白如烟感觉真的跟做梦似的，看样子昨天晚上一时冲动将身体给了老祖，现在想想竟是最为明智的选择。现在的他要是也有一件下品圣宝的武器，再加上那丝袜短裙的战斗套装的话，岂不是也能有斩杀9品灵王中期修为强者的实力了？说不定斩杀9品灵王后期都能办到呢。想到这里，他的心里一阵痛快，太好了，凡哥，多谢你，你真是我的天命之人，嘿嘿。按照这样下来的话，我再找你来2次拥抱修炼之后，突破到灵皇都有机会了。等我成为灵皇强者，我要去灭了那什么狗屁苍狼宗，为我们的师父报仇。楚凡笑了笑道，我看你比较喜欢白色，要不我给你一柄白色的下品圣宝。白如烟一听，你真还有下品圣宝啊？而且还有我喜欢的白色。楚凡微微一笑道，当然了，既然你喜欢的话，那这就给你了，毕竟你是我的女人，我自然要宠你上天。楚凡说完之后，手掌一翻，一柄白色的宝剑便是出现在了手里，然后递到了白如烟的面前。
白如烟的心里顿时一阵甜蜜，宠他上天，这话听着怎么让他想到了昨天晚上的事情？那个时候可真是上了好几次天的感觉。如烟，你怎么还脸红了？看见白如烟脸红，楚凡一脸无语，送他一柄宝剑而已，怎么还这么羞涩了呢？白如烟回过神来，尴尬笑了笑，然后抿了抿红唇，将宝剑拿过来打量了一下。凡哥，这宝剑真的太好看了，是我喜欢的款式，你真的太好了，你就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我白如烟的选择果然没错。楚凡则是不由坏坏一笑道，那是当然了，毕竟燕姬和很爽都看上的男人，那肯定不会差，哈哈，他们算是已经帮你检验过了我的厉害了。白如烟一听不由一愣，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如烟和很爽他们都已经跟老祖那啥了？难道他们都是楚凡的女人了？白如烟将宝剑收了起来，上前竟是主动搂着楚凡的脖子，甜蜜的笑了起来。凡哥，怎么办？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了，而且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帅了。楚凡也是顺势搂住了白如烟那纤细的腰肢，然后笑着道，我也是发现你越来越美了，既然如此的话，咱们两个亲一下。白如烟的心里跟吃了蜜糖似的，害羞的点了点头，然后踮着脚尖跟楚凡拥吻在了一起。这一次他不再那么紧张，反而显得无比的放松，是那么的自在。等两人亲吻了一会儿之后，白如烟这才对着楚凡问道，对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才给宗门弟子公开你是合欢宗老祖的身份啊？楚凡微微一笑道，等雪飞和寒冰都突破到了灵王修为，我们的实力再提升一些之后再公布这个身份吧。我们不仅仅要灭了烈火宗，还要灭了那苍狼宗。白如烟则是皱了皱眉道，灭了苍狼宗是我和燕姬他们一直都想做的事情，只是这苍狼宗背靠苍月宗，苍月宗可是跟寒灵宗一样的庞然大物，宗门弟子是我们的2-3倍，而且还有那么多依靠他们的势力呢，我怕我们灭了苍狼宗的话，苍月宗会出手。楚凡笑了笑道，放心吧，不是还有我吗？就算到时候寒灵宗不站在我们身边，有我在，那苍月宗来了也不过是送死。之前的楚凡一直不敢太高调，因为他也怕千亿发动全身，有些宗门虽然小，但是背后却是站着更加厉害的庞然大物。现在的他已经突破到了5品灵皇，后续等到跟林雪飞和慕寒冰拥抱修炼下来的话，指不定修为还能突破更多。更何况这白如烟都还有2次帮他也提升修为的机会呢。到时候楚凡有信心绝对能突破到比灵皇境界更高的灵圣境，等成为了灵圣境界的强者，那什么狗屁寒灵宗和苍月宗他自然不放在眼里。凡哥你真棒。白如烟笑了笑，开心的如同一个孩子。楚凡则是坏坏一笑道，这话你应该昨天晚上说。哎呀，你也真是的，现在说也一样的了。白如烟一脸羞红，合欢宗的宗主还有几个臭女人，全部给老夫滚出来。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山门外一道怒吼之声响起。什么情况？楚凡一愣，精神力一扫，旋即嘴角勾起了一丝弧度，哈哈，烈火宗的人来送死来了，这些垃圾来得正好。说完之后，楚凡一挥手打开了房门，旋即和白如烟一起飞了出去。咻咻咻，叶燕姬等人此时也是很快飞了出来，出现在了空中。在他们的对面，烈火宗5长老带着一群人正冷笑着望着他们，眼神中满是高傲之色。在他的身后则是还跟着20个精英弟子，一个个修为都不低，都是一些6品甚至7品灵尊修为的高手。这不是烈火宗的5长老吗？一大清早的，你来我们宗门叫什么叫？叶燕姬望着对方，嘴角勾起了一丝冷笑。现在的合欢宗可不是之前的合欢宗，这烈火宗的人前来就是送死的。负责巡逻的一群女弟子则是飞到了叶燕姬等人的身边。叶燕姬微微一笑，对着那些女弟子道，放心吧，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那些女弟子点了点头，这才飞到下面的广场上去休息去了。宗门的其他弟子面对烈火宗带着人过来，此时那是一点也不紧张，一点也不害怕。他们宗主连9品灵王都斩杀了，还会怕这区区一个烈火宗？更何况这个5长老罢了，似乎还没突破到灵王修为吧。别说宗主出手了，就算是大长老出手，或者其他的长老穿着楚凡给的短裙丝袜出手，那也能轻松斩杀了。不过虽然大家都相信这次烈火宗的人要倒霉了，但不少弟子还是跑出来看看，想要看看宗主会不会杀了对方，想要看看大快人心的一幕。对面的5长老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然后质问道，叶燕姬，你好大的口气，我可是烈火宗5长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就不怕我发飙吗？发飙？哈哈，你发飙试试。叶燕姬听见对方的话如同在听一个笑话，这要是放在以前，他肯定不敢这么跟对方说话，但是现在他却是可以根本不用把对方放在眼里。燕姬，这次让如烟上吧，刚好让如烟显示一下他的修为，
可以给我们宗门的弟子增加信心。楚凡飞过来了之后，则是微微一笑，对着叶燕姬说道。叶燕姬知道白如烟昨天晚上去找楚凡了，所以白如烟现在肯定也是突破到了灵王修为了。刚好他也想知道现在的白如烟突破到了什么修为了。他不由点了点头道：好啊，这些人就交给如烟了，这次我们就不出手了。林雪飞和慕寒冰对视了一眼，两人都很期待现在白如烟又是什么修为了。毕竟墨染现在突破到了2品灵王巅峰修为，这都让他们的心里很是羡慕了呢。烈火宗五长老那叫一个无语，这和欢宗什么情况？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对方不但不怕他，而且还在那里商量着什么。他立即将他灵王境修为的强大气势释放了开，愤怒到叶燕姬：你们找死是吧？我现在可是灵王修为的强者了，你们还不给老夫磕头道歉，敢如此藐视老夫的存在，惹怒了老夫，我可是要杀人了。老家伙，你们既然来了，就别回去了。白如烟一个人飞了出去，站在最前面道：区1品灵王也敢叫嚣？实话告诉你吧，你们烈火宗之前残害了我们不少女弟子，现在是你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我的天，3长老怎么飞到前面去了？莫非他要跟对方一战？有些弟子看见这一幕之后不由傻眼了。马小蝶也是皱了皱眉道：这3长老可没穿战斗装备啊，没穿丝袜也敢出来跟对方一战了吗？不是应该大长老或者宗主前去跟对方一战吗？怎么明知道对方突破到了1品灵王还敢上前去？你还想杀了我？哈哈，狂妄！吴长老哈哈一笑，然后对着白如烟道：你们合欢宗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我都突破到了1品灵王，你知道我们宗门现在的情况吗？我们宗门现在可是有6个灵王强者了，宗主更是突破到了2品灵王，你们拿什么跟我们斗？白如烟冷冷一笑道：废话真多，老家伙，过来受死吧，我会让你死个明白的。真是找死！烈火宗五长老气得咬牙，一拳对着前方砸了出去，顿时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个上百丈高大的灵气拳头。那灵气拳头极其硕大，看上去还无比的凝实。灵王出手果然不一般。白如烟，我先杀了你，让你们知道我烈火宗可不是那么好惹的。五长老冷笑了起来，虽然辣手摧花这样的事情他也是有些舍不得，但对方不把他们宗门放在眼里，这让他的心里也是一阵怒火。再说了，合欢宗美女多，杀了一个白如烟杀鸡儆猴也是没问题的，反正死了这么一个美女，还有很多的美女。哼！白如烟面对对方的攻击却是根本不放在眼里，拳头一握，灵气瞬间涌了出来，然后覆盖在了他的拳头之上。白如烟连武技都懒得使用了，就一闪飞了过去，直奔那巨大的灵气拳头一拳砸了过去。什么情况？3长老居然不用武技，拳头硬刚。有个烈火宗的男弟子看见这一幕之后瞬间傻眼了，啥时候3长老也这么猛了吗？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自信啊？要知道即便是2品灵王都不敢这么干，白如烟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自信才敢这么猛？如烟这是……默然也是愣住了，他立即去查探了一下白如烟那拳头上的灵气波动情况，想看看白如烟是什么修为。片刻之后，默然直接惊讶的红唇微张：开玩笑的吧？如烟居然已经是7品灵王后期的修为了！我的天，怎么可能？不会吧？7品灵王真的是7品灵王修为啊？石很爽一看也是吓了一跳，这什么情况？为何白如烟跟楚凡拥抱修炼了1个晚上，修为提升了那么多？要知道他可是跟楚凡拥抱修炼了3次啊，这才达到了4品灵王修为，这白如烟这也太打击人了吧，比我修为还高。叶燕姬同样是无语了，看了看之后发现居然是真的，这让他一时间都愣住了。莫非如烟跟楚凡1个晚上来了3次？很快叶燕姬的心里暗自想到，如果不是1个晚上3次的拥抱修炼，怎么可能修为已经比他还高一些呢？就算白如烟是特殊体质，可是他叶燕姬也是啊，就算是每个人的修炼反馈的情况有点差异，那也不至于他一次就达到这个修为了吧？毕竟他叶燕姬可是拥抱修炼了3次了呢。轰！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那烈火宗五长老的攻击竟是被白如烟一拳头就直接轰爆，化为了齑粉，而且看上去还是那么的轻松。天啊！不少弟子都震撼到了，我的天，3长老居然是7品灵王修为的强者了。有些精英弟子也是发现了白如烟的修为情况，激动不已。这些天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宗门得到了什么奇遇，导致一个宗门里面的长老和宗主都获得了这么大的突破了？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一下子宗门变得这么强大了？不可能，7品灵王，怎么可能？这一定是做梦，一定是做梦。看见这一幕，对面烈火宗五长老瞬间吓得魂不附体了，整个人都傻眼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不是9品灵尊吗？
怎么就七品灵王了呢？那些跟着来的烈火宗精英弟子，本来还等着好好的享受和欢宗女弟子呢，一个个还很庆幸能被选中，但现在看来，他们这次恐怕没机会活命了。去死吧，老家伙！白如烟一闪，已经来到了五长老的面前，一拳砸了过去。不要啊！五长老发出最后的惨叫，他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都忘记了反抗了。两人的修为差距太大了，反抗也没用。在最后，他最后喊出了这么3个字，便是被白如烟一拳轰爆了去。快跑！剩下那些烈火宗的精英弟子还想逃跑，白如烟手掌一翻，拿出了楚凡送给他的那柄白色的宝剑，将灵气注入其中，一剑横扫而去。咻！一道剑气横扫，仿若要划破虚空一般，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直奔前方而去。而那些烈火宗的精英弟子毫无反抗之力，全部被斩杀。下品圣宝！墨染吞了吞口水，再次傻眼了。果然，老祖的身上还有下品圣宝，这一次居然给了一柄白色的宝剑给白如烟。如烟的修为那么高了，自然要给他一柄圣宝，让他提升战斗力的。楚凡微微一笑，在一旁说道：“我的天啊，老祖，你也太牛了吧！这可是圣宝啊，你居然拿出来了4件圣宝了！”林雪飞望着楚凡，眼神中已经充满了崇拜之色。这才是强者，一下子将白如烟的修为提升那么多不说，而且还给了白如烟一件圣宝。这楚凡简直就是幕后大佬啊！此时已经有护法带着人去处理尸体去了，当然还有五长老等人身上的储物戒指，里面定然能有不少修炼资源。白如烟将宝剑收了起来，然后飞了回来，对着大家笑了笑道：“怎么样，我这次算是给宗门长脸了吧？”“太牛了，修为比我都高了，真是厉害。”叶燕姬虽然被白如烟的修为震惊到了，但她倒是并没有嫉妒，而是真心为白如烟感到高兴。哈哈，不错，干得相当的漂亮。楚凡笑了笑，然后道：“对了，燕姬，接下来的几天多加强宗门的弟子巡逻工作，顶多5、6天之后，恐怕那烈火宗的宗主便是会带人前来了。到时候直接将那些人全部斩杀，然后再带人去烈火宗，将他们宗门的修炼资源全部抢夺。除了修为很低的气者或者灵师修为的弟子之外，其他的那些修为但凡达到了灵宗境界的，都给全部斩杀。”叶燕姬的心里微微一颤，灵宗修为的弟子，其实修为不管多高，对他们来说也没多大的威胁了。没想到楚凡竟然也说要全部斩杀。叶燕姬点了点头道：“好，我都听你的。好了，现在咱们宗门也算是比很多3流宗门都要厉害了，我相信以后我们宗门会逐渐出现灵皇修为的强者的，到时候什么寒灵宗，我们不依附于他们也是没问题的。”楚凡微微一笑说道。林雪飞等人听了之后，一个个都很是激动。林雪飞更是忍不住对着楚凡笑了笑：“有你在的话，我们现在对宗门的壮大可是充满了信心呢。好了，我先回去休息去了。”楚凡笑了笑，旋即往自己的住处飞去。叶燕姬等人则是很快往他们住的宫殿飞去。等来到了院子之中，叶燕姬这才忍不住对着白如烟笑了笑道：“如烟，不错啊，修为居然比我都高了。你这是一晚上跟老祖来了3次是吧？”白如烟一脸羞红，什么叫一晚上来了3次？这么说也太容易让人误会了吧。不过他想了想之后，这才忍不住道：“也没那么多，其实就1次。”“什么？你就跟老祖拥抱修炼了1次，修为能突破那么多？”林雪飞傻眼了，这什么情况？这岂不是说白如烟后续还有2次提升不少修为的机会？那么再来2次的话，白如烟岂不是可以冲击到灵皇修为了？至少1品灵皇修为应该问题不大吧？白如烟有些不好意思回答，可是这不说的话，面对众人的疑惑，他感觉又是不好意思。他想了想之后，这才道：“昨天晚上我和楚凡喝了不少酒，你们不是说穿得越少效果越好吗？所以我一想到师父的死，一想到我们要为师父报仇，我就豁出去了。”说到这里，白如烟羞红着脸道：“所以我什么都没穿，就钻进了老祖的被窝里面去了。”一听这话，叶燕姬等人一个个表情变得怪异起来。看不出来啊，3长老平时斯斯文文的，之前还考虑了那么久，现在这做事儿做起来还是挺勇敢果断的嘛。你什么都不穿，所以效果逆天。叶燕姬听了之后，不由有些后悔地道：“哎，早知道我也这么做了，我之前还是觉得不好意思，所以穿着贴身衣物的，不然的话，我现在指不定都是灵皇修为的强者了吧。”默然想了想之后，不由微微一笑道：“我的3次机会才用了1次，那我第2次和第3次要是什么都不穿的话，岂不是就效果更好了？”白如烟听见这话，那叫一个哭笑不得，这才道：“其实也不仅仅是如此，第一是我什么都不穿，所以效果好，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才让我突破到这么多的。”“还有什么原因？”叶燕姬立即一脸疑惑地问道。
林雪飞和慕寒冰也是一脸期待地望着白如烟，都想要从他这里套取一点经验，这样的话，看看自己去找楚凡的时候，能不能修为尽量多提升一些。白如烟这才道：“我喝了一点酒，我也没穿衣服，我和老祖就这么都没忍住，然后就那啥了。老祖说了，是我特殊体质，适合双修的那种，第一次破了身子也能得到天地反馈的，而且反馈不少，所以这两者加起来的话，才能突破那么多。你和老祖在一起了？”墨染微微一惊，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儿。叶燕姬的心里则是咯噔了一下，楚凡说过他也是特殊体质，适合双修的那种，岂不是说他要是和楚凡双修的话，还能有机会大幅度提升修为一次？想到这里，叶燕姬的心里忍不住一阵暗喜。反正他现在跟楚凡已经是修仙道侣的关系了，而且他也决定了以后要当楚凡的女人，等过段时间去找楚凡双修一次，岂不是就行了？石很爽听了之后，则是忍不住嘟了嘟嘴道：“真是羡慕你啊，居然有这样的体质，为何我不是呢？你们可真是运气好啊！”白如烟拉着石很爽的手道：“无妨，很爽，现在你的修为也不低了，以后啊，凡哥肯定会想办法让你也突破到灵皇的，绝对没问题，只是时间的问题。”石很爽笑着点了点头道：“这么说来，你跟我以及燕姬，我们都是楚凡的女人了，我们三个就是好姐妹了呢。”说完之后，石很爽又是对着墨染和林雪飞以及慕寒冰挑了挑眉道：“你们三个不羡慕啊？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队伍啊？反正大家的关系都这么好是吧？而且老祖他人这么好，嘿嘿，你们肯定不会后悔的。”林雪飞这丫头本来就有些性格活泼，古灵精怪，听见石很爽这么说，她不由笑嘻嘻地道：“哥哥，你就不怕我们姐妹多了，老祖身体吃不消？”石很爽立即笑着道：“咱们几个连老祖是什么修为都不知道，老祖的修为肯定很高，比灵皇修为都高，他那么厉害的人，怎么可能吃不消？”说到这里，石很爽又是刻意对着林雪飞道：“倒是你这小胳膊小腿的，我才担心你吃不消呢。”林雪飞在几个人之中是属于小巧玲珑一些的，虽然长得也是十分的甜美可爱，但却是有着几分的萝莉的感觉，因此石很爽才这么调侃林雪飞。林雪飞顿时俏脸羞红，不由打趣地道：“很爽，我看成为了老祖的女人之后，真是越来越不害臊了，你这可真是放开了啊！”石很爽也是不害羞，反正这里有外人，索性道：“那是你还不知道老祖的好，等你跟老祖在一起了，自然知道他的好。”说完之后，石很爽还不由转身对着白如烟挑了挑眉道：“是吧，如烟？”白如烟的俏脸顿时红得快滴出血来了，然后道：“我懒得理你，我回屋去炼丹去了。”白如烟立即逃也似的离开了，心里那叫一个羞涩。望着白如烟那幸福甜蜜的笑容，叶燕姬皱了皱眉，难道那种事情真的那么好？不过现在好不好的她不知道，反正白如烟此时的修为，她是真的羡慕了。此时在楚凡住的院子里面，柳思雅的房间之中，柳清月望着柳思雅，不由问道：“姐，这老祖也太厉害了吧，没想到三长老都突破到了7品灵王修为了，啧，简直是奇迹啊！”柳思雅则是道：“奇怪，根据我的观察，之前漠然也来找过老祖，也就是说，老祖跟如烟的话，也就昨天晚上拥抱修炼了一下，这一个晚上的时间能提升那么多。”听见柳思雅这话，柳清月倒吸一口凉气，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一个晚上，三长老白如烟从9品灵尊突破到了7品灵王修为，居然只用了一个晚上。我的天，不可能吧？这是怎么办到的？为何你跟老祖拥抱修炼了3次，突破是不少，可是也没这么变态啊？这才1次呢。柳清月想了想之后，不由道：“莫非这是3次的效果？他们一个晚上拥抱修炼了3次不成？”柳思雅则是随口就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每次拥抱修炼需要的时间可不短。昨天晚上他们一开始肯定是喝酒了，后面我听见了他们2个居然在双修，这最后双修结束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那个时间顶多能拥抱修炼1次的时间。”柳清月一听这话，顿时坏坏一笑，对着柳思雅道：“姐，你还能听见他们双修？”柳思雅汗颜，刚才也就说了一下自己的猜想，现在柳清月这么一问，她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她不由尴尬地笑了笑道：“这里挨着那么近，隔音不是太好，仔细听的话，多少还是能听见一些声音的。”柳清月则是再次坏笑了起来：“那你还知道他们啥时候结束的？看样子你没少听啊。”柳思雅顿时脸红得不像话了，慌忙瞪了柳清月一眼道：“你这小丫头瞎说什么呢？我在跟你说正经事儿，你别老是东拉西扯的好不好？”柳清月则是笑了笑道：“那姐，我们说正经事儿吧，你打算啥时候去找老祖双修啊？你们应该还没那啥吧？”柳思雅更是无语了，瞪了柳清月一眼道：“我啥时候去找老祖不重要，我现在的修为可不低了，倒是你，
如果今天晚上没人去找老祖的话，这是一个机会，咱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面，知道吗？你晚上可以看看，等到时间差不多了，没发现有人去找老祖的话，你今天晚上就去找他吧。说到这里，柳思雅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到时候你争取问问老祖，看三长老是怎么才能突破这么多的修为的，到时候你或许可以跟三长老学习一下，从他那里套取一点经验。柳清月不由不好意思地道：姐，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着急呢？柳思雅这才道：能不着急吗？今天三长老杀了烈火宗的五长老，还有这么多的精英弟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宗门和烈火宗已经彻底的撕破脸，成为了不死不休的局面了。很快烈火宗就要攻打过来了，你自然应该尽量提升修为，多点自保之力啊。没想到柳清月却是满不在意地道：怕什么？现在根据我们知道的情况来看，宗主是7品灵王修为，大长老是4品灵王，二长老不知道是什么修为，但是肯定也是突破到了灵王了，三长老是7品灵王，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会怕他区区一个烈火宗？说到这里，柳清月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而且烈火宗那边还不知道这边的情况，等他们知道了情况，带着人过来的时候，指不定啊，4长老和5长老都突破到了灵王修为了，到时候他们拿什么跟我们斗？柳思雅却是用手指头戳了柳清月的额头一下道：你难道忘了咱们的上一任宗主林雪，那可是跟苍狼宗战斗的时候死的，宗主和几个长老都是他的徒弟，关系不是一般的好，他们能不为他们师父报仇吗？柳清月听了之后不由点了点头道：说的也是，到时候恐怕要不了多久，我们宗门还要攻打苍狼宗了。不过这苍狼宗的话似乎也就那样，比烈火宗强不到哪里去，最为关键的是这次苍月宗和寒灵宗开战，苍狼宗的弟子损失了不少呢，咱们要灭了苍狼宗并不难。柳思雅苦笑了一下道：的确是不难，但是如果我们灭了苍狼宗的话，他背后的苍月宗旨不定就要站出来了，到时候寒灵宗会不会帮我们的忙，那可未必，毕竟我们刚依附于寒灵宗没多久，除了每年上交一些修炼资源之外，跟他们的关系也就一般般啊。柳清月点了点头道：姐你说的很对，虽然宗主他们几个很强，打起来我们可能会赢，但是我们的弟子恐怕也要损失不少，而且要是连续几次战斗的话，我们的弟子恐怕更是损失得多，咱们还是能尽快的提升修为才行，而且能争取多提升一些的话，那就多提升一些。等到了晚上的时候，柳清月便是偷偷的透过自己房间窗户的缝隙，注意着院子里面的动静。只要今天晚上没其他的美女长老去找楚凡的话，这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一次机会。想到这里，柳清月的心里又是激动又是紧张。激动的是终于可以跟那个男人拥抱修炼，大幅度提升修为了。紧张的是自己要不要将身子也交给老祖。这些天他也是想明白了，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那可能命运就跟那些以前被送去烈火宗的女弟子一样的悲惨，就算是死了，就如同死了一条狗似的。而且连宗主、大长老以及三长老他们都愿意成为老祖的女人，当他的修仙道侣，自己一个修为低微的女弟子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呢？特别是三长老白如烟，仅仅一个晚上便是突破了如此多的修为。柳思雅又是说白如烟昨天晚上跟楚凡双修了，这让他怀疑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个才能让白如烟突破这么恐怖的。按照白如烟这个速度，3次拥抱修炼下来的话，那突破到灵皇修为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他柳清月现在还只是4品灵师修为，姐姐柳思雅已经突破到了1品灵尊的修为了，想来他如果按照姐姐的那种拥抱修炼之法，肯定也能突破到2、3品灵尊修为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的柳清月想要将效果拉到最大，最好是能一口气突破到7、8品灵尊才好，那样的话距离突破到灵王境强者都已经不远了。等成为了灵王境之后，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强者，毕竟很多不入流的小宗门，他们的宗主都没达到这样的修为呢。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不少人的终身目标，那都是突破到灵王境界的。先不说突破到灵王，就算是突破到7品灵尊，加上楚凡给的战斗套装的话，那和烈火宗战斗的时候，他也能轻易斩杀对方的精英弟子。到时候斩杀的越多，他和柳思雅的心里一定越加痛快，毕竟她们两姐妹跟烈火宗可是有着血海深仇的。烈火宗覆灭，他们才算是真正为父母亲人报仇。这一次的战斗，他们早就期待已久了，他们想要尽力去斩杀烈火宗的人。当然柳清月此时愿意哪怕牺牲自己的第一次，也希望提升最多的修为。除了想报仇之外，那主要的原因便是楚凡对她们两姐妹真的不是一般的好，这样的关怀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楚凡看上去还越来越帅了，那种高高在上加上男人的那种气势，都让他有些迷恋了。只是他之前一直不太想承认这个内心的想法罢了。要不是老祖的话，我和姐姐哪里有今天？老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我柳清月的心里是喜欢你的，也是崇拜你的。哪怕你要了我，不对我负责，我也不介意。
柳清月想了想之后，忍不住自言自语道。说完之后，他又是点了点头道：一会儿我就这么说，应该没问题吧？我先来练习一下，可别一会儿太紧张了，忘了说什么了。一想到对方是高高在上的老祖，是自己喜欢的人，柳清月还没来到楚凡的房间，心里便是已经紧张不已了。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等到已经比较晚了，柳清月确定没看见任何一个美女前来，她这才鼓起勇气打开了自己的房门，然后一闪飞到了楚凡的门口，不由轻轻地敲了敲门。她不知道的是，此时在柳思雅的房间里面，柳思雅却是透过房间的门缝偷偷地注视着外面的一切。见到柳清月终于行动了，柳思雅的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柳清月终于是想通了，要去提升修为了。我之前是2品灵师，都突破到了1品灵尊了，清月现在是4品灵师，突破到2品灵尊还是有希望的吧。柳思雅想了想之后，不由微微一笑，看见柳清月进屋去了，她这才关上房门，躺在了床上，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柳清月身为她的妹妹，她自然希望柳清月的修为能提升的越多越好。老祖，我来找你提升修为的。柳清月进屋之后，本来刚才还想着自己要勇敢，可是一想到对方是高高在上的老祖，修为指不定多高，他就变得紧张起来，一只手抓住自己的裙摆，声音都在微微颤抖。楚凡看见这儿我见犹怜的美女，那种清纯如水的感觉，当真是让人心里恨不得想要呵护一番。他不由淡然一笑道：我知道，你姐都跟我说了。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只是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会来，所以没有准备酒水来缓解你紧张的情绪，你不会介意吧？柳清月立即受宠若惊地道：老祖，你太客气了，你要是想喝酒的话，我现在去给你买吧。柳清月这丫头说着，当真就准备出去帮楚凡买。楚凡却是立即喊住了她：清月，算了，那么晚了，主要是这拥抱修炼需要衣服穿得尽可能的少才行，我是怕你一会儿太紧张，对于女孩子来说，你们的清白很是重要，所以我才想让你先喝点酒什么的，我倒是喝不喝都无所谓的。没事儿的，多谢老祖为我这个身份低微的女弟子考虑。柳清月的心里一暖。楚凡则是道：那好吧，既然你都准备好了，那就脱衣服上床吧，时间也不早了。望着对方那身材这模样，楚凡都有些迫不及待了。这功法那可是拥抱修炼之后还能提升对方对自己的好感度的，楚凡相信这柳清月肯定是有点喜欢他的，这要是经过如此暧昧的修炼之后，那以后对方自然也会爱上他。虽然看见对方这模样，他现在都恨不得将对方推倒，但好饭不怕晚，良缘不怕迟，这点时间他还是能等得起的。而且这老祖的形象还是要稍微维持一下，免得让别人以为他是个大色狼呢。那个老祖先不急，我想知道三长老是不是只跟你在一起一个晚上就直接从9品灵尊突破到了7品灵王的啊？柳清月不由好奇地道：为何大长老的提升效果没有这么好呢？楚凡想了想之后，这才如实对着柳清月说道：因为三长老如烟昨天晚上跟我拥抱修炼的时候什么都没穿，所以这穿的越少效果越好，他这么做自然提升的效果也会好很多。柳清月听了之后脸上一红，但一想到自己来的目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些决定。就因为这个，其他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柳清月皱了皱眉，又是问道。丁，系统检测到柳清月乃罕见的特殊体质，影音神体，适合双修。嘿嘿，宿主，没想到啊，这小丫头居然也是特殊体质呢。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楚凡的脑海中竟是响起了一阵系统的提示音。楚凡愣住了，什么情况？这柳清月居然也是特殊体质，而且这体质应该不好检测出来，这也是为何现在系统才检测出来的原因吧。不过想想也是，这柳思雅和柳清月可是2姐妹，而且柳清月的修炼天赋比柳思雅好不少，既然这柳思雅都是特殊体质的话，这柳清月肯定也是差不了的。果然，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这种特殊体质太罕见了，十分的隐晦，要不是本系统厉害的话，还检测不出来呢。嘿嘿，系统的声音中带着几分的猥琐。宿主，你小子有福了啊！楚凡不由暗自鄙视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不来个任务？没想到系统却是道：不好意思，这触发系统任务的事情那是随机的，没触发任务的话，那是你运气不好。老祖，你在想什么？柳清月看见楚凡愣住了，不由不好意思地问道。楚凡回过神来，对着柳清月微微一笑道：清月，这如烟长老能突破那么多的修为，自然是还有别的原因的，那是因为他是特殊体质，适合双修罢了，两者结合下来的话，才能有着这么重大的突破。柳清月听了之后，眼神中明显多了几分的失望之色，对着楚凡道：看样子我是不能提升那么多了，是吧？不过老祖你能给我提升修为，我都很满足了，那咱们开始吧。说完之后，柳清月竟是露出了一个坦然的笑容，
旋即当着楚凡的面就准备将衣服脱掉。没想到这个时候楚凡却是笑了笑道：清月，你以后叫我凡哥就行了，毕竟我出关第一个见到的美女便是你，你是那么的清纯动人，让人怦然心动。另外的话，我倒是可以跟你说，其实你也是特殊体质，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你同样是很是难得的影音神体。真的。柳清月心里一喜，同时有些甜甜的。楚凡刚才说的那些话，足以表明老祖的心里其实是有他的。这样的话，他便更加不后悔将自己的身子交给楚凡了。见到楚凡点了点头，柳清月咬了咬红唇道：凡哥，其实我发现我的心里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这些天脑海中都是你的影子，其实你喜欢不喜欢我都无所谓，哪怕是为了报恩，我也应该将自己的身子交给你。说到这里，柳清月低着头，脸红的都快滴出血来。不过我身份低微，还希望你不要嫌弃我。楚凡听见这话，心里一阵暗喜，没想到这柳清月为了尽量多的提升修为，竟是愿意做到这般，而且对方的心里竟是也喜欢他。这样的情况下，他岂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楚凡微微一笑，上前搂着柳清月的腰肢，然后对着柳清月道：清月，其实思雅已经告诉我了，说你喜欢我，其实我也是喜欢你的，你当我的修仙道侣吧，你放心，以后我肯定会对你好的。而且你也别说什么身份低微这样的话了，你和思雅的事情他都跟我说过了，你放心，以后是楚凡是你的男人，我就会保护好你们，不会让你们受别人的欺负的。柳清月顿时心里感觉一阵温暖，抬起头望着楚凡道：凡哥，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愿意让我侍奉你左右吗？不会介意我的修为，我担心我修为低会成为你的累赘。楚凡却是笑了笑道：放心吧，等你成为了我的女人，你的修为也低不了的，我相信就凭你这特殊体质，今天晚上要是我们双修一次，再加上拥抱修炼的提升之下，这突破的修为一定会不少的。柳清月听了之后羞涩的点了点头，然后对着楚凡道：好，只要凡哥你不抛弃我，我愿意一直侍奉你左右，哪怕你不把我的身份说出去都行。楚凡听见这话，更是心里一阵温暖，亲了柳清月的红唇一下，这才道：放心吧，以后等时机成熟了，你和思雅还有如烟他们的情况以及我的身份，我都会让大家知道的，只是现在的形势来说还不是太适合而已。柳清月望着楚凡，心里砰砰直跳，即便是老祖不喜欢他，他今天晚上也打算将自己交出去，现在既然老祖喜欢他的话，那对于他来说更是意外之喜了。那咱们是先那啥，还是先拥抱修炼好一点啊？柳清月低着头轻声说道，声音细若蚊虫一般，要不是楚凡修为高，恐怕都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了。见到柳清月如此娇羞的模样，楚凡的心里哪里还忍得住，立即道：我觉得咱们还是先那啥好一点。说完之后，楚凡便是对着柳清月亲吻了上去。正在两人吻得昏天暗地，楚凡准做进一步的事情的时候，门口却是响起了几声轻轻的敲门声。楚执事，你在吗？楚凡和柳清月都吓了一跳，慌忙退开。怎么办？柳清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慌忙对着楚凡问道。听门口的声音似乎有些熟悉，不过柳清月一时间想不起来是谁。楚凡看了看之后，指了指后面那个洗澡的小屋，让他进去里面先躲一会儿。等到柳清月躲进去了之后，楚凡这才无奈的去开门。他倒是听出来了声音的主人是马小蝶这丫头，只是搞不懂这丫头大晚上怎么会跑来找他。小蝶，你怎么来了？打开房门之后，楚凡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对着马小蝶问道。马小蝶直接走了进来，旋即手掌一翻，便是拿出来不少的菜，还有一些酒放在桌子，这才对着楚凡笑了笑道：楚执事，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菜和酒，那啥，我想找你聊聊。面对这么一个美女，楚凡自然也不好意思现在就把人给赶出去，更何况对方还带来了酒和菜。一想到上次他冒充对方的修仙道侣，两人的关系更是多少有些暧昧。只是这丫头这个时候来找自己，也不知道为了啥，明显时间有点不太合适啊。楚凡将房门关上，这才坐了下来，对着马小蝶问道：小蝶姑娘，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马小蝶咬了咬红唇，旋即羞红着脸，娇嗔的白了楚凡一眼道：你这家伙难道不该对我负责吗？负责？楚凡汗颜，看着美女以前也不是随便的女人啊，以前就给人一种有些孤傲不好接近的感觉，现在居然主动让她负责，莫非这是赖上自己了？马小蝶这才道：上次那成灰的事情让很多弟子都以为我和你是修仙道侣关系了，不少人更是瞎说我们肯定早就有一腿了，人家的清誉都快被你毁了，难道你不该负责吗？马小蝶可不傻，这宗门的宗主几个长老一个个都修为突破了那么多，而且听说几个长老和宗主来往密切，再加上突然还冒出来了下品圣宝这样的宝物，
这回去马小蝶和孙三娘一分析，估计都是楚凡的杰作。楚凡能够拿出这样的宝贝，更是能够将人的修为一下提升那么多，此人可见是多么恐怖的存在。这让本来就对楚凡有些好感的马小蝶，更是觉得楚凡此人神秘莫测，这要是能抱上他的大腿的话，指不定自己也能一下子突破很多修为，说不定就能很快突破到灵王修为也说不定了。再加上孙三娘觉得楚凡为人不错，不然宗门也不会看上他。在孙三娘不停的洗脑之下，马小蝶这才终于鼓起了勇气，今天晚上来找楚凡。看在对方这么美的份上，楚凡微微一笑道：小蝶，你这么一说的话，我感觉我也该对你负责了呢。凡哥果然是色狼，不过马小蝶人长得好看，天赋好，修为高，是女弟子之中的天才，凡哥对她心动倒是人之常情。不管凡哥喜欢不喜欢马小蝶，不管那些长老是不是都喜欢凡哥，只要凡哥喜欢我，愿意让我当他的女人，我柳青月就满足了。柳青月躲在后面的小房间里面，听见两人的谈话之后，心里忍不住暗自嘀咕了起来。再想到两人刚才正在接吻，楚凡正准备脱他的衣服就被打扰，当时楚凡那有些无语的表情，柳青月不免觉得有些好笑，那时候竟是那么的甜蜜。而且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有这么一天，跑到这后面躲起来，感觉跟做贼似的。楚凡看了看马小蝶，不由笑了笑道：那你想让我怎么对你负责啊？马小蝶立即笑着道：嘿嘿，让我当你的修仙道侣吧，你也看到了，我在女弟子之中比我好看的没几个吧。既然现在都这样了，我们之前本来是演戏，现在就只能假戏真做了。马小蝶说完之后，心里还是有些担心，不由补充道：楚执事，我那么年轻，你年纪比我大不少，你应该不会看不上我吧？我可是想了很久才做出的决定，你应该不会拒绝我吧？楚凡看见对方那样子，不由觉得有些好笑，对着对方道：好啊，我答应你了。那既然咱们是修仙道侣了，让我先亲一个，如何就当是确定我们的关系了？啊，这不能慢慢来吗？马小蝶一听还要亲一个，顿时有些慌了，这男人果然多好色啊，只是他觉得这也太快了吧，要不过几天如何？马小蝶尴尬的笑了笑，咱们虽然是修仙道侣，但是感情还没到那一步啊，咱们还需要培养一下感情啊。楚凡却是一脸疑惑的望着对方道：这亲一下的话，那也是在培养感情啊，难道不是吗？哼，我看你就是好色。马小蝶一双美丽的眼睛白了楚凡一眼，一脸羞红的她已经被吓到了，慌忙道：好了，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这些酒菜你慢慢吃吧，我就不陪你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以后我们就是修仙道侣的关系了，有空的时候我再来找你，我就先走了啊。马小蝶羞红着脸，慌忙打开了房门，快速飞了出去，似乎生怕一会儿速度慢了就被楚凡给亲了似的。楚凡苦笑了一下，一挥手，房门便是关上了。这小丫头倒是挺有趣的，这大半夜的，我居然一会儿就多了2个修仙道侣了。楚凡不由笑了起来，自己这魅力也太大了吧。果然强者，特别是长得帅的强者，那在这个世界还真的是可以不缺女人啊。就在这个时候，柳青月也是从里屋走了出来，不由笑了笑道：凡哥，恭喜，看样子这小蝶姑娘也是彻底爱上你了。我们都知道好几个天才弟子追她，她都不答应呢，今天居然主动来找你说明心意，甚至还给你送来了美酒佳肴，她能做到这般，想必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的。楚凡微微一笑道：是啊，所以我答应她了，这丫头挺有意思的。说完之后，楚凡给柳青月倒了一杯酒，然后道：要不咱们先喝点。柳青月笑着走了过来，然后道：那我就陪凡哥你喝点，毕竟我还是第一次跟你喝酒呢。楚凡和柳青月一人喝了几杯酒，又是吃了一些东西。等喝得差不多了之后，楚凡这才叫柳青月走到了他的面前，然后一把将对方拉过来，让对方坐在了他的怀里。啊！柳青月坐在楚凡的怀里之后，顿时一脸的羞涩，他知道接下来似乎要开始做一些羞涩的事情了。而他在今天晚上之后，则是会真正成为楚凡的女人。想到这里，柳青月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紧张。楚凡望着对方那羞涩的样子，然后抬起了对方的下巴，对着对方的小嘴亲了上去。柳青月则是将双手搭在楚凡的肩上，再次和楚凡亲吻起来。这一次终于没人再来打扰，两人亲吻了一会儿之后，楚凡这才抱着柳青月直接去了床上。很快房间里面的画面便是变得极其暧昧起来，柳青月没想到楚凡居然如此的猛，把他累得差点没晕过去。最后躺在那里连动都不想动一下了，楚凡则是心满意足地从身后搂着对方，然后利用功法开始帮对方提升修为。第二天早上醒来，柳青月的这才慌忙不好意思地将衣服穿上，想起昨天晚上的一切，都让他依旧是感觉一阵羞涩。凡哥，你以后就是我的男人了，青月什么都听你的。柳青月看了看楚凡，最后乖巧无比地说道。楚凡笑了笑道：小丫头，
有你这话，我心甚慰啊。说到这里，楚凡不由提醒道：怎么样，提升了那么多的修为，还算满意吗？那么多的修为？柳清月一愣，这才慌忙查探自己的修为。片刻之后，他直接震惊到了：我的天啊，我怎么提升了那么多的修为？我这居然突破到了8品灵宗修为了。我之前才4品灵师呢，这直接突破了一个大境界啊，而且还是突破到了8品灵宗修为。楚凡则是微微一笑道：因为你本来就是特殊体质啊，你这是将提升的可能性拉到了最大化了。本来你就没穿衣服跟我拥抱修炼的，再加上双修之后获得的提升，你这提升的速度自然不简单。柳清月的心里无比的激动，不由笑了笑道：太棒了，一下子增加了那么多的修为，我感觉我的力量一下子提升了很多，体内的灵力也是比以前浑厚了很多倍的感觉啊。说到这里，柳清月顿了顿，方才继续道：看样子按照这情况的话，我后续突破到灵尊修为是完全没问题的，甚至可能比我姐姐提升的修为还要多不少呢。楚凡微微一笑道：思雅也是适合双修的特殊体质，她到了现在只是跟我3次拥抱修炼之后的效果，后续如果什么时候跟我双修的话，她还能一下提升不少修为呢。柳清月微微点了点头，然后握了握拳头：凡哥，接下来的几天我还是先别来找你了吧，先适应一下现在暴涨的力量再说。另外的话，我估计4长老和5长老他们恐怕也要不了多久会来找你提升修为了吧。我下次等你有空了再来找你也行。楚凡点了点头道：其实没事的，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也可以去你房间找你的，反正咱们挨着那么近是吧？柳清月羞涩的点了点头，然后道：那我先回我房间去了，不然怕被人看见了不好。楚凡也已经下了床，搂着柳清月道：这有什么不好的？就算别人知道了也无妨，反正你是我楚凡的女人了，知道就知道呗。柳清月一脸的羞红，主要是现在不是还不太合适吗？等以后你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再说出来也可以。楚凡笑了笑，然后拿出来了一柄宝剑递给了柳清月：清月，这柄下品圣宝送给你吧，毕竟你都已经是我楚凡的女人了，这宝贝不给你一件，我心里都有些过意不去。这是圣宝？柳清月望着面前的宝剑，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凡哥，这太贵重了，这样的宝贝你还是自己拿着，或者留着给4长老他们吧。这样的宝物我感觉就算是1品灵皇修为的强者拿着都有些不太安全，容易被强者盯上呢。我修为太低了，拿着更是心里不踏实。楚凡则是微微一笑道：你先拿着，修为低的时候不拿出来使用，当做你的底牌来使用就行了。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至于4长老和5长老他们的话，我为他们准备的有呢。你为他们都准备了吗？我的天啊，这样的宝贝你居然能拿出来那么多。老祖，你也太猛了吧。柳清月小嘴微张，再次被楚凡给震惊到了。他们合欢宗的老祖果然不简单啊，这是高人中的高人了吧，这样的宝物居然能拿出来那么多。楚凡笑了笑道：拿着吧，你姐的手里都有一件下品圣宝呢，所以这宝剑你拿着吧。柳清月微微点了点头，这才立即将宝剑给收了起来，然后很是感动地望着楚凡道：凡哥，这个世界上你是唯一对我和思雅好的人了，我们都没有亲人了，以后我柳清月的命都是你的，只要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柳清月说着，因为太感动，竟是也眼泪滴落了下来。这样的宝贝楚凡竟是给了他，这让他的心里更是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楚凡则是用手擦掉对方的泪水，不由笑了笑道：果然是两姐妹。思雅拿到了圣宝的时候也是高兴的哭了，不过我希望以后我从你们的脸上看见的都是微笑。柳清月也是擦了擦泪水，然后努力笑了笑道：主要是从来没人对我们那么好过，我们以前都是活得小心翼翼的，是老祖你出现之后我们才感觉到了关心。楚凡则是笑了笑道：放心吧，我以后只会保护你，不会让你去死什么的，不过刚才你说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是吧？柳清月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当然了，我柳清月说话算话。楚凡不由坏坏一笑道：那咱们再来一次啊。柳清月傻眼了，一想到昨天晚上楚凡的凶猛，心里又有些紧张又有些害怕了。一大早的不太好吧？柳清月羞红着脸：我怕一会儿有人来找你，应该不会那么巧，要是真有的话让他们在外面等着就行了。楚凡笑了笑，搂着柳清月再次亲吻了起来。柳清月一脸羞红，心里紧张无比，但还是没有拒绝，而且乖乖地听从了楚凡的话。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等到中午的时候，柳清月这才羞红着脸跟楚凡从里面走出来，一想到之前的事情还有些羞涩。咦，清月，你的修为1品灵尊了？楚凡很快发现了什么，不由说了一句：不可能吧。柳清月一脸疑惑，刚才又不是拥抱修炼，只是那啥了一次，而且也不是第一次，难道第2次还能有效果？我还能骗你不成？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吗？楚凡笑了笑说道。柳清月一看自己的修为，果然是突破到了1品灵尊了，心里那叫一个激动。没想到这第2次和楚凡双修，竟是还能提升修为，虽然效果不如第1次，但是这简直也是意外之喜啊。楚凡也是没想到，这特殊体质就是不一样，连第2次双修也能提升修为，只是效果差了一点点而已。当然，对于楚凡来说，他的修为也是极其恐怖的，因为此时的他竟是已经从5品灵皇修为突破到了1品灵圣的修为了。这柳清月的影音神体当真是不简单啊！柳清月帮他直接突破到了1品灵圣，楚凡的实力也是直接提升了几十倍，以前经常用的一些厉害的武技，他也完全可以使用了。想想都有些激动，如此一来的话，以后的确是可以强势一些了。真的，都是真的。柳清月泯然一笑，然后却是发现柳思雅竟是一个人坐在前方的树下荡秋千。很快，柳清月顿时柳眉微蹙，柳思雅的那个房间就在隔壁，而且隔音并不是太好，刚才的动静可不小，他都忍不住发出一些声音，就是不知道柳思雅有没有听见什么。不过柳思雅在这外面院子里面晒太阳，应该没听见什么声音吧。柳清月的心里只能如此安慰自己。然而他哪里会想到，昨天晚上柳思雅就没睡好，今天早上也是听见了一些动静之后，有些不好意思，这才出门在院子里面晒太阳喝茶的。见到柳清月和楚凡走出来，柳思雅微微一笑，反正这里也没外人，不由对着柳清月笑了笑道：怎样，清月，现在应该已经突破到了灵宗修为了吧？毕竟你修为开始的时候低，突破的肯定也快。没想到柳清月却是低着头，不好意思地道：不太好意思说，这有什么？他们几个都去镇上逛街去了，没其他人，不用担心别人听见的。柳思雅笑了笑说道。柳清月这才释放出来了一些灵气，覆盖在了他的手心之上，然后道：你自己看就知道了。柳思雅一看，顿时惊讶到了，忍不住吞了吞口水，一下子就站了起来，难以置信地望着柳清月。我的天啊，清月，你居然突破到了1品灵尊了！我的天啊，这怎么可能？你之前不是4品灵师吗？直接跳过了灵宗，突破到了灵尊。柳清月笑了笑，将手上的灵气散去，这才道：哎呀，我一会儿私下再跟你说吧。楚凡知道自己在这里，柳清月这丫头心里难为情，不由笑了笑道：好了，你们聊吧，我先去那边炼丹的所在的院子看看，之前答应指点一下3长老的，现在刚好没事儿，去看看他们炼丹的情况。说完之后，楚凡飞了起来，向着不远处的一个院子飞去。那院子不小，有几个房间可以让炼丹师们炼丹或者休息，平时炼丹师炼丹也都是在这里炼丹。白如烟是这里的总负责人，其他的炼丹师基本上也都是他的徒弟。等到楚凡飞走了之后，柳思雅这才迫不及待地对着柳清月问道：清月，我跟凡哥拥抱修炼了3次，才突破到了1品灵尊修为，虽然你原本的修为比我高一点，但也就高那么一点点，你们拥抱修炼了1次就能突破那么多。柳清月不好意思地道：姐，要不咱们还是进屋去说吧，我有点不好意思。柳思雅点了点头，这才跟着柳清月一起进屋。等到了房间里面之后，柳清月把房门关上，这才道：我昨天晚上问了一下凡哥，拥抱修炼穿的衣服越少越好，我什么都没穿的话，那效果自然比你好。说到这里，柳清月顿了顿，方才羞红着脸道：而且凡哥说我是特殊体质，适合双修的那种，要是双修的话也能提升修为，获得天地反馈，因此我现在是他的人了，我们是修仙道侣关系了，他人真的很好。柳思雅不由摸了摸下巴，恍然道：原来如此啊，因为没穿衣服，拥抱修炼的效果会提升不少，再加上你也是特殊体质，还跟他那啥了，所以才一口气直接冲到了1品灵尊的修为。我的天啊，清月，没想到啊，你以前还挺矜持的，没想到你昨天晚上居然跟楚凡他。柳清月羞红着脸道：我原本想着尽量多的提升修为，将身子给凡哥，就算他不给我任何的名分都行，我只想着多提升一些修为，以后多斩杀几个烈火宗的弟子，也算是为父母他们报仇了。没想到原来凡哥也是一直喜欢我的，姐姐，我现在觉得我真的很幸福。说完之后，柳清月顿了顿，这才将嘴巴凑到了柳思雅的耳边，轻声道：而且我这是跟他双修了2次的效果，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第2次竟是也能提升修为，虽然不如第1次，但还是让我从8品灵宗突破到了1品灵尊了呢。清月，你真的太勇敢了，你做得很对，遇见喜欢的人就应该抓住机会。柳思雅满脸的激动：太好了，你至少还有2次拥抱修炼的机会，也就是说你的修为还能提升不少呢，真是太棒了。柳清月整个人还沉浸在了爱情和修为突破的喜悦之中，脸上的笑容根本停不下来。姐，我也觉得，我就勇敢了这么一次，我赌对了，果然宗主和大长老他们都喜欢的男人肯定是不会差的。说到这里，柳清月笑了笑道：而且啊，凡哥说他给了你一件下品圣宝，
现在我是他的女人，他也给了我一件下品圣宝呢。真的？那可真是太好了，这下子咱们都有下品圣宝了。这东西可是能提升不少的战斗力的。柳思雅听了之后也是眼睛一亮，真心为柳清月感到高兴。想了想之后，柳思雅又是道：不过清月，咱们的修为还是太低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东西还是别拿出来为好，免得被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盯上。柳清月微笑着点了点头道：放心吧，姐，我知道。楚凡来到院子门口，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种丹药的香味久违了。原主的记忆来看，那可是7品高级炼丹师，有着原主的记忆，就算是现在手生了一点，但楚凡也应该算得上是7品高级炼丹师。白如烟虽然是4品中级炼丹师，但在楚凡的面前，楚凡要指导他一下，那应该也是绰绰有余的事情。楚凡望着前方的大门，就准备走进去。然而刚到门口，便是被2名弟子给拦了下来。楚凡眉头一皱，这2个弟子似乎有点不长眼啊。叶燕姬之前可是当着很多人的面通知了的，说楚凡是他的修仙道侣，就凭这一点，楚凡的身份就注定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得罪的。现在居然还有人敢拦住他。拦住楚凡的2人都是2个男弟子，他们则是炼丹师学徒。这里学炼丹的人，弟子的服饰上面都有着明显的标志，那便是在袖口上绣着一颗丹药形状的图案。其中一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楚执事，虽然我们知道你和宗主的关系有点不一般，不过这里可是炼丹院，没有炼丹师身份或者长老的身份是不能进入的。另外一人反而是冷笑了起来：楚执事，虽然你可能修为不低，跟我们的宗主关系不浅，但刘师弟说的没错，你现在还不过是一个执事而已，没有允许，不得入内。楚凡一看这货的眼神中还带着几分的嘲笑，脸色一沉道：你胆子不小啊，敢如此小瞧我。对方却是笑了笑道：哎，楚执事，不是我为难你，规定就是这么规定的。说到这里，对方顿了顿，方才继续道：楚执事啊，我承认你最近是出了一点风头，不过我们宗主修为那么高，你确定你配得上他吗？我们宗主那就是天命之人，短短时间之内便是得到了什么机缘，一下子突破到了7品灵王的修为了。之前可能你们2人的修为差距不大，他还愿意跟你在一起，以后啊，他肯定会发现你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你根本配不上他，到时候就会把你给踹了的。楚凡听见这话，算是看出来了，这家伙应该也是心里爱慕叶燕姬的，这是见不得自己好，吃醋了，这才这么为难自己的。楚凡微微一笑道：你个白痴，燕姬能看上我，那就说明了我肯定比那个朱大长厉害多了，那朱大长修为那么高，他怎么没看上呢？说完之后，楚凡直接上前2步，反手就给了对方一耳光道：你什么资格，也敢这么跟我说话？你敢打我？那男子气得拳头一握道：楚执事，我虽然好歹也是一个2品低级炼丹师了，在炼丹方面很有天赋，3长老都看好我，而且我可是享受舵主的待遇，你的身份地位还没我高，不过是一个一时得宠的小白脸而已，你以为你能得意多久？啪！然而楚凡又是一巴掌抽在了对方的脸上，直接将对方给抽飞了出去，摔在了地上。那旁边的那个刘师弟看见这一幕，已经吓傻了。楚凡虽然跟宗主有关系，但是炼丹师在宗门的地位比较高贵，谁也不敢轻易得罪，更何况这个秦师兄还是2品低级炼丹师，才学炼丹不久就已经2品了，前途无量。而且秦师兄还是舵主，楚凡毕竟只是一个执事，怎么能随便打一个舵主呢？啊，好痛！躺在地上的男子禽兽故意大叫了起来。咻咻咻！终于里面的人停止了炼丹，一个个冲了出来。那领头的人自然是白如烟，看见楚凡走了进来，又是看了看地上捂着脸的禽兽，不由上前对着楚凡问道：楚执事，你怎么来了？楚凡笑了笑道：我想来找你看看你们炼丹的情况，顺便指点你一下，没想到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垃圾还敢拦我，不让我进去。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而且这个王八羔子居然敢说我是被燕姬看上的小白脸，你说气人不气人？禽兽从地上爬了起来，对着白如烟道：3长老，这楚执事不过是一个执事，哪里有资格进入这个院子？我只是按照宗门规定不让他进来而已，他居然就打我，这简直是在冒死我们宗门的规定啊！你可要为我做主啊！白如烟的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这禽兽明显就是在针对楚凡罢了。虽然这的确是宗门的规定，但谁都知道楚凡和他们几个长老的关系不错，更是知道楚凡是宗主的修仙道侣。仅仅是这个就不应该为难楚凡，而是应该给楚凡通报，让楚凡等一下罢了。这个禽兽不仅仅不通报，还说一些为难老祖的话，这家伙可真是活该。更何况楚凡可是他白如烟的男人，现在对方说楚凡是叶燕姬的小白脸，那不也是等于说是他的小白脸吗？要知道楚凡可是高高在上的老祖，别说楚凡打了他了，
就算是杀了他，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不过楚凡这是为了隐藏身份，加上人也比较大度罢了，这才只是教训了对方一下，已经算是轻的了。禽兽站起来，不由冷冷一笑，他知道白如烟是一个很遵守宗门规定的人，他给楚凡扣上藐视宗门规定的大帽子，想必三长老应该不会再帮着楚凡说话了吧。禽兽想了想之后，又是笑了起来，哼，楚执事，你区区一个执事，打我一个舵主，那就是以下犯上，而且你还说要指点一下我们三长老，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三长老是我们宗门最厉害的炼丹，4品中级炼丹师，需要你指点吗？你以为你几斤几两啊？禽兽！没想到身后却是传来了一声白如烟的呵斥之声。楚执事可是我们宗主专门请来壮大我们宗门的贵客，更是宗主的修仙道侣，怎么在你的嘴里成了小白脸了？你这么一说，把我们宗主当什么人了？随便找男人的那种人吗？你这是败坏宗主大人的名声，败坏他的清誉。说到这里，白如烟拳头一握道，你这样诋毁我们宗主，当猪？什么？禽兽一听顿时吓了一跳，什么情况？三长老不但不帮他说话，甚至还说他当猪。他吓得脸色发白，慌忙对着白如烟解释道，三长老，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只是说这小子吃软饭的意思，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啊。楚凡听了之后不由冷笑了起来，呵呵，鬼知道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看你就是在诋毁我燕姬老婆的意思，燕姬可是我的女人，你敢诋毁她？看样子你的命还是交给我吧。白如烟也是直接冷冷地道，禽兽，如果你能在楚执事的手里活下来的话，那就是你命不该绝，如果你不是楚执事的对手，那你就去死吧。另外几个炼丹师一个个都皱着眉头，今天这三长老怎么感觉脾气那么的暴躁了呢？平时不是很温柔的一个人吗？白如烟又是冷冷一笑道，禽兽，你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吧，我和宗主大人使用的下品圣宝，那都是楚执事送的。楚执事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他是你能得罪的人吗？不可能，不是这样的，肯定不是这样的。禽兽吓得不轻，他原本还以为那下品圣宝是宗主他们可能以前从秘境得到的宝贝，只是一直没拿出来使用罢了。现在宗主他们的修为提升了，这才拿出来使用了一下而已。没想到这样的宝贝居然是楚凡送的，能随便拿出这样的宝物送人，那这面前的家伙岂不是有可能比宗主他们还要厉害？禽兽，你这个名字还真是有些特别啊。楚凡冷冷一笑，直接伸手对着前方隔空一抓，顿时一股强大无形的精神力出现了，化为了一个手掌，瞬间就将禽兽给捏得七窍流血，眼神中带着恐慌，骨头都捏碎了。等到那精神力散去，禽兽已经如同一滩烂泥一般的倒在了地上，死的不能再死了。好恐怖的精神力，都没看见他出手，轻易控制精神力就捏死了禽兽。有个炼丹师老头心里泛起惊涛骇浪，这是多么可怕的存在啊，才能用精神力这么随便杀人。更何况那禽兽的修为也不算低，好歹也是一个灵尊修为的高手呢，就这么被杀了。刘晨，你找几个记名弟子来，将这禽兽的尸体抬去处理了。白如烟冷冰冰地看了看地上那禽兽的尸体一眼，对着一旁已经吓傻的那个刘晨说道，好的，三长老。刘晨立即拱手道。白如烟想了想之后，又说到刚才这里的事情，大家可别出去乱说，楚执事的身份可不是那么简单，他的强大不是我们能比的，有他在，我们和欢宗即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几个炼丹一听这话，心里一阵暗喜，他们早就觉得楚凡不简单了，都在猜测这家伙是不是修为很高，是不是某个强大的隐士散修。现在白如烟这话也算是印证了他们心中的猜想，楚凡刚才那手段已经吓傻了这里的所有炼丹师了。楚凡看了看这里的这些炼丹师，有几个年轻女子，2个中年男人，剩下的几个都是老头子。他很快微微一笑，眼神变得柔和起来，跟之前那种杀伐果断的霸气模样一比，当真是判若两人。诸位放心，有我在，以后和欢宗不会被人欺负的。我的修为也不是很高，不过就算是寒灵宗在我的面前，那都是小垃圾罢了。楚凡微微一笑之后说道。在场的众人再次震惊到了，连二流宗门的寒灵宗都不放在眼里，说是垃圾，这家伙还说修为不是很高，这家伙那是什么修为啊？好了，走啊，大家进去炼丹吧，我在旁边看看，一会儿帮你们指点一下。楚凡笑了笑，然后带着众人往中间那个大厅之中走了进去。来了里面之后，楚凡看了看放在一旁的炼丹材料之后，不由皱了皱眉道，你们这里的灵草适合炼丹的，最高的便是4品高级的吗？没有更高的了吗？白如烟这才上前解释道，楚执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里最高等级的炼丹师是我才4品中级炼丹师，一时半会儿都没法突破到4品高级，所以咱们只需要准备一些4品高级的适合炼丹的灵草和辅材就行了。
说到这里，白如烟顿了顿，方才道：“这即便是我后面突破到了4品高级炼丹师，想要突破到5品低级炼丹师，还不知道要啥时候呢。所以，即便是我们偶尔出去秘境寻宝，得到了一些5品的灵草，也就直接用来修炼用了，因为暂时用不上这么高级的灵草。”白如烟想了想之后，突然想到了什么，不由道：“对了，我这里还是有几株5品低级的适合炼丹的灵草，这是杀了那烈火宗的5长老之后，从他身上得到的灵草，你看看，我这还留着呢，还没使用。”楚凡看了一眼，这才平淡地道：“刚好5品低级、5品中级和5品高级的都有，这样吧，我就给你们都演练一下吧，将这5株灵草都炼化成丹药，一会儿你们在一旁好好看。”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等我炼制完了之后，你们再炼丹，到时候我再帮你们指出一些你们可以改进的地方。”众人一听，心里一阵狂喜，能够看高级的炼丹师炼丹，从而获得一些感悟和经验，那现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毕竟这里连一个5品炼丹师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平时哪里有机会啊？楚凡将辅材找了一些过来，这才想起来自己身上没炼丹炉，原主之前手上那个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了，连炼丹炉都没放过，所以现在才楚凡竟是连一个炼丹炉都没有。他不由尴尬地看了看白如烟道：“如烟，我还没炼丹炉呢，把你的炼丹炉借给我用用。”众人汗颜，这楚执事连5品高级丹药都要演示给他们看，那不是最低都是5品高级炼丹师吗？既然都是这么高级的炼丹师了，为何连个炼丹炉都没有？而且这楚执事居然称呼3长老如烟，如此亲昵的称呼，就不怕3长老生气吗？没想到他们心中高高在上的3长老不但不生气，反而是脸颊一红，一脸羞涩地看了看楚凡，然后将炼丹炉给拿了出来，递给了楚凡。“凡哥，那就有劳了。”白如烟微微一笑，很是温柔地说道。等说完之后，他的心里这才咯噔了一下，忘了这里还有其他人，他居然因为楚凡叫了他一声如烟，他就顺口喊了楚凡一声凡哥。如此一来，他和楚凡的关系恐怕要被这些人猜到了。我去，这3长老和楚执事是什么关系啊？一个称呼对方如烟，一个称呼对方凡哥，难道他们已经是……有个老头不由心里咯噔了一下，心里吃了一个大瓜。楚凡看向白如烟的眼神中也是充满了温柔，将白如烟手里的炼丹炉拿了过来，楚凡便是开始了给大家表演炼制5品丹药。好纯熟的手法。片刻之后，众人便是被楚凡那炼丹手法给惊艳到了，那放入材料的时机每次都是刚刚好，整个动作行云流水，恰到好处。啧，这对于火候的掌控也是相当的好啊。白如烟也是看傻了眼，他相信今天定然能够收获不少。楚凡第一次炼制的是5品低级的丹药，2株都是一样的灵草，炼制的是同等的丹药，所以就放一起炼制了。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片刻之后，随着楚凡的手掌那么一抬，2颗通体浑圆的丹药便是从炼丹炉里面飞了出来，漂浮在了他的面前。我的天，居然是极品丹药，5品低级的丹药，这可是很宝贵的丹药了。这样的丹药，即便是1品2品灵王修为的强者拿来都有很大的提升效果了。没想到他炼制出来的还都是极品丹药。有个老头走过来看了看之后，不由惊呼了起来。楚凡则是将其拿了过来，递给了白如烟。如烟，你拿着吧。白如烟看了看，不由惊讶地道：啧，极品丹药上面可都是有着丹纹的，一般有着1道丹纹都是极品丹药了，但极品丹药还是有高低之分的，成色最好，上面的丹纹越多，最多能够达到9道丹纹。真是想不到，你这炼制的2颗丹药，居然都是有着6道丹纹了。其他炼丹师听了之后，望向楚凡的眼神中满是崇拜之色。这样的丹药能够炼制出来极品丹药，还是有着6道丹纹的极品丹药，这只能说明楚凡对于这种丹药的炼制已经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才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楚凡肯定不是5品炼丹师那么简单，至少也是6品炼丹师才能炼制出来这样的丹药吧。接下来楚凡又是开始炼制那5品中级的丹药。同样，这种对于他们这些炼丹师想都不敢想的丹药，在楚凡的手里似乎变得如此的简单，那一切都是那么的浑然天成。仅仅一炷香之后，楚凡又是一挥手，1颗丹药便是飞了出来，同样是极品丹药。我的天，还是6道丹纹的极品丹药，这样的丹药对于现在的很爽来说都能有很好的提升效果了啊！白如烟惊讶无比，这样的丹药，这可是以前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楚凡炼制的丹药速度又快，姿势又帅，而且质量还那么好。很快，楚凡又是将另外1颗5品中级和1颗5品高级的丹药也都炼制了出来，5株5品灵草的材料便是被他这么用完了。2个丹药居然也全部都是极品丹药，不过后面这2颗丹药则是有着5道丹纹的极品丹药。凡哥，你也太让我震惊了吧，连5品高级的丹药
你都能炼制出来极品丹药，而且有着5道丹纹，这也太牛了吧！白如烟望向楚凡，心中除了惊讶之外，还有一丝窃喜。这样优秀的男人，竟是他白如烟的男人，是他的修仙道侣。楚凡却是很淡然一笑，然后很是装逼地道：“哎，太久没炼丹的，稍微有点手生，不然的话，恐怕效果还要好一些。”听见这话，其他炼丹师恨不得去撞墙算了，这也太打击人了吧！不过，今天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有收获的一天，能够目睹炼制5品丹药，而且还能目睹好几次。凡哥，这些丹药……白如烟皱了皱眉，将丹药装起来了之后，对着楚凡问道。楚凡微微一笑道：“这丹药当然是你拿着了，你拿下去，看怎么分配吧。很爽，现在是4品灵王，可以给他一颗5品中级的丹药，其他的丹药你看着办吧。”白如烟听了之后点了点头，这才将丹药收了起来。他知道楚凡自己没要这样的丹药，应该是修为太高了，这样的丹药对于他来说肯定也是没什么效果。其他那些炼丹师心里一喜，就仅仅刚才楚凡炼制的这几颗丹药，到时候都能令他们宗门的整体实力再次提升不少了。白如烟则是泯然一笑道：“看样子以后我们要是有适合炼丹的5品灵草，那可要留着了，到时候麻烦凡哥你帮忙炼制一些。”楚凡笑着道：“无妨，我没事的时候以后可以过来帮忙炼制一些丹药的，特别是有些修为高一点的精英弟子，要尽量炼制一些4品高级的丹药，帮他们提升修为才是。”说到这里，楚凡顿了顿，方才继续道：“好了，接下来你们炼丹吧，我一会儿看你们的情况，再帮你们指点一下你们的问题所在。”有个老头则是忍不住对着白如烟道：“三长老，最近要不要多派出一些弟子出去寻找灵草啊？特别是5品的灵草，适合炼丹的那种，要是楚前辈帮忙炼制的话，我们宗门顶尖的强者才能提升更多的修为啊！”楚凡刚才的炼丹已经震惊到了所有人，楚凡在他们的面前自然也成了前辈。不等白如烟开口，一旁的楚凡便是微微一笑道：“暂时不用，再过3-4天，那烈火宗肯定就会带着人过来了。等我们灭了烈火宗之后，一定能得到不少的修炼资源的，到时候足够我们使用一段时间，而且足够我们在1个月之内将宗门整体的实力提升一大截了呢。”哈哈，前辈说的对，我们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有个女子不由哈哈笑了起来，脸上满是激动之色。没想到我们终于要迎来找烈火宗报仇的机会了，大家炼丹吧，刚好楚前辈在这里，能帮我们指点一下。那老头笑呵呵地说道。等到下午比较晚了的时候，楚凡这才离开了这里。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在楚凡的指点之下，有个4品低级炼丹师的中年美妇，竟是突破到了4品中级炼丹师。白如烟在楚凡的指点之下，竟是也冲击4品高级炼丹师成功了，这让白如烟也是有些喜不自禁。之前宗门可是没有4品高级炼丹师的，这对于宗门来说是一个比较致命的弱点。现在白如烟成为了4品高级炼丹师，以后便是能给宗门尽量炼制4品高级的丹药，一些6、7品、7、8品灵尊修为的精英弟子有了这样的丹药，他们便是可以很快提升修为，并且冲击1品灵王。等到宗门多一些1品或者2品灵王之后，那对于宗门整体实力的提升来说，那是极其关键的。不仅仅如此，楚凡更是能炼制5品的丹药，指不定还能炼制6品的丹药，这让白如烟等人的心里充满了信心。三长老，你和楚前辈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看他叫你如烟，你叫他凡哥呢。等到楚凡走了之后，那个刚突破到了4品中级炼丹师的中年美妇不由微微一笑说道：“他现在是享受的护法的待遇。”白如烟微微一笑，有些不好意思地道：“其实我和他也是修仙道侣的关系了。”原来如此啊，我就说看你们2个看彼此的眼神都有点不一样了呢。那中年美妇笑呵呵地说道。之前那个老头则是笑着道：“三长老，这楚前辈可不一般啊，5品高级的丹药都能炼制出来极品丹药，我估计他至少都是6品高级炼丹师了吧？啧，要是他以后炼制出来6品的丹药给你们使用，你们达到了灵皇修为之后，都能很快获得突破呢。”另外一个中年女人则是道：“我的天，那样的话，我们宗门岂不是很快就能多出来一些灵皇强者了？要知道，三长老和宗主现在可都是7品灵王了呢。等我们宗门多出来2-3个灵皇的话，那就堪比一些二流宗门了吧？”白如烟微微一笑道：“那样的话，虽然顶尖强者堪比二流宗门，可是跟二流宗门比起来还差得远呢。不少二流宗门都有着一些宗门依附的，即便是没有宗门依附于他们，那宗门里面的灵王修为的强者就能多一些才行，不然的话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的。另外就是宗门的规模方面，我们的人数也不多。”说完之后，白如烟这才看了看之前那个突破到了4品中级炼丹师的中年美妇道：“秦霜，你现在已经是4品中级炼丹师了，我把我刚才炼制的这颗4品高级丹药给你吧。你现在是8品灵尊初期，我这颗丹药你拿去之后突破到9品灵尊不是问题了。”秦霜不由心里一喜，
接过丹药之后，对着白如烟微微一笑道：“多谢三长老了。”白如烟则是笑着道：“不用客气，你之前一直享受的也不过是护法的待遇，你现在晋升4品中级炼丹师了，我会去跟宗主商量，让你以后享受长老待遇的，以后你就是宗门的6长老。”一听这话，秦霜则是笑着道：“多谢三长老的好意，不过我对于当不当长老倒是没有多大的兴趣的，只要能在这里好好炼丹，提升炼丹师水平，将我们宗门壮大，我就很满意了。”白如烟则是立即道：“这个你可不能推辞，你现在都是4品中级炼丹师了，理应享受长老的待遇。长老的话，炼制的丹药自己就可以留下来20%了呢，护法却是只能留下10%归自己所有。另外的话，你担任了长老，也是给大家信心，以后其他的炼丹师突破到了4品中级炼丹师，都可以享受长老待遇。”众人听了之后，一个个也是笑了起来。他们这些炼丹师，很多人的修为并不是很高，和欢宗的弟子并不少，炼丹师并不是很多，因此炼制10颗丹药，普通的炼丹师都只能拿到1颗留给自己用，但长老的话，自己却是可以留下2颗。大部分的丹药肯定还是要尽量发给宗门弟子们的。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我一会儿就去跟宗主说说，这事儿基本上没问题的。白如烟最后笑了笑，然后一起离开了这里。白如烟也是很快来到了住的地方，并且找到了叶燕姬。宗主，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对，应该说是3个好消息才对。白如烟满脸笑容，显得十分的开心。叶燕姬一愣，不由笑了笑道：“你这是去找楚凡了？莫非你今天跟他拥抱修炼，又是提升了不少修为？”白如烟立即俏脸一红，白了叶燕姬一眼道：“哪里啊，我去炼丹阁了，哪里有时间去找他？好了，我逗你玩的，大白天的，我估计你也不好意思去找他。”叶燕姬笑了笑，这才道：“说吧，既然是好消息，那我可就洗耳恭听了。”白如烟这才笑着道：“今天凡哥他去炼丹阁了，教导我们炼丹。第一个好消息是，凡哥他居然用了5株5品的灵草，炼制出来了5颗5品的丹药，那是1颗都没浪费啊！”白如烟说着，将那个装有丹药的瓷瓶拿了出来，递给了叶燕姬道：“你看看，这可是凡哥亲手炼制的丹药，2颗5品低级的丹药，2颗5品中级的丹药，还有1个是5品高级的丹药，全部都是极品丹药啊，成色不是一般的好。我的天，你说他炼制出来了5品丹药，我倒是没那么震惊，但你说都是极品丹药，这也太吓人了吧！5品高级丹药都能炼制出来极品丹药的成色，那说明他的炼丹师水平只会更高，甚至可能不止6品低级炼丹师。”叶燕姬听了之后，也是忍不住心里一惊，立即对着白如烟说道。白如烟点了点头道：“肯定不止，根据我们的估计，凡哥至少都是6品高级炼丹师呢。”叶燕姬看了看里面的丹药，心里感慨不已，真的是5品丹药，这家伙藏得够深的啊！出关这么久了，我才知道他在炼丹方面居然也有如此的造诣。想了想之后，叶燕姬不由道：“所以这5颗丹药他都给你了，让你拿来分配。”白如烟笑着点了点头：“他说很爽是4品灵王，可以给很爽1颗5品中级丹药，帮很爽提升修为，剩下的丹药让我们随便安排就行了。”叶燕姬不由笑了起来，很爽是楚凡的女人了，2个人都已经双修过了，难怪凡哥特意说了要给他1颗。白如烟笑着道：“燕姬，那颗5品高级的丹药还是你拿去修炼吧，剩下还有1颗5品中级的，我留着修炼就行了，毕竟我还有2次拥抱修炼的机会没用呢，所以这颗5品高级的给你。这可是极品丹药，成色不是一般的好，你靠着1颗5品高级的丹药，指不定能冲击到9品灵王修为呢。”叶燕姬想了想之后，不由点了点头，将那颗5品高级的丹药拿了过来。行，那我今天晚上就把它给炼化了。之前我的境界倒是很稳定，有了这丹药，倒是的确可以试试看看能不能突破到9品灵王修为了呢。想了想之后，叶燕姬这才又是道：“那还剩下2颗5品低级的丹药，怎么分配呢？墨染去找过楚凡1次，要不要将剩下的1颗给他？”白如烟想了想之后，这才道：“燕姬，我觉得这2颗5品低级的丹药，要不给雪飞和寒冰吧？他们都是9品灵尊，有了这么1颗丹药，冲击灵王修为不是问题啊，咱们就能又多出来2个灵王修为的强者了。”没想到叶燕姬却是笑了笑道：“可是雪飞今天晚上要去找凡哥，他刚才已经来问过我了，怕我和你晚上去找凡哥，到时候他去了，咱们撞到一起不太好，所以他知道我们不去，他就说今天晚上他要去找凡哥，所以明天早上的话，雪飞肯定就是灵王修为了。”白如烟听了之后，顿时有些哭笑不得。那就只给寒冰和墨染1人1颗吧，反正凡哥说了，以后有空了也会过来帮忙炼丹的，还会帮我们多炼制一些4品高级的丹药。他知道宗门现在最缺少的便是这样的丹药呢，说要让我们宗门很快多一些高品级的灵尊，然后让这些人再冲击到灵王修为。叶燕姬听到这些，心里不免都有些激动。在楚凡出关之前，他们宗门还一个灵王修为的强者都没有，现在才多久啊，这就已经好几个灵王了。
看这个样子，等过段时间，宗门的灵王修为的强者会越来越多，恐怕会很快超过10个，甚至他和白如烟等人还有可能突破到灵皇修为。想到这里，叶彦基的心里感慨万千。有了老祖的帮助，现在的合欢宗正在逐渐蜕变，破茧重生。就这么安排吧。叶彦基点了点头，旋即又是对着白如烟道：“对了，你不是说3个好消息吗？还有2个呢。”白如烟这才笑着道：“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我在楚凡的指点之下，突破到了4品高级炼丹师了。”嘿嘿，太好了，4品高级炼丹师，以后有了4品高级的丹药，才能有更多的精英弟子能突破到9品灵尊，然后冲击灵王修为啊！如烟，真是太好了，你终于突破了。叶彦基也是为白如烟感到高兴，以前宗门一直没有4品高级炼丹师，这让宗门的发展很难再进一步，而有了4品高级炼丹师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可惜的是，白如烟在突破4品高级炼丹师方面似乎遇见了瓶颈，尝试了很多次都无法突破成功。没想到在楚凡的指点之下，白如烟终于是获得了突破，成功突破到了4品高级炼丹师。凡哥炼丹真不是一般的厉害，我真的太佩服他了。我相信在他的指点之下，我以后突破到5品炼丹师肯定都不是问题。白如烟的心里现在是充满信心，他这辈子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高级的炼丹师，用自己的丹药让合欢宗变得更加强大，变得不再随便被其他宗门欺负。如烟，你一定行的。叶彦基也是十分的高兴，想了想之后又是忍不住问道：“对了，那还有一个呢？你不是说还有一个好消息吗？该不会你怀上了吧？”一听这话，白如烟差点没晕倒。他和楚凡才睡了1次，哪有那么容易怀上的？再说了，他可没想过现在要孩子什么的，所以事后早就已经用灵气将精华给逼出来了。怀孕？那是不可能怀孕。白如烟不由白了叶彦基一眼道：“彦基，怎么你也喜欢开玩笑了？你要是想怀孕的话，你去找凡哥不就可以了吗？生一个小燕姬也是不错的哦。好了，逗你玩的呢，说吧，第3个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叶彦基笑嘻嘻地问道，眼神中满是期待。白如烟这才笑着道：“秦霜突破到了4品中级炼丹师了，咱们让他当长老，享受长老待遇吧，也算是对炼丹师的一种鼓励。他成为了长老之后，炼制的丹药便是可以留下20%，你看如何？”叶彦基笑着点了点头道：“不瞒你说，我还正是打算为了提升大家的积极性，准备一旦突破到4品低级炼丹师就能成为我们的长老呢，就是想鼓励3品炼丹师，让他们更好的炼丹和突破呢。”说到这里，叶彦基笑着道：“现在秦霜突破到了4品中级炼丹师，更是应该成为长老了。明天我们就贴公告出去告诉所有弟子吧，秦霜便是以后的6长老了。”白如烟笑着点了点头道：“我相信以后我们宗门只会越来越强大的。”聊了一会儿之后，白如烟便是离开了叶彦基的房间，很快找到了慕寒冰和墨染2人。“如烟，你找我们有事儿？”墨染微微一笑，对着白如烟问道。白如烟直接拿出了2颗5品低级的丹药，笑着道：“来吧，你们1人1颗5品低级丹药，可以拿去提升修为。”2人都愣住了，什么情况？5品低级的丹药？如烟，这可是5品低级丹药，你这是哪里来的？慕寒冰拿过1颗看了看之后，不由道：“而且那是极品丹药，这颗还有6道丹纹呢。我的天，还真是极品丹药。”墨染也是将另外1颗拿了过去，看了看之后，不由惊讶地道。白如烟微微一笑，对着2人道：“是凡哥炼制的，我和很爽1人1颗5品中级的，还有1颗5品高级的丹药，我给燕姬了，他指不定能靠着那颗丹药突破到9品灵王呢。”凡哥，老祖吗？他这么厉害，5品高级的丹药都能炼制出来。墨染听了之后，心里也是对楚凡更加的崇拜了。一想到那天晚上楚凡从后面搂着他修炼，还有什么在后面顶着他的感觉，这让他的心里忍不住一阵羞涩。难怪如烟第一次就跟楚凡在一起了，愿意当他的女人，这老祖果然是深藏不露啊！没想到不仅仅修为高，能拿出圣宝，甚至连5品高级丹药都能炼制出来。现在宗主和很爽都成为了楚凡的修仙道侣了，连如烟都成为了他的女人，2人都那啥过了，自己要不要也加入算了？毕竟之前时很爽说的还是挺对的，大家都是好姐妹，这样的男人大家一起分享，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要不是楚凡的话，他们以后哪里有机会给师父报仇？就现在这发展情况来看，给师父报仇应该是要不了多久的事情了吧？白如烟笑着道：“凡哥炼制的5品高级丹药，那也都是极品丹药呢，成色不是一般的好，所以啊，燕姬突破到9品灵王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说到这里，白如烟不由叹了一口气道：“可惜的是，我们手里没什么适合炼丹的5品灵草了，不然的话就能缠着他，让他这2天多炼制几颗5品丹药呢。”
一旁的慕寒冰则是泯然一笑道：“这个倒是不着急，那烈火宗的宗主估计过2天就要带着人过来了，到时候咱们灭了烈火宗，应该能得到一些5品的灵草，能得到不少修炼资源呢。好了，这丹药你们拿去炼化吧。”白如烟笑了笑道：“在凡哥的帮助下，我突破到了4品高级炼丹师了，秦霜突破到了4品中级炼丹师了。我和燕姬商量了一下，明天就通知下去，任命秦霜为6长老。啧，老祖真是厉害啊，居然指点了一下你们，让你们2个都突破了炼丹师的等级呢，真是厉害。”慕寒冰也是心里对楚凡满是崇拜。好了，我去找很爽去了，只有5颗丹药，就不给雪飞了。雪飞今天晚上去找凡哥去了，反正他明天肯定也能突破到灵王修为了呢。白如烟微微一笑，然后去找石很爽去了。石很爽知道了情况之后，同样是十分的高兴，激动地道：“天啊，凡哥居然这么厉害！以后我们要是得到了5品灵草，适合炼丹的那种，就不用直接用来服用了，那样多浪费啊！以后拿给凡哥炼丹，炼成丹药的话，咱们都能提升不少修为呢。”说到这里，石很爽顿了顿，方才继续道：“看样子，如烟，我们突破到灵皇修为都要不了多久了呢？”白如烟微笑着点了点头道：“是啊，咱们现在努力突破，等我们几个以后都突破到了灵皇修为，咱们宗门就能堪比一些二流宗门了呢。”此时，林雪飞则是已经来到了楚凡的房间。等到楚凡将房门关上之后，林雪飞这小丫头不由笑眯眯地望着楚凡，眼神中不但没有紧张之色，甚至还充满了崇拜，带着几分的花痴。“老祖，我怎么发现你越看越帅了呢？”林雪飞一脸崇拜地望着楚凡，对着楚凡道：“上次你救了我和寒冰的命，我都还没来得及报答你呢，现在又要麻烦你帮我提升修为了，还真是有些不好意思呢。”楚凡微微一笑，望着这个可爱又清纯、身材有些娇小的美少女，不由笑了笑道：“都是合欢宗的人，就不用那么客气了，我很乐意为你们提升修为。”说到这里，楚凡突然想到了什么，不由皱了皱眉，望着面前的小萝莉问道：“那个雪飞啊，这拥抱修炼的具体情况你知道吗？”林雪飞说起这事儿，终于是忍不住小脸微红，点了点头道：“我都知道了，我们也问过如烟了，为何她能突破那么多了？原来是因为什么都没穿，而且还跟你那啥了，所以才提升了那么多。”楚凡听了之后，表情微微有些怪异地道：“你该不会也想拥抱修炼的时候什么都不穿吧？”林雪飞羞涩地点了点头道：“不是说这样效果最好吗？”楚凡汗颜苦笑了一下道：“这样效果是好一些，但是这样的话，我怕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没想到林雪飞这丫头却是咬了咬性感的红唇，然后对着楚凡道：“老祖，你要是控制不住的话，那大不了我就当你的女人呗，反正我现在觉得你人很好，上次还救了我的命，以身相许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你以后对我好，不抛弃我，那就可以了。”楚凡一听，心里一阵暗喜，林雪飞这丫头竟还挺主动的啊，看样子这恐怕也是受到了好姐妹的影响了吧。不过楚凡还是忍不住问道：“你确定？这可不是儿戏啊，你们女孩子不是把贞洁看得很重吗？”林雪飞却是抬起头，红着脸勇敢地道：“是看得重，所以啊，你别看我看上去，实际上我也修炼了好几十年了呢，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这事儿我都考虑清楚了的。”林雪飞看见楚凡不说话，又是不由柳眉微蹙道：“难道老祖你看不上我觉得我长得不好看？可是我长得不是挺好看的吗？难道你不喜欢我这种可爱的女孩子吗？”看见对方那样子，楚凡不由笑了笑道：“喜欢是喜欢，就是稍微有点突然了。嘿嘿，喜欢就好，看你不说话还吓我一跳呢。”林雪飞听见楚凡说喜欢，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那微微皱起的眉头瞬间便是舒展开来。既然你也喜欢我，我也喜欢你，我还崇拜你呢，只要你让我当你的女人，当你的修仙道侣，你让我做什么都行。这面前的小丫头越看越可爱，笑起来十分的甜蜜，而且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青春的气息，让楚凡也是看得一阵迷糊。好吧，那以后就让我来保护你吧。楚凡微微一笑，上前搂着林雪飞的腰肢，对着林雪飞道：“你要是真的做好准备了的话，那我一会儿可就不客气了。”林雪飞羞涩地点了点头道：“那你温柔一点，我还是第一次呢，我虽然胆子大，但这个时候还是有点怕。”